听说这次瘟疫很严重啊，已经死了很多人了。我们原本要去的新州城已经封城，不让人进出啊。我也听说了，新州城的官兵都逃了，城里的李大人带着家眷也跑路了。现在士兵围着城外，只要有人从城里逃出来，就直接乱箭射杀，十分残忍的。我他妈，是不是知道我是被绑着的？还真以为你俩是有良知的好人。是啊，这批货看来不能运到新州城了，不仅要绕开新州城，还要多走60多里路。哎呀，这雨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停，真他妈的晦气！呸！老大，这雨一时半会儿也停不了，闲着也是闲着，这些女的反正都要被卖到窑子里，不如让咱哥俩先乐呵乐呵。乐呵你大爷乐呵！你给开爆了，咱们还挣什么钱呢？精虫上脑的混蛋玩意儿，你给我忍着！等到了福州城，你想要什么样的，我就给你找什么样的，少给老子打这批肉票的主意。知道了。凭什么你就可以，我就不能？我可记得上一次趁我不在，你们抢来的6个女子全都上了一遍。老大，我去检查检查，他们几个有没有要苏醒的，要是有的话，我再给他们下点药。去吧。现在下雨啊，别让一会儿路过进来躲雨的人发现了。注意药量啊，别给弄死了。虽然说可以奴隶买卖交易，但律法在那儿，禁止本国人买卖本国人，要是被抓到可是要夷3族的，小心些。好嘞，老大，你就放心吧。你看着他们，这雨一时半会儿看来是停不了了，我去找点柴火，今晚就在这儿过夜。好的，老大，你去吧，放心好了，我会看好他们的。小宝贝儿，我来了，哥会好好疼你的。你说不让我上，我今天偏要上，还要上最漂亮的。这批药劲儿真大，过去那么久了，这效果还这么好。秦羽早就清醒了，他要装昏迷，等待时机，先逃了再说。他猛地睁开眼睛，吓得人贩子一愣。就在人贩子愣神的功夫，他快速出手，直接掐住人贩子的喉咙，一用力，人贩子不可思议地瞪着眼睛，领了盒饭。见没人回答，他也没在意，坐起。这小子真他妈猴急，不就是女人吗？这都等不了，看来又躲起来自己解决去了。也罢，听说福州城春香院头牌丽春姑娘长得非常妖艳，等到了福州城，我就让她好好慰劳慰劳一下我这兄弟吧。他无意间抬头时，就看到了房梁上站着的秦羽，只可惜被人贩子躲开了。你到底是什么人？我二弟呢？你说那个废物垃圾吗？喏，就在那里。他没事，只是睡着了而已。等一下你就可以去陪他了。没等对方反应过来，一脚就踹到对方下体。秦羽松开手，人贩子身子弓得像个虾米，捂着裆部退了好几步，哀嚎连天。秦羽转身捡起他掉落在地上的刀，直接扔了过去。一刀就像飞镖一样，直接刺穿人贩子的胸膛，不停地发出呜呜声。想活就别乱动。妈的，本来就已经力竭了，你动个锤子啊动！当女子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就看到一把刀插在一个男子身上，他直接给吓晕了过去。没出息，人贩子已经被我杀了，你们要是不怕就不要乱动，我没空给你们在这里浪费功夫，要是让我救他，就听我的安排。3个麻袋同时停止了扭动。很好，多谢姑娘救命之恩。有那点力气，省着用来救人吧。等把他们放开，
看看有没有吃的。我动不了了，就靠你们了。是。叫什么叫什么？不就是死人吗？有叫的力气，赶紧搜一下他们的包裹，看看有没有吃的。我都快饿死了。哎，一会儿再有匪徒进来，我可管不了你们。多谢姑娘的救命之恩，若不是你，我们可能再也活不下去了。婆婆妈妈的，你们要是不饿，就把吃的都给我。扶我起来。怎么？你们都不饿吗？赶紧吃啊！这雨一会儿停了，我们还要赶紧离开这里。于是他决定暂时不回家，他要去新州城。赶紧离开，这里任何人不得靠近。我是大夫，听说新州城瘟疫，我特意赶来救人。赶紧走，赶紧走！城里的人你救不了，赶紧走！你们的命是命，城里百姓的命就不是命了吗？我要见你们将军。是谁要见我啊？启禀大将军，不知哪里来了一个小丫头，口出狂言，说自己可以救新州城的百姓，要我们放她进去。你起来吧。就是你说可以救城中的百姓？没错，就是我说的。你们这些官兵拿百姓的命不当命，封城，你们知道这样会害死多少人吗？我告诉你，这一城的百姓都会死。你们应该派大夫进去医治、隔离病人，而不是封城让他们自生自灭。你们这样跟屠杀有什么区别？你可知道我放城中的人出来会死多少人？我告诉你，到时就不是一座新州城，可能就是10座、20座，甚至是全国所有的人都会被天花感染而死。你觉得死1城人好，还是死全天下的人好？你有能耐是吗？不知者无畏是吗？自以为有3脚猫的医术就把自己当救世主了是吗？那好，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大的本事，希望你进去之后不要后悔。所有人给他让路，让他进去。对着大将军冷哼了一声，就穿越军队朝新州城走去。大将军，就这样让他进去？万一他真的能救城里面的百姓怎么办？这新州城里面可是有位上面点了名要他死在里面的人。没事，这几天进去的大夫又不止他一个，我还没听说过天花可以医治。他找死就让他进去找死吧。那位还没感染？据探子回报，还没有。没想到他命还挺硬呢。咱们的人还是没能冲出去吗？回殿下，没有，我们的人刚出城就被乱箭射死了。哼，这群人真的是反了天了。他们是想把我的命留在这里啊。看来他们给父皇请旨，让我到新州城巡视，不过是请君入瓮的把戏。哼，行了，站起来吧。我又不是说你，城外又来了个人，下去把他带上来，问问是干嘛的。殿下，我看应该是和前几日进来的人一样，都是大夫。你也是进城来给百姓看病的？这座城现在谁说了算？我要见这座城现在说话有用的人。哦，你要知道，在你之前来的大夫，也如你现在一样，信誓旦旦地说可以救这里的百姓，也都说要见这座城的负责人。可是他们现在都感染了天花，甚至有的大夫已经死亡。你确定还要进去？不过，你现在想走也走不了了。我既然来了，就没想着离开。不让我见这座城的负责人也没关系，让我去见这里患了天花的人。还真是一个不怕死的。我就是这座城负责人，你自己去吧。得了天花的人都隔离在县衙一些牢房里。祝你好运，希望你能活着出来。殿下，就让他这样去了？
随他去吧，一个黄毛丫头也敢口出狂言，说自己能治天花。不过他这份勇气真是可嘉呀。秦瑜在人群里转了一圈，看了几个人，果然就是天花。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城楼上那位公子就是你们的主子吧？你去告诉他，如果想要让城里的人活着，当然也包括他，接下来必须要听我的安排。现在就去让他把城里所有的牛集中过来，特别是得了牛痘的牛，没有感染牛痘的牛也要想办法让他们感染牛痘。各位大夫，你们辛苦了，我这里有个方子，不知你们敢不敢尝试？小娃儿啊，你有什么方法？你说出来，我们听听看。不知各位前辈可知道牛痘？牛痘我们知道啊，可跟咱们这天花有什么关系呢？天花就是一种病毒，而牛痘也是一种病毒。不过牛痘病毒种植人体不会给人带来生命危险，种植成功可以预防天花，所以各位前辈可以尝试用牛痘预防天花，给人接种牛痘，从此杜绝感染天花。啊，我们活了一把年纪了，祖辈也都是行医的，只知道接种人痘，可从来没有听说过接种牛痘啊。女王，你说的可是真的？牛痘真的能够预防天花？接种牛痘人不会死？我们也给不少人接种过人痘，可是死亡率极高，一般人都不愿意接种人痘。老爷爷，牛痘的毒性没有人痘的毒性大，是对人体造不成生命危险的，但是可以形成对天花病毒的免疫。接种牛痘后也会出现像天花一样的症状，2到5天就会恢复正常，大部分人都是3天左右。啊，女王，你是怎么知道的？是做过验证？哎，女王，你赶紧把衣服穿起来，别让人看见了，传出去会是我们几个糟老头，会坏了你的名声。几位老爷爷都是为国为民的好大夫，更何况大夫本来就是给人看病的，不是说大夫面前不分男女的吗？你们看，这是我4天前将牛痘种在我身上的，现在已经成了痘痂，所以我亲自试过了，没有问题。我这里还有够几个人用的量，你们要不要试一下？几个老头还是忍不住扫了一眼，果然看到了痘痂。于是几人本着为医学献身的精神，城楼上听他的，去准备吧。陛下，我们就随着他胡闹吗？听说接种人痘的死亡率超高，现在接种牛痘，会不会死更多人啊？死马当做活马医吧，反正结果都要死，不如拼一把。你带人去安排吧。那您的安全？放心吧，这种情况他们不会朝我动手的。留阿谦和阿东2兄弟保护我就可以了，你们去吧。要不，殿下，我们护送您回府再去。看来今天是等不来父皇的救援了。也好，走吧。县衙外面传来一阵阵的牛叫声。谢谢你们找来这么多牛，不过还不够，全城的百姓太多了，你们还要再找一些来才行。这位大夫，你让我们弄来这么多牛干什么？有什么用啊？秦瑜笑了笑，没有回答。他走到一头牛跟前。几位老前辈，你们快来看看，这个是不是就是牛痘？这就是牛痘。姑娘啊，恐怕我们是帮不了你了，只能靠你帮他们接种了。大夫，快去看看我家主子，他好像也感染了，已经发起了高烧，身上还起了红疹子。放开我！放开我！你家主子要治病，让他来这里隔离，一起治。小大夫，得罪了啊！现在全城就你一位大夫了，我这也是迫不得已。等回头你救了我家主子，你要杀要剐，我绝无怨言。我数3个数，放开我，要不然别怪我不客气了。你家主子要治病，我说了，把他带到这里来。
另外，你们所有接触过你家主子的人也要隔离。让你找的大夫呢？怎么还没到？随后就是一脚横踢。你竟还敢出手抵抗伤人！来人，把他拿下！救不好主子，就让他跟着一起陪葬。袁统领，误会，你赶紧让他们停手啊！袁统领看向地上被打趴下来的侍卫，哼，不必了，还真没看出来，还有两下子。难怪敢独自赶着马车穿过层层封锁到新州城来，果然不简单呐。你们最好别来烦我，我没工夫陪你们玩。你家主子要想活命，就带他来这里，要不然就在家里等死好了。哼！我让你走了吗？小何，看来我还是小看你了，有点意思。嘿，一次两次就算了，3番5次的，这听不懂人话是吧？叔叔可忍，婶婶不可忍。他依靠自己灵活的身手，一时间和袁统领打的是不相上下，所有的护卫都看傻了眼，一拳猛地朝他的太阳穴上砸去。垃圾！就这3脚猫的功夫，又好意思逞能？回去告诉你们主子，要想活就过来，本姑奶奶可没空去搭理他。我一直钦佩的袁统领就这样败了，惨败给了一个小丫头，我是不是出现幻觉了？统领，你还好吧？这娘们儿还真有两下子，是我大意小瞧她了。走，回去禀告殿下。不多时，阿东和袁统领以及侍卫去而复返，只不过他们中间多了一个人。你今天吃了什么东西？四皇子回答了自己吃的东西，最后又说吃了河虾。你之前吃过河虾吗？以往也吃过，可并没有问题啊。那你之前有花生米和河虾一起吃吗？没有。那单独吃过花生，脸上有没有起过红疹？两者分开吃不过敏，两者同时吃过敏，真是奇葩。姑娘，你说什么？啊，没什么，你就是感染了风寒，有些发烧。你以后花生米和河虾不能够一起同时，避免过敏，身上脸上红肿起疹子。姑娘的意思是我没得天花？没有，不过是过敏加上风寒导致了你发烧。虽然没感染，但你也要尽快治疗。是你自己接种，还是我来给你接种？你确定这个牛痘真的能预防天花？能不能预防天花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如果不接种，你得了天花肯定能死。你想好了吗？是让我给你接种，还是你们自己来？另外，让你的人全部集中到这里，城中的百姓也需要尽快接种牛痘。啊，对了，还有，让他们用布蒙住自己的口鼻，我会教他们如何取牛痘，接种牛痘。学会了，让他们去城里给百姓接种。袁统领，去把我们的人都叫过来。殿下。哎，去安排吧。是。来吧，你给我接种。可能有些疼，你忍着点儿。城中还在继续给百姓们接种牛痘。至于四皇子接种完牛痘就被侍卫送回了他居住的院子。不知是他命不好还是怎么的，当天夜里他高烧不退，甚至说起了胡话。神医，求你救救我家主子，白天是我不对。哎，袁统领，你这是为何？赶紧起来，白天的事我早就忘了。再说，我一向对事不对人，袁统领大可不必如此。来，神医如果不原谅我，不去救我家主子，我就长跪在这儿。那你就在这儿跪着喽，永远都不要起来了。威胁我？本小姐是被吓大的吗？我家主子现在高烧不退，你给开的药我们都给他吃了，可一点用都没有，反倒更加严重了，浑身烫得可以煎鸡蛋。求求你，快去救救他吧，求你了。行了，你起来吧，
我去拿药箱。哎，袁统领，按理来说，你家主子吃了我的药是不应该有什么问题的，可听你说的好像很严重一样。除了下午他说的那些，他还吃了什么喝了什么没有？他吃的喝的东西一向是和我们吃的一样，吃的东西应该不会有问题啊。那就奇怪了，为何他会有如此状况？袁统领带着秦瑜来到四皇子的房间，就看到他被几个侍卫按在床上，他还在不停地挣扎乱动。你们主子一发烧就这样吗？还是就这次这样？袁统领支支吾吾不敢说，毕竟这事关皇子。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们主子的命重要还是脸面重要？半年前我们主人遭遇暗杀，当时有一只箭头留在了体内，没取出来，后来时常发烧，一发烧就会出现自残。把他衣服脱了。神医，这是为何啊？你想干嘛？要想你家主子活着，就按照我说的来，要不然你们就等着给他收尸好了。神医，你不能离开啊！你要是走了，咱家主子……我刚才已经说过了，要救他的命，你们就得听我的。显然你们是不愿意听我的了，那我留在这里也没有什么用了。你们准备给他收尸吧。照他这个情况，他最多能够活到明天早上。脱，听他的，把主子的衣服给脱了。你们看我干嘛呀？赶紧的，听神医的，出了事儿我负责。不脱是死，脱了或许还有一线生机，反正横竖都是死，搏一把或许还能活。还请神医出手救救我家主子，我等全听你指挥。这是你说的，如果一会儿在我治疗的时候你们还这样婆婆妈妈，就算眼睁睁看着他死，我也不会再救。我们所有人会全力配合神医，还请神医出手。秦瑜说完转身回到床前。那支箭是从这里射进去的？是，当时只把箭杆取出来了，我家主子的命算是捡回来了，只是每天肚子都会疼，一直会捂着肚子。袁统领留下，其他人都出去，没有我的命令不许进门。我需要开水，没有用过的白布，越多越好。另外给我准备2坛最烈的酒，还有拇指粗细的竹子，把每个竹节都通开弄干净，不可以把竹子弄破。还有带瓶塞的小瓷瓶，放厨房。准备好了告诉我。看我干什么呀？听神医的，赶紧去弄。侍卫快速离开去准备了。秦瑜开始给四皇子推拿针灸降温。袁统领，神医要的东西我们都准备好了。看着点你家主子身上的银针，不许让任何人碰，否则神仙难救。东西都放厨房了吗？快带我去。侍卫回答了是，就快速带着秦瑜朝厨房走去。做得很好，这里不需要你们了，出去把门关上。等一下我说干嘛你就立刻干嘛，不可迟疑。我要热水就要马上给我热水，我要布你就要给我布，明白吗？明白。好，那现在你也去换身干净的衣服来，把外面没有用过的白布和热水端进来。没有刚刚烧得厉害了，还是要尽快做手术才行，要不然这家伙死定了。小子，算你幸运，遇到了姐，要不然你就死定了。记住了啊，你可欠姐一条命哦。旁边袁统领整个人都是发抖的，他根本就没机会阻止，因为他拿着白布和热水进来时，秦瑜已经把四皇子的肚子划开了。不想他死，就把刀给我放下，洗手过来帮忙，要不然我不介意看着他死。还有，就凭你，不是我小看你，再练几年你也不可能是我的对手，赶紧的。他现在就算杀掉眼前的人又能如何？四皇子肚子上那么大个口子，肠子都出来了。他杀了秦瑜，全程还去哪里找大夫救他家主子？抖什么抖？到底能不能行？不能行就给我滚出去，换一个不怕的人进来。瞧你那怂样，给我白布，另外你手按在这里，不要动。以后一定要离这个女人远一点。真
他妈也太狠了！划开人的肚皮，翻开人的肚子，眼睛连眨都不眨，这种狠人惹不起。大夫，你把他肠子给割了？不懂就不要吭声，这是阑尾，你看看上面都是啥，不切掉，让它在里面够粘吗？就算箭头取出来了，这玩意儿不割掉，你家主子还是会死的。哎呀，我跟你说这些干什么？你又不懂，都被你气糊涂了。缝合完，他眼睛不小心瞟到了四皇子的下体。我操，这么长？确实挺长的。金鱼抬头白了对方一眼，显然对方说的长和自己说的长不是一个长。既然如此，那我就好人做到底，送佛送到西。于是他就支开了袁统领。袁统领进来走到床边，正好看到他割掉了四皇子的包皮。完了，这下全完了。就算四皇子救回来，醒来发现自己成了太监。蠢货，你们这群人动不动就要寻死，我真不该出手救你家主子。他有你们这群属下，早晚也要被气死，还不如现在就这样死了算了。你都把他给阉了，就算救活了有什么用啊？这以后都是太监了，等着他醒来剐了我，那还不如现在一刀自刎，死得痛快一些。谁告诉你我把他阉了？你自己过来看看，这叫逼批。切，算了算了，不给你解释了，解释了你也听不懂。还有，你放心吧，他日后肯定会感谢我今天这刀的。哼，本小姐为了你将来的幸福也是煞费苦心。哎，谁懂啊？我真是太伟大了，做好事不留名。行了，别瘫在地上了，叫2个丫鬟进来，把这里收拾一下。我今晚就睡这里了，你自己盯着吧，不要给他吃东西啊，等他排了气再说。哎，我都快累死了，有事你再叫我啊。这一夜，四皇子梦中挣扎了一夜，后来他还梦到自己要被对方阉掉，可不管他怎么挣扎、嘶吼、呼喊，都没人来救他。最终，对方还是下了那一刀。其余正做着美梦，被四皇子这声杀猪般的叫声惊醒。鬼叫什么鬼叫什么啊？是你爹死了还是你娘死了？扰人清梦，要死了是吗？不错嘛，还有力气尖叫，看来你是死不了了。你到底对我做了什么？主子，你昨晚刚做完包扎，还不能乱动，扯开伤口就不好了。这哪里像是刚做完手术的人？古人难道都那么生猛的吗？行啊，别鬼叫了。袁统领，让人把他四肢绑在床上，嘴巴给他堵着，最近几天都不要让他下床。你还愣着干嘛呀？赶紧去让人把他绑起来呀！他再这样乱动，断子绝孙可不关我事啊！来人，拿绳子来！你这个狗奴才，竟然敢帮本皇子！放开我，看我不砍了你！主子，得罪了，等你好了，要杀要剐，悉听尊便，属下绝无怨言。哼，嘴都给你堵上了，还不老实，小心我抽你！你说你一个大男人，婆婆妈妈的，还像个男人吗？不就是割了个逼皮吗？又不是给你阉了，你紧张个毛线啊！再折腾，我不介意真给你阉了，让你以后当太监。妈呀，我看到了什么？一个女大夫居然打了当朝四皇子！瞪什么瞪？再这样动下去，小心你小命不保！你再跪下去，他要是死了可不关我事啊！袁统领心惊胆战地抬头看向病床上的四皇子，这不看不要紧，一看吓一跳。哎呀，都别跪着了，赶紧的，起来按住主人的四肢还有头，不能让他再动了。狗奴才，等我好了，一定要先挖出你的眼睛珠子，再把你剁了喂狗！竟然让一个陌生人对我为所欲为！我去，这个人到底是不是女的呀？
难道他都不知道羞耻，不知道避讳的吗？看他这熟练的程度，好像经常做这种事儿一样。虽然我知道你身份高贵，但那又如何？本小姐我捂得这么严实，等你能从床上下来，我早就跑没影了。你到哪儿找我去？打皇子？估计我是这穿越第一人了吧？还给皇子做了一个包皮手术。我应该没有给穿越前辈们丢脸吧？哎，我都在城楼上听到侍卫叫殿下了。在古代，谁可以被称为殿下？那当然是皇子啊！我又不傻，早就猜到你的身份了，只是装作不知而已。好了，看着他点儿，要是再乱动，你就把他打晕了。再折腾开线呢，我可不管了啊！等药煎好了，你就给他服下。啊，对了，治疗费、护理费给我结一下，一共500两银子。要准备跑路了，跑之前要弄点好处。面对百姓可以当圣母，但这个人身为皇子，肯定身价丰厚，必须从他身上坑一把。秦瑜在这里待了3日，你们看着他点儿，这2个瓷瓶里面的液体，你们每天用它给你们主子伤口擦拭消毒。至于下面的，如果线没有再崩开，就不用管它，肿胀是正常的。我的大小姐啊，我是男的，难道我还不知道吗？你这什么虎狼之词啊！赶紧住嘴吧你！袁统领让人给他拿了500两银票。谢了，我去城里看看百姓。都恢复得不错。他又看了看得了天花的百姓，在他改变用药后，很多接种牛痘也没好转的病人也转危为安了。他见大夫们都好了，城里的天花也都被控制住了，也该到了自己离开的时候。1天时间，他一直在城里转悠，在别人看来，他是在给百姓看病，只有他自己知道，他在想办法离开这里。当晚夜深，他趁人不注意，拿了一条绳子从城楼上跳了下去。秦瑜再出现时，已经来到新州城外的一座小山上。我去，这具身体还真的是差呀！若是换到前世，就算天气再冷一些，下河去执行任务都不会着凉。这身体本来就弱，这如今又感冒了，接下来有的说了。也罢，就这样吧。新州城小院里，一声嘶吼犹如杀猪。四殿下，你没事吧？我要不要在你肚子上划上一刀，再给你下面来一刀，让你尝尝其中的滋味？等我能下地了，我非要亲手剐了那丫头。对了，他人呢？怎么那天走后，到现在都没来给我换药？天亮我们就去县衙那边请他了，可他不在，我们找了城中所有的地方。刚刚昨晚在城楼上巡逻的侍卫汇报说，昨晚后半夜在城楼上他们发现了一条绳子，在城里没有找到那名女神医，我怀疑昨晚就是女神医借用绳子翻过城楼跑了。你说什么？他跑了？他怎敢？外面那么多士兵围着，他就不怕被乱箭射死吗？根据侍卫说，他们听到了跳水的声音，我推断他可能是跳到河里，从河里逃走的。逃了？他为什么要逃？我就那么恐怖吗？派人去找，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殿下，我们出不去啊，外面似乎又增兵了。一群没用的狗东西，别让我知道是谁在背后害老子，让我知道了，我非活剐了他。你刚刚说他从城墙上下去，从河里逃走了，
是的，属下如果没有推测错误的话，他应该是逃掉了，因为侍卫没有发现城外士兵放箭。好，天无绝人之路啊！末将请命，愿出城求援。不行，你们3个不行，我们身边肯定有奸细，你们3个太显眼，如果长时间不在我身边，会令人起疑，到时可能就不好了。继续对外说，我重病在身，旧伤复发日渐严重。另外找3个一向不起眼的忠心的下属，今晚拿出我的书信，出城回京，找我父皇求救。西边一座大山后的平西村，我看呐，这次钱家老三肯定会和钱家大房二房分家。哎呀，可不是嘛，这家早就该分了。哎，你没看到啊，这秦家老奶奶一心偏向老大老二，什么脏活累活都让秦老三去做，听说呀还不给他们一家吃饱饭。嗨，这算什么？秦家老三的大女儿于丫头打小秦老太婆就不喜欢她，以前都是听说她把于丫头带到山里扔了，那时我还不信，这一次居然有人看到她亲手把于丫头卖给人贩子，我这才相信。哎，你说这毒妇下雨天怎么没被雷劈死啊？以后跟他做邻居，咱们可得小心一点，保不齐哪天咱家的娃都被他带去卖了。是啊，以后可得防着他点儿。于丫头这都失踪了14天了，也不知道被卖去了哪里。娘，我求你了，你就告诉我，你把于丫头卖去了哪儿？你要是告诉我，你让我做什么都行，我也不怪你。儿子，求你了，你告诉我，我给你磕头了。哼，你娘都说了，她没有卖你家闺女，你为何要这般诋毁你母亲呢？口口声声说是她把你女儿卖给了人贩子，你想把你母亲置于何地啊？让她以后还怎么出去见人呢？不可能，一定是骗我的，一定是那个商人看错了。娘虽然不喜欢于丫头，怎么也不可能会卖掉自己的亲孙女儿啊。小时候虽然把她丢在山上，可娘都说了那是捡柴火，于丫头没有跟上，她又没有注意到，以为她自己跑回来了。可现在到底谁说的是真的，谁说的是假的？如果商人说的是真的，那以前岂不是我的亲娘一直想害死我的亲闺女？可是为什么呀？秦正，你这个白眼狼，咱娘把你养这么大，还给你娶了媳妇儿，你可倒好啊！你不敢也就算了，还倒打一耙。一个外人说咱娘卖了你家闺女，你这就信了啊？那咱娘白养活你了，你这个白眼狼！哎，大哥，哎呀，三弟也是一时气急，听信了别人嚼舌根儿，你这一脚踹下去，你给他踹个3长2短，咱们还得照顾他，地里那活就没人干了。原来在这个家，我只是一个干活的工具，我早应该想到的。老三，你也是，外人的话你能信呢？哎，咱娘是那种人吗？我和大哥家的闺女哪个不比你们家于丫头好看？咱娘怎么不卖他们啊？偏偏要卖你家的。哎，是，咱娘是不太喜欢丫头，可是不管是咱们村还是其他村子，这每家每户都不喜欢丫头呀。你这你也不能怪娘不是？哎，就算你怪，也不能说是娘卖了你家闺女不是？哎呀，你也别哭了，有这点时间，还不如去地里干点活。你干完了活了，也好去山上砍些过冬的木柴。在这里这哭哭啼啼的，还让街坊四邻的看笑话，你不嫌丢脸，我还嫌丢人呐。哎呀，不就是一个闺女吗？你回头你再跟三弟妹再生个小子就行了。我今天就打死你这个不会说话的东西！什么叫不就是一个闺女？你这个畜生！秦有望看到自家二弟被死死按在地上，憋得满脸通红，舌头都吐出来了。
他便不再犹豫，拿起旁边的板凳就朝秦正背上砸去。看到秦正不动了，二老似乎觉得对自己没威胁了。你这个养不熟的白眼狼，白养你这么大！爹娘，你们让开，让我来，看我今天不废了他！就朝秦正的腿上砸去。只听咔嚓一声，秦正的腿应声而断。秦正被疼醒，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再次晕了过去。住手！你要是敢砸下去，今天我就算拼了这条命，也要砍死你！哎，大家都让让，让我进去！李正爷，救命啊！我家相公被这一家人打死了，快救命啊！哎呀，都给我让开！这杵在这里干什么？屋里头发生什么事儿？你们都不知道进去拉一下手拆下架吗？都给我滚一边去！李正爷，你来的正好，你可要给我做主啊！我娘把我家姨丫头卖给了人贩子，我相公知道了，过来问他把人卖去哪里了，他们就把我相公打死了。李正爷，你可得给我做主啊！都别围着了，去个人，找李郎中过来给看看，快点去！秦老太婆，我说你个这老不死的，你这是又在欺负秦正一家了是不是？哎，好你个老不死的啊，竟然把自己的亲孙女卖给人贩子，你说你怎么就那么狠心呢？啊，你个狼心狗肺的东西，你简直是猪狗不如你！秀珠姐，你别怕，有妹子在，妹子呀，今天就给你撑腰，我看谁敢欺负你！哼，哟。这是咋了？这是啊！素兰妹子，他们把小姨卖了，还把秦正腿打断了，也不知还有没有其他的伤，他还吐血了。哎，好了，没事，一定会没事的。我说你这个猪狗不如的东西，下雨打雷，怎么就没把你给劈死啊？你说你缺心眼就算了，还敢卖自己的亲孙女，你怎么不把你自己卖去妓院里接客啊？你个丫头片子，你嘴巴给我放干净点啊，要不然我把你的嘴给你撕烂！哟呵，秦有田，你口气不小啊！还敢撕我妹的嘴？来，我看你怎么撕！小妹啊，你就站着别动，让她去撕，我看她怎么撕。好的，大哥，我呀听您的。秦有田，我在外面听说你要等我妹，来，咱哥俩唠唠。李郎中被去叫他的人连跑带架的给带进了秦家。宋立正啊，不行啊，我救不了，要赶快把他送到镇上医馆才行，再晚估计命都保不住了。李郎中啊，就麻烦你了啊！不管花多少钱，要先把人救回来，钱不够你再回来给我说，我来解决啊！你放心，宋立正，我一定会想办法救他的。文健呐，可以走了，路上注意坑洼，尽量走平展的地方，要快要稳。放心吧，李叔，你就瞧好吧，我懂。妹子，小钟就交给你了，带你家帮我照看一下，我得去镇上看着他爹。小钟，娘要去照顾你爹，你先跟你素兰姨回去，你不要乱跑，不要一个人回来这里，知道吗？还要听你素兰姨的话。娘，我知道的，我爹不会死吧？讨厌我爷奶，三叔大伯，我不会回来的。放心，爹爹不会有事的，你乖乖听你素兰姨的话啊。素兰妹子，那小钟就交给你了。秀珠姐，这银子啊，你拿着先用，不够呢，你再回来跟我说，我给你借。谢谢，素兰妹子，回头我一定尽快还你。你们两个老不死的，都给我等着！要是秦大哥救不活，我今天我就直接把你们家房子给点了，烧死你们两个这没心没肺的狗东西！来，小钟，走去姨家，姨呀给你做好吃的。不行，这小妹说点肯定会点的，我得看着她点。点房子没问题，别真把人烧死，那可是会被杀头的。不行，
我得看着他点。小妹儿，等我。小仲啊，到叔家，叔教你打猎怎么样？哎呀，这秦家二小子平时看着挺和气的一个人，没想到那么狠，那可是他三弟呀，怎么下得去手啊？什么三弟呀，又不是亲生的，你们都忘了，这俩老的生秦有田那年出去了一趟，再回来家里就多了个孩子，说是跟秦家老二一起生的，寄养在亲戚家。可当时那个孩子分明就有8个月了，比有田大上老多了，怎么可能是他生的？嘘，别说这个了，让他们听到，他们又来找你闹。你们忘记了，当初有人说那孩子不是他生的，他把人牙都给打掉了，还扬言谁再说不是自己亲生的，就烧了他们家房子呢。哎，这一转眼呐，35年过去了，我都差点忘了有这茬子事儿了。他们在这里议论着，丝毫没有察觉到他们不远处的墙角。原来如此，果然不是亲生的。秦家堂屋，老大，你要不去看看，老三别真被老二打死了。要是真的死了，得赶紧让老二出去躲躲才是。要是被官兵抓到了，那可是要杀头的呀！慌什么？死了最好，一家拖油瓶，还生那么多娃。秦家老大其实听到李郎中说对方伤得很重，有生命危险时，他也是怕的。毕竟自己那几板凳可丝毫没有留手，板板都用了全力的。爹，要去你去，我可不去。要是真死了，那我不也要被抓吗？我得想想到时候逃哪儿去。那不能行啊，他不能死。要是死了，你俩咋办？这一家咋办？真的去逃命过一辈子吗？娘，没事儿，我家那俩小子也大了，他们能替我照顾好您的。不行啊，老大，你听我说，你偷偷的去，要是真的死了，别人都以为你在家，其实在镇上，等官兵来抓你时，你就从镇上逃走。老太婆，给老大拿1两银子，万一真的要逃，他也好有个盘缠。说是老三没有死，那这1两银子岂不就是我的了？啊，那好吧，娘，您给我银子，我现在就去。你等着，我去给你拿。哼，真是晦气，扫把星，当初就不该收留他。要是老三没有死，你知道消息后回来要把银子还我。还？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我这好不容易到手的钱再还回去，除非我是傻子。您放心啊，娘，我只要知道老三没死，我就回来告诉您，这银子肯定是原封不动的还给您。秦老大从秦老太手里拿过银子，离开家朝镇上跑去。我这好久没去耍2把了，今儿个终于有钱，又可以好好的耍了。说完，他收起银子，飞奔着朝镇上堵方而去。秦瑜骑着马还在往回飞奔，对家中发生的事儿一概不知。哎呦我去，回头一定要打一副马镫。这个时代居然没有马镫，骑马太他妈难受了。还有这马蹄啊，好像也没有马蹄铁，回头也要打一副。驾！他们也不知跑出去了没。他们有您的令牌，如果驿站给他们准备的是800里快马的话，日夜兼程，今天应该是可以到京城的。那就让外面这群人再嚣张几天。奸细审出来同党了吗？已经审出来了，新抓的还在审问。好，等审问完，抓起来全都吊在城楼上。敢在我身边使小动作，老虎不发威，真把我当病猫了。让你们放出去的消息呢？今天早上就按他们交代的方法，
在约定的时间把消息传出去了，现在他们还没有动作，说明奸细交代的是真的。殿下，这城楼上风大，你生病还没完全好，我们护送你回去吧。不用，我没事，消息传出去就好，就让他们以为城中感染天花的人已经死亡大半，再过2天也把我感染天花的消息传给他们。哼！另外，城里现在确定已经没有天花患者了吗？我们已经排查过了，城中已经没有天花病人。那个女大夫的方法是有效的。殿下，如果这个法子传播出去，从此我们大前人就再也不怕患上天花了。恭喜殿下，贺喜殿下！是啊，从此咱们大前再也不怕天花。只是却不知此女为何人，竟有如此医术，不简单呢。还有，她当真把我肚子扒开了，还割掉了很多坏死的肉。袁统领想到秦羽把四皇子的肠子扯出来，胃里就一阵的翻滚。虽然他在战场上杀过人，可是看到活人，那视觉冲击力真的是有点让人受不了。可他哪敢实话实说？是的，殿下，他是说那是被箭头感染的坏死的肉，如果不切除，就算把箭头取出来了，您依然会死。至于为什么，他说了我也听不懂，属下便给忘记了，还请殿下恕罪。没事，你们下去吧，让我静静。没想到自己出来一趟，遇到一个如此奇妙的女子，只是不知为何她不以真面目示人。如此，就算我出去了，就该去哪里找她？启禀皇上，他死了。而此刻，宫门外面的马也倒了下去，马是累死的，人是猝死的，3天3夜奔袭近2000公里。让人抬下去，好生安葬。是皇上。来人，传秦国公、陈国公来见我。哎呦，2位国公哎，你们可算来了，快进去劝劝陛下吧。哦，赵公公，可知里面发生了何事啊？我也不知啊，就是四皇子的贴身侍卫送来了一封信，侍卫死了。陛下看了信后啊，就说召见2位进宫啊，你们啊，快进去吧。微臣叩见。行了，你俩别来这一套，你们看看这封信。父皇，救我！儿臣被军队围困于新州城，城内天花泛滥，一旦有人出城，就会被城外的士兵射死。儿臣虽已表明自己身份，可对方并未当真。如今儿臣感染天花，加上旧伤复发，幸得一名医不畏生死进入新州城，他不但救了全城百姓的性命，还救了儿臣性命。2位国公看完了吗？你们觉得此事该如何处理？皇上，只要您下令，我现在就亲率将士去营救四皇子。皇上，微臣也觉得陈国公说的对，当务之急应该先将四皇子救出来再说。还有四皇子信上说，有一名神秘的女大夫让我们去找，她攻克了天花，这可是利国利民的大事儿。皇上，微臣认为这件事也应该立即派人去查。好，陈国公，你调5000将士前往新州城去救四皇子，若有反抗，格杀勿论。秦国公，你给我查，这背后到底是谁想陷害老四？另外查这个女大夫。赵公公，去叫太医院的太医过来。秦羽快马到天黑，父亲此刻正躺在县城的一家医馆里面。高烧不退，内伤太重，如果这样下去，老夫最多能吊他3天的命。如果这2天都没有奇迹发生的话，那你们就只能为他操办后事了。大夫，求求你救救他吧！他要是死了，那我也没法活了呀！
放心，我会尽力的。这主要还是看他的造化呀。哎呀，秦宇，于丫头啊！哎，张叔，你怎么在这里？你这是在追我？是你就好，是你就好。哎呀，我的妈呀！我这身骨头，我骨头快散架了，我。哎呀，还好，终于追上你了。哎呀，你别管我咋在这里了。你爹，你爹在和善堂药房，你快去看看他，或许还能见他最后一面。哎呀，我爹，他怎么了？哎呀，你别问了，你先去看看他吧，再晚怕是见不到他了，你快去吧。见张文健不说，秦瑜直接翻身上马，马鞭在空中挥舞了一下，马儿便扬蹄狂奔而去。我爹呢？秦正在哪儿？这位姑娘，你跟我来，我带你去。你是她姑娘吧？你来的正好，刚好能看看她最后一眼。昨晚她都差点没挺过去，我们老爷子费了好大的力气才让她撑到现在。你父亲就在里面，你进去看看吧，我们老爷子也在里面。这时也不是他犹豫自己会不会暴露的时候，救人要紧，况且这还是他这一世的亲生父亲。他3步并作2步跑到床上，就给他做起了心肺复苏。他把手搭在男子的寸关尺上去摸脉，随后他又掀起男人的被子，在腿上摸了摸，点了点头，骨头正得不错。娘，你拿着这个方子去抓药，有我在，爹不会有事的。你是于丫头，你回来了。娘，是我，你快去给爹抓药，等爹好了我们再说，好不？秦云来到床前，又在秦正身上摸了摸，按了按，基本确定该怎么治了，又取出一个针弹，连续在秦正的前胸扎了7针，一只手将秦父扶坐了起来，又连续在不同的穴位扎了7针。阎罗14针，姑娘，你用的可是阎罗14针。我不收徒，你不要这样看着我。或许是有风吹进来的原因，床上的秦正在昏迷1天1夜后咳嗽了2声，睁开了眼睛。我是在做梦吧？说完又昏睡了过去。什么面子里子，在金湛的医术面前都是狗屁啊！求神医收我为徒，老头子我愿意侍奉你左右。闺女打小就留在我身边，她怎么会治病？我怎么就听了她的抓了药呢？抓药的小哥还说药方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李神医，我相公怎么样了？好些了吗？家中有那么厉害的女儿，还把病人拉到我这里来，哼，岂不是故意来恶心我的吗？秦夫人，从你相公气色上看，他暂时没事了。谢谢你，李神医。之前李大夫被人叫神医，他还觉得自己值得这个称呼，毕竟在他手里医治好不少疑难杂症，这一生也救活过成千上百数不清的百姓。如今在秦瑜面前，他才明白什么叫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古人诚不欺他，他哪还敢自称神医？秦夫人过奖了，在你家闺女秦夫人过奖了，在你家闺女来后，或许是你家相公听到了女儿的声音，又挺了过来。来，我再来给她号号脉。娘，我回来了，这些天让你们为我担忧了。我爹这是怎么回事啊？你爹是被你大伯二伯打的。于是他将这几天秦瑜失踪的事儿给他讲了一遍。别说秦瑜这个当事人听了气愤，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奶奶，竟然如此狠心卖自己的亲生孙女。娘，这些年我一直有个疑问，那老头老太婆一直区别对待我们一家，是不是我爹不是他们亲生的呀？这话可不能瞎说，你爹不是他们亲生的，难不成还是捡来的？
就算是捡来的，村里也没听人说呀。你别瞎想。还有啊，他们是你的长辈，就算对我们一家不好，他们也是你的爷爷奶奶，什么老头老太婆的。一定要让秦家一家子付出代价，直接弄死他们。他有千百种神不知鬼不觉的方法，但是让他们死得太痛快，就太便宜他们了。他心中慢慢的就有了一个复仇的计划。娘，他们都这样对你呢，你还这样维护他们？我爹说的没错，我就是被那个老太婆卖给人贩子的。闺女，你没事吧？啊，你是怎么逃出来的？还有，你怎么突然会医术了？什么情况？什么意思？这丫头被卖之前不会医术，那她刚刚这出神入化的医术是跟谁学的？一点也不像只学了10几天呀。娘，我没事儿。人贩子把我带走的傍晚，我就被人救了。对方觉得我聪明，就把我带到了一个山谷里面。外面看是山谷，我走进去才发现里面别有洞天。秦瑜为了以后自己能够方便生活，不让别人怀疑自己，便编了一个理由。你说什么？你去了药王谷？药王谷真的存在？我苦苦寻找了一辈子的药王谷真的存在？快跟我讲讲，这药王谷是什么样的？真的有老神仙吗？秦瑜无语，自己只是胡诌的，为了糊弄自己的母亲，自己哪里去过药王谷？果然呐，一个谎言要用1000万个谎言来圆。古人诚不欺我。那个李老是师门的秘密，不能够轻易的与师门之外的人说，要不然会被赶出师门的。还有李老这事儿，您可得替我保密，我们不能在外面说自己是出自药王谷的，要是被人知道了，我就再也回不了师门了。哎呀，丫头，你说说你，哎呀，这下怎么办？你就不能说个谎骗我一下？哎呀，你看你现在把药王谷说出来了，这下可咋办啊？娘，没事，只要我们不往外说，他们就不会知道的。来了更好，我也想看看这传说中药王谷的医术到底有多厉害。要是我能够从中得到点失传的药方、针法啥的，或许我的医术还能够更上一层楼。秦瑜这样想着，床上的秦父连续咳了起来。这是哪里？爹，这是在医馆，你刚醒，气血不足，不要说话，好好休息。于丫头，爹这是死了吗？我怎么看到你了？你不是被人贩子带走了吗？你也……大爹，你醒醒啊！你不能死啊！娘，别哭，我爹就是睡着了，没事了，一会儿就好了。你爹那脸色分明就跟几个月前你陈家大叔死的时候一个样，你别骗娘，娘看得出来。这都什么跟什么呀？娘，你也看到了，我爹刚刚咳吐出来那么多血，又说话，他这属于亏了气血，缓过来就好了。丫头，是真的吗？你没骗娘吧？喏，你看我爹现在的脸色是不是变好了？哎呀，你就放心吧，有我在，我爹不会有事的。娘，我刚让你抓的药就是给我爹补气血的，熬得怎么样了？对，还有药，我现在就去熬药。对，我现在就去熬药。哎，秦大嫂，秦大哥怎么样了？斯兰特大哥，你来了。你秦大哥他好些了，在床上躺着呢。你进去，姨丫头在里面陪着他爹呢。好，那大嫂，我先去看我大哥了啊。多谢张大叔路上追着告诉我爹在这家医馆，要不然我真的就见不到我爹最后一眼了。要是路上张家大哥没有遇到于丫头，那岂不是今天相公就要死了？
奇怪啊，为什么秦瑜说要不是我，他就见不到他爹了？这秦大哥不是还活着呢吗？苏兰他大哥，我们家小仲，还麻烦你们照顾一下，在你们家多住几天。哎呀，麻烦啥呀？都乡里乡亲的。小钟在我家，和我家那俩小的，还有老二家的小的，都玩得可开心了，没有啥麻烦不麻烦的啊。只要秦大哥能好，这些都不是事儿。哎，秦大哥身边现在缺不了人，你们就不用送了啊。好好照顾我秦大哥，等过几天我来接你们啊。这银子不够用了，也跟我说一声啊。娘，虎爹没事了，看你这样子，昨晚一定没睡吧？那旁边还有一个床。你上去睡会儿，我来看着我爹就行。起初秦母还不同意，后来还是没有说过秦瑜，乖乖的上了床。他觉得自己的女儿这次回来就像是变了一个人似的。看来药王谷的人不但救了我闺女，还让我闺女变得懂事了。有机会我真要好好感谢他们才是。秦母一睡就从中午睡到了晚上，大概8点才醒。两母女一起吃了晚饭，秦瑜又细问了秦母自己被卖后家里发生的事。秦母并没有添油加醋，实事求是地将她失踪后发生的事说了一遍。秦母是边落泪边说，秦瑜听得也是心如刀绞，他恨不得现在就回村教那一家子怎么做人。哎，爹，你腿上有伤，不宜有大动作。这不是梦，我不是在做梦，我的鱼丫头真的回来了。爹，我回来了，还好我赶回来了，救回了这世的爹。孩子，我终于找到你了，我一直在找你，从你失踪到听说你被人贩子买走，我的心每一天都像被刀割了一样，一刀又一刀的疼啊，我都快撑不住了。爹，我知道，我都知道，是女儿不好，让爹费心了。爹，你放心，以后我再也不离开了，再也不让你和娘为我难过了。秦家老大欠了赌债，利滚利已经滚到了188两。嘿，我儿子好好的出门，这几天一直都没回来，肯定是你们这群人给他谋害了。有上门来说他欠你们钱，对，肯定就是这样。你们还我儿子！哼，撒泼？去哪一家收债不遇到撒泼的呀？难道对方撒泼就不收债了？银子不要了？你别在这跟我演戏啊！给你2条路，要么你们替秦老大还钱，要么就把秦老大给我交出来，交给我们处置。你们要是藏着他不交出来，没关系，那可就别怪我们兄弟不客气了。你们想咋地？这是我家，我告诉你们，你们要是乱来啊，我就去报官，告你们谋财害命。进去，给我搜，把值钱的东西都搬走，床底下、墙缝都给我瞧仔细了，只要是能藏银子的地方，都给我睁大了眼睛，好好的给我搜仔细点儿。搜家抄家嘛，这活儿他们熟啊，每天不干上1、2次的。老太婆，你最好能老实点儿。你儿子到今天欠了我们一共200两银子，今天你最好能替他还上，要不然过了明天那就是300两，后天就是500两，到时候就算你们拿命来还都不够。我也实话跟你说了，就算你去告官，我们也不怕。那这是你儿子白纸黑字画押的，他借了我们的银子，我们找他还银子，就算天王老子来了，他们也拿我没办法。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老大，还真没看出来啊，这家还挺有钱的。这里面有5张100两的银票，还有3个10两的金锭子，碎银也有不少呢。哎呀，真没想到啊，在这偏僻的地方
还隐藏着一个巨富啊！啊！好，好，行了，钱既然找到了，那就让兄弟们撤吧。呸！早点乖乖把钱交出来不就好了？非得让老子搜，真是自讨苦吃。老大，你怎么把借据还给他们了？要是……你个混蛋玩意儿！咱们已经捡了大便宜，这穷村子，你觉得他们真的还能拿出钱来？就这些钱，还不知他们从哪儿搞来的。再说了，我虽然混蛋，可也懂道上的规矩。说着，他想起箱底的一块玉佩，给他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时间太久远，他有些想不起来。平西村的事，秦瑜并不知道。爹娘，你们还有什么好考虑的？难不成下一次让他们再把你打成如今这样子？还是说你想看着他把我再卖给人贩子一次，或者说卖我弟？可他们怎么说也是你爷奶呀。唉，这古代的人就是矫情，孝道也要看孝敬的人值不值得孝敬。他敢，他要是敢卖你们，我就跟他拼命。秦州，你要是明天回去还像以前那样护着他们，什么事都往自己身上来，我就带着女儿和儿子离开平西村，你自己跟他们过去。秀茹，你说什么呢？你带着孩子能去哪儿啊？我听你的不就行了？回去我就去找李正，给我们做主分家，今后咱们一家子单独过，不再管大哥二哥的事儿。他们都快把你打死了，你还管他们叫大哥二哥？你看谁家亲兄弟打架下死手的？我看你肯定就不是他们亲生的，一定是抱养的。明天回去我一定要好好打听打听。爹，我娘说的对，等咱们回去了，好好的向村里人打听一下，你到底是不是那个恶毒的老太婆亲生的。分家？哼，这事哪有这么便宜就算了的。爹娘，你们明天回去，我想今天先回去收拾一下，明早和张大叔再一起过来接你们。秀茹，要不你跟于丫头一起回去？小鱼回去就行了，我和你明天一起回。小鱼啊，你要回去就早点回去吧，路上注意安全。放心吧娘，我会小心的。那爹就辛苦你照顾了。启禀大将军，从齐鲁城方向有大概2万士兵正朝我们这边而来，距离此地不足10里。啊，什么时候的事儿？我们在方圆30里内不都有探子的吗？为何到现在才来汇报？来人是谁？禀大将军，我们也没看清，其他的探子应该是被对方抓了，我们也是提前发现才回来报告的。哦，对了，军队里的旗帜上有一个陈字。陈字？哎呀，当初就应该听上头人的安排，就应该在城中传信出来说天花已解时，自己就应该带兵离开的。可现在即使自己是为大钱百姓着想才封城的，恐怕也没人相信了吧。更何况四皇子还在里面。传我命令，所有士兵没我的命令不许乱动，给我备马，我要亲自去看看对方是谁。禀报陈将军，从新州城军营有100人小队骑着马正朝梅营地而来。哦，打探清楚对方是谁了吗？回陈国公，是新州城这边的守将李成李将军。哦，是他呀。来啊，给我备马，我去问问他到底想做什么。将军，不可啊。哎，没事儿，一个毛都没长齐的小子，小时候我还贪过他的小鸟，现在难道他还跟我动手？来啊，备马！很快两人就在军营外1里处相见。哦，陈叔父，好久不见，身体可好啊？呵呵，李家小子，我来问你，你围着这新州城想做什么？哎，陈叔父，不是我围着新州城啊，你可能还不知，新州城全城人都感染了天花，死了不少人的。我也是为了不让这里的天花蔓延出去，让大钱百姓受苦啊。哦，这么说来，你还是为了大钱百姓着想了。可，那为什么京城都没有收到你们这边的奏报呢？这老家伙真是明知故问。
陈叔父，我已经写了奏章上去，给了兵部了。哎呀，陈叔父，皇上不会是接到我的奏折，专程派你前来的吧？哎呀，可是你带这么多兵干嘛呀？我可以完全配合你治理好这里感染的难民的。嘿，这谁说李家小子傻的？这不挺聪明的吗？哎，我说你小子，你别跟我贫。现在这城里头什么情况？城内这2天每天都有百姓在城楼上喊放他们出来，我也派了人去打探，天花好像已经控制住，另外得了天花的百姓也都痊愈了。这不是也没得到上头的命令，我也不敢撤军呐。陈叔父来的正好，你看现在怎么办呢？那好吧，你就带着你的人从哪儿来的就退哪儿去，新州城暂时由我接管，等我弄清城里的情况再禀告陛下，让陛下定夺。肃杀遮面的女大夫救了你们，那你们就没有其他的线索吗？就凭这一点，四皇子，这比大海捞针还难呐！这等人才，你们当时就该想办法把他留下来才是，怎么就能让他跑了呢？啊！哎呀！殿下，城中的乡绅要给女神医建一个雕像，还说要日日祭拜，你看这是……随他们去吧，他们是该感谢他。如果不是他，这一城的人估计都要死了。替我送500两银子过去。另外一边，秦瑜快马加鞭回到了平西村。秦家的2个老不死的，不想死就给我滚出来！秦瑜看老头老太太出来了，取出火折子，将手上的火把径直扔向了他们的房子。好家伙，这几天天气干燥，火把刚落到房顶上，轰一下就着了。来人呐！来人呐！救火呀！来人呐！秦老婆子一时也没认出他来，就从院子里冲出来要打秦瑜。当他冲到跟前时，才认出对方来。秦老太婆，看来你的眼睛还没瞎。怎么着，看到我活着回来，是不是很意外啊？应该很失望吧？当初你把我卖给人贩子，没想到我还能回来吧？今天只是烧你家房子，算我收你一点利息。我爹差点被你们打死，来日方长，我们日后慢慢算。秦瑜说完，调转马头。各位叔伯婶娘、爷爷奶奶，我们全家打我记事起，我奶奶，不对，这个秦老太婆就处处针对我家，脏活累活全都是我爹娘干，还把我们一家赶去住山洞，吃不饱穿不暖。这都算了，小时候他领我到山里，想把我丢山里喂狼，现在又把我卖给人贩子，还把我爹打了个半死。要不是遇到了李老神医，我爹就死了。所以我今天我俩烧了他家的房子，算是惩戒。今日之后，我代表我们家与这秦老太婆和这秦老头断绝关系。明天我爹回来就找李正爷办理分家，还请各位叔伯婶娘、爷爷奶奶做见证。哎，于丫头，你真的是被你奶领去卖给人贩子了？是的，陈家婶子。那天秦老婆子把我爹藏起来，说找不到了，还说有人看到他跑到山里去了，就带着我去山里找。没想到刚到山边上，树林里面就跑出来2个人，给我套上了麻袋。我听到他们说50文已经不少了，这老太婆就为了50文把我给卖了。各位，你们觉得她还是人吗？我知道我作为晚辈不该怪他们，也不该烧他们房子，可我就做了。就算泥人也有3分火气，何况我是活生生的人。你们骂我不孝也好，骂我混账也行，我不后悔。没想到秦正说的都是真的呀，这秦老太婆真不是个东西，自家孙女都卖，还就50文。这老太婆哪里是卖呀，这分明就是送啊！这要我看呀，房子烧得好，就是让这老太太长长记性，看她以后啊还敢不敢作妖了。就是，
要是换作是我，烧房子我都不带打招呼的，最好是连他们一块儿烧死。这个婆子平时就跟秦老太婆不对付，她这一开口，身边的人都看向了她。哎，你们一个个这什么眼神呐？换作是你们，我就不信你们能咽下这口气。哎，都杵在那干啥呢？赶紧的救火呀！咋屋里头没有人呢？哎，怎么我这老头子说话不管用了是吧？赶紧的救火呀！一会儿起风，这火再烧到你们家去咋整？赶紧的！姐，大姐，你可回来了，大姐呀，你可回来了。小仲，姐回来了。以后谁要是再敢欺负我们，姐就打回去。以后啊，谁也别想再欺负我们家。我听姐姐的，谁都不许欺负我们。等我长大了，我保护姐姐，再也不让奶奶把你卖了。好，小仲以后好好吃饭，快快长大，保护姐姐。宋爷爷好。于丫头啊，你怎么回来就把你爷奶的房子烧了呢？这再大的仇，他们也是你爷奶呀，这传出去让别人怎么说你啊？谢谢宋爷爷关心，没事，随他们去说。要是我爹被欺负，我被卖，我回来一句不吭，那也是会被人骂软弱无能，别人瞧不起，说是不孝。既然怎么做都会留下坏名声，那我还不如就按照我自己的心意来做，怎么舒坦怎么来。不过宋爷爷您放心，名声好坏都是别人说出来的，我又不需要背着名声过日子。再说名声眼下又不能当饭吃，将来的事将来再说。你脑说是不是？你这丫头啊，出去一趟嘴巴更会说了。老头子我说不过你也罢，反正啊现在你烧也烧了，说你也没用了。哎，你爹现在怎么样了？这几天前张家老大赶着马车说是去接你爹回来，哎呀，这可把我一顿的痛心呐！多好的孩子呀！谢谢宋爷爷关心，您也别太难过了，我爹已经好了，只是这伤筋动骨100天，回来要好好休养。我今天就是提前回来收拾一下窑洞，明天让张大叔去帮我把我爹接回来。哎，好，没事了就好。那你赶紧带着你弟回去收拾吧，都收完晚上来我家，让你陈奶奶给你做好吃的啊。好嘞，谢谢宋爷爷。秦瑜拉着弟弟一起给宋礼正弯身行了个礼，然后就离开了。啊，你这丫头，你这咋回事啊你？刚见面就要跪咋的？多谢张姑姑这几天帮我照顾我弟弟，等我娘回来一定要请你们到家里好好的感谢你们。哎呦，这都不是事儿，你能安全的回来呀就很好了。小仲呢也听话，还很乖，每天呀就跟着我大哥二哥家的孩子跑来跑去的，也不用我去管，这没什么的呀。同时他也在思考该怎么让自己的弟弟去学习。还有张家大叔二叔的孩子们都和小仲一样大，都没有上学，村子里也是没有私塾，真要上学还要到镇上交昂贵的学费，还不一定有书院收留。他想到了自己的爹，当初就是要去考秀才，突然被秦老太婆阻止，没让他去成。既然能考功名，为什么不让他爹继续读书去考？张素兰见秦瑜站在那一动不动，跟他说话他似乎也没听到一样，于是就喊了他几声。素兰姑你继续，我听着呢。行了，也没什么了。哎，对了，你不是要收拾屋子去吗？那你们就先回去，一会儿这秦家老太婆呀再回来打你。没事，烧他们房子只是给他们警告，要是还敢来招惹我们，那我非常不介意让他们在床上躺几个月。行了，你呀自己也注意点。行了，赶紧回去吧，这等收拾完了呀就过来家里吃饭。今天你大叔二叔啊打了好几只的野鸡，今晚我们家菜，你和小仲也来。好嘞，素兰姑姑，回去收拾完我就去你家。弟，你是不是想骑马呀？不是的姐，我就是觉得这马好壮啊，
也不知我什么时候能长得比这马还高还壮，到时候我就可以保护姐姐了。小屁孩，明明很想骑马还不承认，要想保护我，那你也要先学会骑马才行。秦瑜让秦仲拽着缰绳，他在后面把他抱着，开始教他骑马。秦瑜载着秦仲在路上飞奔，秦仲实在是太兴奋了，高兴地嗷嗷叫。后来张大叔的大儿子也偷偷将自己的马牵了出来，也骑着在村里村外路上飞奔。弟弟，怎么样？记住我给你讲的了吗？敢不敢自己骑？姐，我记住了，我想试试。看来我弟弟还是骑马天才呀。怎么，小仲开心吗？怕吗？姐，我不怕，我很开心。小红很听话，一拉缰绳让他站住，他就停下了。小仲最棒了。哎，姐，你什么时候下去的？我都不知道。我还可以继续骑吗？当然可以啊，大将军都是骑马的。咱们小仲想不想当大将军啊？等我长大了，我要在姐姐身边，我要保护姐姐，不让任何人欺负姐姐，我才不要去当什么大将军呢。好，那小仲长大了就保护姐姐。那姐姐，我再去骑2圈。你注意安全，骑慢一点。知道了，姐，放心吧。这混蛋玩意儿又偷我马出来骑，上次踹一顿还不够啊，真是不长记性。哎，张大叔，你这是干嘛呢？还怒气冲冲的。哎，于丫头，你怎么也在这里啊？那马上面是小钟，他怎么会骑马了？你教的？啊，这孩子聪明，一教就会。你家振东也骑得很好的嘛。这小子自己趁我不注意，偷偷把马拉出来，上次还从马上摔过一次，真是不长记性。我只是来教训他的。张叔，男孩子野孩子嘛，你就随他们好了。难不成你还想让他们当女孩子一样，整天在家穿针绣花？随他们去吧，你看这不是骑得很好的吗？小钟、振东，你俩过来。姐，你叫我有什么事吗？时间不早了，我们也该回去收拾房子了。振东，你也跟你爹回去。我呀，刚刚跟你爹说了，他不会打你的。下次要骑马就跟你爹说一声，别偷偷出来一个人骑。记得叫上小钟一起。不行啊，看来要尽快把马镫和马蹄铁搞出来，就是不知道能不能搞出来。张叔，你们家是不是有打铁的工具？我记得二叔会打铁是不？对呀，他去镇上跟人做过学徒，后来老师傅不在了，他就回来了，也没出师，打出来的东西啊没人要，他还说别人不懂货，后来啊就把那套打铁的工具拉了回来。那我回头让他帮我打2样东西。你要打什么呀？直接找他就行了，他打的东西虽然奇怪，但用起来还别说，真挺好用。秦瑜和张大叔告别，各自回了家。据说这里原本是个狼洞，后来秦家给秦正盖新房住，秦正就自己来了这里，把这个狼洞挖开，然后住了下来。还是古代好呀，要是在现代，这山洞别说娶媳妇儿，门都没有啊。被子没了，锅碗瓢盆也没了，光秃秃的。姐，我们家的东西肯定是爷爷奶二叔他们干的。以后啊别叫他们爷爷奶奶，我们就当没有他们这家亲人。你看他们把爹打的差点都死了。我知道的，姐姐，以后我不叫他们爷奶了。可是我要是遇上他们怎么办？或者他故意来找我怎么办？那就当做没有看到他们，他们找你你也不要理他们。什么尊老爱幼，什么孝道，都统统见鬼去吧。就秦老太婆和秦老头，他们不配。谁爱当圣母就当去，反正我是当对方是空气，以后不招惹我算他们有眼色，要是再来招惹，我可不介意让他们在床上躺上几个月。两姐弟牵着马朝村里走，这不刚走到半路就遇到秦家二老带着自己的孙子。
嘿，你个死丫头，都被人贩子卖到了窑子里边去了，你还敢跑回来给我们秦家丢脸？好，这是谁家的狗没有拴好，在这里乱叫。你个死丫头，你竟敢打我，可我今天不打死你！哎呀，你这个不孝的丧门星，小时候就该把你掐死在山里喂狼，现在翅膀硬了，献上我家房子还打你2叔，你这个丧门星，我打死你！秦瑜哪里会给他机会，一脚飞踢把他也踹倒在了地上。老太婆，我再给你说一遍，以后不要出现在我们一家面前，要不然我见你们一次打你们一次。房子建一次我就烧一次，要是不信你尽管试试。拉着秦仲牵着小红马就走。娘，我们现在怎么办？那死丫头子怎么敢动手打你？等明天老三回来，看我怎么收拾他。老二啊，算了吧，就你这样啊，换作是以前你欺负老三没关系，你没看出来吗？老三这个女儿这次回来，你就没发现她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那兔子急了还咬人呢，何况是人呢？老太婆呀，你这次做的真是太过分了，说不好她说的话那都是真的，今后啊，咱们还是离她远点吧。你个老头子说啥呢？我们就这么算了？他把我们房子都烧了，我们连住的地方都没有，现在他还动手打了我们，你说算了就算了，想得美！哼，那随便你吧，这个家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变成了这个样儿。娘，现在我们怎么办？要不我们去报官，让官兵来把这个疯丫头抓进去蹲大牢。你天天饭都吃到狗身上了，报官？你看官差是先抓你，还是先抓那丧门星？老太婆看老头子走了，看了眼窑洞，她也怕秦瑜说的窑洞意外塌了砸死自己，犹豫了片刻，她还是没敢往前，折返回去追秦老头了。素兰姑姑、张大叔、张二叔、张爷爷、张奶。哎呦，小乖孙，你慢点跑，别摔着了。啊？这小鱼和小仲不是才回去吗？那么快就过来了？哎，大嫂、二嫂，我出去看看啊。哎，你去看看，这儿啊也不用你帮忙，你去看看于丫头是不是有需要帮忙的，要是有啊，你去帮下她啊。啊，你大嫂说的对，去吧。嗨，小鱼啊，你怎么这么快就过来了呀？是让我帮忙吗？爷奶。不用，舒兰姑姑，这家里都被搬空了，今天晚上可能不光要在你家吃饭，还要在你家睡觉呢。哎呦，没事儿，到姑家呀，就是到了你自己家，晚上呢你就跟着我睡，小仲啊还跟大郎、二郎他们睡。哎，你说屋里都被搬空了，是秦家人干的？我这昨天还去看了呀，门还锁着，屋里的东西也都在，今天就都没了？没了。连小仲自己坐的一个小凳子也被他们拿走了。哎，我这暴脾气，他们也太过分了吧！我现在就去找他们去。哎，不用，我已经教训过他们了。再说了，那东西要真是他们拿的，估计也被我一把火给烧没了。哎呦，你这丫头也是，这次太冒失了。你二话不说就回来把他们房子烧了，你说万一他们要报官怎么办呀？他们不敢。他们比我们还怕见官，又哪敢去报官？你说的也是，要是他们敢报官，肯定要先交代为什么把你卖给人贩子的事儿，还有你爹被打的事儿，这弄不好啊，他们自己都得搭进去。不过我还是要说说你，你女孩子家的这事儿传出去，可对你名声不好，以后啊可不能再这么干了。素兰姑姑，你觉得我的名声还重要吗？你们应该也听到了村里有人说我被卖窑子里的事了吧？行了，小鱼，你呀也别往心里去，他们呀就是一群吃饱没事干的碎嘴婆子，咋的？那还能他们说啥就是啥了？可明天我再要听到有人这么说，看我不撕烂他们的嘴去！姑，我没事儿，
他们想咋说就让他们说去，我无所谓的。反正不说身上也不能掉2斤肉，无所谓啦。于丫头，听你大叔说你想找我打东西，要打什么东西？有样不？张二叔，你家有纸笔吗？要是没有，我去厨房拿根炒火棍也行。有纸笔，不用炒火棍，我这就给你拿。哎呀，这纸笔啊，还是我师父留下来的，只可惜他无儿无女，给我留下来的铺面也让我给弄关门了。你看这纸笔够不？2张就行，用不了那么多。二叔，就这2样东西。丫头啊，这图我看得懂，可这是用来做什么的？哎，我看不明白啊。你看啊，这个像月牙的东西，像不像我们的马蹄？我称它为马蹄铁。我们打出来就相当于给马穿上的鞋子，马跑再远也不怕石子硌了马蹄了，这样马的耐力就会更强，能跑更远的路。二叔，你有没有觉得孩子上马时有时候一下子还跳不到马背上，还要找垫脚的地方？还有坐在马背上2条腿耷拉着悬空着，是不是非常不舒服？这个呢叫马凳，有了这个，无论是上马还是骑马都会方便舒服很多。上面这个孔就是与马鞍连接的接口，你明白了吗？我懂了，于丫头，你是怎么想出来的？要是有了这东西，确实以后就方便多了。二叔也不急，明天有空再做也不迟。于丫头，这里脏，你到堂屋里去。等会儿吃完饭不用管我，这东西打出来，明天接你父亲就能用上。以后啊，咱们的马也可以穿上鞋子了。哎呀，于丫头，行了，到堂屋里去吧，这外面晚上冷。二叔，这个东西就先打2副，别打多了，也不能对外说。特别是马凳，我们用的时候挂马身上，不用了一定要藏起来。马蹄铁在马脚下，不注意也没有人看得出来。张二叔和张大叔同时皱眉。张二叔刚刚还想着贩卖这2样东西卖钱呢。你们想啊，这外面所有的马匹都没有装马蹄铁和马凳，要是我们装上了，被有心人看到了，上报给官衙，到时候对方是好官，我们可能还会落下一个有功的名声。这要是遇到贪官，他要是想贪掉我们的功劳，会不会对我们下死手？另外最严重的是，咱们边关是不是常常被匈奴人欺压？这要是让匈奴人知道了，我们有了这个东西，再装到他们的马匹上，咱们大钱岂不是大难临头？到时候朝廷查下来，发现是我们造出来的，我们这一家老小的还能有活路吗？哎呀，于丫头，你咋不早说呢？还好我们没有做出来，要不然就真完了。老大呀，你去把李正请来。这东西于丫头没画出来也罢，现在画出来了，这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咱们县太爷肯定不行，那就是个黑心的东西。听说你们李正爷上头有人，官职还不小，让李正来看看，看他有没有什么法子。爹，看到图纸的也就我们几个，又没有别人知道，我们不往外说不就行了？我们都不说，你还能看着你那几个娃子不说呀？万一哪天他们说漏嘴了，又或者你跟老大哪天喝醉了给别人说了，怎么办呢？就让你送李正来看看。抱歉啊，张爷爷、张二叔，我给你们添麻烦了。没事儿，你不也说了，这落到好人手里这就是功劳，这落到坏人手里那就是死路吗？就看你李正爷认识背后的人是什么来头，是好人还是坏人了。老张啊，你家这大郎是咋回事啊？我还以为你家出了啥事儿呢。你这也好好的呀，这怎么就那么火急火燎的？走，你爷你爹要跟你们李正爷说事儿，我们去厨房看看晚饭做好了没。哎呀，老张，我可没对不起你们一家啊，你们可不能做傻事啊。
宋立正啊，你想啥呢？我们找你来确实是有事，还是大事。说起来啊，也算是找你救命的。宋立正，你看这2个图纸。宋立正看了看还站在门口的张家老大和老二，才稍微放心，不是打自己就行。他这把老骨头可受不了他们摧残。他把目光放在图纸上，看来看去也没看明白。宋立正啊，这是于丫头画的，还是让她给你讲吧。秦宇也没有客气，走过来就给李正讲了用处。宋立正听完也是连连擦额头上的汗，他还真就跟张大爷说的，他背后有人，还是能直达天听的人。哎呀，老二啊，你现在去安2幅图纸，打上2幅。明天跟我一起进京，在我们回来之前，这件事不要往外说，一切等我回来再说啊。多谢宋立正。他们刚吃完饭，张二叔就打好8个马蹄铁和2个马凳。如果看图宋立正还有所怀疑，那现在他已经100%确定了，这玩意儿不能留在他们这里，要尽快送走才行。二郎啊，你先吃饭，吃完饭了好好休息，我们4更出发进京。老婆子，大儿媳妇去给老二准备路上的干粮。这长途跋涉的宋立正能受得了吗？二叔，我也不知道这能带来这么大的麻烦，这些都是我之前弄的应急药品，上面有写用处，你们这一路肯定用得上，你带着。这是几副治疗伤寒的药方，要是路上感染的风寒什么的，我给你这几瓶药吃完了，就按药方上面抓，接着服用就行。于丫头，我也不跟你客气，谢了。这一路这些药还真用得上。4更天，一辆马车趁着黑夜从宋立正家出来，出发前往京城。这几个药方，一会儿你来交给李老，让他帮我配好，我走的时候要带走。其实他也想抓了药回去自己加工，可那样太麻烦了，回家还有一大堆的事儿，跟秦家2老分家，还不一定会闹出什么幺蛾子。分完家也要想想今后该怎么生活。眼下这天气越来越冷了，现在建房似乎还来得及，要不要建呢？哎呀，不想了，有啥用啊？李正都不在村里了，也没人给我们分家分宅基地。哎，真的是庸人自扰。秦神医，你那些方子都是药王谷的，这等药方你怎么可以随便泄露出来呢？要是被有些人知道了，岂不是要招来杀身之祸？不是什么大事儿。李老这是看过药方了？看过了，我正在给你配。可是你的药方，我原以为我的医术已经是大前国数1数2的，这几天啊，看到你为你父亲治病开的药方，我才知道我是坐井观天了。秦神医，我有个孙女儿，天资聪慧，和你年龄也差不多，不妨让她跟在你身边，做个丫鬟，帮你跑跑腿，如何？这个李老真的是自己不能拜师，开始迂回了，让自己的孙女给我做丫鬟，这算盘打的啊！不，那怎么行？我们家就一个窑洞，你孙女来了也没地方住啊。再说了，我就是个农村的丫头，哪里还要人来伺候？李老，您的美意我心领了，可确确实实真的用不上。哎，秦玉刚不是说了吗？家里是窑洞，没地方住人。那回头就找人去帮他借一栋不就好了？这丫头就是不愿意来城里住，要是来县城住，我家的院子都可以免费送给她。秦正上去躺好后，秦瑜这才将买来的东西往马车上搬。旁边的李老实在是看不下去了，就叫来了自家医馆的伙计，让他赶着自己家拉东西的马车送秦瑜他们回去。其实他主要的目的还是想看看他们住在何处，日后要是上门，自己也不用两眼一摸黑找不到地方。秦瑜并没有拒绝，毕竟自己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
装点好后，秦于、秦正一家和李大夫告别后，2辆马车一前一后的离开医馆。秦大嫂，你们回来啦！啊，大嫂，这才几天啊，你咋就瘦成这样了？谢谢你啊，大妹子，这些天多亏你们一家帮我带小仲，要不是你们，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行啦，秦嫂子，咱们都是一个村的，这有什么谢不谢的？也就是多一张嘴的事儿，而且小仲又乖，哪里需要我们去照看呀？哎，秦大嫂，我这最近呀，听村里的人来传，说秦大哥不是秦家那2头的亲生儿子，是在外面抱回来的。我问我娘，哎呀，她又不肯说。你说，大妹子，你说的可是真的？难怪这么多年不待见我们，这就说得通了。啊，秦大嫂，那天呀，我去河边洗衣服，就是你们去医馆的第2天，我这刚到河边啊，几个婶子就在那儿议论，我就听到他们说呀，秦正大哥不是他们亲生的，他们就看到我来，立刻就打住了话题，就没再往下说。我才不会像母亲和素兰姑姑一样不说出来，不但要说，还要让爹听清楚弄明白，看看他这么多年孝敬的是谁。接下来分家，他才能够分得彻底一些。素兰姑姑，你说什么？我爹爹不是那2个老东西生的？你这丫头，说话就不能小点声吗？小鱼啊，你说什么？我不是你奶奶亲生的。本来他看着秦正这样说出来，怕影响他恢复的，得，现在白瞎了，都知道了。他上前一步，啊，是的呀，秦大哥，我呢也是听村里的婶娘说的，这具体呀我也不知道咋回事儿。我问我娘啊，我娘就叹了口气，什么也不告诉我。正哥，你看要是真的，这事儿该怎么办呢？娘，不管他们对我爹有多大的恩情，在他们把我卖出去的那一刻，差点把我爹打死，那时起我们就和他们已经没有关系了。而且这些年我们一家任劳任怨，该还的也都还完了。娘，可能你还不知道，昨天我回来就一把烧了他们的房子，就算你想继续和他们和解，也和解不了了。哎呀，你这丫头啊，怎么就那么不懂事儿啊？就那么大的胆子，就算他们做的再不对，你也不该去烧他们的房子呀。这大冷的天儿，你让他们住哪儿去啊？哎呀，秦正啊，我的正儿啊，你可算回来了！哎，娘要气不活了呀！你生了个好闺女，她要放火烧死我这帮老骨头，还要烧死你的侄子们啊！哎呀，正儿啊，你可要为我做主啊！娘，你怎么这副模样？快进来，外面冷。我爹他们呢？哎呀，儿啊，娘不活了呀！娘都一把年纪，还能活几年？老了，被自己孙女欺负，还收了房子，要跟我们断绝关系，还打伤了你二哥。你大哥现在也下落不明，老婆子我不活了！哎呀！一边是娘，即使不是亲娘，这些年做了很多对不起我的事儿，可毕竟她给了我一口吃的，养活我这么大。可另一边是亲闺女，被这个娘卖给了人贩子，差点就被推进了深渊，我也差点丢了命。可是现在女儿是回来了，但她又烧了秦家的房子，让秦家老小没地方住，没衣服穿。我如今也还活着，似乎除了我受些苦，受些委屈，也没什么。秦于现在什么话都不说，他就要看自己的爹还有自己的娘到底站在谁的一边。要是这样的情况，秦正和自己娘都还愚孝站在秦老婆子一边的话，他会二话不说直接离开这个家，从此对这个家不管也不问。反正他们的女儿已经死了，我不过是借尸还魂，他们自己都不在乎，我又何必掺和这一家子的乱事？
娘，你先起来，坐下来，我们慢慢说。这老婆子也就是做个样子，她早就想起来了，只是一直没人来拉自己。其实她这会儿还有些埋怨张秀如拉她起来晚了。唉，这一家人活该被骗被欺负，都这样了，还能被秦老婆子拿捏住。娘，我们今天回来，在村里听到有人说秦正不是你的亲儿子，是真的吗？秦老婆子已经做好了准备在张秀如认错时拿捏对方，哪里想到张秀如不按常理出牌，这一问直接问住了秦老婆子。果然，素兰妹子说的没错，秦正果然不是亲生的。娘，看你这样子，那村里的传言就是真的了，秦正真的不是你亲生的孩子了。你胡说，你就是想离间我和我儿子的感情。秦正就是我生的，有天是双胞胎，就是我一起生的他们两个。娘，您就别隐瞒我们了，你就直接说了吧，秦正到底是不是你亲生的？哎呦，我说秦老婆子，您呀就别演戏了。我来这里时呢，还看到你穿着花枝招展的，哼，这怎么还没多长时间，你就变成乞丐了？你个臭丫的骗子，没人要的玩意儿！这是我们秦家自己的事，有你什么事儿？轮得到你插嘴啊？哎，秦家大娘，你这都一把年纪了，你说话也太难听了点吧？谁说我小妹没人要了？哼，你个死老太婆，我今天这非要打死你！你呀才是这臭丫头骗子！你这个死没良心的老东西！村里的婶娘叔伯都知道我秦大哥不是你亲生的，就因为这样，你才对他不好的！你个死老大伯，敢说我没人要，我打死你！我打死你！先不说我妹子打对方对不对，就说这懒老太婆老胳膊老腿的，万一这我妹子刚动手，老太婆讹上我们家怎么办呢？这事儿秦老太婆可是惯犯了。就在上个月，秦瑜被卖的前夕，秦老太婆在自家田地里边摔倒了，李家的后生刚好路过，就上前扶她起来，还问她有没有事儿，还打算蹲下来背她回家。哎，可是呢，她不但不领情，还抱着对方的腿不让对方走，就在地里头大喊李家后生欺负自己，故意把她推倒的。这一顿的胡搅蛮缠，后来讹了对方10个鸡蛋，这事才作罢。哎呀，这万一我妹子真的把对方按在地上打了，别说10个鸡蛋了，恐怕10只老母鸡都没有用吧。果然，张文健把张素兰拉住后，哎呦哎呦，打人了，打人了，杀人了，杀人了！这时秦家二郎秦有田刚好也过来，也是找秦正麻烦，要让他赔自家房子。哎呀，杀人了，杀人了！秦老三把我娘杀了！张文健这一追，才发现原来这秦家老二那么能跑，他这个打猎的野猪都追过，居然追不上秦有田。你小子是不是找死啊？谁杀人了？谁杀你娘了？哎，各位叔伯婶娘，这都是误会。秦家大娘没事儿，就是在秦正老弟的窑洞地上撒泼喊杀人了，刚好被这小子赶上听到了，也不进去弄清楚缘由，就往村里头跑。哎，你们说他们这不是恶人先告状吗？哎呀，这秦老婆子越来越过分了，你们都不知道啊！前天我还看到他带着秦老二去把秦正窑洞里的东西全都搬到自己家里，连个破瓦罐啊都没给他们留。啊，是真的吗？那这秦婆子也太过分了。这秦婆子看来又要讹人了。秦老三也真是命苦，摊上一个这样的娘。要我说呀，李正就该把秦老婆子一家赶出我们平西村去。对，他们就是一个臭虫，让人厌烦。哎，大家都回去忙吧哈！我要把这家伙带回窑洞去，省得他又出去乱造谣。说完，他就连拖带拽的拉着秦有田往窑洞去。作为爱看热闹的乡亲们，他们又怎么会错过呢？于是都跟在张文健后面，陆陆续续到了秦正所住的窑洞。哼，果然呐，这秦有田说的都是假的。娘，你赶紧起来，你在地上打滚也没人理你的，你再把自己折腾坏了。你别害我娘，我就没你这么不孝的儿子。
眼睁睁看着你娘我被人打耳光，也不阻止，还说我不对，我没你这不孝的儿子！哎呀，老天爷呀，我咋就那么命苦？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的孩子，现在翅膀硬了，先是让自己闺女回来烧了我家的房子，现在又叫外人一起欺负自己，还打自己！哎呦，我这是做了什么孽呀？当初我就不该把你带回来，就不该养你。娘，你说什么呢？我真不是你们亲生的。哎呀，小郑那孩子也是可怜，生下来就被人给丢了，被老秦家捡回来。开始还对他挺好的，我还以为秦家会真心对他，没想到一切都是假象。小郑刚能算上是劳力，他们就迫不及待的让重活脏活都给他来做。就是，我还以为秦老婆子会供出一个秀才公甚至状元公回来。小郑那时读书多厉害呀，没想到他要去考秀才，秦家人竟然拦着不让他去。哎，可惜了呀。这会儿居然说漏嘴了，那也没什么好隐瞒的了，反正早晚他们也会知道。没错，你就不是我亲生的，你是我在山里捡回来的。要不是我，你早被狼吃了，还能活到现在。要早知道你是这样，我当初就不该收养你。秦正听懵了，果然自己不是亲生的，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颓然地坐在床上，有些失魂落魄。既然秦正不是秦家亲生的，那事情也就好办了。怎么说，我也是大家闺秀，不但知晓仁孝，更是懂得当断不断，反受其乱的道理。相公，你好好休息，这事儿让我来处理，我会处理好的。他说不管就不管，没多久还真的就睡着了。哎呦，母亲不会也是跟我一样是穿越来借尸还魂的吧？可是回想这几天和母亲的接触，就是地地道道的古代人呐。可是他现在这一变脸，这气质绝对不是农村人才有的，就给人一种上位者的错觉。现在站在他面前，都会不由自主地觉得跌他一刀。看来这个娘来历也不简单呢，这气质绝对是从小养成的，一时半会儿是不可能有这么大改变的。只有一个可能，娘大有来历啊！秦瑜开始在脑子里搜索和母亲有关的记忆。自己这母亲温文而儒雅，还教我识字儿，绝对不简单。真是有趣，先是父亲不是亲生的，母亲也来历非凡。这下好玩了，我会是富二代呢，还是官二代呢？哎呀，真是期待未来真相揭开的那一刻。现在还是乖乖地站在旁边，看看母亲怎么大显神威。娘，这是我最后一次叫你娘了。说实话，在得知你把小鱼卖给人贩子的那一刻，我真的恨不能杀了你。可是你是我相公的娘，我不能这样做，当然也做不到。后来你们又把我相公打得几乎死去，现在勉强救回一条命，双腿现在还是断的。我恨你们！刚你来看到你穿着残破，又听你说小鱼把你们房子都烧了，我以为你们是没有衣服穿，没有饭吃，没有地方住，觉得你们狼狈可怜。你是我相公的娘，我身为你的儿媳，理应照顾你。可是现在不一样了，你不是我相公的娘，对他没有生育之恩，只有养育之恩。这些年，就说我从嫁到这个家开始，我觉得我和我相公每天就像一头驴一样，每天做着最累最脏的活，吃的连猪狗都不如的饭食。
这些我都认了，毕竟你是我家相公的娘。现在你不是了，这些年我觉得我和我相公已经做了很多很多，你们对他的养育之恩，我觉得我们已经还完了。从今往后，你们走你们的阳关道，我们走我们的独木桥，井水不犯河水。宋大哥，你来的正好，趁乡亲们也都在，相信大家也都知道我们一家的状况。我也不说了，还请宋大哥代李正爷做个主。今日我代表我相公秦正和秦家分家，自此形同陌路，永不来往。宋明远还想进去劝两句。哎呀，老爷子不在，你少管闲事儿。秀如妹子说的没错，本来就不是一家人，非要往一家按。这些年确实该报的恩也报了，这秦家这次错得过了，确实对不起他们两口子。哎呦，你说分就分，你说不来往就不来往。秦正是我养大的，是我儿子，你算个什么东西？你做起我儿的主了。宋大哥，你也看到了，秦家大娘这样，我们实在无法和对方过成一家人。现在是于丫头烧了他们的房子，我这个当娘的可以不再计较她卖我女儿的事儿，也可以不再计较打伤我相公的事儿，可我不能保证从今往后和这一家人住在一起，我会不会做出不烧房子或者更出格的事儿。还请宋大哥代李正爷做主。哼，要分家可以，要断绝关系也可以。我把他养那么大，他小时候我们还送他上过私塾，你们该给我补偿。我也不多要啊，就要30两银子。事情闹成这样，这秦正两口子肯定是不能再和以前一样了。分家就分家吧，分之前必须捞点好处回来。我看你是想屁吃，30两银子，想都别想。要是能够彻底和秦家分清关系，花点银子也没什么，至少能够甩掉这家拖油瓶。至于给原主报仇，不着急，这没了我父母帮忙，我倒要看看秦家人怎么一步步把自己作死的。让他们这么痛快的死，哪有让他们受尽折磨死好玩呢？可不能便宜他们死的那么痛快。喂，老太婆，我娘说的没错，你就是在想屁吃呢。不过呢，这屁你还真能够吃得着。我也懒得跟你过多纠缠，既然银子能解决，那就用银子解决。鱼儿，哎，娘，没事儿，我有分寸。哎呀，家里面啊，现在被一把火烧了，什么都没有，无论是吃的、穿的、盖的都要买。也不对，还有银子，还有藏在老房子床下土炕里边的100两银子。哎，可谁会嫌银子多呀？30两，呵呵，没有。3两你要不要？要是不要的话呢，我觉得你家的老房子似乎烧起来会更好玩，这火呀应该烧得更大才好。你个丧门星，你敢？我敢不敢？你要不要试试？就3两，你爱要不要？不要呢，现在就可以滚了。这家分不分，对于我们来说，其实并没有什么大碍。反正以后对你们也是视而不见，分不分无所谓。不过呢，要是你们家的人出现在我们家，或者来找我父母的麻烦，我想我还是十分想看看这火光冲天的样子的。好了好了，都散了吧，都回去吧，都该干嘛干嘛去。村民们见没好戏看了，也就相继离开了。我说小郑啊，你们现在这家也分了，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呀？现在也没有什么打算，只能等腿好了，能下地了再说。宋大伯，其实我们想先找村里批一块宅基地，趁现在土地还没有上洞，我们想建新房。宋大伯犹豫了。其实宋礼正昨晚离开村前是有交代过宋大伯，村里有什么事儿就让他拿主意。
可现在牵扯到宅基地划分土地，他还是有些犹豫了。毕竟秦余家是分过宅基地的，不过是和秦家分在一起的，现在再分，怕是村里人会有意见。宋大伯，要是可以的话，我觉得我们现在住的窑洞这块地方就可以。您看能不能批给我家，重新建房子？哦，小郑，你也是这样想的吗？小玉过了年都16岁了，也是大姑娘了，和我们挤在这么大一个窑洞里，确实也不合适。要是可以的话，看看村里能不能帮帮忙，把这一块地划给我们当宅基地。这块地呢，本来也是咱们村的荒地，地下全是黑石头，也不耐旱，种什么死什么。罢了，咱们荒着也是荒着，那就划给你们家当宅基地也行。只是你们现在这个样子，有银子建房子吗？谢谢宋大伯，银子我们有。你也知道，我被秦家老太婆卖给了人贩子，被好心人给救下后，好心人把人贩子身上的银两都搜刮给了我，还给了我1匹马，我这才回来的。所以建新房子的钱还是够的。那行。既然你们有钱建房子，那现在啊，离地上洞还有段时间，宜早不宜晚。我呢，现在就去给你们办房契的事儿，等到明天我再让村里的泥瓦匠、木匠过来帮助你们建啊。小鱼啊，你们是要建木房啊，还是土坯房啊？要是木房的话，我现在就找人到山上给你们砍树去；要是土坯房的话，我现在回村里看看谁家有，先借过来给你们先用上，等回头啊你再还给他们。不够的话，我就找人现在就开始做。张大叔，不用那么麻烦，我们直接盖砖瓦房。哎呀，小鱼啊，这砖瓦房可是至少要20-30两银子的，你们有那么多银子吗？张大叔，30两银子够吗？够了。你有多少？不够的话，我回去给你们凑凑。张大叔，你看这些够吗？你这应该有40两了吧？可以建一个很大的房子了。够就好。张大叔，这银子你都拿着，我爹现在这样肯定是下不了床，也帮不上忙了。这建房子的事儿，还要麻烦您帮我好好张罗一下。于丫头，房子的事交给我没问题，这银子还是你自己拿着吧啊！哎呀，张老弟，你拿着吧，要买什么东西你只管去买，不够用了你再回来跟我说，我来想办法。是啊，张老弟啊，你就拿着吧，这要买什么东西，你总不能让于丫头跟着你去付账，对吧？得了，收起来吧。秦大哥，你放心，这些银子我肯定给你花在实处上，我绝对不多花。银子交给你，我放心，辛苦你了。张大叔，您就好好收着吧，我们都放心您，您尽管用，可别省。秦宇本想着建一栋2层楼的别墅，可又觉得太显眼，大不了到时屋里的装修搞好一点，最基础的洗澡房间做好。爹爹，醒醒，该起床了。一天之计在于晨，趁现在你要在家里养伤，你就在家里边边教弟弟读书边学习，等你这腿好了，刚好赶上明年春天乡试，你呀争取考一个举人回来，到时候看谁还敢欺负我们一家。小鱼啊，你怎么起来这么早啊？秦云扶着他坐起来，他拿起自己父亲的衣服想要帮他穿上，被秦父拒绝了。小鱼，我来就行了。爹，那书是我在李正老爷家借回来的，你这段时间就教弟弟学习，你也准备等年后的乡试。爹，有我在，你还怕站不起来吗？放心好了，我和娘还有弟弟还要看着你去乡试，还有去京城参加年后的春闱和殿试，我们都期待着你能给我们拿一个3元及第回来呢。我这腿还真能站起来，还能下殿。爹，你是不相信我吗？我说能就一定能。好，爹听你的，给你们拿个3元回来。娘，这个是茶，你烧上一壶水，把茶叶倒进去，然后给前来帮忙建房子的村民喝。王叔，你忙着呢。哈哈哈，是于丫头啊，
这会儿挖地基，我也帮不上忙，就想着先给你们做2张床，再给你们做几把凳子，也好不再睡土炕。王叔，我想让你帮我个忙。于丫头，什么忙？你说。是这样的，王叔，我想做一个黑板。黑板？是的，就是黑板。首先需要一块平滑的木板作为基底，然后涂上一层黑色的漆料就可以了。于丫头，这样做出来的东西真的能在上面写字？可以。那行，我家里就是这些东西，我现在就回去试试。于丫头，要是真的做出来，以后咱们村的娃们学习认字那就方便多了。是啊，王叔，有了这2样东西，我弟他们就算没有纸张，练字也不用趴在地上用树枝写话了。可不是嘛，真如你说的，那这可真是个好东西啊！我现在就回去做。王叔不用着急。我能不急吗？这可是能改变娃娃们命运的东西，我必须得抓紧时间。于丫头，你就等着我给你做出来吧，包你满意。王叔，你慢点跑，不着急。这老王这是怎么了呀？平时看他懒懒散散的，我还以为他老了跑不动了，没想到还能跑那么快呀！是啊，也不知道什么事儿让他跑这么快。嗨，问问于丫头不就知道了。于丫头，你给老王那家伙说了啥了？他那么高兴跑那么快呀？张叔，也没什么，等王叔做出来你就知道了。嗨，你这丫头也不老实了啊！张叔，回头我给你弄个好东西，保准比你这烟袋杆子好抽。哎呀，你这丫头这古灵精怪的，我就不信还有比烟袋锅好抽的东西。张叔，那要不要我们打个赌？要是真的比你的烟袋锅好抽，你以后就帮我卖茶叶呗。好，那我就等你弄出比烟袋杆还好抽的东西来。毕竟古人又怎么会知道2000年后科技有多么发达？要是告诉他们铁疙瘩能飞，人还能在太空生活，他们不但不会相信，还会觉得自己遇到了一个傻子。娘，茶水煮好了吗？煮好了，再凉一下就可以给他们喝了。娘，你过来，我给你看个东西。娘，这个是我在镇上买的布匹，你给我爹还有小弟做一套棉衣，棉花我也买回来了，改天我俩一起到镇上买新衣服。那哪行啊，买一件衣服的银子都能买20尺布了，这20尺布足够我们2个人一个人做2身衣服了，花那个冤枉钱做什么？更何况你买这1匹布也够我们一家人做好几套衣服了，不去浪费钱了。那行，我听娘的。哎呀，再说下去可能娘还会生气，等将来有了钱再带娘去买新衣服也不迟。不是不舍得给父亲买新衣服，只是父亲现在走路不便，买了新衣服也穿不了，得找机会跟母亲说说，给父亲做一件厚实的棉衣外套还有裤子，这样父亲每天穿衣服也不用那么吃力了，他自己都可以穿好。至于小弟嘛，我是不会承认男孩子就该穷养。那娘，我跟你说，我爹的衣服要这么做，保准做出来不但好看，以后我爹自己也可以很轻松的自己穿衣服脱衣服。哦，还有这样的衣服？我告诉你怎么做啊。首先我们从衣领开始，中山装的特点呢就是立领，所以是一个直立的领子形状。接下来是衣服的前片和后片，看这里是肩线，要平滑的连接到后片，最后这里设计一个小巧的口袋，既实用又能够增加整体的美感。很快，一张完整的现代中山装服装图纸就被他画了出来。秦瑜刚开始画，秦母还能听进去，可是后来别说听秦瑜说的话了，就是看他画出来的服装设计图，秦母都有些看傻了眼。娘，你怎么了？
这娘，怎么样？好看吗？好看，看起来很简单，穿起来一定好看。娘，你说的对，穿起来非常简单方便，不像我们现在穿的长衫，下雨了还要提着一摆。你等着啊，我再给你画一条配套的裤子。小鱼，这是衣服吗？我怎么觉得这比艺术品还好看呢？娘，你说的没错，艺术品呢，之所以叫艺术品，那是因为它好看。这衣服好看了，不也就是艺术品了？哇，姐姐，这衣服真好看，我可以穿吗？当然可以，回头娘给爹做好了衣服就给你做，好不好？你姐姐说的没错，等娘先给你爹做一件棉衣后，我就给你做，好不好？去吧，跟你爹学认字去。这丫头自从回来后就变了一个人一样，会骑马，会医术，也不再娇弱，做事也有了自己的主见。她还是我的鱼丫头吗？秦母有些担忧，她想问秦羽怎么会画画，又是从哪里看到这样衣服的。话到了嘴边，她还是咽了下去。娘，你再看看，我去给各位叔伯倒茶喝。张大叔，你辛苦了，来，快喝碗水。哎呀，早上我过来，你爹说你骑马去镇上了，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买了点东西就回来了。下次别一个人往外跑啊！要是去啊，你看看村里有没有人出去，跟着一起去啊。谢谢张叔，我下次和村里人一起出去，不再一个人去了。行，后面是砖窑厂送砖的，也给他们倒碗水喝去吧。我找地方卸砖。老爷，府上来了客人，说是您曾经的同窗，有要事要找您。我同窗，有没有报上名字？要是需要银两，帮一下，不用来知会我。不是的，老爷，您的这位同窗姓宋，是从商都安南县城那边赶来的。他还给了我这个。快，他人在哪里？带我去见他。老爷，您慢着点儿，先把靴子穿上。这老宋终于进京了。李正爷，你再坚持坚持，大夫很快就来了。老宋，你这是怎么了？来人啊，请大夫了没有？不必多礼。老宋啊，你这是怎么了？怎么这个时候进京来找我？哎呦，刘大人呐，我来看你了。没想到我这身体啊，看来要给你添麻烦了。不会的啊！我现在就进宫给你请太医。我这把老骨头啊不重要，文杰啊，这就是我们前来见的刘大人，你把东西给他吧啊。是。张文杰看了看屋里的下人，他不知道是不是该当着这些人的面拿出来。刘大人看到张文杰凝重的眉头，加上这宋礼正拼了一身老骨头，不远千里都要来见自己，他肯定是有什么重要的事。于是他对着屋内的下人挥了挥手，求刘大人救救宋礼正，我们日夜不息，连赶10天。宋礼正的病情一天比一天严重，就是这样也不愿意停下来休息，还请刘大人救救他。有话慢慢说，你跪下来做什么？更何况你不说我都会救他的。文杰啊，要事要紧，快把我们带的东西给刘大人看啊！看到这2样东西，刘大人皱眉，这是什么东西？还被张文杰贴身保护着。刘大人，这个是马蹄铁，可以钉在马蹄子上，只要给马儿钉上这个，那马儿就不会再怕碎石卡马蹄，从而让马蹄子受伤了。这你们是怎么想出来的？还有，就是为了送这个进京？还有这个，
这是马灯，把它系在马鞍上，人坐在马背上，脚蹬套在脚上。你别说了，宋大哥无法下床，你现在跟我一起进宫面见皇上，这可是大功一件，你们可是解决了朝廷一大难题。宋大哥，你好好休息，我一定会给你带回宫内最好的御医，为你看病，一定能治好你啊！我要留下来照顾顾里正，我不去。这东西也不是我们想出来的，这个功劳我们不敢领，只求刘大人尽快去见皇上，让他看在这2样东西的份上，快速派御医前来。还有，我们在马上已经钉好了马蹄铁，我再去给你绑上马灯，刘大人可以骑着我们的马去。张文杰把马凳绑好后，就让刘大人坐了上去。刘大人顿时觉得骑马原来还可以这么舒适。好，你们在家里等我，我很快就回来。请帮我告诉皇上，我有非常重要的事要汇报，这是关乎这场战争的输赢。另外，我必须把这匹马带进去。哦，这刘大人一般这个时候是极少来找朕的，一向都守宫里规矩，今天这是怎么了？还要带马进宫？那就让他带着马进来吧。不多时，刘大人就牵着马来到了养心殿外。哎呦，刘大人，您这怎么还牵了一匹这么普通的马来呀？赵公公，这个可不是一般的马，这匹马可是能让我们这场战争取得胜利的关键。哦，刘大人，这马有那么神奇，还能决定我们这次对匈奴用兵胜利与否？哎，行了，你就给朕讲讲这匹马怎么就是关键了。微臣恳请皇上骑一下我这匹马，微臣相信皇上骑完不用微臣解释，皇上自然清楚。哦，是吗？那我倒要看看刘大人葫芦里头卖的什么药。皇上，哎，无妨，就是一匹马而已。皇上，要不您骑着走2步？驾！马儿应声就跑了起来。这一跑，皇上顿时觉得和自己之前骑的马不一样，他越跑越来劲。此刻他有些想御驾亲征，他骑着骑着，甚至尝试着站了起来，可是把护卫们吓了个半死。好啊！有此身躯，我大前面对匈奴骑兵有何畏惧？好啊，好！刘爱卿，你立了大功了，说说看，要朕怎么赏你？微臣不敢贪功，还请皇上下旨，让宫中的御医前往微臣家中救一下我的好友。此人为送这个马灯和马蹄铁，不远千里，从商都下县，日夜兼程10天10夜，在今天才到京城微臣家中。同样，还请赦免他们做出这2样东西。哦，你是说这东西叫马镫，是千里之外的人造出来的？还有马蹄铁是什么东西？皇上，这个就是马蹄铁。有了这个东西，可以保护马蹄的脚掌，提高马蹄的耐力。微臣刚在外面试过了，这马蹄装上马蹄铁，一般的石子，这马蹄一提下去，可以直接踩得稀碎。难怪朕刚刚骑在马上，觉得马蹄的声音不对，原来是加了个马蹄铁。做出这个的人真是神人呐！哎，你刚说什么饶恕？哎，不，朕要好好的嘉奖他们。来人，传李太医、王太医、赵太医，速速前往刘爱卿家里，为朕的功臣治病。哎呀，刘爱卿，你这位好友可是帮了我们大前国一个大忙啊！可以说自此之后，我们骑兵与对方交战不用惧怕他们，而且还能碾压他们。只要给朕时间，有足够的马匹，匈奴再无惧。赵公公宣工部陈大人，还有军部李大人，陈国公，还有老四回来了没有啊？让秦国公也进宫。老奴这就去办。陈国公和四皇子还在信州城，还没有回来。啊，也罢。
让秦国公他们来见朕吧。皇上拉着刘大人进了养心殿。刘爱卿，你这位好友进献有功，想要朕怎么赏他们呢？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为朝廷解决难题是微臣乃至天下子民应尽的事，所以微臣认为皇上不必奖赏。刘爱卿啊，刘爱卿，要是天下所有人都像你这么想就好了。也罢，这个事儿不问你，朕自己决定。半个时辰后，工部陈大人、军部李大人还有秦国公相继都到了养心殿。看到养心殿门口拴着的一匹马，他们都是诧异无比。当皇上让他们依次骑上去跑了一圈回来后，他们无不震惊。皇上，这是我大前之幸，万民之幸啊！有了这两样东西，我们的骑兵如虎添翼，对匈奴骑兵再也无惧啊！爱卿说得对，有了这个东西，我大前百姓对匈奴再不惧怕，边关稳役。传朕旨意，工部即刻开始打造马蹄铁和马镫，尽快装备我大前骑兵。宫外，刘大人家中，求求你们，你们一定要救救宋大爷！这个，你们看这个，看看这几个药方能不能救宋大爷？这位后生啊，这3个药方确实可以救病人，但是，要是3天前，要是早来1天，依照这上面的药方，加上我们3位的医术，可保病人无忧。可是现在3位太医有劳了，我这位好友现在情况如何？刘大人，是我等医术不及，难以回天。要是开药方的人能在，或许还能有一丝生机。只可惜张小兄弟说，开药方的人是他们村里的人，在千里之外，这怕是来不及了。那我这位朋友还能挺几天？我这就安排人去请。来不及了，你这位好友通过药物最多可以挺3天，少则也就是今天或是明天了。刘大人，还请早做准备才是。王太医、陈太医，你们2个在这里守着，我先回宫复命，再过来。那就有劳张太医了。行了，希望我们的那位陛下不要发怒才好。皇上得到张太医汇报后，先是大怒，骂了张太医废物后，就让赵公公准备一下，出宫前往刘大人的家。赵公公问皇上要不要提前通知刘大人一声接驾。我主要是去看看这位千里送国之重器的功臣，不必提前通知。什么叫国之重器？国之重器是指对于国家来说至关重要的物品或工具。那一年大狱，我背着行囊进京赶考，路遇强盗，杀了书童，抢走了所有财物，后染重病。要不是遇到宋理正，早在10几年前就死了，哪里还有如今的大前户部尚书刘大人？恰在此时，管家匆忙走进来，在他耳边耳语了一番后，他神情一震，急忙招呼屋里的2位太医还有张文杰跟他一起出去迎驾。不用跪拜了，赶紧带我去看看宋老。哎呀，刘勋呐，你一定要求皇上赦免我们做出马蹄铁和马镫啊！我们县太爷他不是好人，我不敢给他上报，直接来了京城找你。哎呀，刘勋呐，于丫头是个好孩子，她可怜命苦啊！哎呀，你一定要求皇上不要追究她。说完，他又昏昏沉沉地闭上了眼睛。
只是睡得非常不踏实。到了前厅，他就让赵公公把张文杰叫了进去。罪名刘文杰，叩见皇上。起来吧，你就是千里奔袭带着送礼证来到京城的张文杰是吗？罪民不敢，罪名就是文杰。你倒是有意思，朕让你起来你就起来，朕赦你无罪，不但要赦免你无罪，还要大大的嘉奖你。张文杰，你有什么想要的？是想加官进爵，还是想要其他好处？你起来一并说给朕听。皇帝陛下，你真的饶恕我和宋理正宋家还有秦于秦家无罪？没想到你还是个滑头，朕都允了无罪，你现在可以起来了吗？谢皇帝陛下隆恩。行了行了，来人，扶张文杰、张爱卿坐。刘大人，这就是爱卿了。张爱卿，你们可知道你送来的东西对我大钱来说是多么重要吗？回陛下，于丫头跟我说过。于是他把秦于到他家吃饭画图，让自己打出来，又叫来宋理正拿主意怎么办，以及宋理正见到东西后立刻就下决定前来京城找刘大人，以及路上发生的一切事情都说了一遍。这么说来，你们不相信当地的官兵，才绕过他们直接来了京城。还有这2样东西是于丫头让你做的？又要往地上跪。坐着说，坐着说，不许再跪。皇帝陛下，我们那个县太爷他就不是个好人，欺压百姓，强抢民女，当地很多恶霸基本都和他有关。他充当这些恶霸的保护伞，弄得百姓怨声载道，无处申冤。就在前2个月，县城外的一个村子，张老汉一家，他家闺女今年刚满16，都说好了人家。张老汉一家到县城为女儿置办嫁妆，恰好被县太爷给撞见了。张老汉家的闺女也算长得水灵，县太爷就动了歪心思。当时县太爷只是让人给张老汉家传了信，意思让他们乖乖的把闺女送到县太爷府上去。也不知道张老汉闺女定亲的人家怎么知道了，来到了张老汉家里，不同意让张老汉把闺女送过去。张老汉也是不同意，于是2个人一合计，决定当天让男方过来把闺女迎娶回家。男方也顺顺利利的把女孩迎娶回家了。可就在当夜，男方全家被人杀害，房子也被烧了，张老汉一家也惨遭灭门。张文杰说到这里，瞟见赵公公和刘大人不停地给他使眼色，他顿时就闭上了嘴。后来呢？这2家的亲戚朋友都没有人站出来为他们伸冤吗？伸冤了，没有用啊！据说去了府衙，就被扣押关进了大牢。混账！皇上息怒。你妈卖批，都给你不停的使眼色了，你这还要说？龙颜大怒，血流成河呀！哎呦，要变天了！这朝局又要地震了。朕自登基以来，一直以国家和百姓的福祉为己任，殚心竭虑，尽心尽力，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心血。然有些地方官员贪污腐败，欺压百姓，鱼肉乡里。我虽知道，却不知道他们如此的目无王法。刘大人，这件事你怎么看？回陛下，微臣以为此事应该重查重办。好，那就重查重办。刘大人，你可有推荐的人选去督办此事？回皇上，微臣这里倒有一人选，此人打小就聪明绝顶，今年又连中3元，不妨让他去试试。你是说陈大人家的陈明轩？正是。这样的大案必定牵扯极深，他真的能胜任？皇上，您忘了3年前京城街头的碎尸案了吗？此案后来牵连的人也并不少，
当时您让陈大人现身破案，最终还是这名刚满16岁的少年抽丝剥茧追查出来的真凶。当时虽然他隐于幕后，但查到的证据牵连甚广。16岁他都能面不改色，毅然决然地找到证据，把那些人全部都抓起来，心思不可谓不坚定。所以微臣认为陈状元最合适。那行，李公公就按刘大人说的，你现在就去陈大人府上传朕口谕，前往商都安南县彻查此事。此事没有足够证据之前，不可走漏风声。朕这次要以杀镇朝纲。赵公公走后没多久，有太医快步跑到前厅，向皇上汇报宋理正醒了，恐怕熬不过今晚。老人家你躺下，不用起来啊。老人家你好好休息，你一定会好起来的。今后啊，你就住在京城，想进宫时就到宫里来找朕，跟朕讲一讲农家百姓地头的趣事啊。好，早明答应皇上好好活着。皇上和宋理正说了足足有半个时辰，还是太医说宋理正要多休息，两人才结束谈话。皇上走出了房间，回到了皇宫，立刻就让赵公公拟旨，封宋理正男爵爵位，赏800亩土地，赏银1000两，赏金100两，世传3代。3代之后，只要宋家有出息的后代，男爵世袭罔替。张文杰千里送国之重器有功，同样封其男爵，赏地800亩，赏银1000两，赏金100两，世传3代。张家后代若出有功之臣，3代之后男爵世袭。对于秦瑜，在张文杰的叙述中，皇上也觉得这丫头有些可怜。以她发明出来的马蹄铁和马镫的功劳，皇上想直接给她一个郡主的身份。思来想去，皇上最终决定她还小，等到陈明轩办完商都的案子回宫复命时，让其带到京城来，自己看看再另行封赏。谁让你们这么做的？为什么不为宋大哥设灵堂，停灵正堂？还有，你找来个马车做什么？老爷，我也布置了灵堂，准备为宋理正守灵。可张兄弟一口咬定遵从宋理正的遗嘱，不停灵，不进正堂，等自己走后找副棺材，找个地方把自己随便给埋了，不要刘大人麻烦。刘大人，你也别怪管家，这是李正爷的遗言，也是我的意思。你也知道李正爷的脾气，他说一不二，就听他的吧。趁现在时间还早，你也回来了，我这就跟你告别，带着李正爷回家。后来还是赵公公带着圣旨来传旨。听完经过后，刘大人，就按宋大哥的遗言吧，早日回故土也好啊。不同的是，来的时候只有宋理正和张文杰2人，回去的时候有20位御林军骑马护卫两旁。小公公手捧圣旨开道：大哥，现在怎么办呀？咱们撤吧。小心一点啊，大家一起退回去，不要惊到他。变故突起，只见那头原本一动不动的野猪，噌的一下嗷嗷地向他们3人冲了过来。素兰，快带鱼丫头跑！素兰姑姑，我们分头跑，你拉着我，我们谁也逃不掉。丫头，你往外面跑，不要管我！就在野猪快要撞到张素兰时，他从野猪头顶上的树上跳了下来。野猪嘶吼着改变了冲撞的方向，想要把秦瑜从身上甩下来。秦瑜好不容易骑到他身上，又怎会轻易让他把自己从他身上甩下来？他找准时机，一只手死死抓着野猪，一只手从嘴里拿出匕首，直接朝野猪的一只眼睛扎去。只听扑哧一声，素兰姑姑，快把你的开山斧扔给我！接着，野猪吃痛，再次发起狂来。
秦瑜再次抓住时机，举起开天斧，连续朝之前的刀口连砍3刀。野猪倒地，张素兰急忙过来查看，询问秦瑜有没有事。素兰姑姑，我的屁股！这野猪毛也太硬了，我的屁股估计被它扎成马蜂窝了。哎呀，素兰呐，哎呀，我这脚应该是脱臼了，你来给我接上，我们要尽快出了这林子，这么大的血腥味，一会儿再引来其他的野兽就不好了。他蹲了下来，在张大叔的腿上摸了摸，没有发现其他的伤，真就是脱臼了。他也松了口气，趁张大叔不注意，一扭一接，直接把张大叔的脱臼的脚给复位了。哎，丫头啊，你什么时候学会的接骨啊？我们怎么不知道啊？张大叔，你起来走走看，看看能不能走。你刚不也说了吗？我们还是先离开这里吧，走出去了我再给你们说。我去，这古人的身体恢复能力真是奇特。嘿，于丫头，你这接骨的手段还真挺好。你竟然不疼了，你看。张叔，您就别夸奖我了，就算再好的大夫也不可能做到不疼的。你这孩子夸你还不领情，那不领情算了，走回家。大哥，我来帮你。张叔，我们一起抬。今天啊，我这是受伤了，要是不受伤，这头野猪我一个人就给拿捏了，根本不用你们帮忙。哎呀，张叔，我没相信，赶紧走吧，我都听到狼嚎声了。嘘，你一人丫头哪里有狼叫啊，净吓我。你还没说你怎么会正骨，还有我觉得你这次回来就像变了个人一样，以前你就是柔柔弱弱的，今天都敢杀野猪了，这一点都不像之前的你。你们也都知道，我被秦老太婆卖给了人贩子，后来被人救了，救我的人带我去了一个地方，说我骨骼惊奇，是个练武的奇才，还说我是学医的好手，于是把我丢进了一个山洞里，说山洞里面呀有他们老祖宗留下来的传承，让我进去继承传承。这不，我在里面足足待了10天10夜呢。从里面出来时啊，他们就让我出山了，还给了我一匹马，让我下山。在我没有看到山下之前，不可以回头。结果我到了山下，朝山上望去，根本就看不到山的影子。我当时还以为自己在做梦，可闭上眼睛，脑子里面的东西都在，我吓得赶紧骑着马就跑回来了。原来传说是真的，这世上有一座看不到山，山上有一个白胡子老头，说是有缘人进去就能得到他的传承，成为武林高手。哎呀，没想到是真的。于丫头，你这是因祸得福啊，嘿，真好。于丫头，你呀是个有福气的人，我就说你这次回来，这怎么像变了个人？原来是遇到了老神仙呀。那个张大叔、素兰姑，别人问呢，你们可得替我隐瞒着我。嗨，你这丫头，姑姑啊，肯定给你隐瞒。谢谢吧。于丫头，累吧？不累。张叔，今天能吃到野猪肉吗？你这丫头，好，等一会儿到家了，这头野猪啊，我们都不卖了，全留下来做腊肉。那感情好。其实吧，主要是我弟现在正长身体的年纪，要多吃肉，要不然就长不高了。好，不过啊，这野猪是你猎杀的，回头要卖给我家一半才行啊。振东他们几个小子也该补了。那怎么行？这野猪肉本来就是我们3个一起发现的，要不是张大叔你拦了那么一下子，还有要不是素兰姑吸引了野猪的注意，我也没办法骑到他身上去的，就更没有办法用开山斧劈他了。所以这野猪我们3人平分。我说你这丫头古灵精怪的，倒是让我有些不习惯了。于丫头，账可不是这么算的啊！我和你素兰姑姑什么忙都没帮上，最多也就是搭把子力气帮你抬出山，我们可不能要。要是让外人知道，那还不说我老张占你这孩子的便宜啊！张叔，你怎么能这么想？你看看，
你浑身都是伤，腿现在还瘸着呢，这头上脸上都是血。你要是不要，那让别人知道了，还不更说我霸道，不懂人情世故？这前段时间烧了秦婆子的房子，要不是我脸皮够厚，估计都不敢出门了。你这野猪肉再不要，我今后可真没法出去见人了。我看他们谁敢说你，我去劈了他们去。啊，大哥，你这脾气动不动就想动刀动枪的。哎，于丫头，那这次呢就听你的。不过这头猪要是分，就是我们2家分，不是我们3个人分，你们家和我们家1家1半。哎呀，素兰啊，你这怎么能，我们怎么能占于丫头便宜呢？你这张叔，就这样，就按姑姑说的办。再上路不多时，就到了秦于家的新房子。我看你们谁敢进来，进来我就砍死你们！秦于松开手，两人的手猛地一沉，差点给绊摔跤。哎，素兰，快跟上，快去看看发生什么事了！你别让于丫头真弄出大事啊！怎么，看我和我爹不在，又来欺负我娘来了是吧？不错，很好。既然你们想作，那我就成全你们。娘，你让开点，让他们进去。我看他们是不是有命进，也有命出。娘，你别跟他们争吵，省得气坏了身子。让他们进去，进去后你就把门从外面给锁上，等我去点个火，烤个火回来再收拾他们。说完，他径直朝村里走去。哎，娘，那扫把星不会是要去烧我们的老房子吧？哎呀，老二，快去拦住他，不能让他烧了我们最后的房子呀！上一次烧秦家的房子，还说情有可原，这次为啥呀？就为了秦老婆子来跟我吵架，就去烧人家房子？那可不行，这传出去以后还怎么嫁人呢？哥，你在秦大哥家的门口看着，别让人真的翻墙进去了，我跟上去看看。素兰呐，哎呀，你去拉着点儿，让于丫头做做样子，吓唬一下秦家人就行了。你别真把秦家老房子给点了啊！哎，我知道了，放心吧，哥。等到秦家人追上秦于，秦于已经来到了村子里。于姐姐，你拿着火把是要去干什么呀？小虎啊，要是有人欺负你，你怎么办呢？我会踢他屁股。小虎可真棒。别人欺负我们，我们就要打回去。所以啊，秦老太婆去我家欺负我娘，我这就去他们老宅点个火玩玩。于姐姐，你又要去烧秦奶奶家的房子吗？小虎真聪明，你都9岁了吧？怎么没有去学堂读书呢？于姐姐，我已经10岁了，不是我不去，是我娘不让我去，我家没钱交束修。10岁的话，干些农活确实是可以的。父亲教书可以不收束修，可是以后换了别的教书先生，再不教束修肯定不行啊。那小虎，你告诉姐姐，你想不想读书呢？我想读书，我要学很多知识，等我长大了，我要当将军，把坏人全都打跑。小虎，你这个想法非常好，姐支持你。不过你能告诉我，你为什么不想去当状元爷呢？不想，爷爷说匈奴人一到冬天就侵犯我们边关，有很多像我们这样的小孩都被他们抢走了，我要去救他们。哼，我要打匈奴人。好，那小虎可以加油哦，不但要好好学习，还要锻炼身体才行。姐给你出个主意啊，你每天带10斤的木柴去学堂，当做你的束修，但是必须得是你自己捡的砍的，可以吗？于姐姐，这样做真的可以吗？我有力气砍柴，10斤我砍得到。当然，于姐姐从来不骗人，我说可以肯定可以。那我现在就去砍柴，明天背着去学堂。但是不能到山里去砍哦。你个死丫头，给我站住！跑那么快，累死我了。哦，你们不是拿着被子要去我家吗？怎么不进去了？我可没有拦着不让你们进啊！你跑这里做什么？
哎，你不要过来啊！全村人都看着，你要是敢打我，我就去报官。哦，是吗？我还怕你不报官呢。刚好我爹的腿还没好，刚好关老爷来了，好让他给我评评理。秦云说着又往前走了2步，秦老二继续后退，被石头直接给绊倒，摔在地上叫苦连天。杀人了！杀人了！哎呀，儿啊，你怎么样了？你可不能死啊！你死了，娘可怎么办啊？儿啊！他这一叫，从各处院子里不少村民走了出来。快去叫李郎中啊！快叫他来看看还有没有救！哎呀，秦老二不会真的被于丫头给杀了吧？哎呦，这好端端的，怎么秦老婆子又去秀如妹子家闹了？快去叫李正来！你别在那瞎嚷嚷，叫什么郎中啊？秦老二啊，就是自己绊倒了，我一直看着呢。他想站起来呀，直接就被秦老婆子按在地上，不让他起来的。这会儿看到大家了，正装死呢。秀如嫂子，这是咋回事啊？这秦老婆子又去你家找事儿了？各位乡亲，让大家看笑话了。不过我也不怕大家看笑话，还要让大家评评理。这秦老婆子刚刚趁我一个人在家，带着他们秦家一家老小冲到我家里去，进门就把我往外赶，说我们建好的房子是他们的，是于丫头该赔他们的房子。我阻拦不让，秦老二上来就给了我一巴掌。乡亲们，你们给我评评理，于丫头烧他们家房子是于丫头的不对，可于丫头为什么要烧他们的房子？于丫头才15岁呀，这秦家老太婆就把她拉去卖给人贩子。你们说说，这秦家老太婆是有多狠的心？还有后来，于丫头她爹知道是秦家老太婆卖了于丫头后，上门让她说出她把于丫头卖到哪里了。他们不但不说，还把我相公打得差点就死了，现在还不能走路。大伙说说看，换作是你们会怎么做？好在老天有眼，让于丫头活着回来了，要不然我是不会像于丫头烧他们房子这么简单，我会让他们全家去陪葬。娘，秦老二那个畜生真的打你了吗？孩子，娘没事儿。他打娘就是打我。娘，你看着，我给你出气去。你不是喜欢装死吗？你怎么不装了？说说你用哪只手打的我娘？我警告你们，不要惹怒我，这脚是轻的。要是你们再过来，那我就不客气了。说还是不说？不说我就2只手全都给你废了。我说，我是用左手打的你娘。哦，左手是吧？只听他说完，还不等秦老二反应，他用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抓住秦老二的左手，用力一折，只听咔嚓一声脆响。哼，一群废物！我再警告你们一次，不要来招惹我，更不要出现在我们一家人面前，否则我真的会不客气的。要是不信，你们尽管试试。让各位叔伯婶娘爷爷奶奶看笑话了，也不是我做晚辈的不懂事儿，我只是觉得以前自己太善良了，一直被人欺负。今后我不想被欺负，这一切都是秦家老太婆逼的。当然，今后谁要是敬我1分，我必敬他10分。若要是谁欺负我们一家，那我肯定会报复回去的。刚刚我看到村里很多的弟弟妹妹没有去学堂，应该都是担心束修的问题吧。大家刚好都在，我给大家出个主意，没钱的人家去学堂每天带上5到10斤的木柴，就当束修了，不过需要他们自己砍来的才行。大家觉得如何？好。好。于丫头，你说了能算吗？哎呦，于丫头，你爹能教得了那么多孩子吗？我们村里呀，可是有好几10个孩子呀。束修的事情，于丫头说的没错，没钱的家庭
可以用木柴来代替。不过这孩子们上山砍柴太危险了。那就这样吧，就让孩子们在家里边劈点柴，拿到学堂吧，这样学堂也好堆放。等回头多了呀，我就拉到镇上或者县城给卖掉，换回来的银钱就当是给教书先生的束修了。至于教书先生的事儿，我已经在帮大家找了。于丫头昨天找我说，苦不能苦孩子，穷不能穷教育，我觉得他说的非常有道理。所以啊，今后别的村我管不着，咱们平西村啊，无论男娃女娃到了6岁，最迟8岁，都必须到学堂去读书。哎呦，于丫头啊，你刚刚可是把我给吓住了，那一斧子要是真的砍到人，妈呀，我想都不敢想呀！素兰姑姑，我有分寸的。你这丫头啊，以后不许那么莽撞了。别说你素姑，就是我也差点被你吓死了。还有，你刚才不会真的想去烧了秦家老宅吧？那不一定，要是他们不追上来的话，我肯定会去烧了的。他们要是真进我们家不走，我烧了他们老宅，回来就烧了我们刚建好的房子，把他们全烧死在里面。哎呀，你呀，于丫头，你呀做得对。不过呢，咱这以后别动不动就烧他家房子了，这烧了的话，他们也没地方住，弄不好还真的就得天天来你家闹，到时候岂不是更麻烦？谢谢姑姑，我记住了。张大叔坐在墙角，看到秦瑜他们回来。怎么样啊？没事吧？张大叔，你还好吧？娘，快开门，让张大叔进去，他在山上受了伤。好，我这就开。张大叔，先别管野猪，你先到屋里，我给你看一下伤再说。张叔，您直接躺床上去，把外衣脱了，我给你看看腿伤。于丫头啊，要不我还是回村里让李郎中给我看吧。怎么，张叔不信我？哎呦哥，你咋这会儿跟个娘们儿一样啊？于丫头她让你脱你就脱了呗。她回来路上不是说了吗？病人在大夫面前不分男女的吗？你快点，你赶紧的。张大叔，你脱吧，不用全脱完，我估计挨着肉的衣服肯定伤口连在一起了，脱不下来的。张大叔点头表示赞同。张大叔，我要给你消毒，然后剪开你这伤口这块的衣服，可能会有些疼，你要忍着点啊。哎呀，不用吧，我受得了。张叔，你还是听我的吧。大叔准备好了吗？张大叔点了点头。那我要开始喽。素兰姑，你过来帮我一下忙，帮我把他的腿按着，不要让他动。哎呀，丫头啊，我之前也受过不少伤，比这个还厉害的都不知道有多少。还没等他说完，就拿着木棒塞到了张大叔的嘴里。大叔，你可要咬好了哦。张叔，你可要忍住了哦。于丫头啊，我说你这用的啥呀？我这大哥咋看起来非常痛苦的样啊？张叔，我就说了很疼的，怎么样，信了吧？张大叔哪有心情听秦玉说话，他都快疼死了。张叔，我是真的佩服你，都这样了，你还能挺着抬着野猪回来。你忍着点儿，我先给你清理伤口，然后再拔树枝，会有点疼。哎呀，丫头啊，你快点吧，我怕我一会儿真的受不了。哎呦，要不我给你来点麻药？哎呦，丫头啊，你这用的什么东西啊？你差点把我给送走喽！这简直是难以忍受，这比刀子割肉还疼呢！哎呦，我先是给你用的酒精，给你消毒的，撒在伤口上是非常疼的。啊，酒精是酒吗？之前我都没听说过。算是酒的一种吧，不过我这个比较烈。哦，你这么说我就懂了。秦宇把他的伤口清理干净后，就开始拔木树枝。秦宇又动手翻开伤口，朝里面检查了一下，发现没有残留后，用酒精又给消了一遍毒，随后从药箱里拿出针线，开始缝合伤口。看得张家兄妹一愣一愣的。缝起来好得快，
不出3天，这伤口就愈合了。3天？3天。这几天不要弄到水，这里还有点酒精，你带回去，每天擦上1遍，预防感染。送走张大叔他们后，丫头啊，你大叔没事了吧？刚刚看到他血里呼啦的，吓了我一跳。娘，没事，大部分呢都是野猪身上的血，他就腿上伤的有点重，不过现在也没事了，你就放心吧。娘，我们中午吃什么呀？一会儿爹和小弟应该就要放学回来了。确实是该做饭了，我去做饭，你去学堂接一下你爹爹。也不知道张二叔到了京城没有，什么时候能回来呀？回来了好给我打一口锅出来呀。你是说你领了密旨前去商都查案，有人进京告御状了？四皇子，我也不知道具体情况。4天前我刚下堂回家没多久，赵公公就拿着陛下的玉牌到了我家，直接跟我说让我拿着玉牌到商都安南县城查当地官商勾结，强抢民女不成，火烧百姓的事儿。这个案子那么严重吗？我也不知道啊。赵公公就跟我说让我明察暗访，我觉得这次的案子牵扯的一定很深。赵公公虽然没有明说，但是看他的表情，陛下十分震怒。这件事情肯定不是强抢民女这么简单，你要是伤好了，还是早日回京吧。不行，我的仇人还没有找到，我不回去。你的仇人？你是说下令围城不让你出去的人？围城想弄死我的人，我知道是谁。我说的是给我开肠破肚取箭头的人，我要找到他，弄死他。不就是把你小蚯蚓的围脖割掉了吗？有什么好生气的？说不定啊，你以后还得感谢我呢。人家哪里是蚯蚓了，明明是大雕。听说救四皇子的是个女的，莫不是四皇子喜欢上她了？城中的雕像莫非就是此女啊？呸！本皇子怎么可能会喜欢那么刁蛮不知羞的女人？四皇子，我们已经逗留新州城不少时日了，陛下已经催促很多次，我们该回京了。陈伯父好。哟呵，明轩你怎么来了？是来这边述职吗？怎么样，这一路还好吗？来，坐下来说。陈伯父，我不是来述职的，是其他任务，不方便告知，陈伯父还请见谅。哦，秘密任务啊，那行，不告诉我是对的，那我也就不问了。京城这段时间都挺好的吧？都挺好的，不过有百姓上贡了2样好东西，我爹说今后再也不怕匈奴骑兵了，为此他还多喝了好几碗酒，大醉了一场。哦，来，你快给老夫讲讲，这到底是什么东西，还能降服匈奴骑兵？抱歉，陈伯父，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不过我知道是用在马蹄子上的。目前全京城2/3的铁匠都被征进了工匠坊，日夜赶工，说是这次出兵就用上，还要装备全军呢。照你这么说，军队还没有前往边关？是的，不过应该也就这2天了。哦，四皇子啊，你抓紧时间收拾东西，跟老夫现在就回京，老夫我还能赶上北上，随大军出征攻打匈奴。陈叔父，你还是这么急躁？就算我们要回京，也要容我准备准备吗？这次可不能听你的，你已经准备好多天了，今天必须听老夫的，跟老夫回京。这没有商量啊，你今日不回也得回，回也得回。最终胳膊还是拧不过大腿的。1个时辰后，新州城一小院门前，明轩，前路艰辛，带着我给你的侍卫，他们都是我精挑细选出来的，遇到事一定能帮你周全的。我在京城等你，等你回来，我为你接风，咱们不醉不归。谢四皇子殿下，恭送四皇子。恭送四皇子。
哎呀，行了，又不是以后不见了，别磨叽了，快该走了。我说陈小子，你自个儿注意安全呐，别把自己弄得缺胳膊少腿的回来。谢谢陈伯父关心，我会注意的。陈伯父一路保重。平西村，听说上午秦家人又来找你们麻烦了。啊，这秦家老太婆带着秦老二还有他那些孙子，拿着被子大包小包的，想要搬到我们新家来住，还说这是他们家的。我娘阻拦，他们打了我娘，我废了秦老二打我娘的手。给他们点教训是应该的，不过今后还是尽量不要跟他们起冲突的好。唉，爹不是认为你这样做不对，只是你是个女娃娃，将来是要嫁人的，这传出去名声不好。不好就不好呗，大不了就不嫁人。以后啊，我就陪着爹和娘。再说嫁人有什么好，还要伺候公婆，还不如就在家里面伺候爹娘呢。哎，你这丫头说什么傻话呢？爹娘又不能疼你陪你一辈子，你还是要找个疼你爱你的人相伴余生的。不过你也放心，爹年后就去考乡试，拿个举人回来，后年去会试，再拿个状元回来。到时你婆家想要搓磨你，谅他们也不敢。姐姐，爹爹去考状元，我长大了就去当大将军，谁要敢欺负姐姐，我就带兵打死他。你这小屁孩才多大呀，就想当大将军了？姐，我已经8岁了，是个大人了。学堂里的狗蛋儿比我还小，才7岁，他都有媳妇儿了。哦，他7岁就有媳妇儿了呀？那我们小众是不是也想有个媳妇儿呀？哼，我才不要呢，成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人了。唉，小老弟呀，要是在我那个年代，你这种想法注定是找不到对象，娶不到老婆的。小鱼啊，你给你爹换好药了吗？换好了就出来吃饭吧。换好了，娘，我们现在就出来。怎么样？你爹的腿恢复的怎么样？没多大事儿，虽然不会留下后遗症，走路瘸拐，但今后啊，是再也做不了重活了。唉，我爹啊，只能做个状元爷了。能站起来不留后遗症就好。今后家里的重活我来干，状元爷不状元爷的不重要，只要我们一家人能好好的生活在一起就好。唉，秀茹啊，让你跟着我受苦了。本来就没让你过上一天好日子，现在我又弄成了这个样子。不过你放心，我一定会去考取功名，让你不再受苦受累。好，我相信你一定能考取功名，到时候我们一家人都跟着你享福去。吃完午饭，素兰姑姑，素兰姑姑，我来了。张爷爷好，两位婶婶好。素兰姑姑，有没有我能帮上忙的？我也来。于丫头啊，听你素兰姑姑说，这野猪是你打死的？是素兰姑姑和张大叔吸引了野猪的注意力，我趁他不备，直接骑到他身上，屁股都快给我扎成马蜂窝了。这野猪毛硬，确实扎屁股，下次就不要再骑上去了，太危险了。好的，张爷爷，下次不会了。你去玩去吧，这里不用你帮忙，等会儿我让振东用马车给你们送一半过去。不用，我在这里看着。张爷爷，这野猪是不是全都是瘦肉啊？这个野猪肉啊，大部分都是瘦肉，没有肥油标。很多人呢都不愿意买野猪肉回去吃，都喜欢买些带肥的家猪肉，回家呢还能炼猪油，吃上几顿。这家猪虽然买的人多，不过呀，很多人也不是吃，因为这个肉腥味太重了。这野猪啊，大部分都卖给那些乡绅、富贵的人家，他们呐就喜欢吃野味儿。张爷爷，其实我这次出去，听我师傅说，想要猪肉不腥骚，就要在猪还是小猪崽儿的时候就给他们阉割了，这样他们的肉就不腥骚了。这样真行吗？是真的吗？
我师傅很厉害的，他说的话一定是对的。不信啊，张爷爷，等来年你家再养猪的时候，可以试试看。哎，好，等年后家里抓猪崽回来了，我就试试看。要是这样养出来的猪不腥臊，那以后啊，嘿嘿，你张大叔他们也可以少些上山打猎了，就在家养几头猪就好了。我也觉得这样可以，上山打猎太危险了。张爷爷，这野猪的大肠还有小肠不要给弄坏了，留下来我有用。哎，好的丫头。不过这猪大肠和小肠有什么用啊？这臭烘烘的又不好吃。在后世，这猪大肠对很多吃货来说可是个好东西。就比如九转大肠，那可是山东济南有名的传统名菜，还有红烧大肠、干锅肥肠等等。哎呀，不要太多，现在也不好解释，解释了他们也未必相信。那就等一会儿弄好了，我来给大家露一手。我打下手，素兰姑姑当掌勺的，实在用不惯这古代这些餐具啊。哎，也不知道张二叔什么时候能回来，回来给我打锅呀。我想吃铁锅炒菜。他的请求注定成为奢望。丫头，你老实告诉姑姑，这野猪的大肠和小肠到底有什么用啊？难不成你这还要吃它？苏兰姑，你说的没错哦，就是吃。你们等着，等我弄出来，你们肯定会吃了还想吃。啊，于丫头，你，哎呦，你就不觉得恶心吗？习惯了就好。加了清水、猪肠进去，然后开始大火烧开，开始焯水。他把素兰姑姑提前准备好的八角、花椒、桂皮、姜等等。好了，等一下让你们尝一尝什么叫做美味啊！丫头，这东西真的能吃？当然能吃了，一会儿煮好了你就知道了。只可惜没有铁锅，做不了炒菜，要不然更好吃。也不知道张二叔什么时候能回来。于丫头，我这都听你说过好多次锅了，这锅是什么东西啊？它做菜真的比府好吃？那是当然，要比府做的饭菜可好吃100倍不止。哦，那你就去铁匠铺打一个呗，干啥非要等我二哥回来呀？素兰姑，这你就不懂了吧？我让二叔做，以后啊，这做锅的手艺，二叔就抢占了先机。要是让别的铁匠做，那岂不是让他们抢占了赚钱的先机？啊，于丫头，那要是等我二哥做出来，其他的工匠看到了都是打铁的，他们这一琢磨，不也就都会了吗？没那么简单的，等他们研究透了，张二叔已经拿下市场了，就算他们打出来了，我们也不怕。晚上一桌子饭菜都是秦瑜在旁边说，张素兰还有自己娘张秀如做的。嘿嘿嘿，哎呀，今天是辛苦于丫头了。来来来，大家都来尝尝她提出的这个新菜，叫什么九转回肠，这名字挺好听的。于丫头啊，这猪大肠真的能吃？好吃，张爷爷，你尝一下，保证你吃上一口还想吃第二口。张开嘴，他本想着这么小一块自己直接给吞下去，假装嚼一嚼蒙混过去，毕竟秦瑜忙活了一下午，还是要假装支持一下的不是。可当肥肠到他嘴里后，那味道让他不自觉地嚼了2下，结果越嚼越香。吃完一块，他又夹了一块，又夹了一块。眼见老爷子已经吃了4、5块了，大家也都不再等待，都觉得肯定是好吃。丫头，我觉得呀，以你的厨艺，完全是可以到县城当一个大厨，这肯定呀，每个月能领不少的银钱。素兰姑姑，你说的没错。其实啊，主要还是你掌勺的火候好，要不是你掌勺，就算我说的再好，这桌菜呀，也未必能够做得这么美味。所以呢，我只会说不会做。不如等二叔回来，把铁锅打出来，
我给你写个菜单，你去县城开个饭店怎么样？哎，不行啊！你要是让我杀个猪宰个羊还行，你要让我开饭店，那可不行，绝对不行，我可不是那块料。苏南姑姑，没有尝试过又怎么会知道自己不行呢？要是你担心银子的问题的话，我这里还有些银两，可以跟你合伙，一起把饭店开起来。宋大伯，您觉得呢？要不要一起也入一股？玉丫头，你在喊我呀？是的，宋大伯，我刚说，要是素兰姑姑到县城去开家饭店，你愿不愿意入股？也就是投钱进来，我们3家合伙在县城开家饭店。玉丫头啊，这可使不得！你素兰姑在家杀鸡拔毛种地还行，去县城开饭店，不行。玉丫头啊，今晚的饭菜确实挺奇特，挺好吃的。这要是开饭店的话，这些菜确实上得了台面。可是咱们在县城里人生地不熟的，特别是官府的那边，恐怕我们还没把店开起来，县太爷就会把咱们所有的银两给掏空了。我可听说啊，之前有一家从外地来咱们这边做酒楼的老板，那门店刚刚租下来，一些地痞流氓就上门了，3天2头的收保护费。酒店老板给了保护费，还去官府交了好几百两银子，想让那官府出面管一管。可后来啊，还没等到开业，酒店老板就像个乞丐一样离开了县城。据说不含租店的银子都花了2000两出去了。你说咱们这小门小户的恐怕是难呐。那这个贪官就没人管了吗？嗨，管啥管呀，天高皇帝远的。还有，你们忘了前几个月那家被烧死的新郎一家？后来啊，他们的亲戚去府衙告官，结果也被抓了，说他们是诬告朝廷命官，现在都还关在府衙大牢里边的。这都是官官相护。府衙的李大人啊，据说京城朝廷有人，关系很硬。说到这里，张爷爷咳嗽了2声，打断了宋明远再说下去的话。你们这些小辈记住了，今晚听到的话都不要往外说，把嘴巴闭严实了。今晚感谢张伯盛情款待，时间也不早了，我们这就回去了。谢谢张叔今晚款待，我也该回家了，就不叨扰张叔了。好。天冷夜黑，早点回去休息也是好的。等改日老二回来了，做出于丫头说的铁锅后，我们再聚起来尝尝铁锅做出来的菜。老大呀，老二儿媳，你们对于丫头的提议有什么看法啊？爹，你让我打个猎还行，你问我这个，我真不行啊。要不就听于丫头的吧。我觉得于丫头这次出去真的遇到奇遇了，回来就像变了个人一样。先是让王叔做出了黑板，还弄出了一套什么算法口诀，还有拼音什么的，反正我是看不懂。但孩子们回来说有了拼音，认字可快了，算法口诀计算起来也快了很多呀。振东，你给你爷爷说说。爷爷，我爹说的那叫乘法口诀，拼音呢是汉字拼音。我们学会汉字拼音后，学习认字可快了。好。老二媳妇呢？你怎么想啊？爹，我没意见，全听爹和大哥的。素兰啊，你说呢？大哥说的对，这于丫头回来之后啊，还真是变了很多。或许呢，我们倒是真应该听她的。不过必须有她在才行。要是我们自己啊，我们可弄不了。那行，就这样。等老二回来，给老二说一声，把锅给弄出来。你们呢，就跟着于丫头去县城找找铺面。爹，刚刚宋大哥说的。爹，也不早了，你和娘也早点休息吧。好，你们啊也各自带着娃子们回去睡吧。
拜别了老爷子，回到自己房子的老大媳妇儿问张老大：“哎，刚刚我要问老爷子话，你怎么拦着不让我问呢？”你傻呀！老二和宋理正进京干啥去了？等到东西一呈现给皇上，皇上肯定会问他们为什么不上报当地官衙，大老远跑去京城。宋理正肯定会把原因说出来。你觉得皇上不会派人来查这里的贪官吧？所以爹才留下我们问愿不愿意听于丫头的建议。等老二回来啊，估计还会有钦差大人到这边查案，到时县太爷肯定会被抓，我们再去开店就不怕他了。哦，原来还是这样。哎，那不对啊，宋大哥那么聪明的人，他想不到这些。哎，他想到了，可能是真的喝多了吧，也可能是想提醒我们，不要着急，等宋理正回来再做打算。行了，睡吧啊！今晚在家里听的话，你可别往外说啊，包括你娘家人。哼，合着我在你眼里就是碎嘴婆子呗？爷爷没了，爷爷没了。哎，明远，好像是你家老二，他好像还在喊着什么。宋大伯，快跟我回去！宋爷爷，宋爷爷！我爷没了！你什么？你爷怎么了？你爷怎么了？他怎么会死？爹，我爷真的死了，他就在棺材里，是张二叔拉着他回来的。我们在村外面玩，看到一群人骑着马过来，走得近了，看到是张二叔，我们就跑过去。可是他看到我，他就哭了。他让我快些回家给你说，让建爷回家。这爹走了，我们可咋办呀？哎呦！要冷静，不能着急，这个家还要靠自己。宋大哥，是我对不起你们，我没有照顾好宋理正啊。好了，文杰啊，这和你没关系。当初去的时候，老爷子已经预料到了，他依然要去，这不怪你，我们也不怪你。宋爷爷，要不是我，你也不会这样，都是我的错，我就不该弄马蹄铁和马凳来，让你白白去了性命。宋爷爷，对不起。乖乖，原来设计出如此神物，挽救大秦子民免受战乱之祸的人就是她呀！听说是个女娃，没想到是个这么小的女娃。不过这女娃长得倒还挺标致。既然张家、宋家还有秦家的人都到齐了，那咱家就在这里宣读圣旨吧。宣读完，你们也好料理宋爵爷的后事。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商都安南县龙平镇平西村秦家有女秦瑜设计出马蹄铁和马凳，与朝廷与江山社稷有大功，但念及其年幼，又是女儿身，暂不封官位，等到了京城再做封赏。现赏赐永业田1000亩，黄金300两，白银3000两。钦此。秦宇有些懵，不是觉得封赏来得太快，而是觉得捣鼓了半天就赏了点田和银子，有点少。奉天承运，
宋理正千里送国之重器有功，封男爵，赏银1000两，金100两，永业田800亩。宋明远接的旨，他有些呆，有些傻。轮到张家了，这次依然如此。封男爵，赏银1000两，金100两，永业田800亩。不过封的是张文杰，接旨的则是张大爷。张大爷激动的，秦玉在旁边看了都怕他嘎过去。于丫头，咱家在京城等着你哦。秦玉有些莫名其妙。我没说过要进京啊，这公公什么情况？感觉认定了我会进京一样。传旨的公公走了，宋家、张家此刻不知该喜还是该哭。宋伯伯，还是先把宋爷爷接回来，办完丧事再说吧。小鱼说的对，明远呐，还是先把你爹接回去，先办丧事啊。乡亲们，今日我接我爹回家，还请各位父老乡亲帮我搭把手，帮我个忙。宋爵爷，你说怎么做，我们就跟着做就好。各位乡亲，大家还是按照以前的叫法叫我吧。爹娘，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叫什么叫？你娘我还活着呢！娘，老三家，你先喘口气儿再说，毛毛躁躁的。老三家得了皇上封赏了，赏了1000亩永业田，还有3000两银子，300两黄金呢，爹娘。老二，你刚说什么？我们家的？啊，是啊，你娘我刚说了，那要是我们家的就好了呀。哼，那就算我家的。走，跟我去老三家，让他给我们个说法。娘，你要干嘛？我可不去啊！那个扫把星他太邪门了，我不去。嘿，我怎么就生了你这个孬货？哎呀，真儿啊，你的腿现在恢复的怎么样了？哎呀，你看我这当娘的，之前娘不对，你看能不能原谅娘？娘也没想到老大和老二手下的那么重啊，当时我也是吓坏了，你别怪娘好不好啊？来，快过来叫三叔，跪下来替你们爹认错。要是你们三叔不原谅啊，你们就长跪不起。哎呀，真儿啊，是娘错了，娘对不起你，你原谅娘好不好？娘以后啊再也不会了，以后啊我只对你们一家好。娘，你起来吧，没有什么原谅不原谅的。既然你们都知道错了，那你们就回去吧。我会给小鱼说，以后不去找你们麻烦。当然，你们也要离小鱼远一点。娘，你们回去吧，我有点累了，要进屋休息了，就不让你们进屋来坐了，不然一会儿小鱼回来看到你们又该生气了。正儿啊，你看我养活你那么多年的份上，能不能让我到你们家里住啊？你也知道我们家里的老房子四处漏风，现在又是冬天，我是彻夜的冻得睡不着觉啊。于姐姐，我们刚刚看到秦家老太婆一家人朝你们家去了。娘，这2两银子你就拿回去，找人把房子漏风的地方给补一下。鱼儿，我只是觉得这秦老太婆家的房子破旧，这大冬天的就想让他们补一下房子，以后与他们再无瓜葛了。爹，你进去，这事儿交给我来处理怎么样？那鱼儿，那就你来处理吧。秦老太婆，你们这是贼心不死啊！哦，对了，我想起来了，你们这应该是知道皇上赏赐了我们1000亩永业田，还有3000两银子，还有黄金，是心动了吧？哎呦，让我想想啊，以你那抠搜又喜欢占便宜的性子，
你应该是来想博取我爹的同情，看在养我爹的份上，既往不咎。然后呢，慢慢的利用我爹的同情心住进我家，再然后霸占我家的财产吧。你放屁！我就是带着你二叔他们来诚恳给你爹道歉的，你不要在这里血口喷人！哎呀，成儿啊，从你出生，我一把屎一把尿的把你养大。哎呀，没错，娘之前是做错很多对不起你的事儿，是偏心，那也都是娘的错。现在秦宇也好好的，你的腿大夫不也说了能好吗？哎呀，娘错了，你就原谅娘好不好？好不好？哎呀，娘给你磕头了。你就磕吧，就算你把头磕破了，这个家，这个门儿，只要我还在，你就别想进去。秦老太婆，我猜你是只知道皇上赏赐的银子和地是给我们家的，你不知道赏赐是给谁的。我也不妨告诉你，那些赏赐全是给我的，和我爹没有半毛钱关系。唉，要是秦正愿意管就管吧，到时候带着娘还有弟弟另外找个地方居住。1000亩地，哼，确实不少，还有银子。哎呀，秦老太呀，我觉得我真是疯了，竟然跑回来跟你理论。你呢，就在这里哭着磕头吧啊，我走了。哎，小弟，照顾好咱爹，我去宋大伯家了。说完，他吹着口哨往村里走去。要是一个现代人在，一定能听出秦瑜吹的是童年。奶，秦瑜要是说的是真的，我们还跪吗？跪！就算是真的，我也不信他还能不听你三叔的话。哎呀，成儿啊，是娘对不起你，是娘错了，成儿啊！三叔，我爹他们做错了，我替我爹给你磕头认错了，你就原谅他们吧。爹，他们不是我亲爷奶，他们把我姐卖给了人贩子，还不知道我姐吃了多少苦才回来的。还有你，要不是我姐回来的及时，你就死了。如果我姐没有回来，你也没有活过来，那我和娘现在会是什么样子？你在的时候，他们就对我们一家不好；你不在了，大姐也不在了，我和我娘肯定也会被他们折磨死的。爹，虽然他们对你有养育之恩，但你的一条命，还有我姐的一条命，已经还给他们了，我们不欠他们的。唉，爹，你好好想想吧。我去看书了，你要是还想让他们进来，你叫我去给他们开门。秦正听了秦仲的话，也是震惊无比。他怎么会没想过，要是秦瑜没有回来救活自己，那么现在的秦仲和张秀如会是什么样子？只是他一直没有去正视这个问题，毕竟秦瑜回来了，他也还活着。仲儿啊，推我出去，我去见见他们。秦家大娘，秦家大伯，你们虽对我有养育之恩，但在那天你们把小鱼卖给人贩子，后来又把我打成重伤，现在2条腿还是残的。我想我再不欠你们的了，你们今后不要再来找我了，当然来了我也不会见你们，我们就当作从来不认识吧。说完，他就让秦仲把大门给关上了。小仲，把圣旨放在供台上放好，再去抱点木柴进来。下雪了，你姐做的这个壁炉可以用上了。爹，他们还在门外喊呢，说你不孝。不用理会，让他们说就好了。以后我们一家都不再理会他们。嘿嘿，好嘞，都听爹的。嘿嘿。秦瑜回到了宋家，怎么样？秦家人想干嘛？还能干嘛？看上了皇上给我们的赏赐了呗。于是他把回去在家门口发生的事儿简要的说给了张秀如听。那怎么办？娘，你放心，圣上说了，那些土地和银子黄金都是赏赐给我的，我不同意谁也拿不走。我爹要是真把他们接进了家，
我就带着你和弟弟另外找一个地方住，不再理他们。你爹肯定不会把他们放进去的，你这丫头可别瞎想。娘，你放心，我不会乱想的，我跟你开玩笑的。我们一家人一个也不能少，永远在一起。老爹呀，你可别犯糊涂啊，要不然我真的会大义灭亲，带着小仲和娘离开你的。哼！哎，这雪下得怪冷的，让你秀如嫂子和于丫头先吃饭，吃完了饭，你给秦叔带饭回去啊。张婶，小鱼，我刚去叫秦叔来吃饭，下雪路滑，他实在不方便，你们先去吃饭吧，吃完饭早点回去，带饭回去给秦叔。哎，俊浩哥，你去我家有没有看到秦老太婆他们？只有小仲和秦叔，他们在你做的壁炉里生了火，屋里可暖和了。娘和大姐回来了。院子里滑，你慢点跑，别摔跤了。你爷俩饿坏了吧？没有，我不饿。行了，还不饿，赶紧来吃饭吧。怎么样，宋大哥有没有说什么时候给宋理正下葬？说了，打算在家停灵3天就下葬了。老爷子身上有味儿，停久了怕人生病。这样做是对的，入土为安，老爷子也能安心了。只是到了夜里睡下后，秦家人以后不会再来了吧？我可告诉你啊，于丫头今天可给我说了，你要是还像以前一样愚孝的话，她就带着我和小仲还有皇上的赏赐离开这个家，让你跟秦家人一起过以前的苦日子。或许下午我拿银子给秦老太，小鱼看到不高兴了吧？我也没别的意思，就是觉得这冬天怪冷的，秦家那老房子四处漏风。哎呦，我们和你住了10几年的窑洞，他们都没有心疼一下2个孩子，让我们回老房子住。你现在好啊，还同情他们，他们怎么不同情我们？于丫头说的没错，你要是以后还这样，你就滚回去跟秦家人过，以后这个家你就别回来了。我才不会像于丫头那样，我们走，你们在这房子里逍遥快活，要离开也是你离开。哼！无论秦章怎么解释，张秀如都不听，就是睡。宋理正的头七刚过，县衙就来人了。哎呀，没有考虑过离开平西村，能不能把永业田都分到龙平镇或者平西村4周，离家近的地方？到了张家，张大爷，不，张爵爷，你们如今家中爵位在身，以后啊，除了见到皇帝、王爷、皇子外，不必跪拜任何官员。去秦于家的路上，这就是秦于烧掉的秦家宅子？是啊，这个事儿还是秦家有错在先，不怪秦玉那丫头。宋爵爷，不用紧张，我只是问问而已，没有怪罪的意思。废话，他爹后来给他来信可是说了，皇帝想要封秦于为郡主，朝廷百官竭力反对，又因为对方是个女娃，才暂时未做封赏，还让自己不要得罪对方，皇上看着呢。这个时间点去秦正山边的家里肯定没有人，他们就带着陈明轩来到了学堂。这里面他们是在读书？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过？张大人，这是我们这里的拼音，是孩子们学习认字的新方法，非常的好用，比之前孩子们死记硬背方便多了。好，真的？这个世界上还有比千字文更方便好用的？哈哈哈哈哈！大人呐，您要是不信的话，我可以带您去看看。我们这里学堂现在只有秦正1名先生，他分别教了好几个班。不过现在啊，这些拼音现在都是由高年级的孩子来教6岁左右1年级的孩子们学习。秦先生啊，他也轻松了许多。高年级1年级？对啊。哦，您进村没有看到我们墙上写着苦不能苦孩子，穷不能穷教育？宋爵爷，您还是给我讲讲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吧，我怎么有点看不懂啊。什么高年级和1年级，这有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还有你们那一句
苦不能苦了孩子，穷不能穷了教育。说的太好了，我回去一定要上书陛下，让大秦百姓都知道这句话，把孩子的教育抓起来。哎呀，那可太好了，娃娃们有了知识，这个国家就有了知识，这个国家就可以富强起来了。呵，宋爵爷，你说的太好了，太对了。不，这可不是我说的，这都是玉丫头说的，她说的多我没记住，我就记住啊，反正就是娃娃强，国家就强。还有你问的，1年级嘛，就是6岁左右的娃娃们到学堂开始学习拼音，认识些简单的字儿，再就是学一些简单的数学，1、2、3、4、5这些。然后7岁2年级，8岁的3年级，每个年级学的东西都不一样。玉丫头可说了，要是只是算账认字儿，上完6年级就可以了。最少也得上完4年级。哎呀，宋爵爷啊，你越说我越迷糊，您还是带我去学堂看看吧。进了学堂，宋爵爷，你们能在墙壁上写字？大人啊，那是黑板，用粉笔在墙上写字儿，教孩子们学习。等教会了，擦掉就可以了，很方便的。讲台上那个娃娃就是秦玉的弟弟秦仲，算是3年级的娃娃。现在他开始教1年级的认识拼音。陈明轩很想进去感受一下在黑板上写字的感觉，被宋明远拉到了2年级。1、6得6，2、6 12，3、6 18。这位小兄弟，这3乘以6为什么等于18呀？学生见过陈大人。秦先生客气了。这是小女弄出来的乘法口诀，陈大人你可以这样理解。陈大人，你请看，桌子上有3份铅粉笔，每一份都有3支。你看，我们用加法就是3加3加3等于9。现在我们用乘法，3乘3等于9，是不是方便多了？不用一个一个去加了。我们找到这个规律后，无论是多大的数字，我们都可以用乘法来解。秦先生大才，在下佩服。陈大人不必这么客气。其实只要掌握了这套乘法口诀，计算起来就简单多了。张文杰推着秦正的轮椅到了会客室。小仲啊，去厨房把你姐叫过来，让陈大人看笑话了，小子有些顽劣。我倒看小仲这孩子非常的聪慧，刚才我看他在1年级教那些孩子认识阿喔阿，教的挺好的呀。陈大人有所不知，他是被我罚去的，让他背书他就不好好背，这不就被我罚去教1年级的孩子们学习拼音，什么时候学会了，什么时候回3年级上课。那看来小仲这孩子的拼音一定学习的非常好了。没少被他姐打，能不好吗？爹，我给我娘烧火做饭呢，你叫我有啥事儿？小仲就说你叫我，说完就跑1年级去了。当时他就看愣住了，这乡野山村还有这么标致的女孩子。没错，陈明轩此刻的眼里就像是看到了仙女一样，他看傻了。我是不是该像电视剧里演的那样，是跪在地上给他磕个头，还是给他作揖呀？还是直接问大人 Hello 你好啊？他压根就没想到陈明轩看到自己会看傻。不必客气，进来坐坐吧。我想你就是发明马蹄铁和马镫的秦瑜吧？对呀，马蹄铁和马镫都是我发明的。你今天来给我们划分封地的？前几天一直有事，到了今天才有空过来处理这件事情。前天是在忙着调戏良家妇女，还是在想着怎么欺压百姓呢？秦小姐，你误会了，你说的人
应该是安南县前县令吧。实不相瞒，在下是金科状元，奉命前来彻查这边强抢民女全家被烧杀的案子的钦差。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们的是，县令和知府全部都已经下狱，已经秘密押去了京城。哦，原来是我误会你了呀，我还以为你跟他们一样，也不是什么好人呢。于丫头，当着大人的面不要乱说，小女不懂事，还请陈大人见谅。无妨，无妨。你现在来，那个是我们的永业田，现在可以给到我们的是吗？是的，我是来特意问你们想要哪里的封地啊？这不应该是皇上封哪儿算哪儿吗？我们还可以自己选。之前是这样的，可这次比较特殊，加上查抄安南县令和知府不少家底，还有牵扯了不少人，所以安南的土地腾出了很大一片，足够给你们3家分了。所以如果你们需要的话，我是可以按照你们要求分的。还有这么好的事啊？那这样吧，你就给我分一块有水源，最好是有个大水库的地方，然后阡陌土地都连成一块。要是水库旁边有座小山，那就更好了。这个地方有倒是有，不过连着山也不过才300多亩，不够1000亩。不过其他700亩也距离这里300亩不远，也就在龙平镇附近。那300亩就在你们村子西边，我来的时候路过，还去看了看。水库虽然不是很大，但是有个30多亩的样子，有座大山和一座小山。哦，陈大人说的是平西河坝和黑子山，还有小锅盖山吧？距离这里大概3里地。应该就是那里。那里之前一大片都是被前县令给霸占着，现在全收回来了。秦大小姐，你要是要的话，我现在就上书朝廷，把这一块划分给你了。要，那就这里。封地确认好，陈明轩就跟着宋明远回到了宋家。远瑶兄，你在这里这么久，已经把拼音和乘法口诀书带回京城了？3日前我书信回的京，我打算留下来在学堂里当个教书先生。这学堂里面学的东西啊，非常的有意思。如果把里面学的东西上禀陛下，在全国推行，我相信全国的读书人又会上升许多。明轩，你想的太简单了。即便这些知识能够普及大钱，百姓贫寒学子想要进学堂读书还是非常难的。就说纸张书本笔墨，又是哪一样百姓能够用得起的呢？平西村这些百姓的孩子能够进学堂读书，只不过是勤政伤残在身，临时教孩子们启蒙罢了。村里根本就请不起教书先生。这几天宋爵爷也请来了几位先生，来看了一眼就走了。还有这里的孩子，家家户户都有一块小黑板，用粉笔在上面练字，没有纸张，给先生的束修也不过是秦羽给出的主意。小孩子每7天拿5斤木柴，大孩子拿10斤木柴去学堂当束修。远瑶兄，你是因为这里没有教书先生才要留下来的吗？在京城我一直找不到自己的目标，入朝当官我没有那个性子，这些年也就为家中打理一下陛下赏赐的产业。直到这次我来了这平西村，我觉得我应该为天下学子做点什么事。我找秦羽聊过算术和拼音的事儿，他给我说了很多很多。我们现在学习和认知的，用他的话说就是学海里的冰山一角，所以我要留下来，把他所说的知识传播出去。好，远瑶，你既然要留下来传播教育，我就上书朝廷留下来治理安南县。我们兄弟俩一起为天下百姓做点实事，让他们早日摆脱贫困。乡试要连考3天。小鱼啊，你说你爹这身体刚刚才好，连考3天能受得住吗？娘，你就放心吧，爹啊一定可以高中解元的。我们就回去等着爹的好消息吧。等爹中的解元，明年再进京考个状元。娘，你就会成为状元夫人了。
你这丫头就会拿你娘开心。唉，我现在也不想你爹能中解元、状元什么的，只要我们一家人能够平平安安的就好了。敢问二位母女，你们可是秦政的夫人和秦政的女儿秦神医？啊，原来是李神医。还真是你们啊！李神医，你这是怎么了？连我们都不认得了？哎呀，不是不认识啊，你们这变化也太大了。老头子我要不是看到刚刚你们送秦政进考场，我都没敢认你们。老爷子，上次我都说你眼睛不好使吧，现在承认了吗？小鱼，不能对李神医无礼。小女就是这样，还请李神医莫怪。上次你救了我家相公一命，我们还没有好好上门报答呢。等我相公考完，我一定让他登门道谢，救命之恩。不，小老儿哪会怪秦神医？还有啊，你们也不用谢我。说起来我也惭愧呀，要不是你家女儿秦神医赶回来，老头子我……唉。老爷子，是你过谦了。其实我回来也看了，要不是你，我爹等不到我回来。我娘说的没错，之前是因为我爹腿脚不便，现在好了。等我爹考完试，我一定会让我爹上门道谢的。那好啊，老头子我就恭候大家了。今天把蒸煮的竹子不用再煮了，让得空的村民把竹子拿出来洗干净了捣碎。这会儿应该有非常多捣碎的竹泥了吧？小鱼，你回来的正好，你来看看我们捣的怎么样？好，就是这样。哎呀，今天之后擦屁股再也不用竹简了。 Yes， 快，把这筐还那筐都倒进我让你们建造的水池里啊！还有，把那个竹帘给我。张文杰按照他说的，把材料全都倒进了水池里，看着秦宇搅拌，又在里面添加了点东西。很快，张文杰就看着秦宇用竹帘在搅拌好的水池里一摇一晃，就有一张纸张出来了。于丫头，这是在造纸啊？是啊，就是造纸啊，你们没见过吗？以后村里孩子学习就有纸张写字了，以后再也不用为买纸而发愁了。你们都这样看着我干嘛？秦宇，我谢谢你啊！我们祖上数8代都没有一个会识字算数的。自从你弄出拼音和乘法口诀以后，我家的3个娃现在全都在学校读书，我们张家如今也有读书人了。现在你又做出纸张来，我……小鱼，谢谢你。小鱼呀，你是个好孩子。小鱼呀，就让我们拜谢你一下吧。你们要是还这样，我现在就将你们家的孩子赶出学堂，不让他们再去上学了。小鱼，我们听你的，不跪了。这就对了嘛，我们都是一个村的，你们呀都是我的长辈，我哪受得了你们的跪拜呀？你们都看到了吧，这就是造纸，以后咱们全村都有免费的纸张用了。当然，这纸还能够卖钱，之前你们帮忙就算是你们白帮忙了，今后也就是从今天起，咱们的造纸坊成立，无论是你们还是村里的其他人来这里做工，每天给你们每人20文的工钱，到了年底也能够给家里的人添几身衣裳。不用，小鱼，我们不要钱，只要能让我们的娃免费去学堂读书就行。我们也不求他们能考状元，等他们长大了，能去县城里别人开的店里当个账房先生就行。各位叔伯，你们放心，你们来这里做工，工钱照样给。而且呢，今后咱们村的孩子们去学堂读书全部免费，不用交束修。像话，我现在造纸都出来了，那点束修还不是手到擒来？本小姐全包了。哎，大家都不必多说了，这个造纸的每一道工序都非常辛苦，20文是你们应得的，特别是这个抄纸更是辛苦。就这么决定了，大家不必再说了。既然小鱼说了，
大伙儿都听他的吧。小鱼，你到一边歇着，这力气活我们干。刚看你做了那么多，我们早就想下手试试了。那行，你们先试试，不行我再教你们。记住了啊，不能太薄，太薄了纸张不能成型，也不能太厚，太厚了纸张比较硬。张二说，其实我之前也担心做不出来，现在看来是可行的。我们还可以多做一些水池，大量的收购秸秆和1年生的竹子。张文杰点了点头，同时他有些皱眉。张二说，我们把纸张做出来了，不是应该高兴吗？你怎么愁眉苦脸起来了？小鱼，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二叔，我们还有什么当讲不当讲的？你尽管说。我们现在要是把纸给造了出来，恐怕那些世家大族们不愿意看到啊。二叔，原来是这事儿啊。你放心，那些世家要是敢来挑事儿，我们也不用怕他们。你和宋大伯都有爵位在身，他们要想不声不响的来找茬，皇帝陛下知道了，怕是饶不了他们。所以他们来挑事儿，肯定会让陛下知道。当然，他们要是不声不响的来，我们就关门打狗，就当不知道他们是世家的人。年前我给你和宋大伯训练部曲的法子用上了吗？我们两家一共养了200名部曲，这几个月大哥都在按照你说的方法在山林里面训练他们。那就行，从今天起我们造纸作坊还有泡柱子的水池，除了村里前来干活的村民以及今后其他村子来做事的人之外，不许任何人靠近。我现在就去安排。下午陈明轩来平西村找刘远饶。这位兄台，你们平西村是发生什么事了吗？为何要登记才能进？这位老爷，这是我们刘爵爷吩咐的，今天起进平西村的人都必须登记，要是发现没有登记闯进平西村的人，一律打残了丢出来，概不负责。这位兄弟，村里是发生什么事了吗？部曲听他还打听，于是又4个部曲面露不善地围了过来。大胆，这可是陈知府，你们想做什么？你真的是陈明轩陈大人？大胆，陈大人的名讳也是你们能提的。退下。没错，我就是陈明轩，是来找你们学堂刘远尧先生的，还请麻烦通报一下。抱歉，陈大人，我们并不知道是你，还请见谅。陈大人，你是来找刘先生的吗？小周，你不在课堂上上课，怎么在外面玩呢？先生让我背的书我早就背过了，我说要上茅房，我就跑出来喽，读书一点意思都没有。哦，那你觉得什么有意思呢？我要横刀立马上阵杀敌。陈明轩听他这样说，顿时大笑了起来。哼，就知道你们大人不相信，就我大姐懂我。我相信你，我相信你，小仲将来啊，一定能当上大将军。骗子，哄小孩子还行。哦，我为何又成了骗子啊？你的笑出卖了你。我姐说了，要想知道一个人是不是在撒谎，看他的眼睛和面部的表情就知道。所以我看到你的笑非常的不真诚，虚伪。这些都是你大姐跟你说的？她还跟你说什么了？我告诉你，你不是来找刘先生的吗？他去了作坊，你要找的话就去找宋大伯或者张大伯，让他们带你去，要不然你到不了作坊。作坊？这平西村什么时候多了个作坊？还那么神秘。走，我们去宋爵爷家里。不知陈大人到来，有失远迎啊！两位爵爷客气了，我这不是要回京一趟吗？就过来问问刘远尧，有没有需要带的家书。这不一来，发现你们村子还给戒严了啊！哎呀，也就是登记一下，没那么严重。哎呀，陈大人，您也不是外人，我就直说了。大人啊，您也知道，我们村的学堂年后收了不少外村的孩子，那总不能天天的让他们用粉笔在小黑板上写字儿吧，也不方便。这不嘛，
这个秦丫头啊，就带着大伙搞了一个造纸的工坊，上午刚开始抄纸。宋爵爷，你刚说什么？你们造出了纸啊？是啊，大人。刘先生这会儿啊，正在工坊那边抱着纸乐不思蜀呢，还说要亲自抄纸，学堂都不回了。大人呐，您来的正好，刚好帮我们劝他回来。宋爵爷，你现在带我去看看。其实他还是有些不可置信的。要知道，天下造纸技术都被世家给牢牢握在手里，就是皇帝想要都要不到。要是平西村真的造出了纸来，陈明轩不敢想象这大秦帝国的未来将会是什么样子的。陈大人，您慢点儿，那造纸工坊就在那儿，又跑不了，您别着急呀。宋爵爷，你可知道你们造出纸来意味着什么吗？不就是会迎来世家的报复吗？没事，他们要是光明正大的来，我们就和他们光明正大的谈；要是他们玩阴的，那有多少人走着进来，就有多少人躺着出去。你们牛，希望你们到时候能抵得住世家的压力。没事儿，这不是有陈大人您吗？刚刚秦玉听说您来了，他就去写造纸术的秘方了，回头啊，您就上交给陛下。我相信，纵使世家想要闹腾，到那个时候也闹腾不起来。宋爵爷，你说的可当真？秦玉真的愿意把造纸术上交？哎呦，我的大人哦，是不是真的？一会儿到了，您问玉丫头就知道了。哦，大人，那里就是我们的造纸工坊了。啊，宋爵爷、张爵爷，你们这是在建城墙吗？嗨，这些村民知道今后要在这里做工，纸张卖了他们有工钱拿，听说会招来别人的觊觎，就把这作坊啊当成了他们自己家的。我们呢只是说建院墙，可是他们偏不同意，还说要是没有银子买砖块，他们就自己凑钱。这不，他们就把这院墙啊建了这么厚。百姓是淳朴的，他们做的没错。放心，只要陛下知道了这件事，我相信陛下一定会给你们建造作坊的银两的。刘兄，换我来试试。知府大人来抄纸？不对呀，刚刚好像是让他来劝刘远瑶回学堂的呀，怎么这会儿他也上来凑热闹了？你谁呀？一边玩去！我要给我家老爷子亲自做一刀纸送给他。刚说完，手就顿住了，他觉得有些不对劲儿。你怎么来了？是有人给你通风报信了？不是，我要回京了，来看看你有没有什么要带的东西，刚好就遇到了。哎，你让我来试试，我还没有自己造过纸呢。也罢，实在不行，我俩一起抄上一套。你不是刚好回京吗？带去给老爷子。哎呀，累死我了！你会吗？你就来抄。没抄过，不会。你教我。这天下寒门学子之福啊！秦宇，你准备卖多少钱一张？外面现在卖的麻纸是20文一张，宣纸更是高到了100文一张。陈大人，你觉得我们的纸张卖多少钱一张比较合适呢？天下多少读书人就是因为没钱买纸张，从而放弃学业，悔恨终生。所以我希望是越便宜越好，让寒门学子也能有书读，有纸用。陈大人果然是百姓的父母官。陈大人觉得3文钱一张如何？你刚说多少？我没听清楚，能再说一遍吗？陈大人，刘先生，你们听的没错，就是3文钱一张。当然，今后我们形成规模后还会更便宜。3文钱一张，3文钱一张，天下寒门学子有福了，大钱之幸啊！至于吗？不就是纸吗？我可还是要做软软的擦屁股的纸的。这要是让2人知道了，会不会被气死？
哎，算了，暂时先不要跟他们说了，等做出来再说。陈大人，刘先生，你们刚刚抄的纸，小的已经为你们压好了。你们是自己分章晾晒，还是我们帮你们分章晾晒啊？我们自己来晾晒。张大人和刘先生毅然抱着一沓他们自己做好的纸来到了秦玉家。陈大人，刘先生，你们的纸晾好了。我们替天下书生谢过秦姑娘了。哎，两位大可不必这么客气，我可是要用这纸张赚钱的。你们这么客气，以后赚钱我都不太好意思了。陈大人，你要回京，我就不留你了。这是造纸的秘方，你看一下，要是没有问题的话，我这里还有已经准备好了的朱漆。不用看了，秦姑娘，直接上朱漆封印吧。你真的不看？不看了，秦姑娘封印好了，交给在下就好。一晃又是3日，没错，3天相视，秦政考完了，他们要去接秦政。相公，你还好吗？没问题，都挺好的。走，咱们回家。相公，你进考场那天，我们碰到了救你的李神医。你看，现在你的腿也好了，我们是不是有空去道谢一下？哎呀，你不说我都差点忘了。今天就不去了，改日我沐浴更衣后再去拜访。安南城的知府现在是陈明轩吧？那小子不是快要回京了吗？怎么突然又用800里加急传信？奴才不知，送信的人就说是安南城急报，把竹筒给我就晕倒了。陛下你看要不要奴才把他弄醒问问？啊，不必了，让人抬他下去好好休息吧。安南应该不会有什么大事，可能是那小子太年轻，用错了方式。抽出里面的信摊开看了一眼，是陈明轩写的动用800里加急的原因，大概是说造纸术事关国家大事，为了能早点让皇帝知道，迫不得已才动用了800里加急。看到造纸术，他摊开一看，信纸的中间从左到右写了3个字：造纸术。好啊，好一个秦羽，真是名奇女。前有马蹄铁马镫，助我大前士兵击退匈奴，一雪前耻；再有黑板粉笔，让天下教书先生学子练字不再局于沙盘之上。现在又给朕送来了造纸术，我大前有此才女，是我大前之幸，百姓之福啊！有了这造纸术，我大前学子何以再为没有纸张写字发愁？哎呦，恭喜陛下，贺喜陛下！得此造纸术，大前一定会迎来久安盛世的。你个狗奴才，就你会说。不过你说的对，有了纸张，我大前男儿就会出现更多的读书人，会有更多的人为朕治理天下。陛下，信中可是有写造价几何，卖出几何呀？秦姑娘每张纸3文1张，等今后形成产业后会更加便宜。因800里加急，微臣并没有带新纸回京给陛下，还请陛下恕罪。不过微臣写信的这张纸就是我和刘尚书之子刘远尧制作出来的，请陛下过目。不错，不错，不错，真是不错啊。陛下，是纸张的价格不错吗？不错，不错，都不错。来，你看看这纸，3文钱1张，还是这么好的纸。我大前的学子都应该感谢秦羽，就是朕也要好好的感谢他。赵公公，你觉得这次朕再封上他为郡主，大臣还会反对吗？
陛下，老奴以为这事儿还是先不要大臣们知道的好。陈大人在信中也提到了，如果让世家知道，平西村呐，恐怕再无安宁啊。世家哪里是那么轻易拿捏的？朕虽然可以不把他们放在眼里，但一时想要拿捏住世家，还是很难做到的。要是让世家知道朕手中有造纸术的秘方，恐怕他们不但不会让朕成立造纸工坊，还会把朕的秘方要过去。理由朕都能为他们想好。这些人一定会说皇家不能与民争利，一群混账玩意。赵公公，你说的对，朕还真得好好的考虑考虑这件事怎么办。正在此时，启禀陛下，陈国公、秦国公等一众大臣在宫门外询问发生了何事，求见。起来吧，去告诉他们没事儿，让他们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回来，让陈国公、秦国公还有礼部尚书陈大人、户部尚书刘大人进来见朕。下去吧。哎，不必跪了，赶紧去通知他们吧。听说这个小太监是你收的干儿子。哎呦，一切都逃不过陛下的法眼。奴才只是觉得这孩子聪明懂事，所以呀，就带在了身边。可惜没把秦瑜那丫头给带回来。现在我对那丫头越来越好奇了。这丫头也不知怎么做到的，这纸会这么光滑白净。很快，陈国公和秦国公还有陈大人、刘大人就来到了皇帝的御书房。四位爱卿不必多礼。陛下，刚刚末将听说有800里加急，是边关又发生了什么吗？上次您没有让老臣我出征，这次无论如何也要让臣去。陈国公，现在天下太平，不要总想着打打杀杀的。我让你们来呢，不是边关急报，不过也是道难题。这是陈大人的儿子陈明轩给朕的密奏，你们看看吧，看完之后给朕拿个主意该怎么办。都看完了，怎么都不说话了？老陈，你说。陛下，您让老臣打仗还行，让我想办法，您这不是为难老臣吗？要让老臣说，陛下下令容老臣带上一队兵马，把平西村给封锁起来，谁都不让进出，那不就行了？陛下，臣认为陈国公说的对，我们可以给宋爵爷和张爵爷送些步驱过去，让这些步驱严加防守。秦国公的意思是从军队里抽调一批士兵，以宋家和张家部曲的身份守着造纸工坊。是的，陛下。刘尚书和陈尚书，你俩觉得呢？陛下，老臣以为此法可行，只是这些纸张一旦流向市场，恐怕世家那边会有动荡啊。造纸术功在社稷，这侵犯了世家的利益，他们肯定会找麻烦的。两位爱卿说的对呀，可这没有理由叫停民间造纸作坊。既然大家都没有好的办法，那就按照秦爱卿说的去办吧。我就不信世家真的能明抢。陛下，那小子恐怕已经启程回京。这个时候如果安南城，特别是安南县城，要是没有一心为民的好官坐镇，这怕是有些不妥呀。年后调派过去的安南县的知县好像是刘大人举荐的吧？你来说说他这个人人品如何？当初平西村没有工坊，他还可以胜任，如今有了工坊这个利器，他还能胜任吗？回陛下，老臣以为可以。说说看，你为何如此认为？郑永才，开元9年的探花，先是在老臣手下任职，后来被调派到新州城下面的一个县衙做知县。他在任期间，把其所在的县城治理得井井有条，百姓的生活也得到了非常大的改善，为民也比较清廉，
深受当地百姓爱戴。哦，这样吗？朕怎么不知道有此人存在？郑永才，出身寒门。好，那就传旨给他，好好给朕看好了造纸坊，把安南治理好了，朕重重有赏。要是出了差错，提他的人头来见我。传旨陈明轩不要回来了，直接升任其为安南城知府。刚去上任的知府即刻回京另做安排。张二叔、宋伯伯，这账不是你们这么算的。这铁锅和菜品虽然是我想出来的，可是我出的银两并没有你们两家多，怎么能让我占股最多？你们两个要是继续这样的话，我就不跟你们合伙了，你们两家自己去做。哎呀，那好吧，既然这样，那我们各退一步，我和文杰家各占3成半，还有3成是你的。哎，别说你投钱少，只要2成什么的，你要是这样还不同意，那这饭店我们就不开了。赶明儿我和文杰兄弟一起给你卖纸去。哎，好吧，那就这样吧。那小玉啊，咱们什么时候去挑选铺面啊？那就后日吧。后日我爹会试的成绩也该下来了，我们一起去城里看榜，然后再去找铺子。哦，对了，小玉啊，你家那1000亩土地都种什么？以前啊，没有那么多田地的时候发愁地太少了，可现在有了地又发愁地太多种不过来。是啊，我们家里也在为了这个犯愁，眼看着春播都快过去了，我们还有一大半没有种。宋伯伯、张二叔，你俩不会是全靠自己家和亲戚去种地的吧？对呀，要不然我们自己种，要种到什么时候啊？我们可以把地租给那些需要种地的百姓，问他们收取租金，也可以让他们成为你们的佃户，每年为你们种地，给他们分粮食收成的分成。当然也可以雇佣工人来为你们种地，你们按月给他们工钱。于丫头，你这么说我就懂了，可是我也没看见你分开的地开始播种啊。我也想，可是地主家没有余粮，没钱买种子，没办法种啊。今年就荒着呗。不过我种了100亩的水稻，其他的就等秋耕种冬小麦了。啊？哎，不妥，冬天种小麦，那麦子会冻死的。宋伯、张叔，你们放心吧，冬小麦呀是冻不死的。不信，到时候我种给你们看。要是种成功了，明年你们再跟着我一起种。玉丫头啊，你说你种稻子，可我也没看到你地里种稻子呀。还有春稻，种早了不容易成活，种晚了根本就没有产量。这些年啊，村里边种水稻的家里也是因为水田，不种水稻也没别的可种，都是奔着能收一口粮，总比荒着好的态度在种。这每年的收成去掉种子，也落不下来多少。宋大叔，其实不是水稻不高产，而是我们种的方法错了。我们这里春耕时气温还比较低，不适合把稻种直接播种到地里，就算播下了，发芽的也会极少，就算发芽的也会被冻死，最后能够存活下来的可能也不过1成，所以产量比较低。哦，是啊，玉丫头，你这么一说还真是那么回事儿。你说方法错了，那你是不是知道怎么种啊？宋伯伯、张二叔，这样我带你们去个地方，等到了我再给你们解释。秦瑜带着宋明远和张文杰很快就来到了窑洞门口。宋大伯、张二叔，到了。丫头啊，这不就是你们之前住的窑洞吗？这里边有你种水稻的办法。宋伯、张叔，二位请进。秦瑜翻开草帘，打开窑洞的门，就看到了里面绿油油、生长茂密的秧苗。这里都是秧苗？这里都是秧苗。再过3-4天，天气再暖和一点，就可以把它们移栽到秧苗田里，让它们在秧苗田里长得比膝盖还高，就可以再次拔掉，插到大块的水田里了。于丫头，
这样做，这些秧苗不会死吗？不会，外面的气温比较低，不适合水稻生长。可是我们又要种水稻，该怎么办呢？那就只能够创造一个适合水稻萌芽生长的地方。这不，我就把这个窑洞改造了一番。等这里的秧苗长大，外面的气温也就刚好适合。这里的秧苗生长，我们移栽出去，它们就能成活了。哎，那玉丫头，那你准备把这些秧苗移栽到哪里呀？我早就想好了，就栽到水库下面那几亩常年有水的田里。这里的秧苗，等到秧田里面长大，足够我栽上100多亩了。他们之前也是种过春水稻的，1亩田撒下去的种子可是这窑洞里的好几倍。即使如此，成活的收割的稻子也没有多少。现在秦玉告诉他们，就眼前这一点儿，秧苗就能栽上上百亩，他们又怎会相信？张二叔，之前每天中午都是我打开窑洞的门，让秧苗接收到外面的阳光。今天既然你们都看到了，那接下来你们就要给我派几名步曲守着了哦。这个不用秦瑜说，两人都知道这个窑洞的重要性。如果这个窑洞里的秧苗按照秦瑜的方法能栽种上百亩，到秋收如果粮产大增，那他们平西村那些常年是水的水田就再也不用慌着了。宋伯、张叔，我家的田到现在还没有翻，到时还需要你们帮我找些人翻耕一下。我爹那腿呀，肯定是做不了重活了。哎嘿嘿，于丫头，这个你放心，只要你这种水稻的方法能让水稻大丰收，我相信不用你开口，这村里的父老乡亲都会非常乐意过来帮忙的。更何况啊，如今我们有了造纸工坊，百姓们有了收入，他们都非常的感激你，只要你开口，肯定都会去帮忙的。宋叔，我也知道，我开口他们肯定会出来帮忙，但我要的不是他们因为感激而来帮我。我希望咱们村的村民都能够越过越好，不能够因为报答我而不顾自己家。咱们村的叔伯就让他们闲暇时到作坊里面做工，这样他们的收入会高一些，也好早一点脱贫。栽种秧苗、翻耕水田，就从外面找人来翻耕吧。啊？可是要让他们知道咱们种水稻的办法，那你说会不会有麻烦呢？宋大伯，只要我们秧苗下田，再安排人过来巡逻，不让人破坏就行。至于让他们知道方法，还有什么好介意的呢？等到秋收证实了我们是对的，我们不但不保密，还要在明年春耕之前把这个办法普及给全县，甚至是大前所有适合栽秧的州府县。秦瑜的话令两人赞赏无比，是他们狭隘了。这不，他和张文杰和宋明远刚好路过一位在地头休息的老伯伯。哎，老伯，您这个梨种几地省力吗？累不累？于丫头啊，这种地哪有不累的？你说省力？哎呀，这土啊，经过冬天的雨雪渗透，这地呀硬得很，根本就不好耕。老伯，我为你拉梨，你来扶着，我来试试看。于丫头，这可不行，你怎么能来拉梨呢？这里可是重得很呐。于丫头啊，这可使不得，要是让村里人看到我让你帮我拉梨，他们还不要骂死我呀。没事儿，我之前也没有试过，现在就是好奇试一试，要是拉不动我就不拉了。哎呀，张二叔、宋大伯，你们就让我试试吧。你们要是这样，我以后有好东西可就不带着你们玩了。嗨，好。哎，我说罗老哥呀，你把这梨放浅一点，那就让他试试吧。哎，好，我梨浅一点。大伯，您这样可不行，别听他们的，你就听我的。刚刚你们的梨有多深，就给我梨多深。哎，好，行吧，就听他的。于丫头，一会儿可别叫苦哦。放心吧，我说了，我就是试试，又不是真的耕地，拉不动我就不拉了，看把你们给急的。其实两人真的怕秦玉逞强不服输，
非要拉离走上一段不可。老伯，准备好了吗？我可是要拉了哦。哎，你拉吧，我已经扶好了。秦瑜说完就开始用力，结果那梨是纹丝不动。等他累得筋疲力尽，那梨才最多移动不到20厘米。不行不行，不离了不离了！哎呦，累死我了！哎，小玉啊，你没事吧？我没事。离的有多少？哎，非常厉害了。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都拉不动呢。秦宇有些不相信，他刚刚可是用出了洪荒之力。他爬起来回去看了看，果然梨只是往前移动了一点点。妈呀，太难了！哎呀，张叔、宋伯，今天不去看田了，我们现在回去。我就不信了。看到秦瑜气冲冲的从外面回来，张秀如有些懵，谁又欺负这丫头了？秀如嫂子，我们就不要这么客套了，像之前一样就行。你这样都生分了。宋大哥、张二弟，你们来了呀？是啊，跟着玉丫头来的。刚刚在地里头啊，她非要去拉梨，这不没拉动，就气鼓鼓的跑回来了。我们也就跟着来了。哎，她没事吧？没事儿。秀如啊，你泡茶，我要跟宋大哥、张二弟聊聊。只是还没过一盏茶的功夫，宋大伯、张二叔，你们还在呀？刚好，我就不信了，我拉不动梨。走，去你家打铁房，按照这个图纸打出来。等打出来，我一定能够拉动。小玉，你这不还是梨吗？就是这个圆变成了弯曲的，这样的梨还能用吗？把妈字去掉，你就按照我这个图去打，我保证一定能用，而且还会非常好用。我要抓紧时间做出来，不但要拿到罗老伯的地里，还要让罗老伯扶梨，还要拉梨，一雪前耻。哼！哎，二哥，你怎么来了？哎，这里边热，有什么事儿咱们外边说。不用，大家都停一下，配合我。咱们先把鱼丫头这个新东西给打出来。又是什么好东西啊？快给我们看看啊！就知道你们会这样。这就是鱼丫头新设计的梨，名叫曲圆梨。嘿，我还以为是啥呢，原来就一把梨啊！不就是把圆搞成弯曲的吗？二哥，这梨头都快杵到地上了，这能离地吗？不过这梨花倒还挺大的哈，翻起土来应该会比较深。只是这能拉得动吗？这得多少人来拉呀？行了，你们问题真多，都跟我过来。我们先去堂屋里喝茶，给我半个时辰，我们就能打好。不了，我要在这里看着你们打。宋大伯、爹，你们去找张爷爷聊天喝茶去吧。那行，我们去找老爷子。玉丫头啊，你还是跟我们一块儿出去吧。你一个女孩子家的，在这里边不合适。是啊，玉丫头，你还是出去吧。那行，我去找张爷爷聊天。玉丫头啊，来，快到张爷爷这里来。你看看这些猪崽，按照你说的给割了。没想到，他们还真是没死。每天呢吃了睡，睡了吃，真的不像那些没有割过的猪崽一样。张爷爷，你这是刚从猪圈那边过来吗？是啊，1个月前给这些猪崽阉割之后，我就每天都来看。我还以为会有猪崽扛不过去死掉呢，没想到这1个月过去了，他们能吃能睡，活蹦乱跳的，挺好。张爷爷，半个月前不是死了2只小母猪崽吗？你是不是忘记了？哎呀，那不算。开始2头母猪崽是从肚子上开口，里囊中不熟，后面这些那不是挺好的吗？走，丫头啊，跟我去看看。还有啊，我一直想不明白，这个猪阉割了为什么就不腥臊了呀？这猪啊，阉割后身体里面就会减少那种腥臊的产生。还有，你刚也说了，他们吃了睡，睡了吃，
不互相打架，他们都能够和平相处，这样他们更容易长肉养膘，所以他们的肉就不会那么腥了。哦，原来如此啊！哎，于丫头，你看，这2个猪圈是阉割过的，那个猪圈里的呀是没有阉割过的。哎，张叔啊，您这几个猪圈里的猪崽儿不是一起养的吧？哟，我说宋小子，你也看出来了？嘿，你说错了，这几个圈里的猪崽儿是同一个母猪下的，是不是觉得这阉割的长得比没有阉割的肥大呀？是啊，这没有阉割的明显比阉割过的瘦小许多呀。是啊，开始的时候啊并没有区别，反而阉割的比没阉割的长得慢。哎，自从半个月前，这阉割过的猪崽那是一天一个样，明显就长过了没有阉割的。还真是神奇啊！要是真的没了腥味儿，我们村的百姓明年又多了一项来钱的路子呀！哎呀，是啊是啊，这猪草满山都是，百姓们也不用担心喂不活。于丫头，于丫头，你出来看看，是不是这个样子？啊，这就做好了。哎，走，咱们一块儿出去看看。好，我们一起去看看于丫头设计出来的新农具。于丫头，可是这样吗？没错，就是这样子。二叔，你们辛苦了。走，我们现在就去张老伯那块地再试试。我就不相信我拉不动梨。哼！我说玉丫头啊，要不咱们还是算了吧。你一个女孩子拉不动，其实是正常的。你瞅瞅，张老伯的几个儿子齐上阵，这才把梨拉动。大伯二叔，那不一样。用我这个梨，我一定能够拉得动。你们不去，我自己去。我说张文杰，你就这样看着于丫头自己扛梨啊？于丫头要自己扛的，爹。哎呀，算了，于丫头，你要去就去吧。先说好了，拉不动可不能逞强。放心吧，二叔，拉不动我肯定不拉。嘿嘿，走，我老头子也跟你们一起去凑凑热闹。你们看着点老爷子，别让他摔到田里了。哎，你个臭小子，我才没你想的那么不中用呢。我老伯地里，哎，老大老三啊，你们2个歇歇，让老二老四来拉一波，咱爷儿5个争取明天把剩余的地给翻完。爹，我们今天能不能歇歇，明天再来？这几天实在是太累了，受不了了。爹，你看那边怎么那么多人啊？好像朝我们这边来了。啊，好像是。哎，你俩先等等，看看发生什么事儿了。张爵爷说，宋爵爷说，你们这一群人是干啥呀？你这娃子，说了叫张叔，又开始叫爵爷叔，你不觉得别扭吗？快滚上来，把这个梨扛到你们地里去。张爵爷说，你这扛的是梨，怎么和我们现在用的梨不一样啊？这是小鱼从你们这里回来设计出来的，我和你这几个助手刚打出来的新梨，还热乎着呢。来，给老子扛着。好嘞。你小子，你们还有多少亩地没有翻种啊？没有多少，也就还有2亩了。哦，你们4兄弟今年有没有偷懒啊？没有，这不是忙种完能到作坊里做工吗？我们哥4个都想着快点种完，去作坊赚钱，回头娶媳妇呢。老四也要娶媳妇了啊！不想娶媳妇的男儿不是好男子汉，我当然想娶媳妇了。哎，爵爷叔，你打铁房还要人不？我给你当学徒咋样？哎，还不错，够强壮。不过你这嘴皮子，给我打铁有点屈才了。回头咱们做饭的纸啊，往外面卖的时候，你不如去试一下卖纸，或者给我卖锅啊！我听爵爷说的，你说让我做啥我就做啥，你让我往东，我绝不往西。你这滑头，赶紧走得快些，到你们地里还要试试这梨好不好用。
这小子，爹，爵爷说他们是来我们地里的，说是要试一下新打出来的梨。罗老伯，来，还是你帮我扶着梨，我就不信我拉不动。今天我就让你们看看本小姐的力量。罗大哥，去吧，听着丫头的，就当是陪她闹着玩了。于丫头，要是拉不动啊，可不能勉强啊，别累着了。罗老伯，你就放心吧，拉不动我肯定不会拉。哎，那行，我们就开始吧。你瞅，还真动了。哎呀妈呀，还真动了！这于丫头怎么有那么大的力气啊？就是我们家2个娃娃也都没这么快呀。不对，这不是于丫头有多大的力气，原因应该是出在梨上。罗大哥，我来试试。老罗，有啥不敢？赶紧的，别磨叽，我就不喜欢你们这群人。赶紧的，我要试试，试完还要忙别的。罗大哥，文杰说的对，我们都是从小一块长大的，您这样就生分了。哎，您不服，我可是要来服啊！不，我来。这或许就是重生后的最大意义吧。或许这些对于我来说不值得一提的事儿，可对于大秦百姓来说，那就是天大的好事。至少取原梨可以让他们省时又省力，不再担心赶不上播种而担忧粮食产量。丫头，谢谢你。希望我拿出来的不晚吧？不晚，这可是神物啊！有了这个屈原梨，今后百姓们耕种那可是要省力不少啊。于丫头，这大田的百姓可都会感念你的好啊！啊！是啊，这下天下百姓有福了。年前让你弄出马蹄和马灯，听说改变了战局呢，让边境安定。年后的纸张直接让天下寒门的学子有纸可用。现在这取原梨直接改变了百姓农耕。于丫头啊，叔替天下的百姓谢谢你啊！哎呀，行了，你们要是再这样，以后有什么好东西都不再给你们了。哼！秦宇跑了，张文杰和宋明远哈哈大笑了起来，村民们也跟着笑了起来。痛快！今后就是没有牛，咱们家的几个娃子长大了，用上这梨也不怕了。谁说不是呢？我们家有一个男娃子，天天愁着种地没人帮忙。哎，现在好了，有了这些梨，这以后婆娘们也是可以拉得动了吗？刘远瑶看着眼前的一幕，他惊呆了。让我试试。哎，都在排队，凭什么要让你先试？啊，刘先生好，刘先生好。大伙儿，让我先一人试试可否？3位，我还有事，先走了。最终他在秦瑜家中找到了秦瑜。秦瑜得知其来意后也没拒绝，回到书房又画了几张取原梨的设计图。管家看到刘远瑶匆匆地跑回来，就在这里等着，没事不许任何人进来打扰我。给我备马，我要出去一趟。刘兄，你怎么来了？真兄，我来不及和你细说，你有没有比较信任的人？我有东西需要尽快传送回京，非常重要，关系天下百姓。我的2随从可以说打小跟我一起长大，也经历过生死，可以信任。好，那就让他们准备好，马上出发，把这个东西交给我父亲，非常重要。秦正是谁啊？之前好像都没听说过这人名字，这人到底谁啊？竟然乡试第一，高中解元，真是厉害啊！相公真的考了第1名，中了解元。宋明远几人也是非常高兴的，听的还是听的，他们只相信自己的眼睛。等他们挤进去，看到第1名真的是秦正时，嘿嘿，真的中了啊！真的中了！哈哈哈哈哈哈！秦大哥，不行，今天你必须请我们喝酒。好，今天我们不醉不归。几人走到一个洋行前，停下了脚步。宋大伯、张大叔、张二叔，这里有个洋行，要不我们进去问问，看看有没有合适的铺子出租？也行，要咱们自己找啊，也不知道找到什么时候。
问问牙行也好。几位老爷，你们是要买丫鬟还是要买家丁护卫啊？我们不是来买丫鬟和家丁的，你们掌柜在不在？我们是来租商铺做酒楼，我想和你们掌柜谈谈。哦，听他的，你们这里要是有商铺，就叫你们掌柜出来一下，我们和他谈。哎，几位爷，你们稍等，我这就去叫我们掌柜的下来。嘿，几位爷，你们这边请，我们掌柜的很快就会下来。嘿，几位爷，你们请坐，我给你们泡茶。客人在哪儿呢？老爷，客人在这儿呢。其余听到掌柜的声音，皱了皱眉，总感觉在哪里听过，有些熟悉。是你？恩公，没想到我们这么快就见面了。当初的救命之恩我都没有来得及报，你就走了。今日在这里遇到，请受我一拜。哎，李家主，您可别，当初我不是抢走了你一匹马吗？就算我们扯平了。哎，救命之恩哪能是一匹马能扯平的？还有你临走时的金玉良言，我是越想越觉得姑娘说的对，当初是我鲁莽了。李家主能够听得进去就好，这家牙行也是你家产业。哎，以前我们在这边经营不下去，关门了。自从去年这里换了县令，我们就又回来把牙行开了起来。这段时间在家里也是闲着没事儿，就出来走走，来这里看看。没想到让李某在这里遇到了恩公，真的是李某之幸啊。李家主，你要是还这样一直叫我恩公，我这可就要走了哦。好，我不叫姑娘恩公，可我也不知道怎么称呼姑娘啊。我姓秦，单名一个鱼，你可以叫我秦鱼，也可以叫我鱼姑娘。这位是我宋大伯，这位是我张大叔、张二叔，我素兰姑，还有这位我爹。这个是我娘，这个是我弟。你是秦正？莫非就是高中谢园的秦正？若是平西村的秦正，那就是在下了。没想到全县城都在传的秦谢园就在李某眼前啊！哎呀，李某是有眼不识泰山，失敬啊！确实不识泰山，刚刚可是介绍了2个爵爷给他认识，他可没这么激动。罢了，反正今后也可能不会再有交集了。李掌柜，你赶紧去酒楼订上一桌好的酒菜。今天中午我要好好招待一下秦谢元，还有我的救命恩人。等等，感谢李家主盛情邀约，不过今日可能不行。我们租好了商铺，还要去拜见感谢我的救命恩人，所以李家主的好意我心领了。改日我请李家主。那行，那就改日还是我来做东。谢元爷，不知你们要什么样的商铺，用来卖什么的，我也好给你们推荐。这个还有劳李家主和我家小女详谈。我要开酒楼，要在最繁华的路段。另外还有2间铺子，一间经营龙具、铁具，一间经营售卖纸张书籍。玉姑娘，你们能弄到纸张和书籍？纸张算什么呀？书籍又算什么？自从造纸作坊造出了纸后，百姓们日夜不停，一间大仓库都快堆满了白色的竹纸，再不往外卖都没地方放了。玉姑娘，纸张生意可否带李某做一做呀？我们李家的生意不光在商都大小府县有站点，其他州府县也有站点，遍布小半个大钱，走起货来非常方便。只要于姑娘带我做纸张生意，安南县最繁华路段的酒楼我送你一栋，杂货铁具铺我直接免收租金。这书铺纸铺你都带我做纸张生意了，自然也是免费送你。似乎也不亏，这个买卖能做。反正也要找人合作，不然那么多纸难道靠我去卖吗？好，李家主卖纸不是不可以，但是我需要知道李家主的背景。李家主也知道纸张都掌握在贵族世家手里，要是李家主跟我合作了，背后再跟世家合作捅我一刀，那我可承受不起。于姑娘担心的是，不过于姑娘也可以放心，
我们和世家没有关系。我们李家虽然从商，但也一直做的是小买卖，比如上一次你看到的帮人押运货物，还有现在的房屋租售以及家丁仆人买卖啊。不过你可以放心啊，就是家丁仆人那也都是来历清白的人家，并非拐卖。至于官家，我们也没有后台，要是有后台，这间店铺也不会关那么久了。我这样说，于姑娘可懂得我的意思？李家主，虽然你这样说了，但我还是要去调查的。如果真如你所说，我想我们是可以合作的。不过你放心，跟我合作肯定不会让你吃亏。至于货源，暂时就不告诉你了，今后合作你自然会知道。既然李家主愿意送我们店铺，那小女子就笑纳了。宋大伯、张大叔、张二叔、苏兰姑，你们就按我之前跟你们说的，跟李家主去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商铺。我和我爹去拜访一下李大夫。去吧，放心，这里交给我们。和善堂医馆。李神医啊，你可要想想办法救救我们家夫人呐！别跪着了，赶紧起来，我们师父已经去你们陈家了。哎呦，李神医，你可算是来了！我家老头子走得早，儿子去年又病重离世了。李神医呀，你可得救救我家儿媳妇儿啊！她肚子里可是我陈家唯一的香火呀！老夫给你跪下了！陈老夫人，你别这样，先带我去看看你家儿媳。住手！你们在做什么？你们想要一尸三命吗？放下手中的擀面杖！哪来的老头啊？你难道不知道这里面是陈家少奶奶的生孩子吗？赶紧滚！要不陈家怪罪下来，有你好果子吃。来，你用擀面杖从这边，对，就是从这边推赶一下，我们试试行不行？我是谁？你们眼瞎吗？看看我是谁！我是和善堂坐堂的李大夫，你们都给我滚出去！谁让你们这么做的？李神医，我们也不知道是你呀，你别生气。给我滚！现在不要让我见到你们，立刻消失在我面前，要不然别怪我不客气。疯子，疯子，李老头，你就是个疯子！再不滚，我打死你们！孩子，别怕，爷爷在，你一定会没事的，坚持住。爷爷，不用管我，抱孩子。这孩子是少宗最后的骨血，一定要保住他们。实在不行，就把我的肚子剖开，把孩子拿出来。孩子，你别急，一定会母子平安的。老夫人，你听我说，第一，现在派人去把城南头把张婆子请来，他家门前有棵老柳树。第二，还有派人到城里去寻找平西村的秦正，也就是今年的谢元，找到他，看他女儿秦玉来了没有，来了带到这里来。第三，派人去我医馆，让我徒弟快马去平西村找秦玉。和善堂医馆。哎，小孩，你跟你师父学医多久了？会给人看病了吗？秦神医，您就别开我玩笑了，我前年才拜师父为师，现在也就是认认药材，还不到给病人看病的时候。小孩，加油，总有一天你会超越你师父的，姐看好你哦。哎，你对我翻白眼干嘛？怎么了？姐说的不对吗？来，叫声姐，叫声姐我听听。说不好姐高兴了还会亲自指导你一番。当初你师父可是想拜我为师的哦，你要不要叫？士可杀，不可辱，死也不能叫。姐，你嘟囔啥呢？大声点。谁是李神医的徒弟？我师父出什么事儿了？李神医没事儿，你是他徒弟吗？秦瑜是吧？来，喝。
喝点水，缓一缓，慢点说。李神医让你来找我的？是的，李神医让我来医馆通知他徒弟，抓紧时间去平西村，把秦瑜请来陈家。我就是秦瑜，发生什么事了？不就是个小姑娘吗？有话就快说，她就是我师父邀请的秦姑娘。快说，发生什么事了？求秦姑娘救救我家少奶奶，她双胎胎位不正，难产。爹娘，李神医需要我帮忙，你们在这等我啊。娘，这是相公唯一的血脉了，抛开我的肚子，取出孩子，我快受不了了。娘，我求你了，再这样下去，孩子也会没的。娘，除了产婆还有李神医留下，其他人都出去。哪来的女娃，跑进来大呼小叫的？秦神医，你来的正好，快来看看有没有办法。孩子的爹去年已经没了，这姑娘也是可怜，想办法救一救。我出来之前不希望看到还有这么多人在屋里。他就是我要找的人，放心吧，他来了，你儿媳和孙子都不会有事的。你们出去等吧。老夫人，那女娃行吗？真的能救少奶奶？哎呀，都别说话，等着吧。产妇现在什么情况？双胎，胎位不正，按照推算还有20天才是生产日，羊水已经破了。准备好热水，还有干净的棉布。你是我见过最坚强的母亲，你真的很棒。放心吧，孩子没事，你也会没事的。真的吗？我和孩子都会没事的吗？相信我，一个都不会少，都会好好的活着的。我相信你。那你要加油，要坚强。我们一起把2个宝宝生下来，好不好？产妇又嗯了一声，然后产妇就睡着了。交代外面生，不管发生的什么事，都不许任何人进来。还有你们2个准备帮我，情况紧急，产妇被我迷晕了，有一个胎儿在产妇的肚子里，心跳非常虚弱。我们现在要抛开她的肚子，取出胎儿。如果你不敢，请出去，不要打扰我。你们都准备好了吗？没问题。那行，你们2个先洗把手，洗干净，然后用这个再擦一遍手。我现在开始，一会儿无论看到什么不要惊叫。产婆，你就负责接孩子。第一个他看了一眼，没什么大碍，剪掉脐带就交给了产婆。到了产婆手里，婴儿才传出一声响亮的哭声。生了！你们听到静怡的叫喊声了吗？我怎么没有听到她的声音啊？他正在对第2个小家伙进行人工呼吸。秦神医，放弃吧，这个孩子已经没有呼吸脉搏了。秦神医，放弃吧，这就是这孩子的命，这3个活1个已经很好了。在他不断努力下，终于手中的婴儿哇的一声哭了出来。让他用力哭一哭，把嘴里的东西吐出来。秦瑜则是快速拿起针线给产妇消毒缝合。陈少奶奶，我就说了，孩子很棒，你也很棒。现在1儿1女龙凤呈祥，他们都在等着你这个娘亲醒来，给他们喂奶喝。你要加油哦。产妇2行清泪从眼角滑落。可以了，给陈夫人报喜吧。不过这2个孩子都是早产，在门口让他们看一眼就抱回来，暂时先不要让他们进来。少奶奶她没事，我都说了，她只是睡着了，最多再过半个时辰就能够醒来。哦，对了，陈少奶奶暂时应该没有奶水，让陈老夫人准备牛奶或者是羊奶喂孩子。刚我问过了，他们呀已经找好了奶娘。也行，去吧。恭喜夫人，贺喜夫人，少奶奶呀生了1对龙凤胎。少奶奶呢？少奶奶怎么了？
我怎么没有听到他的声音？他是不是已经……我可怜的静怡呀！陈老夫人放心，秦小神医呀，医术高明。少奶奶这会儿睡着了，等会儿就会醒。等少奶奶醒了呀，你们就可以进去看她了。李老，你还是先出去吧，这里有我就行了。今天的所见所闻，要好好消化一下。等产妇醒来，要进去号脉，看情况。这可是平生所见第一次，这可是难得的病例脉案。李神医，静怡丫头怎么样了？哈，没事儿，我刚出来前给她号过脉，应该很快就可以醒来，一切都挺好的，陈老夫人可以放心。秦瑜在这里忙着帮产妇接生，秦正和张秀如在医馆焦急地等待着，可还有更着急的人期待着秦正他们回家。几位官爷，我知道你们是来报喜的，你报喜也没用，我们也知道你是去秦老爷家的。秦老爷早上就进了城，别说你们来了，就是你们县太爷来了，到这儿也得停下来，没得到主人家同意，谁也进不去。你们来的也不巧，能接待你们能让你们进去的人今天都不在，你也别为难我们，我们也不为难你们。我们秦老爷能考上解元，我们早就知道，你就把捷报交给我们，就可以回去了。还有，你们要是硬闯，我们把你们打残扔出去也不好。你们应该知道，这村里有2位皇帝陛下亲封的爵爷，你说你们闯进去，谁知道你们想干啥？头儿，怎么办？他们说的不会是真的吧？我刚看了四周，所有通往村里的路都有人把守。啊？那咋办？就把喜报交给他们？给他们吧。我们先回县城，弄清楚再说。万一里面真有2个爵爷，我们闯进去被弄死了，那也是白死。那行，那我就交给他们了。嘿嘿，几位小哥，刚刚多有得罪，还请见谅。这是秦解元的喜报和官府的证明文书，你可给收好了，帮忙转交给秦解元。等下，接着，秦老爷早上离开村子交代过了，要是有差役来报喜，就交给你们。兄弟们辛苦，当请兄弟们喝茶。嘿嘿，谢了兄弟。快回村报信儿，让大家高兴高兴，热闹热闹。秦老爷高中解元了，咱们村要出状元爷爷喽！这不，窝在秦家老宅的秦家一家人又想作妖了。你说什么？秦正那个不孝子考中了解元？是的，奶奶，现在全村人都知道了，他们敲锣打鼓的聚到村口迎接三叔回来。不，他不是你三叔，你没有这样的三叔。不行，不能让他考中解元，我要到衙门告他们去。抽，怎么抽死你！现在都什么时候还在这抽？我说老婆子，咱们就消停些行不行？不要去再招惹老三他们一家了。我算是看明白了，现在老三一家不同往日了，你想像以前一样去拿捏他，不可能了。咱们啊，就好好的把老大找回来。这些孙子也都长大了，好好种地，过好我们的日子就行了，还去招惹他们做什么？哎呀，你个老不死的，现在也要来气我是不是？我是为了谁？还不是为了咱们这个家。今年他能考上解元，明年要是考上状元，那件事的真相让他知道了，他还会放过我们？为了不让他知道，我们不能让他继续考下去。你跟我现在去县衙告状。当初就不该听你，好好让这孩子去学习，不好吗？现在弄成这样子，就算你不让他学习了，你对他好点也好啊。哼，可你偏偏不听。哟呵，姓秦的，现在你当起好人了。当初谁说的家里缺劳力，自己干活累，让老三帮家里多干些活？我说归说，可也没让你直接把他叫回来专个活啊。行了，我不想跟你在这掰扯，
我就问你去不去？行，我去还不行吗？可是我们怎么去啊？路上都是向着老三的人，山上也有宋家和张家的部曲把守，我们出不去啊。怎么，我们去镇上，他们还能管得着吗？老爷，秦家二老鬼鬼祟祟的出村了，你看我们要不要跟上去看看他们做什么？出村了？是往哪个方向走了？是去县城吗？不是，看样子是去镇上。不是去县城，也不是去作坊，还有窑洞，那就随他们吧。这会儿村民都到了外面，让人盯着点，别出了乱子，特别是作坊和窑洞都不能少了人。是，老爷，这两个地方明里暗里都有人盯着，没事。那就好，下去吧。县城陈家，你醒了？哎，别动，你刚做完手术，不能动。我还活着。你当然还活着，要不然你怎么会见到我？那我的孩子呢？一儿一女，龙凤胎，很健康，很可爱。哪里可爱了？又小又丑，还皱巴巴，一点都不好看，都把我丑哭了。少聪，你看到了吗？这是我们的女儿和儿子。你在天有灵，一定要保佑他们健健康康的。少奶奶，现在你刚生完孩子，不宜伤心，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将来你还有这两个孩子，你就是这两个孩子的依靠，你要坚强起来。你说的对，我应该坚强，我以后就是他们的依靠了。我不能哭。姑娘，是你割开我的肚子，把孩子取出来的？没错，就是我。不过我管这个叫剖腹产，不是你说的把你肚子割开，把孩子取出来。我看姑娘应该还没有及笄吧？少奶奶，我已经及笄了，下个月就16了。16岁，16岁，16岁啊，多好的年华！孩子饿了，奶娘呢？你们两个是奶娘？是的，是的，他们两个就是我们找来的奶娘。好，你们两个进来。陈老夫人也进来吧。李老也进来，刚好陈少奶奶醒了，你也好进去看看，开一些调理身体的药。李老听秦羽也让自己进去，顿时欣喜的就要感谢。李老不用如此。你们说少奶奶真的醒了吗？她不会是骗老夫人的吧？是啊，产婆刚都说了，是把肚子划开，把小少爷和小姐取出来的。这人肚子都划开了，还能活？我咋就这么不相信呢？陈老夫人，陈少奶奶现在还不能下地，最少要到晚上。要是想下地的话，可以下来走走。还有就是这间房子，孩子满月之前，除了奶娘和你之外，伺候的丫鬟外，就不要让其他人进来了。李老，我知道你想要问什么，今天这个事儿一时半会儿我也给你讲不清楚。给女人接生还是不适合男大夫，这样你回去找一些医女，找到后可以集合到这里，我给你们一起讲，你觉得怎么样？秦神医，你说的有道理，我现在就回去准备，这里就有劳秦神医了。李老，如果你下次还这么叫我的话，我可是不会再理你了哦。好的，好的，就听秦姑娘的。那行，你先回去吧，我爹娘还在医馆等你，你帮我给他们带个话，今晚我就不回去了，让他们不用等我。丫头啊，你辛苦了，你就是我们陈家的大恩人，以后我就当你是我亲闺女，咱们娘俩呀相依为命。假惺惺的，要不是给你生了个龙凤胎，还差点死了，你会这么好吗？娘，你这说的啥话呀？要是17年前，
不是你们在路上救了我，把我带回来给我饭吃，我17年前就应该死了。呸呸呸！你刚生完孩子，不能说这么不吉利的话，赶紧的！呸呸呸！原来是我狭隘了，这老妇人还真把这少奶奶当闺女儿养了啊！不对，应该是童养媳。秦瑜听着两人聊着天，陈少奶奶聊着聊着就睡着了，秦瑜听着听着也趴在桌子上睡着了。醒来的时候，身上还盖着一个厚厚的毛毯。少奶奶，你感觉怎么样？现在什么时辰呢？现在5时2刻，再等2刻就到了吃饭时间了。原来睡了那么久，1个时辰，难怪会觉得有些冷。不好意思啊，秦姑娘，我娘其实是想让你睡到里间床上的，可是怕吵醒你，就只给你盖了个毛毯。没事儿，今天天气挺暖和的，我这就是睡得有点久，感觉有点凉，一会儿就好了。比我想象的要好，不过也不能大意，你还是要有所准备。如果今天晚上不发烧的话，就没事了。秦瑜和陈少奶奶聊着天，没聊2句，外面就有人喊给少奶奶送饭菜过来了。老夫人请秦神医到前堂用膳，去跟老夫人说一声，帮我随便弄点吃的就行。我要在这里看着少奶奶，今天走不开。好的，秦神医。这2个小家伙还真乖，比他们爹小的时候乖多了。你们是不知道啊，他爹刚出生那会儿就特能闹腾人，当时家里啊还没这光景，可没把我和他爹给闹腾死。娘，都过去了，相信未来会越来越好的。等这2个小家伙长大，一定能带领我们陈家成为一流家族。我也不想着他们能带着陈家成为什么家族，只要他们2个能平安健康的长大，我100年之后去到下面，见到陈家的列祖列宗，也能给他们有个好交代了。娘，娘没事儿，就是想起了往事啊，有些伤感。闺女儿啊，好好休息，要吃什么给娘说，娘给你做啊。春困秋乏夏打盹儿，他这一睡就睡到了下午3点多，还是有捕快来找他，把他叫醒的。你就是秦瑜？是的，我就是秦瑜。既然你承认了，那就跟我们回一趟县衙，我们县太爷有事问你。我可以问一下发生了什么事吗？为什么县太爷找我？有2个老人来县衙告状，你烧了他们的房子，还打断了他们家儿子的腿。好，我跟你们回去，不过要等我一下。陈少奶奶上午刚生产完，我需要交代一下。可以，只给你1刻钟的时间。秦姑娘，这是什么情况啊？那捕快为什么会说你烧了别人的房子？你会不会有事儿？需不需要老夫帮忙？是啊，秦神医，要是需要老夫帮忙的话，你尽管开口。这事啊，说来话长，我就先不说了。2位的心意我领了，要是需要帮忙，我一定会开口的。还请2位放心，我不会有事的。我爹和我娘他们是回平西村的吗？吃完午饭，他们就被前来接你们的张老大接走了。李老，陈夫人，我最迟晚饭前才能回来。这段时间，如果少奶奶发烧，就给她吃这个药；如果烧还是不退的话，就去县衙找我。可以了，前面带路。小女秦瑜叩见大人。你就是秦瑜？堂下跪的2人，你可认识？认识，是我们村里秦老毒妇和秦老头。本官可听堂下的2位人说，他们是你的爷爷奶奶，你怎么会称呼对方是毒妇、老头？回大人，小女之前的确是他们的孙女，但是去年10月份之后，秦毒妇为了50文钱把我卖给了人贩子，我就不再是他们的孙女了。他们笃定秦瑜不敢把自己被卖的事情说出来，这事关一个女人的名节。他们没想到秦瑜根本就毫无顾忌。难怪小姑娘叫她毒妇，
你说说，为了50文就卖了自己的亲孙女，说她是毒妇呀，可都是轻了的。50文，还没我家一只大公鸡值钱呢。被骂毒妇一点都不冤，天下怎么还有这样恶毒的妇人呢？就是，这种人畜生都不如。县太爷，这毒妇就是畜生啊！赶紧下大牢活剐了吧！活剐了，擒猪笼！威武！秦家二老，秦说的是真的？我是做过错事卖过他，可他现在还好好的，而我可怜的儿现在还在四处漏风的房子里动弹不得，还有我家的房子也被他一把火烧得不剩，这些都是事实啊。他家就是刚刚高中的秦解元家，过年是大鱼大肉，住新房子，我们一家孤老病残，住在破旧的房子里，吃着残羹烂菜。秦解元是我家三儿，他这就是不孝啊，大人。哎呀，这秦县元做的也太不地道了，就算他是卖过自己的闺女，但他也是他的父母啊，怎么可以这样啊？就是百善孝为先，秦解元连这孝敬都做不到，将来就算是中了状元，也一定是个贪官。哼，不能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喂猪。要我说，这朝廷啊，就该取消不孝敬老人的读书人考取功名。考上解元又怎么样？我就不信百姓朝廷知道你不孝，还能让你继续考试。哼！啪啪就是2个大耳光子。快把他拉开！哎呀，我不活了！我被自己的孙女儿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打脸，我还有什么脸面活着？齐老毒妇，我有没有跟你说过不要再来招惹我？既然你不听，你想死不想活了是吧？好得很，你现在就死给我看，你去死啊！齐瑜，你好大的胆子，当着本官的面竟然敢行凶！来人呐，拖下去，先打20大板！你个狗官，你不分青红皂白，凭什么打我？我从来没遇到你这样的泼妇。再上几个人，请藐视公堂，藐视本官，拖出去，给我重重的打50大板！敢骂青天大老爷，看你这次还不死！哼！狗官，你确定要动手是吗？你确定要袒护这个秦毒妇是吗？这平西村的百姓谁不知道他先卖的我，后又把我父亲双腿打断，差点就死了。我九死一生从人贩子手中逃回来，我烧套房子怎么了？我还不能出气了是吗？狗官，你既不调查为什么我打断他儿子的腿，你就开始袒护他，你这是做的哪门子的官？说着，他3拳2脚就把围上来的衙役给踢倒在地，痛苦哀嚎。秦羽也不找秦老太麻烦了，大钱就是有了你这样的狗官，百姓才吃不饱穿不暖。刚刚有人说的对，当官不能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喂猪。全都给我上，给我拿下他，重打100大板！狗官，我希望你不要后悔今天的决定。郑大人，咱们不是有兄弟已经去平西村找秦正来县衙了吗？要不咱们等他来了询问清楚，那现在也让咱们的兄弟骑着快马去平西村核实这事情始末，问清楚喽再打也不迟啊。刚要说本大人审案有你什么事儿？大人，早上我们去送喜报，听把守村子路口的人说，那村子里头有2位爵爷。您看，这个姑娘要是跟那2位爵爷有关，那我们现在打了，2位爵爷要是怪罪下来，有空了去平西村走走。又联想到刘远瑶京城不待，跑到了平西村这个穷乡僻壤教书。他这一想，就像打通了任督二脉一样，直觉告诉他，平西村有大秘密。你怎么不早说？住手！可是还是喊晚了，其余被结结实实的受了一板子。先把他压到一边，来人，去平西村，好好查查这件事的前因后果。狗官，你不是要打我吗？
怎么不打了？又派人去平西村干啥？哼，狗官，我记住你了。哼，这是你们自找的。要是你们乖乖的待在平西村，或许你们还能够多过几天好日子。官差一到平西村，自己一家就完了。此刻他吓得瘫坐在地上，哪里还有之前的嚣张气焰？平西村，文健，停车，我们下去。感谢各位父老乡亲们的支持与帮助，我才能无后顾之忧的去考取功名。今后啊，还要仰仗诸位父老多多照应一下我们家。我在这里先感谢大家了。秦正，你这是做什么？咱们村里的百姓现在过得有奔头，全都是在倚仗你和玉丫头。你这样做不是打大家的脸吗？就是，秦大哥，你这是把我们当外人啊！秦老弟，等你进京赶考，我让我家的大郎送你去，你家里我们都会给你照看着，你放心，保准没人敢欺负他们母子。他们刚进村才半个时辰，衙役的官差就到了。秦县员，走，我跟你去县衙，我要去看看郑有才怎么审这个案子。什么情况？眼前这个人是谁？怎么敢直呼县太爷的名讳？对，我们都跟你去。我就不信了，那县令还敢偏袒秦老头一家。秦大哥，你就安心去吧，晚上我去跟秀茹嫂子睡，给她作伴。好，这样我就放心了，那就有劳了。等他们走后，消息传开，村里的人对秦家老小更加厌恶了起来，有些人更是朝他们家泼了大粪。谁他妈这么缺德的，把大粪泼在我家院子里？县城县衙后院，你说你给一个小丫头置什么气呀？问清楚缘由不就好了？之前可不见你这样。哎，秀娘啊，也不是我气，你说他当着我的面去打秦老太的脸，毫不把我放在眼里，我让人把他拉开，他还骂我狗官。你说我自开元2年高中状元，跟着刘大人做事，后来放出来做知县，到现在也快10年了吧？我哪件事不是先百姓忧而忧，后百姓乐而乐，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丝毫不敢马虎。不说有功劳吧，苦劳总是有的吧？现在却被一个丫头骂作狗官贪官，你说我哪里说理去啊？算了。哎呀，老爷你看，他不知道你的过去，他骂你，你生气，可这同样的呀，你也没弄清楚他为什么当你的面打秦老太太。这俗话说呀，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这不，虽然他不敢藐视公堂，藐视你，但你也真不该打他呀。还好只是打了1板子，这要是真的打了100板子，这姑娘还不得被你打死了呀？夫人，你说的没错，这次是我冲动了。你呀，能明白就好。希望啊，你今后可不能再犯这样的错误了。谢谢你啊，夫人。陈家陈老夫人，你说什么？秦小神医被打了板子吗？快，马车，我要去看看，可不能让咱家的恩人受那罪啊！出去找个下人，帮我往医馆送个信，让我徒弟去衙门作证，当初秦正确实差点被打死了。去吧，一说我徒弟就知道该怎么做了。李神医，要不你还是亲自去看看吧，我觉得我应该不会有事。秦少夫人，这可不行，我答应过秦姑娘要在这里守着的。再说了，你这应该是大钱头一份，我还要先卖案。要是陈夫人能够顺顺利利的，今后啊，这剖腹产不知道能救多少因难产死掉的妇人婴儿啊！见所有人都到齐了，便继续开堂审案。卑职秦正拜见郑大人。你就是秦正？堂下跪的2人，你可认识？回大人，认识。他们曾是卑职的养父养母。你的养父养母？既然是养父母，
哟，这谢元爷看来也是个苦命的人呐。安静！去年10月份，秦老太趁我和我家夫人在地里干活，把我女儿骗出去，卖给了人贩子。我知道真相后，找他们理论。于是秦正就将自己怎么被打，怎么知道自己身世，还有秦家老二被秦羽打断腿的事儿，一一说了出来。毒妇，你还恶人先告状！哎，郑大人，把他关进大牢吧，别让他再出来霍霍人了。就是，这毒妇就该活寡了。秦老太，秦老爷子，他说的可都是事实，你们可认否？草民认错，草民知错，还请大人饶命。既然你们知错了，那就画押吧。还有，你们已经和秦正一家断绝了关系，也收了他家的银两，今后就不要再去打扰他们了。你们两人先是卖掉别人家闺女，后来差点造成其父死亡。秦羽烧了你家房子，是为出气。秦家新房建好，你家儿子挑衅在先，被秦羽打断腿。我判这与秦羽无关，你们可同意？同意，草民知错，草民同意。那好，既然你们同意，那就再次画押吧。秦家老太参与人口买卖，按照大前律令，贩卖人口流放3000里，念及受害者家人没有追究，但本官不能装作不知。来人，把秦老太拉下去，重打30大板，关入大牢，严加看管。秦家老爷子身为一家之主，不明是非，未能担当起一个长辈的职责，在其夫人做错事后，不但不劝阻，还同流合污，拉下去，重打30大板，关入大牢，退堂。秦羽看到秦正两眼放在秦家二老身上，眼中有些不忍。爹，闺女啊，你这是怎么了？中午不还好好的，怎么这走路？你屁股怎么了？爹，你差点就见不到我了。闺女不哭啊！你这是咋了？给爹说，爹给你出气。我说谢元爷啊，你还是赶紧带你家闺女去医馆看看吧，她差点就挨了100大板。那一个差役不知给县太爷说了什么，板子才没打完，不过呀，还是狠狠的挨了1大板。她那么小，我们看着都疼啊。哎呀，三儿啊，我们知道错了，你跟县太爷说说，别打了，再打我们会被打死的。秦正只是瞪了他们一眼，一句话也没说就走了。陈老夫人的马车早就在外面等着了。谢元爷，上我家马车吧，我带你们去医馆。爹，你把我放在陈老夫人的马车上就行了，我没事，等我去陈老夫人家，自己上点药就行。陈少奶奶那边还等着我回去。宋大伯、张大叔、张二叔，我爹就交给你们了，我先走了。丫头，你真的没事儿？没事，不就是一板子吗？明天就好了。你们照看好我爹，晚上就别回村子了，在县城找个客栈住一宿。还住什么客栈呢？都去我家，我家有地方住。多谢夫人了，我们还是不去府上打扰了。老夫人，我们还是赶紧走吧，我爹他们会有地方住的，少夫人要紧。爹呀，不是闺女不管你啊，只是陈少奶奶上午我才给她肚子上面划拉了一刀，都这个点了，也不知道什么情况。刘先生呢？分头找找。等等，我们这县太爷是不是姓郑？刚刚在门口，好像听百姓们说郑大人来着。那我们就在这里等着吧，估计他是去见郑大人去了。我们来之前他是不是说过他要来看看郑永才是不是是非不分嘛？我想他口中的郑永才就是我们的这位郑大人。刘大人可是京城来的，估计是老相识了。郑大人的书房。郑兄，你糊涂啊你怎么能没弄清楚青红皂白就对秦羽那丫头动板子？
就是我爹来了，他也不敢打这丫头啊！你呀你，唉，要是100大板打下来，这丫头还有命能活着吗？刘兄，这秦瑜到底什么来头？你给我说说，我好想办法补救啊！唉，也罢，跟你说说也没有关系，反正你早晚也会知道的。她呀，并没有什么来历，就是平西村土生土长的丫头。只是啊，她去年给朝廷上供了马蹄铁和马镫，让咱们大前有史以来在匈奴骑兵对战中取得了大胜。这丫头啊，若不是朝中大人反对，陛下就封她为郡主了。你这丫头有那么大的来历，你倒是直说呀！给我跪！说出来，我哪敢打你呀？我得供着你呀！这事要是传到京城，他哪里还有好果子吃？啊，郑兄，你这是何意啊？赶紧起来！求刘兄救我！你呀，我父亲当初让你出来，就是要磨一磨你的性子，深入百姓群众，了解百姓疾苦，希望你能吸取这次教训。百姓之事无小事，好好想想吧。我会写信给我父亲，说明今天发生的事情。不过你也不用担心，秦玉那丫头很善良，得空了你去平西村给她道个歉，她也不会揪着这件事不放的。不过你这个狗官的名头可能暂时在她心里是洗不掉了。只要她能原谅我，她叫我一辈子狗官，我也无怨言呐。就当是她在鞭策我，我也会谨记这次教训，为百姓谋福啊！你能想明白就好。秦家二老就先关段时间，让他们长长教训，免得出来又成什么幺蛾子。不早了，我想秦正他们还在外面等我呢，我也该告辞了。要不请他们进来，晚上就住在我这里可好？不合适，我们还是去找个客栈住一宿吧。今天就不给你引荐了，3日后你来平西村。老爷，你没事吧？哎，这次差点闯了大祸呀！夫人呐，你看看咱们家还有什么好东西，准备一下。3日之后，我们去平西村跟秦姑娘道歉。好的，老爷，我明天呀就去准备礼物。秦姑娘，你这是挨板子了？狗官，下次别让我再见到你，要是落到我手里，非要拔掉你的胡子，一根一根的给你拔下来。郑大人真是要一根根拔下来，那该多疼啊！秦姑娘，我这里有上好的金疮药，要不让丫鬟给你擦上？检查完，还不错，过了今晚就好了。不过呀，你明天必须得下床走走。还有，那个丫鬟，你过来，给你家少奶奶准备一个绑带，勒在肚子上，有助于肚子的恢复，还能够预防五脏六腑突然悬空，造成下垂不适。到了晚上，宋大哥，明天小鱼应该就能从陈家出来了吧？也不知道他昨天被打的那一板子还疼不疼？应该没事儿，走吧，我们去弄点吃的，明天等他出来了就知道了，然后带他来看看，看怎么装修。第2日，恢复得非常好，我给你们写个方子，用来调养身子。要是陈少奶奶有什么不舒服的，就让李老来看看就可以了。我今天就离开了。恢复得非常好，你这可是我们大前第一例剖腹产成功的产妇。秦姑娘，你让我找过学医的姑娘，我现在只找到了6个，你看。不着急，慢慢来。这个就有劳李老了，费心整理成册，我已经标记好了顺序。这是我写的关于孕妇、产妇还有新生护理的，你整理成册后就让6个姑娘看，能看懂多少就看懂多少，不懂的就问你，实在不明白的再来找我。秦瑜这才多大就能写出这样的书？难道秦瑜真的去过药王谷？秦姑娘，这图是……我说我好像忘记了什么，原来这张废图在这里。
你从下面一张开始往上看，这是女性的内生殖器官示意图。秦姑娘，这真的是内生殖器官图？是的，李老，这个是胎儿在母亲的肚子里面发育的子宫。自己竟然还不如一个孩子。等我自己回去慢慢研究，反正有注解，大不了多看几遍，实在搞不懂再去找秦羽请教。秦姑娘，既然你有事情要忙，我就不留你了，有空的时候一定要回来看看我。少夫人，你放心，有时间我一定会来看你的。如果你出了月子想出来走走的话，也可以来龙平镇的平西村找我。真的吗？我可以去找你？当然可以了，不过少夫人，虽然外面暖和，但你刚生完孩子，还是要小心些，别着了风。等你出了月子，我在家里等你。夫人，请神医已经离开了，咱们还是把门关上吧，免得着凉。关上门吧。他到底是谁呢？为什么会给我一种如此亲切、熟悉的感觉？离开陈家后，李家主这是要出门吗？秦姑娘，你怎么在这里啊？你没事吧？李家主，你这是非常不礼貌的哦。那个秦姑娘，你别见怪，我只是关心你的伤势。李家主，我来找你是想问你，前天你带着宋大伯他们去找店铺和酒楼，有没有帮他们找到合适的？哎呀，看我光顾着和你说话了，差点把正事都给忘了。我正要出门去找宋掌柜他们，听说他们要装修酒楼，我过去看看。那正好，我也要去找他们，你带我一起去吧。这处房子呀，位于县城的繁华地段，原本就是一家酒楼，但是由于之前的县太爷胡作非为，导致这家酒楼开业不到2个月就倒闭了。其实里面的装修那都是全新的，如果你们也打算做酒楼的话，完全可以直接打扫干净后开业，没有必要再花冤枉钱重新装修。好，等我去实地看看再做决定吧。如果真的如李家主所说，那确实可以节省不少的时间和金钱。没错呀，秦姑娘，咱们确实没必要花冤枉钱。这酒楼1楼是大堂，2楼有几个包间，3楼呢则是为过往的商人准备的住宿。而且啊，酒楼后面还有个院子，里面有3个库房和4个厢房，足够店里的小二们居住了。秦姑娘，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县城最繁华的街区了，酒楼就在前面了。秦姑娘，请下车吧，我们到了。李家主，这酒楼真的很不错，非常感谢，你费心了。秦姑娘满意就好。不过秦姑娘，你前天答应我的事儿还记得吧？秦瑜一时有些懵然，他不记得自己前天答应过李家主什么事儿。秦姑娘，你可是答应过我，只要我帮你找好铺子，就让我做纸张生意的呀，你不会忘了吧？李家主，你看你这着急的模样，这么重要的事我怎么可能忘记呢？这样吧，你明天带上马车和银钱，直接到龙平镇的平西村找我，我给你纸。平西村真的会有纸吗？宋大伯，张大叔，忙着呢。哎，玉丫头，哎，我说你怎么来了？我没通知你啊，你怎么知道我们在这里啊？我刚从陈家出来，本来打算去牙行问问事情，没想到在牙行门口遇到了李家主，他说要过来找你们，我就顺便搭了他的顺风车一起过来了。李家主也来了吗？他人呢？我在这儿呢。宋老弟，张老弟，你们俩可真不够意思呀！啊，前天晚上邀请你们去我家住，你们说人多不方便打扰。昨天就你们2个说好了晚上去我家住的，结果让我等到半夜也没见你们人影。你们这是把我当外人呀！哎呀，李家主啊，您误会了。我们俩昨天打扫完酒楼之后，觉得酒楼既然已经是我们的了，晚上就应该有人住着看守，于是我们呀就买了床和被子住了进来。昨天听回去的下人们说，你们今天要找人装修酒楼，我在路上也和秦姑娘说了，这酒楼的上个东家那也是开酒楼的，装修的很好，但是没用2个月就关门了，所以没必要重新装修。
宋大伯、张大叔，这些地方都可以规划为停马车的车位，这样乘坐马车来的客人就可以很方便地找到停车的地方，而且也能够避免他们乱停乱放。哎呀，秦姑娘真是绝顶聪明啊！这样一来，来我们酒楼吃饭的客人就不用再为找不到停车位而发愁了，这无疑会吸引更多的客人来我们酒楼用餐呐。与人方便，自己也方便。宋大伯、张大叔，我们就按照这个计划来吧。既然酒楼已经装修过，我们就不必要再花额外的钱了，只需要将酒楼打扫干净，然后回村把木匠王叔做好的桌子椅子拉过来布置一下，我们就可以选择一个吉日开业了。好，这酒楼啊，我们已经打扫得干干净净了，今天我们就回去把桌子椅子给拉过来。回到平西村的秦瑜，先是被张秀茹拉到屋里，非要看看他被打的屁股。娘，我都能骑马回来了，你还不放心啊？娘，我都说了没事了，你还非要看，这下好了，看得你更心疼了不是？于丫头，你在家吗？秧田我们已经翻出来了，什么时候栽秧啊？张二叔，你来啦！你刚说秧田翻好了？刚喊了几声，见没有人回，我还以为你没在家呢，正准备去造纸作坊找你呢。张二叔，我们先去看看秧苗吧，这天气现在是越来越暖和了，是时候把它们移到田里了。呵呵，2天不见都长这么高了。张大叔，可以了，找人吧，现在就可以去栽秧了。好，我现在就去找人。我的小宝贝们，再过几个月能不能吃上香喷喷的大米饭，就看你们的喽。文姐，这窑洞里这是啥呀？怎么看着那么像秧苗？张家三婶，你说的没错，这就是秧苗。小鱼啊，那秧苗不都是撒在稻田里的吗？你咋种在窑洞了呀？小鱼啊，你这秧苗能种活吗？小鱼呀，你这现在种能赶上收成吗？哪有那么多问题？让你们来就是来栽秧的，能不能活等栽下去就知道了。都听好了，这可决定了咱们村以后能不能成功的种上稻子，吃上大米饭。都不能马虎，仔细点。小鱼让我们做啥我们就做啥，都听他的。张二叔说的对，这确实关系到咱们村今后能不能吃上大米饭，所以各位婶娘辛苦你们了。至于你们的问题，我现在只能告诉你们没有问题，至于能收多少，等秋天才知道。那行，这是我家的筐子，你看怎么弄，你给我们说，我们去做。大家都排好队，一个个的来，等装好秧苗，我们再去田里。一群人浩浩荡荡地用扁担挑着秧苗，走过田间小路，穿过庄稼地埂。还有张爵爷，你带着这群小媳妇儿要去干啥呀？陈大嫂，我昨天晚上路过你家的时候，可是听着你在屋子里大喊大叫。怎么，我那赵大哥又打你了？哎呀，你说也是，白天见他挺老实一人，怎么晚上就变得那么禽兽呢？这样，下次晚上他要是再打你，你告诉我，我带着村里人给你做主去。张爵爷，这可是你说的啊，到时候你可别说话不算话啊。好，我一定给你做主，就怕你到时候不敢开门啊！啊！哎呦，小时候你就是个小滑头，现在成了老滑头，快告诉嫂子，你们这是去干啥去？栽水稻，这不，小鱼弄出了新的水稻栽种技术，我们今年尝试一下，要是行啊，明年我们村的水田也就不用荒着了。老二，你没骗嫂子吧？你赵大哥这些年就跟疯了一样，年年都说要种稻子，还跑去开了10亩田的荒，非说自己一定能找出种稻子的方法。结果啊，每年种下去的稻子连种子都收不回来，气得我都想把它休了。赵大哥啊，他打小就喜欢搞这种稀奇古怪的东西。不过你别说，你要是给他时间啊，保不准真能给你搞出水稻种植技术来。我记得小时候啊，
他把家柿子的枝绑到野柿子枝上，结果啊，还真给他把野柿子变成了家柿子树。嘿呀，那是，要不是他那野柿子树变成家柿子树，我还不嫁他呢。我怎么不知道村里有这么一号人物，嫁接术都被搞出来了，厉害呀！这个赵大伯，我回头得去找他好好聊聊。保不准上辈子没有跟袁老爷子学过艺，这辈子能在这儿创造一个赵老爷子出来呢。哎，于丫头，你干嘛用这个眼神看着我？是我脸上有东西，还是嫌我穿的不好？哎呀，陈大娘，看你说的什么话，我咋会嫌弃你穿的不好呢？我可还记得，就在年前冬天，我没有冬衣，还是你拿着为秀秀姐做的出嫁的棉衣来我家说是做小了，穿了可惜，就给我穿了。其实我知道根本就不是棉衣小了，而是本来就是你给我做的。哎，你这丫头，那本来呀就是给你秀秀姐做的，做小了出嫁了又没带走，放在家里也没人穿得着，这才给你的。好好好，你说的都对。赵大伯今天也在工坊吗？今天没去，他又去田里弄他的秧苗去了。你说他都弄了多少年了，年年瞎费功夫，还说今年能成功呢。结果呢，到现在一榔头下去砸不到棵秧苗。哎，我说他了，他还辩说就算很多没活，活着的也会比现在的水稻产量高。哎，于丫头，你说他这是不是就是学堂先生说的玩物丧志？莫非被陈大伯真的搞出了杂交水稻？哎，丫头，你这是咋了？有没有听大娘说话？你大伯算不算玩物丧志啊？不算，赵大伯这肯定不算是玩物丧志。虽说他目前没有种出名堂，但他已经走在了很多人的前面。要是真的被他弄出高产的水稻，被皇帝陛下知道了，哼，保不准会赏赐赵大伯一个比张二叔更大的爵位呢。不，啥爵位不爵位的？要是真有那么一天啊，别嫌弃我这人老珠黄的老婆子就行。张二叔，你帮我把挑来的秧苗一块一块的放到田里，不用放得太密集，1米放一筐就可以了。张二叔，我们一会儿要倒着插秧，你就把这些秧苗一块块的从筐子里面拿出来，然后往我们的后面放，1米内放一筐就可以了。对，就像陈大娘这样，把秧苗按进泥里就可以了，间距在3到8公分就可以了，挤一点也没有关系。等它们长到膝盖高的时候，还是要拔出来移栽到旁边的田里的。大家注意一下，别栽得太深，也别栽太浅，要不然被风一吹就飘起来了。于丫头啊，你来看看我这样插行不行啊？李婶子，你这插得很好，要是苗与苗之间的距离再近这么一点点就好了。觉得自己插得不好的，间距太长，就在中间补上一颗。大家就这样插完自己的，又看向旁边人的，就像小学生抄同桌作业一样。秦瑜从田里出来，小鱼啊，你歇着，这粗活就让我们这些大人来干就行，你别给划伤了手啊。那就辛苦你们了，赵大娘。嗨，辛苦啥呀，都是种地的百姓，还能有拉犁累啊？保不准还真的比拉犁累。拉犁至少能够挺着腰，现在弯着腰，不但累还难受。张二叔，要不你回村借一些凳子过来，让插秧的婶娘们可以坐在凳子上插，这样不会太累。那麻烦干啥呀？眼看就要晌午了，这会儿时间就当我们先练习一下，下午过来呀，各自带着自家的凳子来不就行了吗？就是，这也不累呀。没事儿，这要是不行，下午我们自己带凳子过来不就是了吗？他二叔啊，你还是赶紧把筐里簸箕里的秧苗快放到田里去吧，这日头是越来越大了，一会儿再给晒蔫巴了。那各位婶娘，这可是你们说的哦，一会儿可别捂着腰说疼哦。嗨，不会，这不是挺轻松的吗？好吧，
既然你们都觉得轻松了，那就轻松吧。他加快了脚步，朝发出水声的地方走去。刚靠近，就看到一个很大的豁口正在往外流水。今年年后是不是还没有下过雨？是的，秦姑娘，年后一滴雨水都没有落。这可不是好兆头啊！你们回去找张二叔，叫几个人过来，把这个缺口堵上。还有，这里要加高加宽，至少跟旁边的那棵槐树根齐平。于丫头，那豁口就是为了预防雨季水大冲毁河堤留下的，现在要是给堵上，雨季来了怎么办？张二叔，这个你放心，我已经想好对策了。其实我们这个河坝的容水面积还是小了些，上游是山坳，完全可以利用起来，容纳更多的水。我的意思是，现在刚春耕忙完，暂时10里8乡的乡亲都不忙，不如找点人来我们这里，出工钱把河坝加高、加宽、加固。年后一直没有下雨，我有些担心今年的雨少。是啊，年后一直都没有下雨，这搁在往年早就下了2、3场雨了。那行，我现在回去找人，下午就来加固河堤。陈大娘刚进家，你这是又跑哪里去了？这都上午了也不做饭。我啊，去插秧去了。哎呀，老头子，我觉得肯定能成。咱们村以后啊，肯定能种稻谷。你开的那10亩荒田，终于能派上用场了。哎呀，老婆子呀，我早就说过，咱们村子本来就能种稻子，只是没有耐寒的稻种。只要有耐寒的稻种啊，我们都能吃上大米饭。哎，老婆子，咱们是不是都好久没吃肉了？你下午去镇上割点猪肉回来。不去，下午啊，我还要去平西河坝那边帮于丫头插秧，哪有功夫给你买猪肉？哎呀，又吃面疙瘩，你就不能换换吗？天天吃。刚走出厨房，他突然想到了什么，猛地冲进厨房。哎呦，你个老头子，要死啊！吓死我了！你要干啥？你刚说啥？插秧？插什么秧？平西河坝那边怎么了？哼，瞎折腾了那么多年，连一个丫头都不如。我呀，就行行好告诉你吧，于丫头呀，在他们之前住的窑洞里边种出了秧苗，绿油油的，长得可好了。你说于丫头种出了秧苗？是啊，我上午啊就是在平西河坝那边插秧，哎呦，可把我累死了。你也不帮我搭把手，添把柴火。陈大娘刚把一把青菜放到盆里去洗，转头已经不见了赵大伯的身影。哎，你个老头子，不吃饭了？哎，跑那么快，小心摔死你！反正不知道赵大伯听着没听着，他并没有停下。老东西，还跟小时候一样毛毛躁躁的，遇事儿啊就不知道稳重点，风风火火的。哎呀，罢了，大不了啊，一会儿我吃完饭给他带点过去。这老东西，估计去了也进不去。赵大伯，这都饭点了，还那么热，你跑过来干啥？我就是来看看秧苗。哎，听你大娘回去说，于丫头弄出了秧苗，上午她在这边插秧，我过来看看。哎，赵大伯，你看你跑那么快干嘛？秧苗有我们兄弟看着，谁也拿不走，你怕啥？怎么，你不相信我们？你理解错了。我当然相信你们，有你们在呀，谁也拿不走。我的意思是，我呀想下田里去看看秧苗。这可不行，爵爷不在，秦姑娘也不在，谁都不能靠近。赵大伯，这中午怪热的，你也还没吃饭吧？赶紧回去，吃了饭再来。到时爵爷来了，你肯定能下田。这样，我不下去，我就在旁边看看，行不？赵大伯，你还是不要为难我了。爵爷交代了，任何人不能靠近秧田20米之内。你说啊，你跑来有什么用？还不是要在这等着？赶紧吃吧，
估计一会儿啊，文杰就来了，马上都要当外公的人了，还毛毛躁躁的。两位老弟啊，给你们添麻烦了，你们快去吃饭吧，我看着他就行。陈大嫂，你来得怪早啊！哎呦，赵大哥也在呀，你们这两口子下午要一起下田吗？赵大伯脸皮较薄，被一大群娘们围着，他有些不自在，羞红着脸离开了。哎呀，赵大哥你躲啥呀？我们又不会吃了你。哎呦，这脸咋还红了呢？行了，你们这群老娘们就会拿我家老头子开玩笑。你说咱们今天下午能查完吗？肯定能查完的呀。我刚来的时候啊，看到好几个上午没来的，都搬着凳子呀去了文杰家，估计呀就是要问要不要帮忙的。赵大伯看到能下秧田了，第一个冲了进去，蹲下来看秧苗。赵大伯，听说你晌午没吃饭就来了，就为了看这里的秧苗？你要看秧苗，直接去我家呀，何必这大中午的往这边跑？我懂了，我懂了，我懂了。哎呀，陈大姐，你们家老赵不是疯了吧？嘿，不管他，疯了更好，免得天天看他来气。看来赵大伯这是想通了，想明白了。通了，通了，明白了。于丫头，你这是怎么想到用气温差？现在暖和的窑洞里育苗，待到暖和的时候移栽到田里的。这不也是凑巧吗？1个多月前，我去窑洞看到以前掉在地上的稻谷发芽了，过了几天还没冻死，我就想着是不是可以多撒一点，这不就在砚塘里面捞了一些砚泥，倒到了窑洞里，在上面多撒了一些泡好的稻子。我担心它们冻死，就把窑洞口给封了。等着秧苗长大了一些，外面的气温也高了，中午我才打开窑洞通风。哎呀，妙啊妙啊！哎呀，好好好！哎，我试种了那么多年的水稻，就想着怎么提高抗寒，人工授粉，提高产量。哎呀，咋就没想过室内的温度比室外高，室外秧苗活不了，在室内就能活呢。嘿嘿嘿，哎，于丫头啊，你简直帮了我大忙了。哎呀，什么玩意儿？眼前这个人不会也是穿越来的吧？人工授粉他都知道了，要真是穿越的，不可能不知道温室大棚。那个赵大伯，你是咋知道人工授粉的呀？嘿嘿嘿，其实啊很简单，你看到那蜜蜂没？它们呀在花朵上飞呀飞呀，那腿上就带了花粉。哎，我发现果树上有一种花是带果子的，还有一种是不带果子的。我就在那花还没开的时候啊，用东西罩住了带果子的花朵，不让那蜜蜂采蜜。结果你猜怎么着？花开了，花谢了，果死了。还有一部分呢，我等它们花开了，把不带果的花粉弄到带果的花朵上，又给罩住，不让蜜蜂去采蜜。结果带果的果子不但没有掉，还长大了。你说奇怪不奇怪呀？于是啊，我就在秧田里，在稻谷开花的季节，我就给他们授粉，我称这为人工授粉。前年我不是出远门，路上遇到几棵野稻子，和我们这里的稻子长得不一样，我就带了回来。去年啊种活了几棵，我又用他们的花粉和我之前种的花粉结合，我想看看会有什么效果。去年呀，这稻子一熟，我就和之前种的稻谷对比，这颗粒呀又饱满许多。我操！古代真有这样的神人，还是自己运气太好？赵大伯这是在搞杂交水稻啊，比我这个开挂的人牛逼多了。
丫头啊，你干嘛用这个眼神看着我？啊，这赵大伯，你还会啥？我还会种地呀，其他的就不会了。大伯，我是问你，除了你刚才说的这些，还发现了什么？没有了。我就是在想，是不是得空了得出去走走，多找些不一样的种子回来，这经过人工授粉，看看能不能长出好庄稼。赵大伯，你这个想法太好了。中午我听我爹说，你当初和他一起考过院士，得了一个童生是吧？哎，是啊，只可惜家里穷，后来就没有再读了。赵大伯，其实你刚才说的都对。我去年被卖遇到了一个神人，他告诉我，你这种方法叫做人工授粉，叫杂交水稻。于丫头，你快给我讲讲，那位神人还跟你说了什么？这个杂交水稻是怎么种啊？这是。于是给他讲如何选种、亲本种植、控制花期、花药处理、人工授粉、种子收获、优选保存等。秦瑜从怀里拿出中午写好的杂交水稻技术，翻开了给赵大伯一点一点的讲。秦瑜讲的以及自己的经验，他很快就懂了。翻着秦瑜给他写的杂交水稻技术，他鞋子都没穿就离开了秧田。来，让一下，先把这几个麻袋靠着木桩码起来，等会儿打好了木桩，直接往里面填土夯实就可以了。秦瑜走开了，站到了一个不碍事的位置，看着他们忙碌。这样还行吗？太行了，这样一来就非常坚固了。今天把这个豁口堵上，明天我再多找些人把河堤加固一下。你看加固多宽为好啊？现在河堤路面的宽度是2米宽，如果把上游山谷全都蓄上水，成为河坝的一部分，到时候河坝的容水面积就可以达到60多亩。这样再加宽10尺，加高5尺吧。中午我去找人的时候，他们听说每天都有5文钱可以拿，很多人都想来。你看我让他们都来吗？现在是3月中旬，雨季的话按照往年都在6到8月，时间上虽然还来得及，但百姓们再过几天庄稼长出来，地里的草也就出来了，要开始除草肯定没有时间。要越多越好，我们仓库里的纸快堆满了，明天我们就开始往外卖，不担心工钱的问题。你尽管让人来，越多越好。当然偷奸耍滑的人不能要，这个不用你亲自去找，你跟附近几个村的李正说一声，只要李正不傻，就会给你办得妥妥的。是的，中午我也是陈家村找的他们李正。李正一听有钱赚，他就召集了一帮子人过来。那就这样吧，我回作坊看一看他们有没有把卫生纸做出来。于丫头，你确定真的要做出那种纸吗？对啊，怎么了？难道你不想用软软的纸擦屁股？不是，我就是担心咱们用纸来擦屁股，外面那些读书人知道了还不吐口水淹死我们啊。我造出来的东西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关他们什么事儿？有能耐他们自己造去啊，有本事骂，到时候就别用。不管他们是书生还是秀才，只要他们敢来闹事儿，直接打出去。也罢，你这个小的都不怕，我这老的怕什么？村民见到秦约来了造纸工坊。小鱼，你来了，秧苗栽完了。哟，于丫头，你来了。你们忙不用管我，秧苗还在栽，我就是来看看。怎么样，还受得了吗？嗨，这有啥受不受得了的？都是干过重活的农民，这可比拉犁种地轻松多了。怎么样，宋二叔，卫生纸试出来了吗？小玉啊，你来的正好，你来看看，是不是这样的？虽然没有达到穿越之前柔软细腻，但已经和前世自己小时候用的老卫生纸差不多了。假以时日，应该可以做出更细腻的卫生纸。非常不错，可以，那就先这样做。不过在做的过程中，要不断总结经验，进行改善，看看能不能做得更细腻柔软一些。
到了傍晚，各位婶娘，你们辛苦了。于丫头啊，这插秧啊，还真不是人干的活儿，看着挺轻松的，实际上啊，2只脚陷进泥巴里再抬起来，1次2次还不觉得，次数多了呀，这2条腿可是比拉犁累多了。可不是嘛，拉犁地里都是干土，插秧踩的都是稀泥，腿脚往外拔的时候，稀泥还有吸力，特别是陷进去深的更是吃力，加上一直保持一个动作弯着腰，10大酷刑也不过如此了。婶娘们，你们放心，你们的辛苦都是值得的，等秋后丰收，保准你们家家户户都能够吃上香喷喷的白米饭。于丫头呀，累我们也不怕，这白米饭能不能吃上也不打紧，我们主要还是关心这样稻谷的法子真的有用吗？就是，种地的苦点累点都不算什么，就怕没收成。秦家丫头，你给我们教个实底儿，这种方法真的有用吗？各位婶娘，这个方法肯定有用，你们就瞧好了吧。这2天要是没事做，你们也可以去开荒田，等到明年啊，就跟着我一起种水稻。真的吗？今天秧苗都插完了，明天我们就去把荒废多年的水田给拾到出来，也不知道能不能把水竹竿的根儿给挖出来。我家的也是，长满了芦苇，今年翻一翻，夏天要是见到芦苇芽啊，再翻一翻，明年应该就能种了。于丫头啊，你下午跟你大伯说了啥？他咋跟疯了一样，鞋都没穿就回来了？陈大娘，你放心吧，我赵大伯他好着呢，你赶紧回去给他做饭去吧，没事。好了，于丫头忙了一天了，你也回去吧，我也回去了啊。还是百姓朴实啊。张二叔，你们回来了啊？于丫头啊，明天修河堤，夏伟你说的办法真的有用吗？有用。二叔，这样你回去吃了晚饭，叫上木匠王叔来我家，我给你们说怎么修。张文杰点了点头，只要秦宇有法子就行。他又给秦宇说了排水的豁口已经被堵上了，秧田也留了部下在那边守着，准保不会有人去破坏。今年可别闹旱灾啊，那样我做的所有努力都要功亏一篑了。他们都走了？都回去了。丫头啊，你那栽种秧苗的方法真的有用？爹放心吧，一定有用。不过年后都没有下过雨，你说今年不会闹旱吧？咱们这边已经10几年没有闹过旱灾了，应该不会吧？但愿吧。秦正、小鱼、小壮，吃饭了。哇，有鸡肉吃哎！哎呀，一点规矩都不懂，饭菜还没上桌呢，长辈都没动筷子呢，你就来偷吃啊？下次可不许这样了。娘，今天是什么日子呀？做那么多好吃的，还有米饭和鸡肉。今天是你姐生辰，中午没来得及，所以啊，到了晚上我们才给你姐过生辰。谢谢娘，我的生辰就是你的受难日，所以呀，这鸡腿儿应该娘吃。姐姐说的对，娘亲辛苦，鸡腿给娘亲吃。你们2个都在长身体，娘看着你们吃高兴。再说了，这盘子里不是还有很多鸡块的吗？哎呀，好了，大家开始吃饭吧，一会儿凉了就不好吃了。娘，都说了吃了鸡爪子可以赚钱，今天是我生辰新的1岁，我要赚很多很多的银子，所以我要吃鸡爪。哼，我要吃鸡翅膀，我要当飞将军。好，咱们小众啊，吃鸡翅膀长大了就当飞将军。秀茹啊，既然是孩子们的心意，咱们就不要再让来让去了。丫头啊，白天干活大家也挺累的，这剩下的我来收拾就行了。你快去，有什么话跟他们说的就赶紧说去，说完了也好让他们早点回去休息。那行，娘，你慢点收拾，我先去了。去吧。宋大伯、张大叔、张二叔、王叔，你们来了。小玉，你叫我来是不是又有什么东西要做呀？你把图纸给我，
我明天就给你做出来。要是急着用的话，今天晚上我连夜就给你做出来。王叔，不是的，这个东西不急，做起来呢应该也简单，只是用来加固河堤用的。小仲，把你的小黑板拿来，姐姐用一下。我说小玉啊，这不就是给小孩子洗澡的木盆吗？王叔说的对，就是木盆。不过我们现在要把这个木盆扩大加高一些，不要盆底。不，小玉啊，这不要盆底儿能用来做什么呢？不好意思啊，提前没有准备好。雨丫头，你弄这东西和我们加固河坝又有什么关系？宋大伯，你继续看下去，等一下你就知道了。丫头，你是说做几个大的像木盆一样的东西扣在河里，然后把里面水舀出来，再把土填进去？爹，你说的对也不对。我们的河堤有3里远，我也想过直接把这些东西扣在水里，然后再往里面倒土。那样呢，要做多少个这样的桶才够用的啊？总不能做好一个拆一个。还有，拆完肯定不好再用啊。所以我的意思是用这个木桶把水阻挡在外面，再把里面的水用桶打干净，在里面打2个深木桩，木桩之间用木板连接。于丫头，你是说我们要把加宽的河堤位置与河水分开，然后把分开的河水再舀回去？不是的，张大叔，分开河水只是为了防止泥土流失。按照我们目前的设想，要把河堤加宽10尺，加高5尺。如果我们不设置栏板的话，就会有很多的泥土顺着河水流进河底河床，这样就非常浪费人力物力。我们设置了一道栏板，即使有泥土流进河里，也会大大的减少流失。秦玉的话都说到这里了，众人也就全明白了。先不说泥袋行不行，就说这么远的河堤，需要买多少个麻袋，需要多少银钱，而山上的树木都是免费了，想砍多少有多少。虽然看起来费事，但无疑是最节省成本的。事情就这样决定了。宋大叔他们离开了秦瑜家，这不天刚亮他就起床了。老爷，咱们这2辆马车是不是太多了？您说他们会有那么多纸吗？先去看看吧，反正这些马闲着也要喂草料。郑大人和他夫人的马车也从城门口走了出去。秀娘啊，你准备的礼物够吗？要不我们再买些。好了，老爷没事的，妾身啊都已经备足了厚礼，不用再去买了啊。爹娘，我去河坝那边看看。那边田埂窄，你小心别摔跤了。放心吧，娘。相公，你说咱家这闺女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怎么什么都会呀？哎，谁知道呢？他不说，我们也不要去问，就当不知道好了。我知道。秦姑娘，你那么早就过来看田啊？是的，你们是昨晚值夜还是刚换班的？我们是刚刚换班的，昨晚值夜的已经回去休息了。昨晚没发生什么事，我们今天打算在这里搭建几个窝棚，晚上值夜的时候有个遮风挡雨的地方。这个可以，你们要搭的结实一些。今年我们也只是示众，等明年就不需要这么看守着了。看着秧田里的水往外流，秦瑜觉得是昨天疏忽了。秦姑娘，是我们看守不力，还请责罚。哎，你们不用这样，这也怪我昨天没有和你们说清楚。今后秧田里只要不缺水，就不要往里面存水，就算存水也不能够没过秧苗2/3的位置。是，秦姑娘，我们记住了，以后保证不会发生这样的事。哎呀，行了行了，你们都赶紧站起来吧。一会儿水放的差不多了，就把豁口堵起来留平，让多余的水慢慢的往外流。秦姑娘，你们这是跑哪里去了？我们很多人都在找你们呢。我就是往山里面走了走，你们这是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宋爵爷和张大老爷去了城里，张爵爷正在招待来村里的县太爷，
还有一个来找我们买纸的李老爷。张爵爷让我们赶紧找你回去，看纸怎么卖。狗官，既然你自己送上门来，看我不拔光你的胡子！待会儿回去，你们两个听我指示，明白了吗？哎呀，我的姑奶奶呀，你可算是回来了！之前你咋也不跟我说一声？这租商铺的是2个爵爷，今天一来还没把我差点吓死。李家主，这可不像你啊！昨天你与宋大伯、张大叔相谈甚欢，一口一个老弟，叫得可亲热了。怎么今天见的张二叔却像是老鼠见了猫一样拘谨？爵爷的身份固然尊贵，但也不必于过于紧张。大家都是乡里乡亲的，互相尊重即可。秦姑娘，你说的是，可是他就是爵爷呀。哎呀，咱不说这个了。昨天你不是说让我过来拉纸的吗？我来了，纸张在哪儿呢？我们现在就去结算吧。哼，这个不着急，听说狗官也来了，先让我报了打板子的仇再说。张二叔，我回来了，听说狗官来了，你先别让他跑了，看我不把他的胡子拔光。我刚刚听到了什么？在公堂上叫对方狗官？这都几天了，这姑娘还记仇呢，还要拔光对方的胡子。李家主站在外面犹豫着要不要进去，最终还是停在了门外。万一秦瑜真的拔县太爷的胡子，自己这个外人看到过程实在是不好。屋内听到秦瑜的喊声，郑大人，这孩子就喜欢开玩笑，不要介意啊。张爵爷客气了，要是拔掉我的胡子能让他出气，我也就认了。狗官，你还敢来我们这里？你们2个上去把他给我按住，我今天就要拔光他的胡子，我说过的。我们只是不娶，而对方是真的县太爷啊，自己上去不就是太岁头上动土吗？行，你们不动是吧？那我自己来。哼！一手猛地一扯郑大人的胡子，拽下来一小撮。屋里屋外的人都看傻了，可是秦瑜并没有停手，还在不停地拽。本就是我家老爷有错在先，就让秦姑娘出出气吧。2个人见李秀娘都不慌，也就打消了进去劝阻的念头。其实他们原本就觉得郑大人不分青红皂白，被秦瑜拔掉胡子也是活该。最终还是秦正从外面赶进来，制止了秦瑜。郑大人，小女胡闹不懂事，还请大人谅解。没事没事啊，只要恋爱高兴，不计较我之前在公堂上没有问清缘由动手，那就行啊。哼，狗官！行了，别看了，赶着你的马车跟我去拉纸。李家主，我可先和你说好喽，童叟无欺，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你要是没银子，我可不给你纸。要是装走整个仓库，李家主全身上下就是把它卖了也拿不出来。只有2辆马车嘛，也就是洒洒水喽。哎，李家主，照你家目前商铺渠道，1个月你能够卖出多少纸张？5000刀应该不是问题。你也知道现在的纸张很贵，很少有人能用得起。李家主，5000刀是少了些，要只有这么点儿，可是赚不到钱的哦。秦姑娘，5000刀还少呀？这一刀是100张，5000刀就是50万张。就是造纸作坊1个月，那也造不出这么多纸吧？李家主，请。李家主看了看秦瑜，一步就走了进去。李家主，李家主，怎么样，还满意吗？这都是纸？对啊，你一眼所见全都是纸，怎么样，满意吗？满意，太满意了！秦姑娘，你是从哪里弄来这么多纸啊？李家主，这个我就不告诉你，你只要知道要多少纸，我有多少纸就行了。秦姑娘，这纸我明天可以继续来拉吗？当然可以了，不过明天我应该会去县城，酒楼纸铺后天开业，我要先去看看。
啊，对了，还有，县城的纸铺开业后，李家主就不用再来村里拉纸了。需要多少纸，给县城的纸铺提前说一声，我们自然会准备好。还有，你今天来平西村所见所闻，也不可以说出去哦。这个就是秦姑娘不说，我也知道该怎么做，就是不知道秦姑娘这纸你怎么卖。李家主，你还是先看看这纸你满意不？满意我们再来谈价格。秦姑娘，这真的是纸吗？我怎么有些不敢相信啊！这天下还有这么白净的纸？难道李家主是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还是不相信我秦瑜？不是的，不是的，秦姑娘，你别误会，我自然是相信你的，只是这纸实在是太令人匪夷所思了。李家主啊，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你要多出去走走才是啊！看你这没见过世面的样子，要不是在牙行见你与上次有所不同，我才不会拉着你做纸张生意呢。秦姑娘教训的是，我今后一定多出去走走，见识见识外面的世界。行了，你刚不是问我一张纸多少钱吗？这个数。30文一张不贵，外面还不如这样白净细腻的纸，那都要40文一张。我今天先拉3车，1刀3两银子，我这里有500两，今天先拉130刀回去，明天再来拉。他把银票递给秦瑜，秦瑜没有接。秦姑娘，你不会是要300文一张吧？那你这可就是抢劫了呀！我说李家主，你没见过世面的样子真的很蠢。谁跟你说我伸出3根手指就是30文300文呢？你还真会给自己加戏。我说的是3文一张。秦姑娘，你说的可是真的？3文钱一张？秦姑娘，你可知道，如果这个价格推向市场，你会遭受多大的麻烦吗？这个我自然是知晓的，不过李家主不用担心，我早有准备。还有，在你装车之前，我要跟你签署一份合约，就是我们这里出去的纸张批发价格一张不可以超过6文钱，零售价格最高不能够超过10文钱。要是同意，我们现在就可以装车，如果不同意的话，你我就当没见过面。好，我签。李家主果然是聪明人，相信以后你一定会为今天的决定感到自豪的。转头回村，就遇到了刚从书院出来的郑大人。张爵爷，你们这句话写得好啊！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教育要从娃娃抓起，写的是真好，应当在全国普及呀。一趟学堂之行，他更是后怕了。那天还好停住了手啊，要不然估计就要完犊子了。这么想来，刚刚胡子被拔，不亏呀。是啊，这都是秦瑜的功劳。要不是于丫头啊，咱们村还像以前一样穷困潦倒呢。说句不好听的，咱们村在别人眼里就是嫌弃的鸟不拉屎的地方。小鱼啊，快过来跟郑大人道歉。什么？爹，你让我给这个狗官道歉？还不知道他手上有多少冤假错案，沾了多少百姓的鲜血，我才不给他道歉。你这丫头怎么说话呢？快过来给郑大人道歉。秦宇跑，秦正就去追。秦老弟啊，算了，没事儿，确实是我的错。如果不是我，秦姑娘也不会被打板子，惭愧呀。秦姑娘教训的对，郑某一定谨记秦姑娘教诲，今后想百姓之所想及百姓之所急，为百姓多做实事，带领百姓发家致富。是不是自己太小气了？难道自己真的冤枉他了，做得过分了？他真的是一个好官儿？哎，不行，那一板子打在自己屁股上，现在还隐隐作痛呢，不能原谅。这可是你自己说的，跟我可没关系。别以为你这样我就能够原谅你了，我告诉你啊，是不可能的。当官为民做主本来就是你的分内事，不能为民做主，你当什么官？不如去张爷爷家喂猪好了。秦姑娘说的对，
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喂猪啊！在下谨记。爹，张二叔，刘先生，我回家了。娘，我回来了。刚刚遇到打我板子的狗官，我拔了他的胡子，都怪我爹拦着，要不然我非把他拔干净不可。哼，看他下次还敢不敢不分青红皂白打我屁股。屋内的张秀如听着门外的闺女的喊声，满脸的尴尬。李夫人，小女疏于管教，还请勿怪罪，我这就叫她进来给你赔罪。不用，秦姑娘的快意恩仇，这性格我也喜欢得紧啊。再说了，本身就是我家老爷没弄清缘由，冤枉了秦姑娘，受到惩罚也是应该的。二婶，你来了。这位婶子是秦姑娘，我们刚刚见过的，可能你没注意到我就是你口中狗官的夫人，我呀替我家老爷给你道歉了。哎，夫人您大可不必，他打了我板子，我也拔了他胡子，我们两个也算扯平了，这事儿就当翻篇了。好，秦姑娘这样说呀，我可就当真了哦。那今后啊，我们可是谁也不能再提了呀。其实呢，我家老爷呀也挺不容易的，他考中状元就想有一番作为，为百姓做点实事，没想到每年往地方分派官员都轮不到他。4年前得了机会，原本以为可以大展拳脚，可是到了地方才发现被分配到了一个非常穷苦的地方当县令。刚去的时候，当地烧杀抢掠，十分的混乱。我家老爷顶住了压力，用了1年的时间来疏通吏治，这期间不知在生死线上徘徊了多少回，直到去年，当地的百姓生活才恢复到了正常的秩序。虽然他们没有过上富足的生活，但是也再也不用提心吊胆的活着了。这夫人比狗官还狡猾，口口声声说翻篇了，现在说这些不就是在说秦羽你之前冤枉我家老爷了，我家老爷不是不分青红皂白不顾百姓死活的狗官，而是百姓的父母官。哼，就是想让我承认错了，想都别想。李夫人，你不说我们还真不知道，郑大人这些年为百姓做了这么多事儿，真的是百姓的好官呢。现在郑大人来到我们安南县，我们安南县的百姓有福了。对，小茹说的对，咱们安南县城的百姓啊，有了郑大人一定会过上好日子的。安南县城之前的这些年被上一任的县令弄得是乌烟瘴气，现在有了郑大人，以郑大人的雷霆手段，一定很快就能够让安南县焕然一新，带着全城的百姓走上幸福的道路。哼，不就是拍马屁吗？好像谁不会一样。三位过奖了，治理好一个县是我家老爷的职责，当然主要还得是靠着大家的支持与配合。和管家的人打交道就是累呀。唉，李夫人、二婶、娘，我回来有重要的事情做，你们聊着，我回我房间去了。见秦瑜回了自己房间，张秀如还想叫他出来。小鱼有事儿啊，就让他忙自己的事儿吧，我们呀就不要去打扰他了。随后他又去了平西河坝。张爵爷为何这个时候加固河堤呀？在前面，到了你就知道了。张爵爷，这是秧苗，为何你们这里的秧苗长得那么整齐呀？这是于丫头试验新的种植方法，这里今年都将会被栽种上水稻，如果成功了，我们安南县啊，从此就可以摆脱不能种植水稻的噩梦了。不，张爵爷你说错了，如果成功，不只是安南县城，是大前北方全部可以种植水稻，这要救活多少百姓啊！张爵爷，快给我讲讲，这水稻是怎么种植的？佩服，在下实在是佩服啊！此刻我感觉自己是白活了几十年呢，居然不如一个刚过16的姑娘。不行，这件事我回去后一定要上报朝廷，给秦姑娘请赏。郑大人，这件事情不着急，
等我们秋后丰收了，再报也不迟啊。张爵爷说的对，如果秋收真的成功，那就意味着我们北方可以广泛采用这种种植方法，大规模种植水稻。到时候我们把种植方法和丰收成果一同向朝廷汇报。反之，甄大人，您明白我的意思吗？张爵爷，你们加固河堤就是为了种植这100亩水稻吗？还有，我看你们这里最多也就10亩的样子，真的能够移栽100亩？我相信于丫头说的。好，既然如此，加固河堤的银子我们县衙出了。张爵爷不用再说，这件事就这么决定了。对啊，张爵爷这是利国利民的大事儿，朝廷本该给予支持。现在张大人既然知道了，也愿意出这个银子，那就听他的吧。村里的百姓都朝造纸作坊走去。张爵爷，他们这是要去干嘛呢？郑大人，时间也不早了，我想张爵爷家里已经备好了饭菜，我们还是赶紧回去吃饭吧，别让李夫人他们等急了。刘兄，你不说我还没感觉，你这一说，我这肚子真就咕咕叫了起来呀！走，我们回去吃饭啊！吃过了午饭，张爵爷刘远瑶把他们送出村。刘哥，这郑大人看上去一身正气，应该是个好官吧？我父亲对他的评价也很高，只可惜一直被埋没，希望安南县能被他治理好吧。同样，马车上，老爷，这张爵爷也太没有架子了，也太客气了吧，还送我们出村。夫人呐，你没看出来吗？他就没把自己当爵爷。刚刚这一路过来，你没听有人还叫他二郎啊？今天这平西村我们没有白来呀。夫人呐，我有预感，平西村将来一定会成为我们安南县最富裕的村子。依我看，不用将来了，马上就可以了。村里的百姓都可以到造纸坊做工，一天呀最少能拿20文钱，多的呢还可以拿到50文。百姓的日子啊，可不就要好过起来了吗？百姓日子好过了，大钱才能迎来盛世安定啊！夫人，你刚刚说什么？什么造纸工坊？什么20文一天，50文一天的？李夫人见他撞到头，立刻就要上去查看询问。我没事儿，你快给我说说怎么回事。哎，老爷，你怎么了？你没事吧？我没事儿，你赶好马车就行。老爷，你今天没有去造纸工坊看看吗？那你说这村子会成为最富裕的村子，是从哪儿看出来的呀？夫人，你先给我讲讲造纸工坊是怎么回事。是这样的，我不是同张家二夫人去了秦家还有秀荣妹子家聊家常吗？这聊着聊着就有人来找秦瑜了，听他们说话的意思是和纸有关，我呢就认真的听了下，才知道这村里有造纸工坊。难怪中午我们从平西河坝回来，遇到村里很多百姓都往一个方向去，我当时还想问原因，被刘兄打断了。照你这么说，他们应该就是去作坊做工去了。原来如此啊！原来如此啊！老爷，你这是为何大笑呀？夫人呐，我们都错了。还记得早上我们来的时候被拦在村外，后来还是刘兄过来我们才进去吗？记得呀，当时都以为是村里爵爷的原因。老爷，你是说村民拦着不让外人进村，不是为了保护爵爷，而是为了保护造纸工坊的秘密？夫人，你还记得朝廷今年下发的启蒙教育拼音和惩罚口诀吗？其实都出自平西村，是秦瑜的杰作。老爷，你说的可是真的？那这秦姑娘她也太厉害了吧？夫人不必惊讶，我在村里还看到了新事更离。于是郑大人就把在村里的所见所闻说给了李夫人听。老爷呀，那今天的礼背的还是轻了些，今后
我们应该多过来走动走动才行。夫人说的是，所以我打算让志文、志武到平西学堂来读书。夫人意下如何呀？好，到时候我也可以常常来看看他们。车内两人交谈着，马车沿着平坦的乡间小路疾驰。随着马车的远去，平西村也渐渐消失在了视野里。赵大娘，早上好啊！这鸭子不圈在笼子里下蛋的吗？丫头，你这么早是要去干啥呢？我刚看看鸭笼里有几个鸭蛋，别看那么多鸭子，也是奇怪，每天就4、5个鸭蛋，就是关在里面吃了早饭也是这么多。大娘，我今天要跟宋大伯他们去城里。我跟你说有些鸭子就是懒，要不呢就是在外面下蛋下惯了。下次你把它们关在鸭笼里，关上半天试试。哟，真的吗？那我明个早上就试试看。李大爷，你家的庄稼出来了吗？张大伯，作坊里面抄纸辛苦，听说你昨天抄纸又破了自己的记录。这一路过来，他嘴就没停过问候打招呼。太阳出来我爬山坡，爬到了山顶我想唱歌，歌声飘给我哥哥听听到我歌声他笑呵呵。春天里那个百花鲜，我和那哥哥把手牵，啦啦哒啦啦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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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小鱼你在唱什么什么给哥哥听，笑呵呵的。哎呀，大娘你怎么在这里你听错了，我唱的是大公鸡咯咯叫。我去菜园里挖了点菜回来。你是来找你宋大伯去县城的吧？是的。他应该已经准备好了，走，跟大娘进去。一辆马车就从宋大伯家驶了出来。秦宇有些昏昏欲睡。不要过去，不要过去，不要过去，不要！小鱼，丫头，醒醒，醒醒！可是无论他们怎么叫，秦宇都像是没有听到一样，毫无反应。哎呀，不好，这丫头的头烫得不行，应该是发热了，快掉头回村，让李郎中看看。老爷，你们怎么又回来了？来人快回村找李郎中，让他到秦玉家。秦玉突然发烧了。哎，宋大哥，你和小鱼这个时间不是应该在去县城的路上了吗？怎么又回来了？秀如快！小鱼也不知咋了，刚出村没多久就趴在我腿上睡着了。这突然就发热了，还说胡话，我叫也叫不醒就赶紧回来了。李郎中，快看看小鱼怎么了？大家都别急，让我看看先。没事儿，应该就是这2天他一直往河坝那边跑，感染了风寒引起的发热，我开2副药给他喝下就好了。李郎中，那他这叫不醒是怎么回事可能是累了，让他好好睡一觉也好。他们刚走，秦玉又开始说胡话了。老大，你就承认吧，我们都知道了，你喜欢。老大，不要，让他们退下来，不要。我去外面，别让人进来听到了。丫头娘在，不怕娘在呢。秦正见张秀如红着眼睛出来。没事了，没事了。之前我们不都说好了吗？不管她是谁，都是我们的闺女。相公，你说咱们的闺女去哪里了呢？可能他们互换了灵魂吧。她睡着了，我去给她煎药。秦瑜一睡就是3天，可把村里的所有人急坏了，都想进屋看看。娘，相公，闺女醒了，小鱼醒了。闺女，
你饿不饿？娘去给你做好吃的。你可把娘吓死了。娘，不哭，我这不是好好的吗？让你担心了。闺女啊，你可算是醒了，3天3夜呀，你终于醒了。什么情况？睡了3天3夜？爹，你说我睡了3天3夜？我不是去县城了吗？就是趴在宋大娘的腿上睡着了，怎么就睡了3天3夜？对呀，刚出村走了2里，你就趴在你大娘腿上睡着了，还说了胡。他把手放到你额头上，发现很烫，叫你又叫不醒，就把你送回来了。娘，我饿了，想吃你做的臊子面。好，娘现在就去给你做。爹，我想到院子里透透气。爹，这3天村里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李家主又过来拉了10车的白纸，县城的酒楼、铁匠铺和纸铺那也都按时开业了。酒楼开业当天，据说是客人爆满。这李神医得知你病了，也来了一趟。另外，你让王木匠做的树桶昨天已经实验过了，有用，已经在河坝那边投入使用了。这其他的也就没什么了。又是3天过去，秦瑜出现在了造纸作坊里。哎呀，于丫头啊，你可算是好了。这几天听说你病了，我们大伙可都担心的不得了，想要进去看看，你娘和你爹又拦着不让进。各位叔伯婶娘，让你们担心了，我没事儿，就是发热而已。本来前天都好了的，我娘和我爹非要我在家待几天，多养几天，这不今天才出来和大家见面。怎么样，这几天你们都挺好的吧？好，我们现在是越来越好了。于丫头啊，你可不能再病了，我们全村可都指望你带着我们过上好日子呢。就是啊，于丫头，你可要照顾好自己呀。河坝那边风大，能不去就不去，最好是不要去。感谢大家，放心吧，我一定会照顾好自己的。刚靠近河坝，张文杰就看到了他。小鱼啊，你可是不知道，本来就以为是发热，没想到你直接昏睡了3天，可把我们给吓坏了。你娘更是以泪洗面，你这刚好怎么又来河边啊？这里今天风大，赶紧回去。张二叔、王叔，我这不是好好的吗？没事了，你们就放心好了。我呀，就是来看一看这秧苗长得怎么样了。好啊，好啊，都长得很好啊，现在比刚刚插下去长得更好了。我看呀，都有几个发了芽，绿油油的一片，可好了。我过去看看。好，那你可得答应我，看完后直接回家啊。张二叔、王叔，你们这是做什么呀？是怕我跑了吗？这前面一个后面一个的。两人只是笑笑，没有回答。其实他们不是怕秦宇跑了，而是怕现在正在修河堤，到处乱糟糟的，担心他摔倒。张二叔、王叔，你们这速度挺快的呀，辛苦你们了。辛苦啥呀？只要今年修好了，多蓄水，明年咱们村全都能种上水稻，再累也值得。是啊，无论是咱们村还是过来帮忙的其他村的人，来上工的第一件事就是远远的看一眼秧田秧苗，看完啊，一个个笑容满面的，干起活来都更有精神了。可不是嘛，这不前几天来了一个小伙子，我们觉得他小，让他去学堂读书，他不去，还说要免费帮我们家顾河堤。你问他为啥，他说在这里能看到秧苗长大，能看到明年自家也能种稻子，吃到大米饭，嘿嘿，他高兴。还问我们到时候能不能用着河坝里的水，你张二叔说可以，那小伙子可高兴了，第二天就带来了很大一群人，说是他们村的村民过来免费帮忙加固河堤。
难怪我看到现在人那么多，免费是不能免费的，来了一天就要给一天的工钱，老百姓都不容易。我们也是这样和他们说的。与此同时，京城两人就比较狼狈了。说明缘由后，门房让两人进去。老大那边最近有没有消息信件送回来？啊，没有。我昨天托人带了封信函过去给他。老爷，要不我们还是让他回来吧。听说安南县那边非常贫瘠，远瑶一家在那边该多受罪啊。远瑶这孩子一直找不到自己的目标，又不想走仕途。这次他去平西村找到了自己的目标，就随他去吧。安南县现在虽然贫瘠，平西村可是有2位陛下亲封的爵爷，你还怕你儿子受苦啊？放心吧。老爷，安南县郑大人派了2名亲卫送信过来了。送信的人曾经跟郑大人来过府上。哦，快，请他们进来。是不是安南县发生了什么事啊？属下拜见刘大人。都是自家人，不用客气，快起来吧。2位这身模样，是安南县城发生什么事了吗？回大人，安南县一切安好，我们2个是奉我家县令和刘公子的命，给大人送信。哦，什么信那么急？大人，我们也不知道，只是我们接到信后，我家县令和刘公子再三嘱咐要尽快送到京城，亲手交给你。人在信在，人亡信毁，托刘大人的福，我们这一路顺利。快把信给我，我看看是怎么回事。信件没有寒暄和客套，也没有写自己在平西村的生活，通篇出现最多的词就是曲园离。好啊，好，果然是个奇人。管家，备马车，我要进宫。刘爱卿这里没有别人，不用行礼。你这个时间来找朕，有什么事啊？谢皇上，微臣前来是因安南县县令郑永才派人给微臣送了一封信，微臣以为这是利国利民的大事，是百姓之福，特意赶进宫来给陛下禀报。哦，安南县不就是秦羽所属的县城？正是秦姑娘所属的县城。这郑永才传了什么信回来？快说来听听。回陛下，是一种新型的农具，陛下一看就知。皇帝看完刘远瑶的信也大为震惊。刘爱卿，这信上说的可属实？你家大儿子真的下地尝试过，非常好用。陛下，我相信我儿不会说谎。起来吧，我就是问问。刘爱卿，这屈原离要是当真如你儿所说，这次秦羽这个郡主就是朝堂上的人反对，我也要赏赐下去。陛下，微臣以为如果没有造纸坊的话，赏赐没有问题。可现在造纸坊才建起，加上上下官员刚刚忽视平西村那边，现在真的不宜让他们的目光再转移到平西村。那刘大人的意思是让朕继续憋屈着，让朕有功不能赏，让天下百姓知道后在背后骂朕吗？陛下息怒，微臣只是说不宜在朝堂上公布，陛下可以不经过朝堂，直接下一道密旨，让人送到安南府城陈伯文陈大人之子陈明轩的手上，让他把圣旨交给秦羽，让他知道陛下圣恩。至于他想什么时候公布就什么时候公布，陛下认为呢？刘爱卿，快请起，快请起，这个主意好，这个主意好啊！果然啊，古代伴君如伴虎，上一秒还想治你的大不敬，下一秒就爱卿爱卿的叫得可甜了。给刘爱卿赐座，刘大人可是解了一个大难题呀！之前派去平西村的士兵应该快到安南县了吧？启禀皇上，
老奴算了下，今天应该就可以到安南城，明天他们应该就会到平西村。李将军，你现在可以告诉我你们一共来了多少人了吧？陛下让你们以什么身份留在平西村？陈大人，之前不告诉你，不是不信任你，只是我们来之前陛下交代过，不到目的地不能告诉任何人我们的行踪。我们一共来了500人，会分散进入平西村。明天还需要陈大人和我们一起到村里给宋爵爷和张爵爷说一声，我们500人会办成他们2家的部曲，留在平西村负责安全。500人？你们500人全部进村吗？是的，500人全都进村。不行，500人不能全部留在村里。平西村拢共也就100来户，2位爵爷家里已经有了100名部曲，再加上你们500人，太显眼了。这样，你们抽调200人出来，分到安南城和安南县周边的其他县，打探消息。这个我要向上面请示一下。你先请示一下，我相信上面的人会同意的。另外，我建议你请示的时候也问一下，到了平西村以后听谁的，谁做主。李将军不解地看向陈大人。我只是建议，到了平西村，你们如果还是只听上面的安排，什么都要请示的话，或者士兵都只是听你的安排，我相信你们很快就会被赶出平西村，所以你还是请示一下好。陈大人，我们不就是来保护作坊不被人破坏的吗？听你这么说，我怎么觉得我们这500人进了平西村，我们的命运就不属于我们自己了一样啊？应该差不多吧，等明日你去了平西村就知道了。这平西村到底是什么来头啊？搞得挺神秘呀。他看了看街道外面，还有一些人朝酒楼看了一眼就走了。去县衙给郑大人说一声，天黑之后有很多可疑的人进城，让他晚上派人加紧巡逻。他这会儿正在听衙役汇报。你说他们目前进城的有100多人？是的，大人，我们人手不够。不过他们进城后直接去了客栈借宿，并没有去别的地方。今晚上兄弟们辛苦一下，打起精神巡逻，别让城里出来乱子。还有，今天城门先关了吧，不是城里的人一律不可进城。没多久，伙计也到了县衙，知道他是张文健派来送信的后，见了郑大人。回去替我好好谢谢你家老爷，告诉他我知道了，让他放心。酒楼，文健呐，我怎么觉得有些不对劲儿啊？这些人风尘仆仆的，不像咱们这边的人呐。这些人给我的感觉不一般，只要他们不惹事儿，咱们就不理会。那我们晚上怎么办？没事儿，我今晚守夜。那好，我现在去睡觉，你守前半夜，我守后半夜。不行，你这2晚本来就没休息好，我守后夜，你守前夜，就这么定了啊！我先去休息了。可是平西村却发生了一件大事。百夫长，我们直接来村里不好吧？要是被村民发现了，这打出来了可怎么办？废话，我们得了皇上的命令，就是来保护作坊的。我们只是提前到了，记住，我们一直就是暗哨，是黑暗里的幽灵。令他们没想到的是，刚靠近村子1000米，就有人从他们背后将他们这群人一个个无声的给放倒了。直到只剩前面10几个人的时候，百夫长才觉得不对劲，停下了脚步。停，不对劲儿啊！只是还没等他说完，村里的部曲见他们停下，直接就扑了上去，没给他们反应的机会，把他们全都撂倒了。老大，数过了，加上这几个，一共152人，全部都被我们捆了进来。做得好。我们要回村跟爵爷说一声嘛。不用了，现在时间也不早了，爵爷他们都睡了，不好打扰。让兄弟们今晚都精神点。说，你们是干嘛的？来平西村想要做什么？除了你们，还有没有其他人？你最好说实话，要不然我的匕首可是不长眼睛的。好汉，你们是平西村张爵爷或宋爵爷家的部曲？谁家部曲那么厉害啊？
我们可是从御林军中抽调出来的，结果到了这儿，连对方有几个人都没搞清楚，152人全部被放趴下了。好在他们没有下死手啊。哦，看来你们把平西村打听得挺清楚啊。快说，不说我现在就送你去见阎王。好汉，误会，都是自己人。今晚我们一共就来了152人，都在这儿了。你们先把匕首收起来，我们都是自己人。误会，真的是误会。你看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认自家人了。我们也是来保护平西村，只是想提前进来潜伏下来，没想到遇到了诸位高手了。你说的都是真的？我对天发誓，我说的都是真的。至于我们来自何处，这个不方便告诉你们。等明日你们就会知道了。你看能不能把我们先给放了呀？明天？你们明天还有人来？是，我们明天还有人过来，他们能证明我们的身份。既然明日才能证明你们的身份，那今晚委屈诸位了。再检查一遍，看绑得紧不紧，把他们的嘴都堵上，扔到路边的沟里去。这群御林军什么时候受过这种憋屈？一个个都使劲地挣扎着，嘴里呜呜地叫着。看好他们，我去别的兄弟那里看看有没有遇到麻烦。老大，你去吧，这里交给我们，你放心。是呀是呀，放心交给我们吧。老大，怎么样？其他地方没事吧？没事。天刚蒙蒙亮。老爷，起了吗？我们有事要跟你说。是袁茂林吗？有什么事啊？你等一下啊，我马上出来。好的，老爷。你们这么早来，是昨夜发生什么事情了吗？是的，老爷。昨晚来了一群人，被我们发现，拿下捆起来，扔到村外面的地沟里。当时时间晚了，就自作主张没来打扰。下次再有这样的事，无论多晚都要来告诉我。好的，老爷。问出来了吗？他们是来做什么的？问出来了，他们说是来保护村子里的造纸作坊的，说今天还会有人来。我们也没有接到通知会有人过来啊。快带我去看看。老爷你请。昨晚就是你们几个把我们152人给打倒的？怎么不服吗？要不是我们手下留情，你们现在恐怕早就过了奈何桥了。哼，你们背后偷袭算什么好汉？有种把我们放开，我们真刀真枪的干一架。幼稚，一群无脑的玩意儿。谁把堵他们嘴上的东西拿掉的？给他们堵上去，实在是太吵了。对了，把那个百夫长拉起来，张爵爷要问话。我问你，你们是从哪里来的？得了谁的命令？还有，你们怎么知道村里有造纸工坊？回张爵爷，我们是皇帝陛下亲自派过来保护村子，保护造纸工坊的。你说你是陛下派来的，可有凭证？还有，你们为什么要晚上鬼鬼祟祟的进村？就不能白天进吗？回爵爷，我们一直负责暗哨，只有晚上进村才能不被人发现。我们身上有御林军的腰牌，爵爷给我们松绑，我们可以拿出来给爵爷看。我们只信陛下的圣旨，腰牌这个玩意儿是个打铁的都会做，谁知道你们是不是拿个假的来糊弄我们？你说既然今天还有人会来，来的人是谁？能不能证明你们的身份？爵爷，来的人可以证明我们的身份，他们昨天已经到了安南城，今天一定会来的。既然如此，那就委屈一下各位了，只能等证明你们身份的人来了才能放了你们。茂林，今天学堂休幕，把这些人都带去学堂，多派些人看着他们。秦大哥，你们起了没？文杰，你怎么这么早就过来了？是找小鱼有事吗？小鱼，赶快起来，你张二叔来找你了。鱼丫头还没起来呢。那丫头哪天不睡到日晒三竿才起来呀？先到屋里坐会儿，她应该一会儿就起来了。秦大哥，我就在院子里等着吧。文杰，你这么早过来，村里是发生什么事了吗？昨晚村里来了100多号人，被不许拿下了。询问得知，是陛下派来保护造纸工坊的。
还说今天还会有人来，他们身上只有御林军的腰牌，并没有朝廷圣旨之类的。我就让部曲把他们押到了学堂看管，这不就来问问于丫头这事儿怎么办吗？唉，八成是真的了。先把他们捆在学堂也是对的，就等能证明他们身份的人过来吧。张二叔，你说这些人是昨天晚上抓到的，那部曲是什么时候通知你的？早上天刚亮，我刚起来，袁茂林到我家门口喊我告诉了这件事情。听他汇报，应该是昨天晚上前半夜。他们现在人呢？于丫头，你这是怎么了？他们在村学堂，有些在路边值守，等会儿应该就换班了。我怎么了？我是想知道这些部曲想怎么样。晚上发生这么大的事，竟然擅作主张不禀报。如果这是行军打仗，我们老巢被人端呢，估计我们都不知道。这叫什么？这叫失职失责。现在马上换班，让昨晚上值夜的人全部都换下来，每个人自己去领30军棍。还有张大叔呢？还在城里吗？让他回来，部曲都是他在管，就管成这副模样吗？张二叔，这个你不必为他们求情，这是第一次，我只是警告，要不然就不是30板子，那就是100板子，从平西村赶出去。文姐，这次确实是部曲错了，就按小鱼说的去安排吧。我一会儿就回去安排。那昨晚抓的这些人怎么办呢？他们既然是御林军，就应该懂得军中的规矩。既然是领了任务而来，就不该在村里都睡下后进村。他们这是干嘛？不把你们2个爵爷当回事吗？还是想来我们平西村当大爷？等能证明他们身份的人来了，直接拉到训练营打30大板，饿上3天，挫挫他们的锐气。这个还真被秦瑜猜中了。夜里进村的这些人还真就带着目的，他们想搞清楚造纸工坊的位置，等到明天村里人一起来，作坊已经被他们接管控制，今后还不是他们说什么就是什么。于丫头，这样不好吧？他们可是御林军啊。哼，御林军。张二叔，你想过没有？陛下派人过来保护作坊，足以看出造纸工坊在陛下眼中的重要性。更何况他们只是士兵，你觉得陛下会直接告诉他们平西村有造纸工坊？不会的。你是说他们这些人是冲我造纸作坊来的？唉，看来我们这里要不平静了。张二叔，你还觉得我惩罚他们有错吗？没错，我只是没有想到那么多。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呢？走一步看一步吧。今天无论来多少人都不许进村，要是敢反抗，那就不要手下留情。刘远瑶是住在学堂的。茂林啊，你糊涂啊！哎呀呀，你呀，差点就闯下大祸了。不和你说了，看好他们，一个都不许让他们离开学堂。要是有妄图反抗的，你们不用手下留情。这不，刚到门口就听见秦瑜在院子里给张文杰分析利害关系。小小年纪就有如此见识，还是一个女子，真是了不得呀！要是男儿身，大清朝堂怕是也有他一席之地呀。可惜，实在是可惜呀。没错，于丫头说的对，张爵爷啊，这次部曲真的错了，就按于丫头说的，阻止今天来的人进村。我现在就去趟县衙，找郑大人商量对策。等我们回来。张叔，没事，他们还不敢对村里的百姓乱来，大不了就把工坊交出去给他们。不过想要拿走工坊也没有那么容易，不出点血怎么行？妈的，我刚弄出来的工坊花都还没开，就想来摘桃子，哼，真当本小姐是泥捏的不成？张文杰离开秦正家，找到袁茂林和昨晚值守的部曲，把秦瑜说的话转告了他们。刚开始他们还有些不服，明明他们抓了那么多人，为什么要惩罚他们？当听完张文杰说完问题的严重性后，这群狗娘养的，我们差点就被他们给骗了。我现在就去宰了这群狗东西。现在还不是处置他们的时候，
等剩下的人来了再说吧。你们先下去领罚，今后机灵点。爵爷，秦姑娘说的对，是我们错了，我们甘愿受罚。但现在大敌当前，多一个人就多一份胜算，能不能让我们收拾完敌人之后再去领罚？你们还是按于丫头说的做吧，先去领罚吧。这次于丫头是真的生气了。爵爷，还是让我们将功补过，等我们把敌人拿下再回营地吧。那行吧，你们先去上药，等会儿和队伍一起御敌，都给我狠狠的打，只要给他们留口气就行。此刻也是对这群来历不明的人厌恶痛恨到了极点，应了声是，拿起棍棒就朝捆绑在地的152人招呼了上去。顿时学校里就传来一片哀嚎。打了吗？哦，部曲们正在打呢。只要不打死就行。等一会儿我再过去问问是谁告诉他们村里有造纸作坊的，又是听了谁的命令趁夜进村想要霸占作坊。哎呀，我们是御林军，你们凭什么打我们？我们是皇上派来的人，你不能打我们。爵爷，秦姑娘，他们152个人已经被我们打得服服帖帖，接下来我们要怎么做？做得好，我们去看看。让你们不说实话，活该！你们这里带头的人是谁？站出来！秦姑娘，那位据说是他们的百夫长，把他拉过来。我们是皇上的亲兵，是皇上的御林军，你们怎敢对我们下如此重手？就不怕皇上治罪吗？你说皇上治罪？恐怕皇上知道你们连夜想闯入平西村，最先治罪的不是我们，而是你们吧？说，是谁派你们来的？又是谁告诉你们平西村有造纸作坊的？谁告诉我们的？好像他们都知道啊。不对。他顿时想到了什么，脸上瞬间变得惨白。我怎么就听了他们的挑唆，直接来了平西村呢？他现在才反应过来自己被利用了。怎么？看你这样子是被人利用了？说吧，他们是谁？姑娘，你还是杀了我吧。看来你是想明白了问题的严重性了。你觉得杀了你这事就能解了吗？去把那2个人拖过来。我是太子的人，你们不能打我，让太子知道了，你们吃不了兜着走。原来你是太子派来的人呐！很好，我只问你一句，你们来了多少人？你完了，等太子知道一定会杀了你。把他押下去，好好审一审，到底来了几个人。我只要结果，别给我弄死了就行。该你了，说说吧，你又是谁派来的？我是二皇子派来的，我们一共有10个人。不错，你还是个聪明人。10个人都在这里吗？昨晚进村是你们挑唆的？有5个和我一起，另外5个今日会和大将军一起过来。昨晚进村是太子的人安排的，我们只是顺水推舟而已。看来你们互相间都认识啊。说吧，除了太子和你家二皇子，还有哪个皇子？或者说什么皇亲国戚掺和进来，混进了队伍，一起来了平西村？我就只知道太子，其他的我真不知道啊。很好，剩下的几个人是谁？是你们自己站出来，还是我让人找你们出来？秦玉见他们站了出来，立刻让人把他们带了下去，分开审问。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你们昨晚进村就是借机控制造纸作坊吧？别怪我没给你们机会，在你们大将军来之前，我希望别有用心的人能够自己站出来。还有，你们也可以互相揭发举报。如果你们大将军之后，我还没有拿到我想要的答案，
我不介意再给你们松松骨头。我相信皇上知道了也会同意我这么做的。就你这样还能当百夫长？御林军，垃圾玩意儿！看好他们，谁要想搞小动作，直接腿打断。老爷，秦姑娘，不好了！村子四面又来了很多人，正在和我们的人对峙，都快打起来了！你们快去看看吧。和院子里关的人一样打扮吗？也是御林军吗？他们没有说自己是御林军，只是听说咱们村里有可以做工，想来做工赚钱。我知道了，你回去跟兄弟们说，一个人都不要让他进来，要是敢闯进来的，直接往死里打。二叔，看来咱们村子要热闹了。我也听刘先生说过朝廷皇子之争的事情。丫头啊，你说咱们村儿今后不会卷入皇权斗争中去吧？二叔，你想啥呢？就一个造纸作坊，还不至于。其实啊，我想的是村里的百姓。以前的日子虽然苦，但也能将就活着。如今这才刚有点盼头，我可不想百姓每天都提心吊胆的活着呀。放心吧，二叔，我不会让村子里的人受到一丁点伤害的。二叔，其实这事儿我不想说的，可现在情况你也看到了，我也就不妨告诉你。造纸术上交朝廷的同时，我还在里面夹了一封私信，上面明确写明了皇上占作坊60%股份。放心吧。那咱们就是在为陛下造纸，对吗？二叔这么说也没有错。走吧，我们去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安南县城。刘兄，你这是有何事啊？怎么那么早就来了县城啊？哎呀，有才兄啊，出大事了！刘兄你别急，慢慢说，发生什么大事了？刘远瑶靠近郑永才，小声在他耳边把今早村里发生的事儿都说了一遍。刘兄，你这么一说，我倒想起来了。昨晚我们县城也来了一批风尘仆仆的人，今早城门一开就走了。这不，我正在城门巡视，看看他们还会不会回来。如果两伙人是一起的话，他们此刻应该到了平西村了。那有才兄，我们现在该怎么办？村里的造纸工坊，我和陈明轩陈大人都知道，也是我们上报皇上的。皇上派人过来很正常，但这些御林军不应该那么快就知道村子里有造纸工坊啊。抱歉，有才兄，之前你到村子里没有告诉你这个事儿。其实我只是不想让你搅和在其中，没想到现在还是把你拉了下来。这都是小事，你说能把人安排进御林军跟着来到平西村的人会是谁呀？他们这手伸得有些长了。也就在此时，请问大人可是安南县城县令郑大人？我就是安南县城县令，有什么事？我家大人马上要路过安南县城，要去平西村，特意让小的过来邀请郑大人同去平西村。快，带我们去见你家大人。陈大人，怎么是你啊？你怎么在这里？你就是负责带兵去平西村的将军。这不知本将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让这位兄弟如此。哼，你别告诉我你不知道。就在昨晚，自称御林军的152人潜入平西村，将军不知。这位兄弟，这个我确实不知。我们的队伍为掩人耳目，特意分开打散了过来的，计划在平西村集合。你对村里的百姓做了什么吗？他们还没进村就被我们的人拿下了。拿下后，你知道他们说什么吗？为了保护村子里的造纸工厂，李将军，我想皇上让你们过来的目的，只告诉了你一个人吧？确实来这里的目的，陛下只告诉了我一人。刘兄、郑兄，我们先去平西村，到了村再说。我再说一遍，所有人原地给我坐下。你们将军不到，任何人都给我乖乖的待在村外。我们凭什么要听你的？你是谁呀？我们要去作坊做工，我们要去修河堤，我们要赚钱。既然你们敬酒不吃吃罚酒，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都给我打！
让我看看你们有没有进步。旁边站着的10名部曲也冲了出去，和御林军打作一团。看来你们这速度还是不行啊，太差劲了。看来还要再给你们再来3个月的特训呢。老大，你说的不是真的吧？怎么，你们觉得我像是在开玩笑吗？把刚刚起哄的几个人拉下去，好好审审。遇到阻拦，丝毫不留情，直接下死手。哎，行了行了，你们干嘛呢？收敛点，别给我打死了。老大，你放心，我们有分寸，死不了。怎么样，现在可以谈谈了吗？你们呢，也不用隐瞒身份了，皇上派来的御林军嘛。喏，这位就是陛下亲封的爵爷。你们见了爵爷还不行礼，还敢嚣张？御林军都是你们这样子的吗？见了秦瑜的雷霆手段，又听到他戳破了他们的身份，知道他们的身份，他还敢命令部曲打他们。此刻他们也摸不清秦瑜的路数了。都起来吧，你们就听秦瑜的，坐在原地等着吧。你们将军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再进村。众人看到自家将军来了，一个个好像见到了救星，都起身参见将军，让将军给他们做主。在京城，这些御林军除了皇帝，他们可真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因为他们只听皇帝的命令，黄道没边儿。没想到刚来平西村就成了这副德行。秦姑娘，没看出来啊，你这真是好手段。还好上次我来的时候没和你们起冲突，要不然我是不是也会变成这副模样？陈大人说笑了，你不是回京了吗？怎么又回来了？这还不是托了你的福，今后啊，恐怕要一直留在安南城做知府了。狗冠，你也来凑热闹？看到这些人没？我已经对你很仁慈了。哎，狗冠，你的胡子呢？你自己给拔了？可惜了，还想着以后见你一次拔一次呢。没想到你那么聪明啊！哼，没劲。可惜了，还想着以后见你一次拔一次呢。没想到你那么聪明啊！哼，没劲。丫头啊，不是翻篇了吗？你怎么还记着呢？给刘叔一个面子啊，今后别叫狗官了，不好听。那行吧，那就看在刘先生的面子上，今后就不叫你狗官了。陈明轩一脸的懵逼，看看秦瑜，看看刘远瑶，又看看郑永才，听不明白他们在说什么。就是你让人打伤了我的兵。没错，就是我下令打的。怎么，你不服？还是想替他们出头啊？你可知道他们是什么身份？你一个乡野村姑还敢对他们动手？哼，不就是御林军吗？我知道啊，反正一个是打，2个也是打，100个都打了，也不在乎再多，反正都是废物。你既然知道他们是御林军，还对他们下死手？哦，李将军，你说他们呀？看来李将军很是不服啊。来，这样，我给你一次机会，让你来挑战我，只要你赢了我，我就给他们道歉。你要是输了，今后在平西村就给我老老实实的听我安排。当然，你也可以滚蛋，带着这群废物一起滚。你说的可是真的？一个大男人婆婆妈妈的，难怪带出来的兵一个个跟软蛋一样。好，这可是你说的，一会儿你可别哭鼻子。老大，让我上去替你好好教训教训他。哎，不用，你们在旁边好好看着，好好学。秦瑜就已经来到了他的身前，抓住了他的脖领，直接给他来了一个结结实实的过肩摔。你偷袭算什么本事？有种跟我们将军好好打一场。哼，偷袭？在战场上，敌人会告诉你他们已经准备来，要来打你们，让你们提前做好准备吗？
就你们这样还配当军人，还御林军？我呸！一群窝囊废！再来！两人再打起来，是你来我往，一时间似乎难分胜负。只有李将军自己知道自己已经用了全力，而秦瑜一直在防守，并没有用全力。一套组合拳猛攻，然后飞身一脚，直接把李将军踢得倒退7、8米之远，停住脚步，直接就跪在地上，吐了一大口血。唉，没劲，就这本事也敢在本姑娘面前叫嚣？记住你刚才答应的事儿，以后在平西村我说了算，你要是不听，就带着你们这群窝囊废滚。对了，你不是问我为什么要下死手吗？那我告诉你，这几个人刚刚我们审过了，这几个是谁派来的我就不说了，我就说说他们的目的吧。他们想要混进我们村子，把作坊控制在他们手中，你说我该不该打？还有，我今天告诉你们，作坊是我和村里百姓的，谁要想伸手，就要做好被我剁掉手的准备。我知道你们这里面还有派过来的探子，我也懒得再理你们。回去把我这句话告诉你们的主子，别把手伸到平西村，小心偷鸡不成蚀把米。知县大老爷既然来了，审问奸细的事就交给你了。什么阿猫阿狗都想来咬我一口，我看着有那么好欺负吗？浪费表情。三位，这是你们的军队和地方的事儿，刘某就不奉陪了。对了，学堂那边还有100多号人，我想应该会比这边的人更惨。要是得空啊，你们还是先去看看吧。哎，丫头，你等等我，上次你说的函数什么的，我还是有些不懂啊，你今天再给我讲讲呗。刘先生，天刚亮我就被张二叔叫了起来，早饭也没吃，到现在我是又饿又困。哎呀，你就别来烦我了，我要好好回去睡个美容觉。嘿嘿，刘先生，就辛苦你和张二叔走路回去喽。这丫头，刘兄，这事是不是要给刘大人说一声啊？这里面的水太深了，于丫头真的审出来是谁指使她了吗？目前只审出太子和二皇子。唉，我也想到了，就这样吧，这事儿我们就不要管了，就交给郑大人和陈大人吧，咱们该做什么还做什么。回来路上我也了解了下，来到这些人会扮成你和宋爵爷家中的部区来保护作坊。小鱼也说了，等他们进村后编制到部区里，他觉得这些人的战斗力太差了，想让他们到山中的营地锻炼几个月，我觉得有些不妥。我虽然没有去过营地，但从部区的战斗素质来看，里面应该有一套自己的训练方法，这套方法应该比大前士兵的训练方法更实用。我去找于丫头聊聊吧，这个方法还是上缴朝廷的好，之前没有外人知道也就算了。昨晚15名部区俘虏了152名御林军，这消息要是传出去，恐怕训练方法在握在手里会招来灾祸呀。我也是这样想的，我们2个一起去吧。其实秦羽早就想过了，只是没有合适的时机，总不能直接说皇上，大前训练士兵的方法不对，你要按照我这套方法来训练。所以张文杰和刘远洋来到秦正家的时候，刘先生、张二叔，你们来的正好，我打算让张大叔带着几名部曲直接进京，把咱们训练部曲的方法呈现给皇上，你们觉得如何？张老弟，看来是咱俩多虑了，这丫头聪明着呢，看来是早有准备啊。你们2位这是何意？丫头啊，我们2个刚刚还在担心咱们15个部曲把100多个御林军打趴下的事儿，万一被人传出去，传到皇上耳朵里，这不是要招人非议吗？所以啊，就打算来找你，跟你说说，是不是要把咱们训练部曲的方法上供给朝廷。
是啊，没想到你比我们想的更远，早就有了安排。哎呀，你要是个男娃就好了，为什么偏偏是个女娃呢？可惜了，可惜了哟。切，刘叔，看你说这话，女娃咋了？女娃就不能为国效力了？难道你们不知道妇女也是能够顶半边天的？谁说女子不如男？你们啊，这就是歧视我们女人，哼！没想到秦丫头种地、改良农具、造纸练兵是一把好手啊！哦，对了，还有启蒙教育，这讲起道理来也是一套一套的哇。细数下来，秦于对百姓、对朝廷来说，已经做了那么多事儿，还有马蹄铁和马镫这种扭转战局的东西。若对方是男儿身的话，恐怕最低也是个伯爵了吧？唉，可惜了这一条条大功劳了呀！嘿嘿，我就知道到这里准能找到你们。这村里发生了什么事了？怎么多了那么多陌生人呢？是发生什么事了吗？大哥，你不知道？你们是自己回来的？是啊，昨晚城里来了不少陌生人，我们担心这些人是冲村里纸坊来的。早上城门一开，我和宋大哥就赶着马车回来了。你们派人去城里找我们了？是的，大哥。昨夜村子里来了100多人，被茂林他们拿下了，到了天亮才汇报。经审问得知，他们就是冲着村里造纸坊来的。宋大伯、张大叔现在都过去了，你们也不用担心了。我们现在说一下接下来的安排。张大叔，等一下你就挑3名机灵的、功夫好的，和你一起进京找刘大人，把咱们训练部曲的法子上交上去。宋二叔在管造纸作坊，管的也都挺好的，回头交代他，朝廷派来的人只能够在作坊50米外值守，要是敢靠近作坊半步，让我们的人不用留守，留一口气就好，毕竟他们是皇上的人。宋大伯暂时就代管部曲吧。俊浩哥他们在山林里面训练的怎么样？城里酒楼开业前我进去了一趟，那群小子比以前欢实多了，还想找我练练，结果都被我打趴下了。他们说不把我干趴下，他们绝对不出来。他们都是咱们村自己的人，让他们多磨练磨练也是好事。等这群御林军安顿好了，我也进去看看。陈明轩带着李将军来到了秦家。陈大人，你们现在过来是有结果了吗？这3天里，我们一共调查出30个人是为太子和2皇子做事的人，这些人我们会把他送回京城。这件事情我们也会上报给陛下，让陛下给秦姑娘一个交代。陈大人，你这话就说错了，我只是一介民女村姑，不是给我交代，我也不需要交代，但是要给平西村这100多户人家一共300多口人一个交代。往轻了说，他们只是想趁机霸占控制作坊；往严重了说，如果不是我们的部曲提早发现控制住他们，那他们进村后会不会为了利益屠杀残害村民？你胡说！我们的军队都是听皇上的命令，绝对不会滥杀无辜。哼，是吗？那你告诉我，2皇子和太子的人是怎么来到平西村的？是我安排进去的吗？陛下让你们来平西村是保护作坊不被有心人利用的，你们自己看看现在是个什么样子。陈大人，作坊开始造纸的时候你也在，这才几天，桃子都还没有熟就要摘桃子了，是不是太着急了一些？李将军，你是接了陛下的密旨来的平西村，至于2位皇子怎么知道的和我没有关系，我也不想知道，陛下应该有交给你书信之类的给我。李将军这才想起来了，自己去见皇上的时候，皇上确实有给他一封密信，让他带来亲手交给秦羽，只是刚到就遇到那档子事儿，就给忘记了。信的内容很多，但最重要的就是皇帝承认了他的功绩，只是时机不成熟，等时机成熟一定给自己一个郡主，并让秦羽放手去干，出了任何事儿皇帝为他担着。李将军，你要不要看看？啊，我能看吗？想什么呢？这可是皇上给我的宝贝，你没看到上面有皇帝的玉玺和丝章吗？是你能看的吗？哼！行了，陈大人、李将军，我还有事儿就不留你们了，
你们带来的人就按陛下说的，加入宋爵爷和张爵爷的部曲队伍里。你们的人不能够出现在作坊和打铁坊以及农田50米以内，否则被我们的人打死，我可不负责。还有，最后警告你们一次，别再动我作坊的脑筋，除了陛下谁都不行。只要敢伸手过来，伸一只我剁一只，伸2只我剁1双。哼！说完，他转身就回了屋里。丫头啊，他们一个可是知府，一个又是掌管御林军的大将军，你这样太过于锋芒，是不是不妥呀？爹，你看看这个。其实也不是我想这样，只是被他们逼的。你看吧，如果我们不强势一点，是保不住造纸作坊的。还有，既然已经得罪了太子和二皇子，那就没有必要再退缩，要刚就刚到底。你就不怕太子或者二皇子秋后算账？怕什么？只要现在的皇上还活着，我相信他们不敢乱来。我们好好赚银子，真要是当今的太子登基，我们就带着银子到海外去。我可是听说海外有很多岛屿，我们平西村的父老乡亲去占一座，我们自己当家做主。哎，你这丫头，我是说不过你，你说什么都是对的。说着，他打开了秦宇给他的信。丫头，这是什么呀？爹，这是我的底气，你先看看，看完了可要好好收着。以后啊，说不准能救咱们全村的命，最关键是能够救咱家的命。说完，他就离开了家。现在既然与皇上达成了协议，那他就没有必要再缩手缩脚了。他走到造纸作坊。孙二叔，你忙着呢？哎，小鱼呀，你来了。你这都是干啥呢？哎呀，我这不是想着怎么提高产量，提高纸浆质量吗？这不我就在这里瞎琢磨嘛。办法倒是有啊，只是现在没那能力。现在就是制作纸浆的时间太长，要是能够直接把竹子、树木制作纸张的原材料粉碎再发酵，那就快得多了。二叔，其实办法也是有，只是现在实现起来比较难。你看啊，我们做纸浆之前要把竹子泡软泡烂，其实这样做就是取植物纤维做成纸浆，只要我们把泡发的时间节省下来，制造纸浆的时间可以提高。啊，真的吗？我还以为必须经过泡煮才行呢。真的，这原理虽然都懂，可是涡轮机、发电机该怎么做？还有变压器等等一系列的工具零件。哎呀，说起来简单，就是在200多年后制造出来都是能够震惊世界的壮举啊！何况现在是古代，难道自己要发起工业革命吗？哎 ，no， 最多制造个水车出来灌溉，等自己100年后留下一个理论，让后人去研究。我又不是皇帝，才懒得去操那个心。这搞不好还会来个功高盖主，引来杀身之祸什么的。二叔，你先停一下，我来找你是想跟你说一下咱们作坊扩大生产的事。我想要再挖几个发酵池，把我们现在的作坊周边50亩地直接划进来做造纸工坊。小鱼啊，这周边的地可都是村里的自留地，你给建了工坊，那村民怎么办呢？二叔，你是不是忘记了？这片地去年就被皇上赏赐给我了，现在这片地都是我的。当时把工坊建在这里，我就想过扩大生产的问题，当时只是时机不成熟，现在时机成熟了，加上今年也没有耕种，明年就可以开始建设了。哎呀，你看看我都把这事儿给忙忘记了。哎，那我现在就去找人开始建。咱们现在每天生产跟得上吗？城里现在只是在供应我们县城周边几个县，还有安南城，每天都供应得上。李家主每天要的量也非常大，也都还好。目前材料都很充足，
人手方面呢，这村里的男女老少，只要是16岁以上的都会超值，不用担心。那行，我来找你就是这个事儿。至于改进提高指甲效率的事儿，慢慢来，你也别着急。我也就是琢磨琢磨，不着急。秦瑜笑了笑，他可是听说宋二叔都快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了，他也没揪着这个问题不放，和宋二叔又闲聊扯了几句，便离开了作坊。老爷，刚刚吃饭的时候我打听了一下，这片山林最近闹土匪了，我们要小心一点。啊，出门在外你们叫我张大哥就好，进山了大家都注意一点啊，快速通过。4名不起应是，拍马加快了脚步。他们刚走到一半，就听到了前面传来了哭嚎打斗的声音。走，上去看看，能冲过去就冲过去，不要多管闲事，我们身上的事儿要紧。说完，他率先打马冲了过去，转了个弯就看到应该是一个商队和一群山匪打了起来。冲过去，不要多管闲事，到了前面县城和当地的捕快说一声就行。郑大爷，救我们啊！我们是李家镖局的。你认识我？我和我家家主在安南城见过张老爷。你们这是准备去哪儿啊？这批货老爷让我们送到福州城，都是纸张，没有想到在这里遇到了山匪。各位好汉，这个镖局的东家是我朋友，大家不妨给我个面子，今日放他们过去可好？我呸！你谁呀你？让爷给你面子，你算老几呀你？兄弟们，他们的马不错，给我抢了！大家一起上，把这群人都给宰了！这几车纸可比几车粮食值钱多了。你们之前就知道马车里面装的是纸？废话，我们不知道是纸来抢个什么玩意儿？为了这几车破粮食，哼，那可不值得我们出动这么多人。好汉，当真不让我们离开？废话，兄弟们上！老爷，你先走，我们拦住他们。走？要走我也要先杀几个再走。听着，不用手下留情，往死里打。得令。一时间，整个山谷只见刀光剑影，还有漫天的血腥气以及喊杀声。张文见他们这边即使勇猛，但也架不住对方人多呀。很快，山匪就压制了过来。杀！我们人多，一起上杀光他们，为我们的兄弟报仇！兄弟们，这群山匪不简单，小心一点，别着了道。张老爷，我们掩护你们，你们赶紧走吧。是我们连累了你，刚刚就不该叫你的。少他妈废话，有说话的力气还不如多杀几个敌人。我遇到了见死不救，传出去还让我怎么做人呢？等下找好时机，纸张不要了，一起冲出去。嘿嘿，想跑？想得美！兄弟们，给我把他们围住了，一个也不能让他们逃走。既然来了，全都给我留在这里。老爷，我们4个掩护你冲出去。这群人绝对不是山匪，要是山匪也不是简单的山匪，不是逃兵就是人假装的山匪。老爷，你不用管我们，身上东西要紧。好，有劳各位兄弟了。放心，你们要是没了，今后你们的家人就是我的家人，我替你们为父母养老，保证不让人欺负你们的妻儿。多谢老爷。说完，提着刀就冲了出去。他们要护送张文健去夺马，只可惜这些山匪比他们还不要命，他们根本就无法冲出来。就在千钧一发之际，不知从何处飞来2支羽箭，只听打架怎么能少了小爷我呢？他们环视四周，没有看到人，就心生恐惧，想要撤。都还站着干嘛？杀光这群畜生！他们不久前血洗了一个30多户的村子，杀光这群畜生！这男子是谁啊？为何会有如此大的压迫感？说，距离这里20里处村里的人，是不是你们杀的？是我们又怎么样？不是我们又怎么样？兄弟们，他就一个人，我就不信了，我们这么多人还打不过他一个！都给我上，弄死他！抱头鼠窜的山匪看了看四周的山峰，见再也没其他人，也没有羽箭射来。兄弟们，杀了他！死去的兄弟们报仇！
来得好，既然你们赶着去投胎，小爷就成全你们。老爷，你没事吧？这名男子好生勇猛。怎么样，还能坚持吗？没事，就是蹭了一下，我们还能再战。好，那咱兄弟几个就去杀个痛快，跟我一起上，杀光他们！都愣着干嘛？一起上啊！遗嘱相候。多谢兄弟出手相助，要不然我们这群人今天肯定都得交代在这里，还不知兄弟高姓大名。哎，高兴不敢当，叫我张志清就好。哈哈哈，巧了，我也姓张，张文健。哈哈哈，还真是巧了，说不定我们祖上还是一家人呢。张大哥，你们这是准备去哪儿？怎么会和这群山匪遇到？哎呀，说来惭愧呀，我不如兄弟你。其实我们本打算骑马冲过去的，没想到是认识的人，这才停下来想要说和。但这群山匪根本就不给机会，这才打了起来。哎，张大哥不必过谦，这是人之常情。估计很快这里就会有人来了，咱们还是赶紧处理一下身上的伤吧，把兄弟们的尸体处理一下离开吧。陈镖头，现在就你们这几个人到福州城恐怕是去不了吧？要不你们就在这里养好了伤，等待李家主派人过来会合，然后再上路。这个小镇有我们的站点，我已经和他们联系了，他们会找兄弟们过来接替我们的任务。张老爷，你们接下来怎么打算？今晚我们就在这里休息，明日就会离开。张老爷，你们身上的伤……没事儿，休息一夜就好了。哎，张兄弟，你有何打算？要是没有地方去的话，不如你去安南县平西村，到了那里找一个叫秦瑜的姑娘，告诉她是我让你去的，她一定会好好的安排你，报答你救命之恩的。你所牵挂的人会出现在北境，到那里等待即可。在北方，一定能够见到你想要见的人。多谢张大哥好意。听说四皇子的军队是真正抵抗匈奴、抵御外敌的军队，我想北上参军。去投奔四皇子的军队也是好事儿。那我就在这里提前预祝张兄弟早日建功立业。那张大哥，我们就此别过，后会有期。张兄弟现在就要走吗？不在这里留宿一宿？今日就不留宿了，改来日我们再见，一定不醉不归。张兄弟一路多保重啊！如果到了目的地不像你想的那样，记住我给你的地址，回来找我。张大哥，我记住了，我一定会回来找你的。张兄弟保重啊！夜幕降临，张文健的房间里，你们两个怎么样啊？要不你们就在这里养伤，等养好了伤直接回村，我一个人快马加鞭去京城，等我回来再带兄弟们来把云飞和云星带回去。不，老爷，我们的伤不要紧，出发前爵爷交代过，一定要护你周全。还有老大也说，即使我们死，也要护送你把东西呈现给皇上，所以我们不退，要护你进京。那行吧，今天我们早点休息，明天一早就出发。平西村秦家，闺女啊，这东西还是你自己收着吧，你也太大胆了，跟陛下还敢讨价还价。爹，这可是你误会我了，我给陛下的是60%收益，是他说只要30%的。其余他们得知张文健他们路上遇到麻烦的时候，已经是7天后了。其余知道张文健没事才放心，同时他让李将军带来20名部曲，按照李家主所说的位置，找到被安葬在树林里2名部曲的尸体，带回平西村重新安排后葬。大婶，这都是我的错，明知凶险，应该多安排一些部曲去保护才是。丫头啊，这不怪你，只怪那些电傻的贼人。如果不是他们起了歹心，又怎会让文健撞上？大娘不怪你。宋大伯，接下来村里的一切都交给你了，我要带着这群御林军进山里训练。随着造纸作坊越来越大，加上还要做其他东西，未来进入安南城的商队只会越来越多。现在如果不肃清安南周边的山匪，日后恐怕必成大患。接下来
要加强训练部曲了。带着部曲，把安南方圆500里所有的山匪全部消灭，让山匪们听到平西村就怕就恐惧。1个月后，秦瑜第一次从山里出来。赵大伯、陈大婶、张大娘，你们把那个秧苗拔起来，直接用秧苗捆就行了，不需要特地用秸秆捆。没事的，秧苗死不了。于丫头啊，这可是咱们村第一次这么栽种稻子，怎么能随便呢？这一拧一扎，一把就是好几棵秧苗，万一死了，这一大片，这得浪费多少秧苗啊！哎呀，就是这，可是我们辛辛苦苦一颗一颗插的，眼看着长这么大，可不能浪费。唉，眼不见心不烦吧，实在是看着太别扭了。大叔大伯，你们看，看到了吗？就这样扔就行了，不用一个个的提到田里放。小鱼啊，我们这不是怕损害秧苗吗？没事儿，死不了。你们听我的，就这么来。要是这么一个个的放，慢不说，还很累的。于丫头，你来看看这线拉的行不行？老大，城里有个叫张静怡的来找你，还有她的婆婆，他们还带了一对龙凤胎，这是他们的拜帖。快去把他们带到我家里去。在村口，他见到了从马车上下来的陈老夫人和陈家少夫人。哎呦，金神医还有劳你出来迎接，老身实在是有愧呀。陈老夫人、陈少夫人，原来是客，我出门迎接也是应当，只是让你们久等了，实在是抱歉。哪里，那里村里的规矩我们都懂，没关系的。陈老夫人、少夫人，你们里面请。哎，两个小家伙呢？从城里来了这一路啊，他们时不时的就闹一阵儿，哭一阵儿。到了你们这村子，两个小家伙就突然之间的安静下来了，直接就给睡着了。估计也是知道马上见到他们的救命恩人了，才乖乖的睡去。是啊，应该是这村子给他们踏实的干，就睡着了。秦神医啊，我看这村子四面环山，人杰地灵，是个不错的养老地。刚刚我还跟静一说，要是合适的话，打算在这里建个庄子，我们娘俩也到乡下来住。那哪里是村子和自己的原因呀？明明就是孩子哭闹一路了，累了才睡着的吧？陈老夫人和少夫人说的对，咱们村的环境好啊，确实是挺适合居住养老的。要是你们真想来村里住，回头我给宋大伯说一声，让他给你们划一片地方，给你们建房子。好，那就又有劳秦神医了。老夫人，这有什么麻烦的？还有啊，你叫我秦瑜或者是小鱼就行，或者啊，跟村里的叔伯婶娘们一样，叫我于丫头，这样听着亲切。你叫我秦神医就疏远的不是？好，那我们就叫你小鱼好了。哎，小鱼啊，你爹娘这个时间都在家里吧？哎，这才对嘛。我爹再过2个月就要进京赶考了，这会儿应该在学堂找刘先生请教问题呢。我娘没事做，这会儿应该是在家里绣花做衣服。几人说话间就到了秦家门口。娘，我回来了，家里来客人呢，快开门，出来接一下。哎，我这就来了。哎，丫头，你不是去河坝教他们栽秧了吗？怎么又回来了？来，娘，我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是我跟你说的和善又疼儿媳的陈老夫人。晚辈见过陈老夫人。好，张夫人不用客气。哎，静一啊，快过来给张夫人行见面礼。静一见过张夫人。小鱼，你该多向静一学学，看看人家多懂礼数，让你学下礼数，不是这事儿就是那事儿。你这丫头看什么呢？还不快扶着陈老夫人进门？娘，你没发现吗？这陈少夫人和你长得有点像，之前我还没觉得，现在和你站在一起，是越看越像。静一，
静怡，张静怡，闺女，你说她姓什么？是不是姓张？你姓张对不对？你叫张静怡对不对？真的是静怡，真的是静怡，大哥大嫂，我找到静怡了，静怡还活着。张静怡看着有些疯癫的张秀茹，有些害怕，直接躲开了。静怡，不许躲！静静啊，我是你姑姑啊，我是你姑啊！姑姑，姑姑，我是你姑姑，你不记得我了吗？像，真的像，这眼睛、鼻子，跟你娘长得一模一样。我见你的第一眼就该认出你的。姑姑，姑姑，我终于见到你了，你怎么变样了呀？哥哥不见了，他们把我们全家人都杀了，我还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姑姑。姑姑都知道，都是姑姑不好，姑姑没有照顾好你，没有早点把你找到，让你受苦了。不是的，不是的，姑姑，不怪你，都怪那群坏人，是我没用，是我没用，我没办法给家人报仇。原来娘亲一家那么惨，被人灭了门，难怪时常看到她独自发呆落泪。不管是谁，只要让我查出来，绝对一个都不会放过。这个仇我必须报。秦正在学堂听说家里来了客人，就拜别了刘远耀。这不，刚靠近自己家，就听到了女人撕心裂肺的哭声。丫头啊，先扶你娘和你表姐进去，有话咱们进去说，这都在门口待着不好。对对，先进屋再说。回到屋内，静怡啊，快跟我说说，这些年你都是怎么过来的？还有，当初你和你哥是怎么跑出来的？回姑姑，那天哥哥偷偷把我带出去玩，再回来的时候就看到家中燃起了大火，哥哥就带着我躲了起来。后来听说我们张家全部都被人杀害，哥哥就带着我往城外逃，我也不知道逃了多久。哥哥带着我藏到了一个破庙里，后来有人搜查过来，哥哥为了保护我，就让我躲在石像的后面，还用草把我盖住了，他自己跑出去把坏人引开了。我也不知道过多久，我太累了就睡着了，再醒来的时候就天亮了，哥哥还是没有回来，他骗我，说好的要回来找我的，到现在也没回来。是我害了哥哥，是我害了哥哥。这孩子这些年什么都不说，心中该有多苦啊！哎，这么大的事儿，这些年呐，这孩子也从没有跟我们说过，这该多苦呀！我们当年捡到他的时候，他就昏迷在新州城外距离一个破庙2里的地方。等他醒过来，他说自己叫张静一，说自己趁人牙子不注意跑出来的，问家在哪儿，他都一直摇头。当时他还小，我们见问不出东西，以为他真的不记得了，就想先带上他，慢慢的为他找家人。没想到这一找就是17年。哎呦，秀茹啊，你们也别跪了，要不是小鱼，静怡啊，
我这孙子孙女儿也未必能活着来到这个世上，我陈家的香火也就断了。所以呀，你们也不必如此。老夫人，还是让我们给你磕个头吧。没有静怡，肯定还有其他女子为老夫人延续香火，但当年没有老夫人出手相救，这静怡恐怕早就没了。这个头我们必须要磕。是啊，老夫人，我们不知道就算了，现在知道了肯定是要感谢你的。这救命之恩就算磕100个头也报答不了，所以还是让我们给你磕个头表示感谢吧。放在屋里床上睡觉的2个小家伙先后的吭哧2下，然后就哭了起来。还好，自己不光救了2个外甥，还救了可能是母亲在这个世界上除了自己一家人之外的唯一亲人，自己的表姐。陈老夫人，来的时候你说想住在村里，我现在就去找宋大伯，就在我们房子旁边给你们划一片地方建房子。今后啊，你们就和我们住在一起吧。暂时城里就先不要回去了，等我查清楚当年害我娘全家的人是谁后再回去可好？陈老夫人，我觉得小鱼说的对，你们就在这住下吧。之前我们都瞒着，如今相认，要是传出去，怕真会给陈家带来麻烦。好，那我这老婆子就听你们的安排了。今后呀，我跟静怡就住在你们这儿了，还要多多麻烦你们照顾了。那好，娘，你招待表姐和陈老夫人，我去找一下宋大伯要地去，下午就找人开建。就说秦瑜来到宋明远家。宋大伯在家吗？哎呦，是于丫头吧？来，进来吧，门没锁。你这丫头啊，今天是遇到什么事儿了，把你高兴成这个样子啊？我突然多了一个表姐。宋大伯，你说缘分是不是很奇怪？还记得1个多月前我在城里接生的双胞胎吗？嗨，记得呀，当时啊，你还被郑大人打了一板子呢。哼，宋大伯，你就不能把打板子的事给忘掉吗？那狗官下次来，我肯定还要拔他胡子。哼，想我一世英名就毁在他的一板子上了。是不是提到狗官或者见到狗官，你们就会想到打我屁股的事儿？没有。哎，你快说说那双胞胎怎么了？我刚听说村里人说陈家人来你家了。你也想不到吧，我救的陈家少奶奶竟然是我娘失散多年的侄女，怎么样，是不是很震惊？哎呀，这缘分呐！嘿，还好那天遇到了你，要不然……是啊，不说这个了。宋大伯，我过来找你是想让你给我表姐他们在我们旁边给他们划一块宅基地给他们，今后啊，他们就住在咱们村了。怎么还有人好好的城里不住，要来乡下住？好，刚刚从京城来了封信，应该是有了你张大叔的消息。既然你来了，我们就一块看看，看完了我就去找人给他们划地。快拆开看看，张婶子刚刚在田里见到我，还问我这个事儿，看她眼睛红红的，估计又哭了。是啊，这1个月来可是苦了桂花妹子了。说着他就拆开了信封，拿出里面的信，看着看着他就笑了。秦瑜见到他笑了，心中也松了口气，笑代表就是好消息。宋明远把信递给秦瑜，秦瑜看完后也笑了。真好，宋大伯，你找些人去帮我表姐他们划宅基地，他们在城里住的是3进的宅子，在这儿至少也得2进吧。你尽量给他们划大一点，我去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张大婶去。哎，我说你慢点跑，别摔着了。老婆子，我去秦正家一趟。知道了，快晌午了，早点回来吃饭呢。另一边，张大婶、桂花婶子，我张大伯来信了，他当了将军。于丫头，你说什么？张文健当了什么？将军，训练京城军队的将军。这个老东西终于知道往家里报平安了。
三人被管家带到了前堂，见到了刘大人。哎，到了这里就当到了自己家。你是张觉业的哥哥，更不用行跪拜之礼。这一路上你们受委屈了，你们放心，我一定会为你们讨回公道来。哎，也罢，按照远瑶信上所说，你们应该早就到了，还有5个人，怎么现在只有你们3人？你们的路引呢？回大人，我们是早该到了，路上遇到了山匪，2个兄弟没挺过来死了，我们也受了伤，原本以为可以挺住，没走2天伤口发炎，路上又得一大夫所救，又耽误了5日，伤好烧退，我们拿着大夫配的药快马来到京城，才发现路引丢了，就被关进了大牢，这一关就是7日。你们就没报老夫名号吗？大人，我们被抓第一时间就说了认识你，可是他们不听，还是把我们关了起来。在京城都报我的名号了，居然没有用，这些人真是胆大包天，还有没有把我这个尚书放在眼里？混账！3位好好休息，这件事我一定为你们讨个公道，给你们一个交代。哎，大人呐，我们被关几天无所谓，另外我们已经被耽误很多天了，相信那些冒充御林军到我们村的人已经被送回京城了，咱们村几百号人还需要刘大人救命呢。刘大人懵了，上一次张文杰和宋礼正来找自己也是说救命，现在又是如此，这平西村又搞出什么玩意儿了？刘大人此刻听到事关御林军前往平西村的事，他平静下来，不急着去找那群人麻烦了。他看着张文健，张文健见状直接把御林军如何被抓，他们又如何审问，一五一十地讲了一遍。你是说你们15人把152名御林军全部活捉了？你们部曲还无一受伤？啊，是的，大人。我的个乖乖，这一群人也太厉害了！就这战力，你们200部曲岂不是能单挑上万御林军？难怪他说要救命，民间有这样一股势力，陛下知道了不猜忌才怪。别有用心的人一鼓捣，平西村不就大难临头了？老爷，府门外又来了20人，他们自称是安南县平西村的部曲，他们拿了大少爷的书信前来求见老爷。哦，你们还有别的人？没有啊。大人可容草民问一下来人是谁？袁茂林，他还问我张老爷有没有来过，看样子有点着急。是他们呢，御林军就是这个袁茂林带着14名部曲拿下的。真的吗？他们怎么来了？管家快请他们进来。刘大人让他们起来。老爷，我们总算找到你了。诸位兄弟辛苦了，你们怎么也来京城了呀？还有，你们刚刚一路一瘸一拐的是怎么回事？路上也遇到山匪了？不是的，老爷，你们遇袭传回村里，老大就派我们快马沿路北上，找到你护你周全，这不是屁股颠得疼吗？部曲退下后，刘大人才接过训练士兵的方法。你们就是按这套办法训练部曲的？是的，大人。好，你们就在府上好好休息，有什么事直接找管家。我现在就进宫面见陛下。刘大人出了门，进了宫。让他进来吧。微臣刘勋叩见皇上。刘大人现在进宫见朕是有何事啊？20天前，张觉业的哥哥张文健带领4名部曲进京献策，路遇山匪，死伤2人，3人幸免，为了献策来不及医治，带伤前行。后来伤口感染，路上耽误5日。后来进京路引又丢了，被关在大牢7日。老臣今天才得知，把3人接出来，这是他们献的册子，请陛下过目。皇上接过就开始翻看。刘大人是个文臣，看不懂。这皇帝可是马上的皇帝，他可是看得懂的。皇帝是越看越震惊，越看眼睛瞪得就越大。
哎，赵姑姑，四皇子靖玉可还在宫里？让他来见朕。还有，派人去催一下秦国公和陈国公，让他们快点儿。哎呀，柳爱卿，快请起，快请起呀！这秦丫头，朕对她是越来越有兴趣了，真是个奇女子。你说这么聪明的女子，怎么就不是男儿身呢？哎呀，可惜呀，实在是可惜呀！儿臣拜见陛下。啊，都免礼了，来这里就是想给你们看样东西。你们三位感觉如何呀？陛下，您这是哪里来的练兵法子？老臣以为我们大前士兵要是都按此操练，我相信在不久的未来，再也不会怕外敌侵犯。陛下一统天下指日可待，恭喜陛下，贺喜陛下！陈国公说的对，有了这个练兵法子，我们大前士兵的战力恐怕上的不是1-2个台阶。发明这个训练士兵法子的人，那真是个天才啊！要是能来军中训练士兵，一定能为大秦缔造一支钢铁雄狮。妈呀，还好来得及时，要不然不光平西村，就是自己可能都要被安上一个谋逆的罪名给处决了。军中自古以来就不能有女驾，难不成我要破了这条规定？这老东西现在知道怕了。柳爱卿献策的人可还在你府上？他们可会这策中的方法？回陛下，献策的人以及另外15人，此刻都在微臣府上。好，赵公公快去请这些好汉进宫，朕要亲眼见见他们到底是不是长有3头6臂，竟能15人不声不响俘虏朕152名御林卫，好得很呐！陛下，您刚说的可是真的？真的15名部曲把152名御林卫给俘虏了？没有伤亡？哼，都是一群废物！这话传出去，还不让那些外邦笑死朕？刘大人，你起来吧，相信你也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了，你就好好给他们3个说说吧。还有，不是3人活着到京城了吗？怎么又多出来15名啊？回陛下，不是15名，是20名。微臣刚没说清楚。后来20人里有那15名部曲，他们是在张文健等人遇到山匪后，秦姑娘另外派出来追赶护送张文健的人。老爷，我们真的要见皇上了吗？听说当初宋老爷病重，皇上还亲自到病床前看他，是不是真的？不想死就把嘴巴给我闭上。皇帝并没有召见他们，而是从养心殿出来。你们都起来吧，让朕看看你们到底长什么样。陛下让你们快起来，还跪着干嘛？快谢主隆恩，站起来，别惹陛下生气。听说就是你们俘虏了朕152名御林卫。哎，你们别怕，也别急着跪，朕现在这里同样有152名御林卫，朕不要你们15人，你们23人一起上吧，给你们1炷香的时间，如果不能把他们打倒，看朕怎么治你们的罪，还有平西村百姓的罪。开始吧，兄弟们，上！3位爱卿，你们觉得下面2方人哪一方能取胜呢？陛下，刘大人刚刚说的实在是太玄乎了，反正老臣我不相信他们23人能真的在1炷香之内放倒眼前这152名御林卫。依我看，只要御林卫团结在一块儿，把他们牢牢困在中间，我相信要不了多久，这23人都会被打得满地找牙。陈国公说的对，刘大人说的是晚上，在御林军没有防备的情况下被俘虏也非常正常，但并不能说明这15人有打败152名御林卫的能力，所以我也觉得御林卫会赢。卒！接触的士兵不是被他们的棍棒打倒在地，就是被他们一脚踢飞，根本靠近不得。见此情形，御林卫的头头赶紧喊了一声散开。面对这样的局势，他们聚在一起就是张文健几人的肉靶子，
几位爱卿，你们现在还觉得不取会输吗？散！打的那些御林卫毫无招架之力，很快地上就倒了一大片。兄弟们，让他们尝尝我们的拳头！这群不取实在是太嚣张，不知所谓，居然敢把武器丢掉肉搏！陛下，哎，陈国公安心看下去。其实皇上此刻内心也是愤怒的，拿着木棍都打不过人家，别人丢掉了武器，你们翻盘的机会可就来了，一个打5个都不够打。张文健和袁茂林干脆就退了出来，看看，这就是底气。可是高台上的皇帝和陈国公、秦国公就没那么高兴了，脸顿时就黑了下来。陛下，老臣请求出战，好好教训一下这2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你急什么？看着就是，都是群饭桶。要是来千百个这样的部曲，还不把我的皇宫给拆了？就在此时，有3名御林卫看向旁边站着看戏的张文健和袁茂林，顿时感觉受到了侮辱。哎，你屁股疼，让我来。哎，你看我做甚？我年轻那会儿也可以。部曲赢了，都别玩了，速战速决！几个呼吸间就把所有还能站着的全都打趴在了地上。皇上、陈国公、秦国公、四皇子、刘大人集体沉默。感情那么久是在玩呢，最后才是你们的战力是吗？哎呦，我的老天爷哟，这风头出的，你们这群傻子哟，自求多福吧！哎呦，真的是群憨憨。甩袖就进了养心殿。老爷，我们刚刚是不是过了？没事儿，等着吧。4位说说吧，你们怎么看？朕的御林卫都是饭桶吗？之前晚上说被偷袭，不知对方底细也就算了，今天呢，你们告诉朕还是偷袭吗？一群废物！陛下息怒。我息怒？呵呵，我是该怒的。这些亲卫都是废物吗？景玉，你来回答朕。如果换作是你，你能不能训练出这么优秀的部曲？换了你需要多少士兵能战胜这些部曲？妈呀，这是送命题啊！回能吧，皇帝肯定会多疑，那就是说朕不如你了呗。回不能吧，那陛下肯定会说废物。回父皇，儿臣恳请留下殿外的部曲，亲自操练父皇的御林卫。哼，行了，都别跪着了。几位觉得禁欲的办法可行？回陛下，四皇子说的办法可行，但是对方的来历，我们是不是要派人查探一番？老臣觉得可行，可查。可行，可查。好，那诸位觉得给他们什么官职为好呢？几人在下面议论开了，他们哪知道怎么封官，还不是要等皇上自己开口，他们应试就好。行了，那就暂封张文健为训练营大将军，负责京中御林军和御林卫所有军事的特训，让他们尽快成为像他们一样的战士。至于他手下的部曲嘛，要是训练有功，朕就撤了他们奴籍，另有封赏。张将军，还不快上来接旨？谢主隆恩，吾皇万岁万岁万岁！哎，这群部曲啊，希望能给朕带来惊喜吧。父皇，儿臣请求加入训练营，跟张将军训练。好，要是这个办法适应军中，全军即刻普及。一大早，秦老二就来到秦正家门口。三弟啊，以前都是我的错，我不求你原谅。现在大哥也不知道跑哪里去了，爹娘这都在大牢里，我一个人带着5个孩子，我实在是太难了。你能不能借我点银子？等地里收成下来了，我就还你。我去把大嫂还有春花从娘家接回来，以后我好好过日子，不再打他了。要是大哥回来，我也看着大哥，不让他打大嫂了。求你了，老三。秀茹，
你觉得呢？大嫂和二嫂当初没少背着秦老太婆给我们拿东西，要是秦老二真的像他说的一样好好待他们，那借他点银子把人接回来也不错。总归孩子们是无辜的，小菊和小草都还小，需要有个娘。爹，那你就给他拿10两银子，再找2个部曲跟着看着他，确实去接了大娘和二娘。要是敢去赌博，直接剁了他的手指。起来吧，银子我可以借给你，我会叫人跟着你去接大嫂二嫂。要是你敢拿着银子去镇上赌博，你的手就不要了。说完，他对着不远处的2名部曲喊了一声：解元爷，您有何吩咐？有劳二位一会儿跟着秦老二，不管他去哪儿，只要不是去赌场就不用管他，要是被人揍，没有生命危险也不用出手。接到春花后，他又鼻青脸肿的到了李凤娥家。亲家大哥，三弟四弟，以往是我们对不起大嫂，现在我娘和我爹都被抓去下了大牢。我大哥去年跑出去也没再回来，你们就让大嫂回去吧，孩子们需要他。要是打我你们能出气，能让大嫂回去，你们就打死我吧。难道这人真的转性了，变好了？你起来吧，要凤娥回去可以，拿5两银子来。今后要是再敢欺负凤娥，我就是拼了我这身老命，也要去烧了你家房子。对，大娘大伯，这银子你拿着，我保证今后大嫂在我们秦家不会再被欺负，请你们放心。哼，记住你今天说的话，要是我家凤娥再全身伤得回来，我老太婆说到做到，不让我闺女好过，我也不会让你秦家好过。闺女，记住娘刚给你说的，回去把孩子带好。至于今后秦家二老今后再回来，不用看他们的眼色，要是敢对你不好，你就回来给娘说，娘带着你哥哥弟弟去给你出气。娘，我知道了。大娘，你放心，这次回去啊，要是还有人欺负我们，我们姐妹2个就拿刀和他们拼命。就结伴去了秦正家。三弟三妹，你们在家吗？是大嫂二嫂啊，我还说等会儿去看看你们呢。三妹，见到你现在这样啊，真为你高兴。大嫂二嫂，你们屋里坐，和秀竹聊聊，我去学堂找刘先生请教些问题。那你去了，放学就把小钟一起带回来吧。三妹啊，这三弟不会是生我们的气，才借口去学堂的吧？2位嫂子，你们就放心吧，你们能来呀，他高兴还来不及呢，又怎么会生你们的气呢？这不下个月他就要进京参加年后的春闱了，刚刚本就准备出门去学堂请教刘先生问题的，这不刚好赶上你们来了吗？三妹啊，我们知道这银子是老二找你们借的，这不我们也回来了，就先把银子还给你。是啊，三妹妹，谢谢你，这银子现在也用不上了，就先还给你。我们娘家人也都是气不过才故意找齐老二要的银子。大嫂，你刚回家，家里肯定缺很多东西，你先拿着这些银子用，以后有了再还我也不迟。哎，这回想起以前，要不是你们偷偷送粮食出来接济，我们这一家子呀，恐怕早就饿死了。哎，现在我们生活比以前好了些，也和秦家断了关系，但大嫂和二嫂对我们的恩情，我们永远铭记在心。你们就先收下吧。二嫂，你也收着，别让秦老二知道。还有啊，要是他敢打你，问你要钱去赌，你就叫一声巡逻的部曲，让他们替你出气。三妹，我们……哎呀，没事了，这日子呀，一定会慢慢好起来的。这今后啊，要是有什么难处，你们尽管来找我。就是秦老大和秦老太婆回来了，你们也别怕，要是不敢动手，就冲外面喊。这村里在夜里也有部曲巡逻，听到了一定会为你们出气的。回来了就好好过日子。哎，他们就没有提到其他的事情吗？比如让大喜或者他们自己去作坊工作，或者让二喜去山里训练，
或者去学堂上学？没有，他们只是聊了聊回娘家的家常，还有一些对未来的憧憬，没有别的了。大娘和二娘嫁到秦家可真是倒了8辈子霉。想想看，像秦家这样的人能够娶到这么贤惠的媳妇儿，真是祖坟冒青烟了。不好好对待就算了，还3天2头的拳打脚踢。换的是我早就废了他们，受那窝囊气。你这丫头说话真是无所顾忌。娘，你觉得我说的不对吗？你看看秦家的人，咱们不说小的，就说老的，除了大娘和二娘，其他的人哪个不是心怀不轨，坏到透顶？如果秦老大回来后能够改掉以前的坏脾气，那还好说。如果他不改，我就让部曲们听到他骂大娘就去打他一次，听到他打大娘就打得他无法自理。我已经交代过了，对秦老二也是如此。哼，哎，就你聪明。这也不愧是个好办法。这样一来，2个嫂子就能立起来了。几个孩子严加管教一番，或许还能掰正过来。下午我听说1年级的先生表扬小草和小菊了。先生说他们认真听讲，积极举手回答问题，不懂还会问，这是很好的表现，还让班上的其他同学向他俩学习。看来他们娘回来了，让他们也变得自信了起来，这是好兆头。就是，父母的教育非常重要，特别是有一个完好的家庭，对孩子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你这丫头自己都还是个孩子，懂什么？第2天，秦姑娘，县城的纸铺快天亮的时候被人一把火烧了，天亮后还有一伙人拿着付了定金没有取货的单子要找我们取货，之前我们都给他们备好了的，可他们一直没人来拿，如今被这一把火全都烧没了。这么快就来了吗？很好，真是找死。店里有没有人伤亡？旁边的其他商铺有没有受到牵连？我们发现的时候火被扑灭了，并没有人员伤亡，只是仓库里存放的纸全都被烧了，还有铺子里摆着的白纸和书籍也都被烧了。没有人员伤亡就行。不是安排的有人值守吗？为什么还会让别人得手？我们昨晚是有安排3个人值夜，就在天快亮的时候突然出现了5个人，二话没说就朝我们攻击，我们也是被他们打了个措手不及，就和他们打了起来。对方显然也都是高手，打着打着就把我们的人引出了纸铺，等到我们的人反应过来的时候，纸铺的火就已经烧了起来了。看来这群人是做过功课的，知道纸铺底细的。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那些拿着订单来要货的人，订单上的日期都是今天或者明天吧？是的，秦姑娘，就是今天、明天还有后天。他们说今天不给他们纸，就去官衙告我们违约。很好，订单一共是多少量的纸张？一共是30万刀纸。30万刀，那也就是1万两银子左右。是的。那他们也太小气了点儿，是觉得我拿不出30万刀的货，还是觉得我拿不出1万两银子？你去找张爵爷，告诉他城里纸铺发生的事，并抽调60名部曲押送30万刀白纸送到县城。我先去县城看看什么情况。驾！说完，他跃上男子骑来的马，就往县城赶去。此刻纸铺门前已经被官差给封锁了，不让任何人靠近。这位差役大哥，这里面的人呢？回秦姑娘，纸铺的人和闹事的人全都被我们郑大人抓回去了，现在都在县衙呢。他跑了过去，来到县衙，就看到县衙外面挤满了看热闹的人。让一让，让我进去！县令大人的胡须他都敢拔，对寻常百姓而言，这姑娘的举动无异于在狮子身上拔毛，纯属找死。他们可不敢招惹这位姑奶奶，她也不知该如何是好。若是其他商户，自当明察秋毫，居中调停，令双方重拟条约，签署合同，并据理赔偿。可这纸铺不同，他背后牵涉爵爷府，
乃至与陛下密封的郡主亦有牵连。郑大人深知兹事体大，自己实难定夺，遂决定审慎行事，以免处置失当，招来祸端。让我看看是谁在找我书房斋的麻烦啊！好大的狗胆呢，敢派人烧我家纸铺，是不是不想活了？跪在地上的人们皆是一愣，心中暗想，这女子究竟是何人？见到大人不仅不下跪，甚至连招呼都不打，便怒斥他们。秦姑娘，你来了，你来了。金鱼对他们投去安抚的眼神，示意他们安心。他认为即使要处罚这些伙计，也应当回家再做计较，而不是在大庭广众之下。正是你们这群人下了单却不提货，导致仓库堆满了货物。如今书房斋失火，你们便跑来集队提货。你们是觉得我愚笨可欺，还是认为自己聪明过人？还不从实招来，究竟是受何人指使？若是你们主动坦白，我或许可以网开一面，既往不咎。可若是等我查出来，到时候你们便是求我，我也不会手下留情。无一人站出来承认，金鱼说的没错，他们就是别人安排来的。郑大人，你可查到放火的人是何人？那些人是在开城门后做的案。书房斋烧起大火后，他们摆脱你们安排的守卫后，就逃出了城。我派了差役去追，没有追到。他们应该是江湖上的高手。那放了吧，把这些人都放了。今天只要你们走出县衙大堂，明日我查到你们参与了这场针对我书房斋的阴谋，我虽不会让你们家破人亡，但我会让你们尝一尝流离失所的滋味。30%加10倍的违约金，真是好笑。1个时辰后，带着你们的合同来我书房斋取走你们的货。秦羽离开了，可那些商人还跪在公堂上，他们此刻非常迷糊，根本搞不清楚秦羽的来历，更想不明白这个小姑娘哪来的能耐，敢当着郑大人的面一声不吭就把书房斋的伙计给带走了。诸位都起来吧，我多一句嘴，刚刚那位姑娘说的话，你们最好放在心上。不管你们背后是谁，这事儿你们最好别掺和进来，要不然最先粉身碎骨的就是你们。退堂。就说郑大人回了后衙。夫人呐，我就知道把我调到安南城没有好事，特别是知道平西村有2个爵爷还有个作坊后，我就更相信自己的判断了。这不刚平静没几天，这好戏就上演了吧？是啊，我们想过会有大麻烦，只是没想到来的会这么快。接下来呀，县城和平西村可能就要热闹起来了，也是老爷的机会来了。夫人，这话怎讲啊？老爷，你想啊，秦姑娘的底气是来自何处？现在你还没有看明白吗？这秦姑娘啊，肯定是得到了陛下的什么密旨，要不然她怎么敢扩建30亩的造纸作坊？她就不怕被人吞得骨头渣子都不剩？还有上次那500的御林军，她说打就打，难道她不知道这打御林军的后果吗？老爷呀，这次是天赐的机会，能不能进入陛下的眼里，就要看你如何来处理这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了。要是可以呀，你就去找陈知府多问问，这实在不行呢，多跑起到平西村去问问秦姑娘。夫人呐，你没看出来吗？这个事件肯定就是李家所为，秦余的造纸工坊威胁到了李家人的利益，你说我搅和进去真的好吗？我说老爷呀，你怎么就想不明白呢？陛下早就想打压世家，特别是掌握纸张书籍的李家，他们控制纸张书籍的价格，让天下寒门无书可读，科举取士基本又都是世家的人，长此以往，你想想看，
万一哪一天陛下所作所为又不符合世家利益，这些世家会不会……夫人，这话今后可不能再说了。那你接下来是助陛下一臂之力，还是做一个旁观者呢？让我想想。我熬了莲子羹，我去看看熬的怎么样了。换了身便服，骑着马离开了县衙。秦瑜回到书房斋，我靠，这古代可全都是木质房屋，要是发现的晚一些，火彻底烧了起来，这一排的房屋商铺恐怕都会被烧成废墟，到时也不知道要烧死多少人。这些人可真是罔顾王法，自私自利，不顾百姓死活。派人跟上他们了吗？他们一出县衙，我们的人就悄悄跟了上去。好，一个也不要放过，重点留意他们和谁接头，别打草惊蛇，我要抓大鱼。是，老大。唉，还是疏忽小看了他们。派人去香满楼告诉素兰姑姑一声，无论是进入酒楼的蔬菜酒水还是伙计，都要严格筛选，别让小人钻了空子从酒楼下手对付我们。早上这边出事后，我们就派了人过去香满楼，那边的伙计现在都是我们自己的人，老大可以放心。可能是他们背后的人给了他们底气，此刻在书坊斋门前闹哄开了，要书坊斋赔钱，还颠倒黑白说书坊斋交不了货，故意放火烧了书坊斋，想要抵赖。秦瑜哪里会给他们好脸色看，直接让部曲出手，把带头挑事的人抓了起来，带到书房斋后院，好好审审是谁派他们来的。我还是那句话，只要不弄死，随你们折腾。你们凭什么抓我？你们还有王法吗？父老乡亲们，你们都看到了，书房斋这就是吃人不吐骨头的黑店，大家伙要为我们做主啊！太吵了，把他们嘴巴给我堵上！一群无脑的蠢货！诸位乡亲，我们书房斋开业2个月来，所作所为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我们卖的纸是什么价钱，大家都知道。我就不说别的县城了，就说我们自己安南县，如今让多少寒门学子用上了便宜的纸，有了这些便宜的纸张，他们就可以练字，练好了字就可以去考功名。咱们安南县城未来可以出多少才子，大家想过没有？我们安南出的才子越多，大家脸上是不是也有光？秦姑娘说的对，我们不能被这些无良商家带了节奏。书坊斋的人都是好人。就是啊，以前买张纸要几十文一张，现在5文钱就可以买很大一张，非常便宜。我们不能被这些人蛊惑了。秦姑娘说的对，我就是来买纸的。以前我练字都是在地上练，买不起纸啊。现在我对考取功名又充满了希望，谁敢动书坊斋，就从我身上踏过去。好了，诸位，你们的小命还是留着考取功名吧。我的书房斋是谁想说毁就能毁掉的。哼，家中还有纸用的，今天就先回去，等3日后书房斋整理完毕再开门时，欢迎大家再来光临。我说秦姑娘，3天之后书房斋真的能开业吗？那是自然。也就是这个时候，远处传来轰隆隆的马车轮子的声音。这书房斋不会在这么短的时间真的弄来了30万刀纸吧？于丫头，你没事吧？二叔，我没事儿。各位，我们的纸已经到了，你们的马车呢？怎么，是想让我们送货上门，还是压根就没有想过我能够拿出这么多货？把他们一个个给我记清楚了，以后他们要是来书房斋订货，一律按照市价的10倍出货。凭什么？凭什么我们来订货就比市场价高出10倍？不光你们来订货高出10倍，要是让我发现谁把我书房斋的纸卖给你们，或者出现在你们的店铺，今后同样以市场10倍的价格计算单价。给他们收银点货，今天如果没来拿货的，明天一律让他们赔偿违约金。我不管书房斋的起火和你们有没有关系，
也不管和你们背后的李家人有没有关系，我不需要证据。你们一会儿回去给你们背后李家带个话，就说我说的。既然敢动我书房斋，就要做好承担后果的准备。你们烧毁了我3万两货物，以及书房斋重新翻修的费用，我也不要多，一共5万两。今日太阳下山之前，给我乖乖的送来，要不然别怪我不客气。哟，这哪里来的黄毛丫头，竟这么大口气，要对我李家不客气，还要我赔5万两银子。你怎么不撒泡尿照照自己呢？啊，李公子，您来了，您可得给我们做主啊！你们不要着急，有本公子在，本司会为你们做。李公子那么喜欢尿，那我就成全你。来人，让李公子好好的在尿里面照照自己长什么熊样。我还没找你，你倒好，这个时候撞上来。既然你这么爱出风头，那我就让你出个够。瞬间又上去了10名部曲，把李公子团团围住。那些护卫想要上去阻拦，也被部曲们3拳2脚的给打趴在地，一动不动。我是李家3少爷，你们不能动我，你们动我，我爹饶不了你们的。把他给我按进去，好好的让他洗洗脑，让他看清楚自己到底长什么熊样。笑话，我秦瑜报仇从不隔夜，有仇当场就报了，除非打不过，就被不许按进了马桶里，那叫个酸爽。还不去拿银子取货？怎么让我留着你们吃晚饭不成？于丫头啊，我们这么做是不是不太好啊？那李家万一真的撕破脸来针对我们，恐怕我们也抵挡不住啊。二叔，你觉得现在还不算撕破脸了吗？难道等他们把这铺子烧成废墟才算撕破脸吗？他李家人今天不出现还好，谁让他出现了呢？出现了也就算了，还侮辱我，我是那么好欺负的吗？今天我们要是就这么把这口气给咽下去了，那明日他们岂不是要骑到我头上拉屎？张文杰现在虽然有爵位在身，但他骨子里仍然觉得自己还是个老百姓，依然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来处理问题，所以他才觉得和李家撕破脸不好。二叔，接下来几天麻烦你待在这里看着，要是李家的人找来，你不知道怎么应对，就直接不见就好。你是爵爷，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见的，有时候该以身份压人，还是要以身份压人的。好的，我知道了。死了吗？没有，只是晕了过去。要不要我们把他弄醒？不用，你们留下30个人随身保护张爵爷，15个人去酒楼给我盯着，只要有人闹事就给我抓起来送到县衙，把背后的人揪出来。剩下的人跟我回村儿，回去告诉你们家家主，我只给他3天时间，5万两银子不送到我们书房斋，别怪我不客气。走。秦瑜一路回到村里，直接到印刷房。宋二叔，怎么样？这半个月印刷了多少本书？哦，你发明的这个活字印刷实在是太好用了，比以前的雕版印刷好用得多。这半个月来啊，我们一共印刷出了3万册书籍。还不错，我还以为这一天不会那么快到来。既然如此，那就和李家人开战吧。不行，于丫头，李家可是千年世家，他们与其他家族的关系又非常错综复杂，你贸然得罪他们，恐怕落不得好下场啊。李家传承千年，经历3个王朝，每一个王朝湮灭兴起都有他们李家在背后支持，也不是没有朝代君主想要铲除李家，可最终都没有成功。就如我们的前朝大燕王朝，你们都以为是皇帝昏庸无道导致大燕灭国的吗？不是的，其实大燕国皇太子慕容辰，无论是治国还是在军事上以及在朝堂上的能力，都超越了历代的皇帝。就因为他过于优秀，他出台的一些政策对世家来说百害而无一利，这些世家都觉得他如果当了皇帝，
他们这些世家的好日子肯定就要到头了。于是啊，他们就想办法让皇帝废掉了慕容辰的太子之位，并立了被他们操控的三皇子为太子。慕容辰被废后没多久就被世家的人给杀害了。慕容辰的死让燕国皇帝悲痛不已，似乎也唤醒了这位皇帝。原本因为废太子被叫停的计划突然启动，执行起来可以说是强势无比。这些世家怕了，于是就找到新立的太子，共同合谋送走了燕国皇帝。新帝登基，他本来就是草包，不但是草包，还杀害忠良，再加上自然灾害，百姓流离失所，他不但不管，还要增加赋税。就这样，在他登基10年后，我大前太宗皇帝起事，推翻了大燕国，平定了诸侯叛乱，建立大前王朝。而这背后同样是有几大世家出钱出力支持，我太宗皇帝这才夺得了天下。天下平定后，太宗皇帝不想大前，不前朝后尘，一直都在想办法削弱世家在朝堂上的势力。可惜到现在已经过去了近100年的时间，世家的势力不但没有被削减，反而是越来越根深蒂固了。刘先生，我知道你的担心，正因为这样，我才更应该这么做。世家之所以能够把持朝堂，就是因为他们掌握了造纸术和书籍，以及天下大部分的财富。刘先生，你想过没有，总该有人打破这种局面，否则无论经历多少朝代，寒门学子都无法出头，那些世家永远存在，那么这个天下永远都不可能太平。只有天下读书人多了，这个社会才能有所发展，才会富强起来，天下才能够太平。刘先生，如今我们掌握了造纸技术和最先进的印刷技术，难道你就不想借此机会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好，好一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你这个丫头都不怕，我怕什么？算我一个，你就说接下来该怎么做。3日之后，我们就会带着这些书，在我们重新开张的书房斋门口，向全安南县的学子们送书。我不但要送，我们还要把活字印刷术传出去，让天下的印刷工坊全部都用上活字印刷。丫头，就这么白送出去吗？对，就是白送。他们世家不是牛吗？那我就让他们知道得罪我秦瑜的下场。另外一边，我要杀了他！给我爹去信，我要书坊斋的人全都去死，特别是那个黄毛丫头，我要活剐了她！奇耻大辱，奇耻大辱！长这么大还没受过如此侮辱。于是李家人又开始查这家纸铺的来历。这不查不要紧，一查就吓一跳，原来就是年前册封的2个爵爷所在的村子搞出来的。他们开始以为是皇上安排的，后来一打听和皇上没有关系，2个爵爷他们并不放在眼里。老三，你家老三还没传来消息吗？今天应该是书坊斋最后一天营业吧？啊，想跟我李家斗，也不打听打听我李家是谁？啊，是的，大哥，李三做事你放心，过了今天，不光书坊斋是我们的，平西村的作坊那都是我们的。那些刁民只能每天起早贪黑的为我们免费造纸，回头我们再拿到造纸秘方，今后李家可以独霸天下所有纸张书籍的生意了。三老爷，不好了，不好了！哼，天塌了吗？让你如此慌慌张张的，成何体统？三老爷，不是天塌了，是三少爷被人欺负了，还是您自己看看吧。都给我滚！都给我滚下去！老三，发生什么事了，让你如此气急啊？大哥，你可得为老三做主啊！
瞧瞧你这什么样子，发生什么事儿？你先说来看看。大哥，还是你自己看吧。岂有此理！岂有此理！她一个黄毛丫头，竟然敢当众羞辱我们李家人，真的是不把我李家人放在眼里。本人派100名部曲去安南县，我倒要看看对方到底有何能耐。大哥，三弟，且慢，这事我们还需商量一番才是。贸然过去，怕吃亏的还是我们呀。二哥，他都骑到我们脖子上拉屎了，你还有空在这里说商业？老二说的对，之前是我们小看了他们，没有部署好就让泽辰去了。这一次我们要好好计划一番，争取一击即中。那大哥二哥，你们说怎么办？这秦羽只是个村姑丫头片子，居然敢不把我们放在眼里。我们对她下手容易，可书房斋还是2个绝业的产业。二哥你就拉倒吧，那2个泥腿子也能当爵呀？我看就是陛下糊涂了。老二、老三，不管怎么说，他们也是皇上亲封的男爵，我们不能随便动他们。我先书信一封给家主，把我们这边发生的事给他讲清楚，让他向朝廷施压，把造纸作坊交出来。我们这边想办法阻止他们往外售卖1张纸。好，那就这么办。明天我去安南县城会会书房斋那个张爵爷。二哥，明天我和你一起去。哎，王叔，这宅院什么时候可以完工啊？哈哈，再有3天就可以了。现在该弄的、该建的也都弄好了，只要把屋里的废渣清理一遍就可以了。怎么样，还满意吗？很好，非常好，辛苦你们了。哎呀，这有啥辛苦的？我们本来就是干这活的。哎，看来今天又是个大晴天啊。走到一泓道处一看，河坝里的水位下降，没人发现吗？守田的兄弟10天前回去说过，说白亩稻田挺费水的，每天河坝里的水都蹭蹭的往下降。当时我们也以为是田里用水，也就没有在意，没上报。秦羽也觉得是自己疏忽了，没有告知他们注意水位。我记得插秧我们来的时候，这水位还在山边上吧？是的，老大，就在山边那颗大石头边上，现在山上也没有水流下来了。难道真的要遇到旱灾了吗？走，回去。回到家里，闺女，你这是怎么了？爹娘，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我已经派部曲出去打探了，希望打探回来结果是好的。不过我们也要未雨绸缪。娘，咱家现在有多少银子？造纸作坊除了支付给工人的工钱，购买秸秆和竹子的钱，现在应该有20多万两。娘，一会儿你拿出最少10万两出来，我让人去外地买粮。闺女，你这是怎么了？这好好的，怎么突然要买那么多粮食啊？我刚去了平西河坝，河里的水位下去了1米多，上游水位原本在山脚下的，现在水位至少下降了30米。现在都6月了，还没有下雨，我担心今年要大旱，所以派了部曲出去到方圆200里查看情况。要都是这样的话，我们必须提前做好准备。秀茹啊，拿钱吧，不管旱灾来不来，我们都是要吃饭的，囤点粮食就囤点吧。昨天我去买米，每担1两银子。如果按照这个价格买粮的话，我们可以买10万担。丫头啊，这是多少斤呢？你确定要买这么多吗？娘，你不要算了。如果不遇到粮食涨价的话，就是1200万斤粮食。我们村加上部曲1000人，每人每天1斤粮，能吃最少30年。可是娘，你想过没有？我们不一定能够买来那么多的粮食，还有粮价未必一直保持不变。我们要尽快安排人去买粮才行。那这里有11万两银子，你先拿去用，不够的话，娘这里还有。谢谢娘。相公，旱灾不会真的来临吧？20年前那场旱灾也是如此，半年没有下雨，平西河坝干枯，所有的庄稼都死了，这村里人就开始出去逃荒。
后来听活着回来的人说呀，这外面比我们这里的旱情还要严重，每个村子都是食不存一，哀鸿遍野，到处都是死人白骨，人吃人更是随处可见，人间悲剧啊！京城皇宫里，我大秦国开国100年，历代皇帝为了天下百姓，无不励精图治，效益于时，虽无大功，亦无大过。而你却再次将灾难降临我大秦王朝，致使百姓流离失所，饿殍遍野。20年前的那场旱灾，百姓饿死无数，惨不忍睹。如今你又故技重施，莫非是想亡我大秦？陛下已经站在这里许久了，该回去休息了。赵公公，你说朕这个皇帝做得怎么样啊？奴才不敢。这天下难道就没有一个敢对朕说真话的人吗？起来吧。安南县城，张爵爷，你把价格提上去，你好我好大家好。要是你们还是按照现在这个价卖的话，后果我相信你是承担不起的。李老三，我最后提醒你一次，你们要是还不离开，休怪我不客气。哼，不客气？我还没找你们算账，怎么的，还敢打我不成吗？有本事就朝这里打！把这群狗东西全部给我扔出去！再胆敢靠近书房10步之内，直接打断狗腿！架起李老三等人，像是搓死狗一样拖到了门口，猛地往外一扔。这个狗东西，刚刚在我们店里叫嚣说，要是我们的纸张不涨价，只要我们敢再开业，他就叫人再来放一次火，一次把我们这条街给全烧了。还说他们李家就算是烧死几个人，他们李家也承担得起。想必大家都知道，我们书坊斋的纸张向来都是以成本价对外销售，为的就是让我们百姓家的孩子能够买得起纸，用得起纸，让孩子们把字练好，把书读好，将来考取功名，光耀门楣。可是这李家人却不择手段，先是派人大量订购我们的纸张，订完后不来取，最后是李家人派人一把火烧掉了我们所有的库存。大家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在大家眼里，可能只觉得我们书坊斋失火，烧掉了纸张，损失惨重。可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如果我们昨天拿不出他们订货的30万刀纸，我们书坊斋会怎样？我告诉你们，他们会按照合同总价的30%的10倍来找我们讨要违约金，一天也不多，就是27000两，是我，甚至是很多人一辈子做梦都赚不到的数字，而他们李家人却可以。他们就是想用这个办法逼我们交出造纸的法子，控制我们造纸作坊，让我们的书坊斋成为他们的书坊斋，把价格提到和他们纸张一样的价格，从而再次控制天下寒门学子，没钱买纸，没钱读书，阻断我们考取功名的路。大家说，这种人是不是猪狗不如？是不是该打？场面顿时就失控了，每个人都朝李老三以及带来的那些家丁护卫们身上拳打脚踢起来。呀，我踢死你个狗东西！前几天我还在说现在的纸张便宜了，明年我家孩子也能去学堂读书了，现在你们又想垄断，拉高纸张的价格，我踢死你这个黑心的东西！打死他们！我儿原本都要放弃读书了，没想到啊，书坊斋拿出了便宜的纸。这才2个月，我儿都有信心明年考个童生回来。你们想垄断纸张，就是想断我儿子的仕途！我打死你！可不是嘛，我儿明年考秀才，每天都需要大量的纸练字儿，他都打算去找账房放弃考秀才了，是书坊斋让他又有了信心。我们不能没有书坊斋，打死这群狗东西，不能让他们毁了我们孩子的前途。最后还是李老二带人赶过来，才把李老三给救出来。张爵爷，这就是你的待客之道吗？你就这样眼见着见死不救吗？爵爷？张爵爷？谁是张爵爷？他在哪儿？你又是李家的人，进我们书坊斋买东西的，合作的食客，
对待前来闹事的那些，我们只当是杂碎和牲畜对待。请问你属于哪一类？你简直粗俗！我就是一平头老百姓，我爹想送我去学堂读书，可是纸张被你们李家把持着，买不起啊。我这是只能当一个庄稼汉了，想让我文绉绉的跟你说话，我也说不来呀。李家的人，要不你来教教我呀？诸位父老乡亲，大家都是同乡人，我刚刚也说了，我就是一个糙人，和你们一样在平西村种地，去年有幸给陛下送了件宝贝，才得了个爵爷的封号。大家也不用拘礼，就当我还是书坊斋的东家，甚至和你们一样种地的农户都行。张爵爷，就凭你这句话，书坊斋我们都不会看着他被李家抢走了。你只管放心，只要他们再敢来闹事儿，我们打着他娘都不认识。就是，张爵爷，跟他们干，往死里干！我们就不相信这天下还是他们李家说了算。大不了我们陪你一起到京城告御状。诸位请放心，只要我还在书坊斋，纸就绝对不会涨价。哦对了，秦姑娘，也就是昨天那位姑娘，她说了，3日之内，李家人要是拿不出5万两银子赔偿我们书坊斋被火烧的损失，我们就对李家宣战，让他们吃不了兜着走。今天是第2日，明天就是第3日了，大家后天记得叫上亲朋好友过来帮我们助威啊。张爵爷，你说的可是真的？你们就不怕李家报复吗？张爵爷，你说这李家可是世家李家。张爵爷，跟他们干，我们支持你。你既然想把事情闹大，那好，我李家奉陪到底，希望你们不要后悔。我们走。李家那人，记得明日太阳落山之前把5万两银子送来，不然别怪我没提醒你们，你们真的会吃不完兜着走的。李老三好险没有从马车上掉下来，他上了马车，冷哼了一声，就让马夫赶着马车走了。回到家里，他就大发雷霆：大哥，平西村这群泥腿子简直就不把我们李家放在眼里，他们不但命人打伤了老三，还要我们赔偿他们因为书房斋被烧造成的损失5万两银子。你说他们这不是无赖抢劫吗？老三现在怎么样？有没有问题？大哥放心，老三没事，我已经让大夫把他安顿好了，我才回来的。好，很好。既然他们敬酒不吃罚酒，那我们也不用顾及颜面了。这是你们逼我的。夜渐渐深了，走，我们去那边看看。就在他们离开后，从田垄下面跳上来10来个人，这些人终于摸到了造纸作坊跟前。哼，就这样还想跟我们李家斗啊，简直自不量力。今晚之后看你们怎么死。行了，看人都到齐了没有？到齐了一起放火。瞬间，造纸作坊四周就响起了一声声鸟叫。还真是一群蠢货，大晚上的你学猫头鹰叫还不会引起人怀疑，你们这大半夜的学百鸣鸟叫，是怕我们不知道你们来了不成？老大，一共来了100人，已经被我们的人全部盯好了，只要你一声令下，我们就能立即把他们拿下。等我命令。人都到齐了，开始行动。打着一束烟花就直接飞上了天空。不好，上当了！大家快放完火车！一个都不要放过，反抗者直接杀了！一个个嗷嗷叫的就朝黑衣人冲了过去，有些黑衣人都还没反应过来就被打倒在地，那些反应过来的也顾不着放火了。撤！中计了！大家撤，杀出去！报告老大，一共100名黑衣人全部擒拿，其中有30人貌似反抗，被我们的人打死了。好，这些人就交给你们了，给我连夜审问，到底是谁指使他们来的？我困了，让兄弟们打起精神。要是再有人来，直接在村外就打断腿。我还以为会来什么货色，就这浪费表情。
还有你们，这速度也太慢了，100个人你们也要1盏茶的时间。这次事了，回去给我好好的加强训练，要不然打哪儿来就给我回哪儿去，我不需要废物。部曲们一个个脸色愁苦，还要练，那是噩梦啊！龙平镇一个院子里，他们出去多久了？这都3更天了，怎么还没有回来？哎呀，他们怎么还没回来啊？还没回来？他们不会出事了吧？不会任务失败了吧？只可惜天亮了也没有人告诉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三少爷，我们赶紧走吧，万一他们被抓了，把我们供出来，我们就完了。哼哼，想走吗？你们不觉得已经晚了吗？快带少爷从后门走，我来阻止他们。来了还想走？哪有那么容易？一个不留，全都拿下！李将军才到秦家门口禀报：秦姑娘，俘虏已经招供，他们就是李家派来火烧作坊的。我们根据他们提供的地址，把李家3少爷也给抓了来。你看怎么处置？知道了。李将军，你本就是陛下派来守护作坊的，实话我也给你说了吧。这李家就是你所知的世家李家，不知道你和李家有没有关系？如果有的话，我希望在我没有找你麻烦之前，立刻离开平西村。哦，秦姑娘多虑了。我虽然姓李，但和世家李家并无关系。那好，我就告诉你第2件事，造纸作坊有陛下30%的份额，至于原因你不需要知道。啊，作坊有陛下的份额，那是不是说陛下也要拿李家开刀了？我操，这秦姑娘要害我呀！这么机密的事竟然告诉我，我操了我操！现在就算你是李家的人，我也不怕了。陛下既然让你来保护平西村的造纸作坊，那李家派人火烧作坊，这事儿就交给你办吧。至于李三，这可是最好的证据，不用我多说，你应该知道该怎么办了吧？末将明白。那你现在就去办吧。哼，李家，你真以为我不敢动你们是吧？好，很好，就是陛下不弄死你们，我也要弄死你们。李家派人火烧造纸作坊的事儿就交给你了，我还有事，李将军请便。秦瑜和10名部曲走到山里，寻找树木比较茂密、低洼的地方，打开了带来的箱子。1天下来，他根本就没找到合适的水源。这个箱子你们拿着，明日你们继续按照今日的方法出去寻找水源，人手要是不够，你们可以再叫几个。这件事就交给你们了。放心吧，老大，我们就是把这黑子山、锅盖山翻个底朝天，也要找出水源来。尽力就好。今天1天下来都辛苦了，回去休息吧。怎么办？唉，老大现在心忧的就是旱灾来临。昨天他已经派弟兄们出去买粮了，粮食应该可以买得到，就是干旱到来，平西河坝干枯，咱们的白某实验水稻怕小颗粒无收了。走吧，回去吃饭。吃了饭问问有没有兄弟懂得勘探水源的，明日我们多带几个兄弟上山。秦瑜也坐到了饭桌上。过年到现在那么久没有下雨了，找水源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慢慢来，不着急。爹，你说我们这地下会有暗河吗？我在书籍上看到过有关记载，地下河形成大多是石灰岩地质地貌，可我们这里并不是那种地质，具备地下河的可能性极小。你在山中寻找水源是对的，山林树木茂盛，常年见不到阳光，土壤比较潮湿，水分挥发得慢，或许还真能找到泉眼。至于地下河，可能比较难。爹，你说的对，只是今天我们一连找了许多地方都没有找到，找到的也只是小泉眼，10米深的小洞，等里面的水溢出来，我们硬是等了半炷香。你张大叔在京城，无法给你帮忙。明日你去县城，可以让你文杰叔回来，
他在山里打猎多年，对山里地形比较了解，或许能帮上忙。哎，对呀，我怎么把二叔给忘了？明日我就去把他叫回来，带上部曲去山里面找水源。这傻姑娘，这么干旱，这水源哪里有这么好找的？你以为换个人就行了？哎，老天爷呀，你还是下点雨吧，愁把这姑娘给愁的。哎，这孩子，这心怎么就那么要强呢？啥事都往自己身上揽，就不累吗？和皮西村的平静不同的，则是安南县城一座2进的院子。你们都是废物吗？一天都过去了，让你们找个人打听个事都打听不到，要你们干嘛？都是吃屎的是吗？三老爷，我们把龙平镇周边都找遍了，就是没找到三少爷的影子。我们的人也乔装想进平西村，可平西村把守的非常严实，我们根本就混不进去啊！你们这群废物！那你告诉我，那100名部曲还有你们少爷和保护他们的人都去哪儿了？直接人间蒸发了吗？我的儿啊，我的三儿啊，你到底在哪儿啊？我就说了不让你去，你非要去。你现在到底是死是活呀，儿啊？给我派人继续出去找，活要见人，死要见尸。老爷，我觉得三少爷不会有事，他们肯定都在平西村被人给关押了起来。你看，我们要不要今晚再派人进去打探一下？不用了，你下去吧。我的儿啊，是爹害了你呀，爹应该拉着你不让你去的呀。商都李家，大哥，我怎么觉得不对劲呢？按理说我们昨晚派去平西村的人，他们上午就应该给我们传回消息了，这都1天了还没消息，你说会不会？不可能，那100名部曲可是我们李家的精锐，都是花了高价钱买来的江湖高手，还有很多是受我们家供奉的高手，就算他们被平西的人发现，也不可能一个都跑不出来。大哥，要是我们的人真的折在了平西村怎么办？还有，今天是最后一天，我们没有把银子送过去，明天书房斋那边要是真的对我们李家宣战怎么办？哼，一群泥腿子，他们就是蚍蜉撼树，自不量力，也想撼动我李家。不是我小瞧他们，是他们有那个能力吗？放心吧，我已经快马把这边发生的事汇报给家主了，相信他收到消息的第一时间就联合其他世家向朝廷施压，让平西村这群泥腿子把造纸的配方交出来。大哥，要不我们再去找书房斋，找他们好好谈谈？不必，等家主知道，一定会以雷霆手段让他们知道我们李家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可以招惹的。第2日天刚蒙蒙亮，把那驴车先赶过来，这些书籍先装上去。那个谁，把车先赶到一边去，别挡住了路。你们几个也进去帮忙搬书。你怎么回事？没看到油灯吗？这要是给打翻了，这一仓库的书还不白瞎了？去，到外边去看着马车，做个事毛毛躁躁的。孙二叔都准备好了吗？老大早。你们都辛苦了。哎呦，于丫头，你怎么也这么早过来呀？吃过早饭了没有啊？我们这儿快装完了。刚刚随便吃了一点，你们忙了一早上，应该都还没吃早饭吧？我带人过来换你们，你们先回去吃早饭，吃了早饭和我一起进城。哎呀，不用，这才什么时辰呢？这农忙的时候啊，天还没亮就起来，到太阳升得老高了，热了，我们这才从地里回去吃饭。现在装几车书呢不算什么，一会儿走的时候啊，回去拿张大饼吃就好了。二叔，你就听我的，今天和往日不一样，你们回去好好的吃顿早饭，吃完的饭我们还要往城里赶路，路有点远，很是浪费体力。印刷工坊门口，大家今天辛苦，出发。安南县城，
张爵爷，截止现在李家都没有送来5万两银子，你们今天真的要跟他们开战吗？郑大人，你错了，不是我们要同他们开战，而是在他们火烧我书坊斋的那一刻就已经对我们宣战了，所以我们现在只是反击而已。另外，我们平西村不是蛮横霸道的村子，反而村民为人和善，一向都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可是现在李家人蹲在我们门口拉屎，我们不可能坐视不理。郑大人，你说呢？这还是我之前认识的那个老实憨厚的打铁匠吗？难道这就是常言说的时势造英雄？还是说这就是把老实人逼急了？那张爵爷，不知道你们如何对抗李家呢？郑大人，你这一大早是过来打探消息的，这是准备站队李家吗？不，我就是好奇问问，只是问问而已，你别误会啊，我没别的意思。老三，这书坊斋你说是爵爷开的？那是当然，我还骗你不成？爵爷就在里面，一会儿等他出来你就见到了。哼，也不知书坊斋今天会如何对付李家。你们说5万两银子李家赔了没有？这李家也真够狠的，我倒希望他们没有赔，让书坊斋跟他们干。你就站着说话不腰痛，我这2天可是打听了下，这李家可是1000年世家，这书坊斋要是真的和李家撕破脸，那就是以卵击石。是吗？那这书坊斋恐怕要悬了。前面这人是谁啊？怎么看起来有些眼熟？是知府老爷陈大人。对，我认识他，他就是去年微服私访还我们安南地界一片清明的青天大老爷陈大人。啊，诸位乡亲父老，大家快请起，快请起啊！哎呦，我怎么能受得了你们如此大礼仪？大家都快起来吧，你们这是来看热闹的吗？刚好我也和大家一样，都快起来吧，我们一起看看到底会怎么样。陈大人好官呐！要不是陈大人，我们现在还被之前的狗县令、狗知府欺压着抬不起头呢。是啊，陈大人就是我们百姓的父母官啊。下官拜见陈大人。郑大人不必多礼，我今天都没穿官袍，就是来凑凑热闹，大家都不必多礼啊。既然陈明轩说自己是来看热闹的，也就没必要请陈明轩进书坊斋了。陈明轩跟我们走的是比较近，但现在事关1000年世家，谁知道他是什么态度？自己此刻对他热情，外带一会儿站队世家李家，岂不是要被啪啪打脸了？我家老三就是你们书坊斋为了报复我们李家把他给掳走了，想要用他来威胁我们李家。书坊斋的人没有一个好东西，赶快把我家老三给我交出来，否则我现在就把你们书坊斋给烧了。老三，你给我闭嘴！二哥，你终于来了，我家老三被他们给抓走了，已经1天1夜了。老三，你闭嘴！张爵爷，上午好啊！这李三一大早就在这里叫嚣，说是我们掳走了他们家3儿子，现在他又叫你二哥，想必你是来为他撑腰的吧？张爵爷，你说笑了，这都是误会，是我三弟不懂事，他瞎说的。张爵爷怎么会做这种事儿呢？最好是这样，既然你来了，就把你家满口喷粪的三爷带走吧，我可以既往不咎。要是还有下次，休怪我拿爵爷的身份压人。张爵爷，我今天来是想和你们书坊斋合作的。哦，李二老爷是想我们怎么合作呀？你们火烧我们书坊斋，导致我们最少损失了5万两银子，你拿来了吗？张爵爷说笑了，我们李家人怎么会做如此卑鄙的事？纵火的事绝对和我们李家无关。张爵爷还请明察，不要冤枉了我才是啊。就是，张爵爷可不能冤枉我们老爷。至于爵爷说的5万两银子，我带来了。二哥，这银子咱们不能给啊！
张觉业，银子我不但带了5万两，还多带了5万两，一共10万两。但不是你说的赔偿款，而是我李家入股你们造纸作坊的本金。我们只要你们30%的份额，不参与经营管理，只负责销售。也就是说，作坊造出来的纸优先供应我们李家。李二爷可真是好算计啊！区10万两就想要我作坊30%份子，控制我纸张销售。你这算盘打的，我这泥腿子是不佩服都不行啊！优先供货给你们，那岂不是说今后纸张的定价还是你李家说了算？不能答应李家，不能让他们控制书坊斋，不能让他们定价，大伙一起把他们赶出去！诸位乡亲，大家先静一静，听我说。大家听我说，你们现在把他们赶走了或者打伤了，一会儿秦姑娘来了，没了这个戏的配角，这戏还怎么演？还怎么看李家被我们打脸？大家都忍耐一下。也就在此时，轰隆隆的声音从城门方向传了过来。是秦姑娘。他们拉的那是什么呀？那么多马车、驴车，还有牛车。你憨呐！书房斋是做什么工作的？肯定是纸和书啊。这么多的纸和书，书坊斋能放得下吗？人挺多的嘛，这是都来看我打脸李家的吗？哟呵，李三爷，那么快就可以下床了呀？这旁边这位是你找来的帮手，还是你们主家来人呢？我说李三爷，你要找人来，也该找个带胡子的呀。人都说嘴巴没毛，办事不牢啊。郑大人，听说你的胡子被秦姑娘拔了，然后你就不必蓄胡了？你……哎呀，不对，抱歉了。你谁呀？哎呀，抱歉，可能是我误会了。咱们村啊，去年皇上派来传旨的李公公也没胡子，他办事就挺牢靠的。你莫非……郑大人啊，你今后还是留着胡须吧，这秦丫头的嘴皮子，惹不得呀。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呀？站那么远也躺枪。你竟敢骂我太监！看来这李家二爷也是要栽在秦羽手里了。这就受不了了。把李家的人都给我赶出书房斋50步之外，胆敢上前一步，只要不打死，随你们便。只可惜他们压根不是这些部曲的对手，一个照面全都倒在地上起不来。各位父老乡亲，书房斋遭人纵火，想必大家也都知道了，在此我就不多说。今日我书房斋再次装修好，开门营业。为了答谢大家对我书房斋的支持，今日我送大家2样东西，请大家后退5步，给我们的马车留出通过的路，并排好队站好。车队离开，让大家久等了。大家一定都很好奇，这里堆的是什么？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们，是书籍，是你们孩子启蒙的书籍，里面的字都用拼音注解好了。听说拼音是皇上今年颁发普及孩子启蒙的书籍，据说啊，只要学会拼音，就不会再有不认识的字。即使没有银子送孩子去学堂，只要会了拼音，就能识字。不是听说，是事实啊。这位兄台家中没人读书？没银子买书。可不是嘛，纸张价格下来了，可是书籍依然贵，买不起啊。大家安静，听我把话说完。我知道你们很多人都知道皇上颁发的政令，但家中依然买不起书，上不起学。今日我告诉大家，书房斋联合县衙郑大人，将在今日起开启文人下乡扫盲活动。我什么时候答应秦羽这个事了？我怎么不知道？郑大人，你之前这一板子打的，怕是这秦姑娘要记你一辈子了。我想大家都不懂什么叫扫盲，那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们，扫盲就是让所有人学会认字写字。
秦姑娘，你说的扫盲我们懂了，可是哪有那么多读书人愿意教我们呀？就是，我们安南那么多人，多数人不多，怎么教？还有，他们都在忙着考功名，怎么可能会来教我们？大家可以放心，我书房斋已经解决了你们的用纸写字问题，那么今日我就来解决你们书籍问题、认字识字问题。郑大人和陈大人已经联合上书朝廷，鼓励读书人下乡支教扫盲。下乡支教的读书人都会得到所有村子村民以及里正和学生们的评分，这些评分将在未来他们考功名的路上为他们加分，评分越高，加分也就越高。人群中的郑永才和陈明轩懵逼了，霎时间反应不过来。陈大人，郑大人，真是我们百姓的好官呐！谢谢郑大人、陈大人。陈大人，我们家是不是也可以出读书人了？爹娘，你们看到了吗？我们家世世代代没有一个识字的，人家朝廷要扫盲了，我们家也要出现读书人了。你们在天有灵，一定要保佑大清万年，皇帝万岁啊！不行，快去阻止他，快去阻止他们！一进书房斋，你们真的上书朝廷了？刘秀，我们要是能想的办法解决世家和朝廷千年的难题，此刻还会站在你的面前吗？那你们的意思是？被秦于坑呢？这丫头。刘秀，这个不重要。你可知道秦于接下来的打算？我们要趁大家都没有反应过来，快向京城送信才行。要是这里的消息传出去，怕是世家要坐不住了。秦丫头这次捅破天了。世家肯定会反对，如果陛下一定要推行，怕是世家会起别样的心思。这丫头要是早点和我们说一声，我们也好提前和陛下汇报，提前有安排。这下真有点措手不及呀。要不我派人把李家的人先控制起来。不必了，世家这次可能真的要割肉了。秦于既然敢说出来，他肯定就有准备，李家的人不用我们管。平西村现在还被关着70多人，其中李家3少爷也在里，这个你们知道就行，不用你们管。我要说的是，秦于发明了一种印刷术，活字印刷。两位大人，活字印刷一天可以印书3000册，秦于今天将会把活字印刷术公开，让天下人使用。二位大人，你们可以800里加急奏报了。陈大人，刘兄刚说什么？一天印书3000册？这个不可怕，可怕的是秦于要公开活字印刷，相信印刷工坊会如雨后春笋一样冒出来，到时候只要有纸张，天下还会没书读吗？希望这群世家到时候不要再来找秦于的麻烦了。要是秦于再公开造纸术，后果不堪设想啊。是啊，秦姑娘这一招釜底抽薪，够世家喝一壶的。行了，我俩就疯狂一次吧，就以秦于联名上奏。要变天了。是啊，这场风波也不晓得会死多少人。郑兄啊，从此刻起，我们的脑袋就已经不是我们的了，后悔吗？我昨天去找过刘兄，他给我说过一句话，让我觉得十分震撼。哦，什么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你们都是吃干饭的吧？一群废物！流民四起，你们想起朕了？早几月你们在做什么？其他几个州郡前2个月都奏章奏报旱情可能会出现灾情，你们豫州朕到现在都没收到奏章，你们到底隐瞒了朕什么？想做什么？来人，把他们都押入大牢，好好的审一审。请陛下息怒，保重龙体。让朕息怒？看看你们都做了什么！刚不是有人上奏说有商家出售低价纸，扰乱市场吗？给朕站出来！朕倒想问问，纸张便宜怎么了？饿死人了吗？有人为此流离失所吗？有人妻离子散吗？
难道比现在的旱灾还重要？诸位大人，豫州旱灾，你们可有办法？皇上，微臣请求前往豫州赈济灾民。那个丫头如此聪明，也不知是否有办法。刘爱卿，你起来说话。其余的4万册书籍已经被领走了2万多册。诸位，我刚说过了，书房斋今日重新开业，我会送大家2份礼物，书籍是第1份。那么现在我就给大家介绍第2件礼物。这件礼物可以说关系到你们所有人今后的生计以及学习。我也不多说废话，有纸笔的现在可以拿出纸笔了。哎呀，这是啥呀？有一股子墨水味儿。这礼物也太大了吧，我们也搬不走啊。这是印刷机啊。对，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就是印刷机。看来有些人已经认出来了。没错，这就是印刷机。不过和你们所知的印刷机不同，我这个是最新的活字印刷机。这就是我送给大家的第2份礼物。秦姑娘，你这是为何？你难道要每人都送1台？就是啊，秦姑娘，这可不是书籍，不好送吧？还有，送了也不一定对有些人有用，雕版1版字的时间都够我们抄1本书了，我们用不上啊。就是。大家先安静。我刚已经说了，这和你们知道的印刷术不一样。我这是活字印刷术，不需要刻雕版，只需要把刻出来的字挑选出来摆盘印刷就可以了。原来还可以这样，从此天下读书人何愁无书可读啊。原本站在远处的李家老2、老3直接说了句完了就晕了过去，被李家下人抬回了住处。今后书房斋的纸就叫平息纸，没听懂活字印刷术的可以到旁边登记姓名，我会派人再次教你们。另外，印刷术的方法我刚进城时已经贴在了城门口，而且我也印刷了1万张制作说明，你们可以来领。秦瑜刚说完话，一匹快马就冲了过来，他跳下马就来到秦瑜跟前，低语了一番：你到书房斋等我。今日我书房斋重新开业，2件礼物也都已经送出，有需要的可以进去看看，没有需要的这就都散了吧。说完，他扭头就进了书房斋。这2位，一位是知府大人，一位是县令老爷，你可以把你打探的情况说一下。哎，你直接说。我们4个兄弟骑马往北极时，沿途所过荷塘池水都已经见底，地里的庄稼和我们这边差不多，也有已经干死的。我们疾驰200里后，遇到了10几个从豫州逃荒过来的人。什么情况下有逃荒？那就是遇到洪灾旱灾啊。当然还有战乱可以叫逃难，也可以叫逃荒。小兄弟，你说的可属实？你确定他们是逃荒的，不是投奔亲戚的？我确定他们就是逃荒的。我们又往前疾驰了20里，又遇到了100来人，同样是逃荒的。他们说后面还有很多灾民，豫州旱灾，庄稼都干死完了。多谢小兄弟。秦姑娘，我这就告辞了，我要回去提前准备一番。2位大人，你们可有赈济良策？不会是回去计划开仓放粮吧？眼下只有这样，不过还不到时候。我需要回去和我那些幕僚们商量一下，灾民来到安南城之后的救治办法。未雨绸缪是个办法，我是想问，灾民来了后，你们打算怎么办？找个安置点让他们闲着，每天投喂？也只有这样，等到灾年过去再让他们回去。秦姑娘可是有法子，还请秦姑娘解惑。这狗官这次怎么学聪明了？孺子可教也，不，此人可教也。唉，若不是亲眼所见，谁能想到我大千一县的父母官会居身向一个16岁的少女请教赈灾之策？唉，还请秦姑娘指点。据我所知，朝廷会拨赈灾款，这笔款项还会非常大。你们应该是收到款后，或买粮，或者是直接发给灾民吧？以往都是这样的，秦姑娘难道是觉得不妥？当然不妥。这些灾民逃荒至此，无依无靠，也没有事做，每天吃了喝，喝了睡，太闲，
两位大人就不觉得有问题吗？哎，没办法呀，他们没有土地，又不愿意落户于此。历年来逃荒的灾民都是等荒年过去，哪来的又回哪儿去？再来灾年又是如此，周而复始。每一次这些灾民吃饱喝足后都会闹事，后来官府就想了个法子，给他们吃的，但是不让他们吃饱，使他们无力闹事，饿不死就行。可越是这样，反抗的灾民就越多。那如果以工代赈呢？以工代赈？没错，就是以工代赈。各地官府不应该为赈灾而救灾，你们把钱粮分发下去，这些人无论吃不饱还是吃得饱的，他们闲来无事都是会聚众闹事的。所以以工代赈就是把这些灾民集合起来，每天给他们分发任务，利用赈灾的钱粮给他们发工钱，这样他们有活干，有钱拿，又有饭吃，还会有人闲着斗殴吗？对呀，我们怎么就没想到呢？以工代赈，以工代赈，这简直就是赈灾良策呀！秦姑娘，你又立大功了，我这就回去上奏陛下，给你请功。不，陈大人大可不必。你要是想要上报，就说是你和郑大人一起商议出来的吧。文艺女子现在闹出的事实在是太多，这个功劳不要也罢。我再次提醒你们一下，大旱之后准有大涝，要是朝廷采用了以工代赈，那就该趁河坝水库、河道沟渠干枯，该加固的就加固，该加宽的就加宽，该疏通的就疏通。至于其他的，你们就自己看着办吧。买不到粮食了吗？那我们这一次一共买了多少担粮食？这次我们走得比较远，外面的粮食一天一个价，这次我们只买回来50担粮食。另外，我们这次出去发现，外地过来的灾民越来越多了。咱们安南城下各县都还好，过来的灾民都不多，当地县衙也都统一给安排了。靠近豫州那边的县城，直接就关闭了城门，不让灾民进入。各位兄弟，这些天辛苦了，明天就先不要出去，好好休息几天。说完，他就又去了平西河坝。老大，要不我们阻止那些人，不许再挑河里的水去浇自家的地。不，再等等看，张二叔他们进山还没有传回消息吗？没有。可是老大，要是不阻止那些村民取水的话，恐怕我们的实验田要白瞎，那可是你的心血啊。这话不必再说，我心中有数。要是真的没办法再说。别人穿越就是金手指，就是有空间，或者有系统，我怎么就那么命苦，穿越过来差点死在人贩子手上？要不是会些医术，搞不好还会死于天荒。再回到平西村，每天都是想着法子改变村里落后的生活。现在可是有盼头了，还贼老天，你又来个旱灾，不是你这到底是几个意思啊？进山多日的张文杰，他们此刻也是弹尽粮绝。爵爷，不行啊！进来那么多天，我们的干粮都快没了，还是先回去备足干粮再进来吧。唉，看来这老天爷是不想给我们活路呀。行吧，回去收拾一下，备足干粮和粮食，我们再进来。和他们一样叹息的人，还有养心殿的皇上。赵姑姑，今天豫州那边又有什么消息传来吗？启禀陛下，今天没有。老奴觉得二皇子到了豫州，一定会为陛下分忧，处理好难民的事情的。按照时间推测，他已经到达豫州了吧？是的，陛下，二皇子已经出发豫州赈灾5天了，今日应该可以到。唉，希望敬武这孩子不要让我失望才好啊。嘿呦，我亲爱的皇帝陛下，他就是一个喜欢耍弄小聪明的人，您对他的期望是不是有些高了呀？唉，是哪里来的800里加急啊？呈上来吧。皇上，您没事吧？启禀陛下，是安南城和安南县来的。快把奏报呈上来。还请陛下恕罪，因为担心路上差错，郑大人和陈大人特意派了小陈3批人加急奏报。请陛下恕罪，陈大人也是担心小陈在路上遇到灾民，
特意派了小陈二人加急进京。皇上没理会他们，而是先看了看密封的期蜡，撕开了信封，从里面拿出的正是陈明轩在府衙和幕僚们商讨完善后的以工代赈的奏章。哎呀，好啊，好一个秦瑜，好一个以工代赈，我大钱有救了。好，赵公公，赏他们5人每人300两银子，下去好好休息。5人听到皇帝说赏后，再也坚持不住，直接就倒在了地上一动不动。哎，他们这是怎么了？回皇上，还有呼吸，可能是受伤太重，或者是赶路太累晕过去了。受伤？800里加急也有人敢阻拦？快带下去让御医看看。 5人被抬下去后，皇上继续拆剩下的信。第2封和第1封一样，但他还是看了一遍，看完还是高兴地笑了几声。可是拆开第3封信，他脸上的笑容渐渐收敛。如果没有遇到旱灾，他看到这封密奏可能是高兴地吃好大碗饭。赵爸爸，你看看吧，你说朕该怎么办？奴才不敢。行了，起来吧。那些大臣听到800里加急，应该都到了宫门外候着了吧？让他们进来吧。待百官到齐，启奏陛下，近月来我国各地旱灾严重，庄稼欠收，灾民流离，民生困苦。朝廷虽已赈济钱粮，然各地灾民众多，钱粮有限，未能尽解灾民之困。且灾民长期无所事事，恐生变故，亦非长久之计。微臣深知陛下忧国忧民之心，故斗胆进言。微臣有一策，可解灾民之困，又可为朝廷节省钱粮。微臣恳请陛下以工代赈，以解灾民之困。朝廷可借此机会召集灾民，兴修水利、道路、城池等工程，以恢复各地之元气。如此，则一举两得。灾民得济，工程亦可完成。以工代赈之举，不仅可解决灾民之温饱问题，亦可为国家之建设做出贡献。微臣恳求陛下三思，采纳微臣之建议。陈明轩、郑有才联合锦奏。不是赵公公没有读出秦瑜的名字，而是皇上把有关秦瑜的文字给划掉了。以工代赈，好啊，我怎么就没想到呢？这陈明轩是陈大人之子，这郑有才又是谁啊？陈大人养了一个好儿子呀！以工代赈，治国良策也。好，既然诸位大人都没有异议，那就下去拟定章程，将其定为我大秦国策，昭告天下，快速推行，不得有误。吾皇圣明。好了，都退下吧。秦国公、陈国公、刘大人、陈大人留下。哎呀，秦丫头啊，你真是让朕既高兴又无奈。你可真会给朕出难题呀！你们4人都看看吧，给朕拿个主意。这个秦瑜啊，给朕出了个大难题呀。事成，我大秦从此不再受世家约束；失败，我大秦恐怕要亡在朕的手上。皇上，末将随时听候调遣。嘿嘿，只要陛下一声令下，末将就亲率大军把世家都给围了。我早就看他们不顺眼了，只要他们敢反抗，我就送他们去见太祖。你送他们去见太祖，是去告朕的状吗？哼！此刻进山多日的张文杰正愁眉苦脸地站在秦玉面前。张二叔，你们进山才几日，不必灰心。如果水源好找，也不至于出现干旱。以前我和你文建叔进山打猎，那山上
哗啦啦的水流个不停，好几个泉眼往外喷水。这几天我和部曲们都去看了，挖进去10几米、20几米都没有任何反应。唉，怎么就突然这么干了呢？没事的，二叔，我们慢慢来。实在不行，平西河坝的水就通知咱们村的人先不要再挑水浇地了。干旱太严重，浇那么点水也是没用的。至于其他村子的也给禁止了吧。要是秋收无望，朝廷会发救济粮，我们水稻收下来，我们也会给他们发粮食。还有，我最近不是买了大概有6万担的粮食吗？应该是足够应付附近几个村子度过今年的旱灾了。也只能是这样了。我一会儿去把附近几个村的里正叫到一起商量一下。可以。同时你要告诉他们，平西河坝的水位下去后，我们还要继续加高加宽河坝，加深河床。我的目标是把河坝的容水面积达到100亩，旁边的田和地能毁就毁了。要是能够把容水面积达到200亩就更好了。于丫头，这样一来要毁多少地啊？那周边可都是皇上赐给你的永业田啊，就这么给毁了？二叔，我意已决，这个就不用再说了。要是能够让平西上下游的百姓安居乐业，就是把我的田地全部都规划进平西河坝，那又何妨？于丫头，你让二叔佩服呀。二叔，你啥时候也学起了文人一套了？这是越来越有爵业的份儿了啊！那我是不是也要回你一个礼呀？于丫头大可不必，我就是被你说的话感染了，所以就不由自主的想学他们拜一下，以表敬意。二叔啊，我还是喜欢你之前的样子。这1个月来，平西河坝的水即使附近村子不再来挑水浇地了，但下降的依然很厉害。宋大伯，这100亩水稻正在关键时期，每天一定要派人看好了，控制用水量。现在7月中旬，再过2个月稻子就可以收割了。河坝里的水最多能够坚持1个半月，不过也差不多了。哎，小雨，你就放心吧，我天天都巡视不下10次。现在我和部曲们都住在了这边，日夜看守。我保证啊，这些稻子全都能丰收。赵大伯，这可是要辛苦你了哦。你的那10亩水稻现在不管了？管呢？怎么不管呢？我每天都要跑10几趟呢。早知道今年干旱，当初就把我那些秧苗拔过来栽在这边喽。那赵大伯，你可要看好了哦，今后咱们村吃到高产大米可全要靠你了。小鱼啊，你放心，我一定能让大家吃到高产粮。我原本打算今年出去前往江南盛产水稻的地方走走看看，采集点稻种回来。如今这旱灾呀，实在是不安全，我也就打消了念头。赵大伯，你这样是对的，无论是做什么都要先保全自身，只有自身安全了，才能够成就大事。你放心，只要你出去，你给我说一声，我给你找10名最厉害的部曲跟着保护你。真的吗？你也支持我出去寻找良种吗？到时候你真的派人跟我同前去。哎呀，这下可好了，你大娘应该就不会再拦着我了。当然了，大伯，我什么时候说话不算数了？是不是每件事我都说到做到了？你就放心吧，也让大娘放心。只要你出去，我一定派10名部曲跟着你，帮你打下手，并且所有的开销都由我来承担。不，小鱼啊，我自己出去，我自己承担花费就可以了，不用你承担的。哎呀，我说老赵啊，你就听于丫头的吧，出门在外花销大，你这份开销啊，也不让于丫头一个人承担了，就让我和于丫头一块承担啊！你到时候啊，可要记住安全第一，不管什么时候都要把自己的生命放在第一位。那就多谢2位了。哎呀，你呀，咱们都是打小一块长大的，那么客气做什么？来到了平西河坝上游，大家都辛苦了，要是累了就休息一会儿，可别累着了。
有个老汉灰头土脸地走到秦瑜和宋明远跟前，刚要跪下，老伯，你这是为何？是被人欺负了吗？还是家里有什么难处？你尽管说出来即可，不用下跪的。我们平西村不喜这一套。哎呀，秦姑娘，宋爵爷，我们一家是从豫州逃荒过来的，路上我爹我娘以及我兄弟都没有挺过来，我家老婆子也是得你们大救才活过来。我想问问，我能不能带着我家老婆子，还有我兄弟家的孩子，一共6口人，在你们这边落户啊？我想很多人都跟这位大伯有一样的想法吧，都站了出来回答是。可以是可以，你们有些人是未经过官府的分发就到了我们这边来的，村里也都为你们登记上报给了官府。你们要是想在这边落户，一会儿就找你们的班头登记，回头我再统一上报给官府，由他们统一分发，把你们落户在何处。能不能直接给官府说，直接落户在平西村？这个我们村里是做不了主的，不过大家可以放心，不管是我们安南县的县令，还是安南城的知府，都是一心为民的清官，他们一定会妥善安排你们的。相信在他们的治理下，安南一定会很快恢复生机，大家都能够安居乐业。什么声音？赵将军可是觉得这些女子不好看不漂亮，你若不喜欢，本王这就给你换。换！停下，都停下，乐器歌舞都停下。赵将军，你想干嘛？你看不起本王吗？你信不信本王禀告父皇撤了你的职？大将军，不好了，灾民哗变已经冲进城门，守城的兄弟抵挡不住，已经朝我们这边冲来了。大将军，你看该怎么办？你在胡说些什么？就那些吃不饱的灾民，他们也敢哗变，也敢反抗？是谁给了他们狗胆？他们这是不想活了是吗？拿我的剑来，我要去砍了他们的脑袋。走，跟本王去杀敌。来人，保护好二皇子。二殿下，你在屋里好生待着，我这就带人出去灭了这群灾民。来呀，情况不对就带着二皇子从西门出城。快随我回去保护二皇子，撤！一夜之间，豫州城历经灾民抢夺，民不聊生。次日清晨，我们要为自己而活，朝廷不管我们，我们就自己管自己。反了，去别的地方抢粮食去。我们要活着。就这样，豫州的灾民弃掉了豫州城。这天，他正在学堂里劝阻刘远瑶不要在这个时候出门游学。秦姑娘，我知道你的担心，这不外面在你提出以工代赈的粮草之下，灾民们不都得到了很好的安置吗？你再给我几个部区，应该是不会有危险的。刘先生，这件事就这么决定了，我说了不行就是不行。等到旱灾过去，就算你不出去，我也会让部曲带着你出去。所以今年你就好好的待在村里，哪儿也不能去。你不让我出去，为什么还让自己的老爹秦正去了京城赶考？老大，我们派出去的人刚传回来消息，豫州半个月前灾民发生哗变，攻破了豫州城。这半个月来，这伙灾民四处流窜，队伍已经汇聚到10万之多，正在朝我们安南城而来。半个月，豫州城不是二皇子在那里赈灾吗？他是吃干饭的吗？还有，豫州的守军呢？就看着这些灾民壮大。刘先生，我只说最后一遍，旱灾不除，你不得离开平西村。说完，他留下2名部曲看着刘远瑶，不让他出村，就走了。赵公公真没事儿，传陈国公和秦国公，还有刘勋刘大人，还有陈大人，让他们进宫见朕。哎呦，我的陛下呀，你说话都虚弱成这样了，怎么还说没事儿啊？让我躺一会儿缓一缓，你快去叫他们进来。老天爷啊，你这是要亡我大钱吗？给皇帝请了脉，得出结论是皇上最近过度焦虑，睡眠不足。
所以几人来的时候，皇上在他的龙椅上已经睡着了。几人也不忍心打扰，只能在殿外等着。赵公公，秦国公他们还没来吗？启禀陛下，秦国公、陈国公、刘大人、陈大人已经在殿外候着了。让他们进来吧。几人进来，刚要跪拜叩见。行了，朕也就直接说了，找你们来是因为豫州城沦陷的事儿。如今晋武下落不明，豫州叛乱还需要有人去处理，灾民还需要人去安置。四位爱卿有什么主意啊？末将愿往平叛，微臣愿往安置平复灾民。四位爱卿请起吧。你们说朕是不是教子无方啊？让他去赈灾，闹出了这么大的乱子。四人低头无言，这是皇上的家事，他们实在难以评判。也罢，那就有劳陈国公率军去平叛了。秦爱卿，世家那边最近有什么动向？起初以李家为首的世家官员，他们是打算向朝廷弹劾，不知为何后面突然就消停了。末将还在查。他们没有乱就行，咱们就当不知道。陈爱卿，朕就封你为豫州钦差，跟着陈国公一起去豫州吧，给我好好查查豫州动乱和世家有没有关系。刘爱卿，你就和秦国公一起查查世家有什么阴谋。朕累了，你们下去吧。其实皇帝已经猜测到，这些肯定和皇位之争有关。如果自己一意孤行，力挺秦虞，力挺安南县，恐怕他这个皇位很快就会被人拉下马了。至于为什么消停，这背后肯定是某股势力达成了协议。太子和四皇子最近都在做什么？太子最近一直在东宫和太傅学习，没有出过宫。四皇子自从宋文建训练御林军开始，他每天就跟着训练，这2个月也没有离开军营。御林军训练的怎么样了？里面可还有其他人？陛下，今日这天气不错，陛下不如移驾前往军营看看，也好缓解一下心情。另外，里面的人也都清理出去了，陛下可以放心。那好，朕就听你的，去训练军营看一看。秦虞刚从学校出来，就碰到了前来找自己的陈明轩和郑永才。你们怎么来了？我们就是来看看，平西村这边灾民有数千，我们担心这里出乱子。平西村这边不用担心，你们来的正好。朝廷是怎么回事？豫州造反的灾民就这样让他们不断壮大吗？还有，地方的军队都是饭桶吗？朝廷并非不管，估计是有人封锁了消息，京城未必知晓此事。另外，地方军队的情况你可能有所不知。自20年前那场大旱以后，朝廷国库每年都很紧张，根本无法给地方发军饷。后来，地方军队只能自给自足，从而导致不少军队与地方官员勾结贪腐。人啊，没钱可以拼命厮杀，有钱人就比较惜命了。难民军正好是没钱没粮的一部分人，而当地军经过20年的积累，有些军队将领不可说是富可敌国，也是富得流油。他们不再是不怕死的将领，而是怕死的有钱人。所以，听到渝州造反的难民长驱直入，还没到他们管辖的地界，他们就先带着钱粮跑路了，留下来的都是些虾兵蟹将。加上多年来他们的军饷都不是朝廷发放的，自然也就不甘心抵抗。就这样，以林慕白为首的造反势力日渐壮大。你都知道这些，难道朝廷就不知道吗？难道朝廷对这些贪腐就不管吗？算了，我问也是白问。听说这群造反的军队径直朝我们安南而来，
商都全境的守军能够抵抗得住吗？不对，他们会抵抗吗？秦瑜几乎是被气糊涂了，说话都有些自问自答起来。他能不气吗？原以为自己穿越过来的是个太平盛世的朝代，没想到也是个纸糊的朝代，一场旱灾就暴露出了这么大的危机。要是这个时候出个18路反王，那大秦岂不是直接就灭国了？难道自己不但要抗旱，还要逃难？陈明轩也是比较头疼的。我和郑大人过来的另一件事，就是因为林慕白而来，我们想看看你有什么想法。不是，陈大人，你是不是觉得我无所不能啊？林慕白的难民军有10万之多，你看看我们平西村现在这个样子，是有办法抵抗10万大军的吗？还有，这不应该是你们官府的事吗？你问我这个小老百姓，不是笑话吗？郑大人之前是领教过秦瑜的毒辣性格，所以此刻只听不说不张嘴，生怕被秦瑜再把他刚长出来的胡须给拔了。那秦姑娘接下来打算怎么办？我没有办法，要是那些难民军来了，我大不了就带着我娘还有我弟还有我表姐他们躲进大山里，至于其他人我是没有办法，你们自己看着办吧。说完他直接错身从两人身边走了过去，不再理会两人。叫上100个兄弟跟我去平西河坝，要是那些难民敢闹事，直接往死里打，打完连同他们的家人一同赶出去，让他们自生自灭。我要给大家说件事，这件事关乎大家的生死，我觉得有必要告诉你们。这是发生什么事了？怎么突然来了这么多部曲？谁晓得呢？听听秦姑娘怎么说，总不可能要赶我们走。我有一个非常不好的消息要告诉大家，就在刚刚，我们派出去的部曲回来告诉我，豫州城也就是你们的老家，半个月前被一个叫林慕白的人带着当地的难民造反了。秦姑娘，我们虽然是豫州那边过来的人，但是他们造反和我们可没有关系啊！我们都来这里很多天了，你们可不能把我们当成造反的灾民对待啊！就是，秦姑娘，我们只想好好的活着呀。大家都安静，听我说，我并不是说你们和造反的人有关，我是想要告诉你们，那些难民军聚集了10万之多，已经朝我们安南城过来。我不知道他们能不能打到我们这里来，但我要提前告诉你们，如果他们打过来了，我们也不一定有能力保护得住你们。如果你们有人要离开的话，我们会为大家准备路上吃的口粮，大家可以领完离开。另外，留下来的如果想要学着造反的话，我们平西村的部曲绝对不会客气，轻则会暴打一顿扔出去，严重的打死我们也不会负责。秦瑜说完就不再理会他们，被10名部曲保护着离开了平西河坝。真的就拦不住了吗？来不及了吗？再有1个月就好，哪怕商都郡能够抵抗1个月也好。老大，到时候实在不行，你就带村里的乡亲们进山，给我们100来个弟兄在这里守着这片稻田。不用，就算你们以一敌百，我们所有的部曲抽调回来也挡不住难民军的。他们就如饿狼扑食一样，走到这一步，他们早就把生死置之身外了。现在他们在新州城休养，新州城距离我们这里快则5日，慢则10日。让派出去的侦察兵加紧探查，情况不对就即刻回来通报，我们退进山里去。让那些还在挖河坝的百姓都回去歇着吧，歇好了，该逃命的就逃命去吧。老大，这群人是之前问你能不能落户平西村的老汉的同乡，他们一起来的，官府没有把他们安置到平西村，但给他们安排在了旁边的村子。他们说不逃了，反正伸头缩头都是一刀，没那个力气，还不如在这里多挖1镐头泥巴，这平西河等到雨季也就多存1镐头的水，即使他们看不到了，也想让后来人活得好一点。那就不要饿着他们，等到我们撤进山里的时候，记得把他们一起带进去。你们2个怎么又来了？我们是想来和你说个好消息，那就是陈国公挂帅，不日就会达到新州城。这段时间，我也和当地的驻军不断交涉，他们答应向新州城增兵，
和其他的府城驻军一起将叛军堵在信州城，等待陈元帅大军到来。这应该是好事，可看你们这愁眉不展的模样，是还有其他的事吧？秦姑娘，你说的对，我们还有其他的事，那就是大军需要粮草，所以来请你帮忙的。感情你们是来打我粮食的主意啊？我们也不要你白给，我们可以出钱买的，只是这银子现在给不了你。好，不过你们需要给我打借据，等这件事了，你们必须还我。另外，我只能借你们4万担，我们自己要留2万担。那就多谢秦姑娘了，这件事了，我一定上奏朝廷，为你请功。请功就算了，我只希望朝廷能够肃清吏治，还天下一个朗朗乾坤，不要再像纸糊的一样一戳就破就好。2位大人想过没有，假如这反贼再多出几路，那请问如今的大遣军队、大遣朝廷能在这场风雨中飘摇几下呀？记得叫你们的人来拉粮食，另外还有欠条，我们是不负责往外送货的。这群狗东西真是可恶！将军，怎么办？我们再不阻止的话，这些灾民可全部都出来了。再等一等。将军，不能等了，这些妇孺一字摆开，明显就是在掩护背后的反贼出城，再等我们就真的拦不住了。然而下一秒，新州城突变，从城门里冲出来一大群骑兵。怎么回事？城里怎么会有骑兵？不管了，所有人听我命令，放箭！只可惜时已晚矣，那些骑兵已经冲出了城，他们就像是脱缰的野马，疯狂地朝围城的士兵冲了过来。这群士兵都是饭桶吗？怎么连吃不饱饭的灾民都打不过？围城的将领开始下令撤退了。这一退，那些反贼的气焰更加嚣张了，一个个不怕死一样的咬住了士兵。商都军队死伤无数。队长，我们现在怎么办？就这么退回村子里吗？不，我们从山上跟着这群人，大家注意掩护配合，别被敌人发现了。距离安南城越来越近，他那种预感也就越强烈。所有人快速撤退！你们5个快速回村，通知村里的所有人全部进山，还有李家那些俘虏也全部都绑了带到山里去。在我回去之前，不能给他们吃的，一天让他们喝1次水就行。李家人，你们最好不要是我想的那样，要不然我归去时，别怪我拿你们祭旗。队长，怎么了？我们不跟了吗？不跟了，直接回安南城，找个地方隐藏起来。宋俊浩、宋俊峰，这些兄弟们都交给你们了。我要出去进城一趟，没我的命令，任何人不得出去。老大，让我们跟你去吧。不用，让李想和李明两兄弟跟着我进城就好。大概15分钟，他们3人出现在了安南城门口。走吧，进城。可能是他们比较幸运，刚到城门口就遇到了出来巡查的陈明轩。秦姑娘，你怎么这个时候过来了？这里说话不方便，我们找个方便的地方说话。秦姑娘，现在就剩我们2个了，你可以说了。我从新州城一路尾随造反的队伍过来，这一路走来，我越想越不对劲。怎么不对劲啊？我觉得这群人是有组织的预谋，我觉得他们就是冲着我们平西村来的，确切是说，有可能是冲着造纸术和活字印刷术来的。不能吧？现在的纸张都这么便宜了，他们还来抢你的作坊干什么？还有，这未免也太兴师动众了吧？你不觉得奇怪吗？如果他们想要造反的话，完全可以北上，或者去其他比我们这边富足的地方，特别是在新州城。到了新州城，去任何一个方向都比我们安南富足，可他们恰恰一路往我们这穷的鸟不拉屎，四面又全是山的安南城而来。请问陈大人，他们图什么？图这里山高林密吗？还是想在这里扎根扩大队伍？你我都知道，如果要养兵的话，豫州郡能够养兵的地方多了去了，何必要跋涉千里来安南？秦瑜正在城楼上跟陈明轩商量事儿呢，
城门外就有匹快马疾驰了过来。启禀陈大人，我奉我家将军之令前来告诉陈大人一声，叛军改道去了安南县。他们什么时候改的道？距离安南县还有多远？有没有探查到他们的目的是什么？你起来回话。我们并没有打探到他们的目的地。我们将军说他们在大福山转道，如果翻山过去，那边只有安南县，没有别的地方，所以他推断这些反贼是去安南县。至于去做什么，他也想不清楚。秦瑜不再等他把话说完，都没跟陈大人告辞，就叫上李想和李明两人下了城楼。就两人解开了马绳，一人骑着一匹，牵着一匹。等到看马的马官反应过来，他们已经冲出了城门。不用去追了，通知下去，所有的灾民和原住民，此刻起不许进出城门。看来还真是有人坐不住了呀。希望这一切都还来得及。大夫山山坳处，慕白兄啊，等我夺得了皇位，我一定封你个异姓王当当。你这个办法实在是太好了，任谁也想不到我们的目的是一个小小的村子，只是这样有点大材小用啊。哎呀，二皇子此话差矣，杀鸡用牛刀，这才能杀得利索。等我们拿下平西村，小娘子还不是任你蹂躏吗？慕白兄说的有道理，我们先去灭了平西村，再把那秦羽掳了，以后给我做个丫鬟，天下纸张依然掌握在我们手里。咱们再一路北上，逼父皇传位于我，以后大钱就是咱们哥俩的了。陈国公带领的10万大军也已经到了安南地界。元帅，这群叛军甚是奇怪，您说他们为什么要到这么偏僻的地方来？刚才探子来报，他们进山了。哎，老夫也是纳闷，你说他们进山了，不是去安南城？元帅，不是，末将也不知道他们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山的那边只有一座贫困的安南县，下辖的村镇在20年前那场旱灾之中，家家户户食不存衣，无论是人还是经济，到现在都没缓过来，十分的贫苦穷困，要人没人，要钱没钱。末将实在是不懂啊。你刚说什么？山那边是安南县？是的，元帅。您看，这是安南县地区的地图，上边标得非常清楚。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他们怎么可能是去那里？元帅，您怎么了？来呀，传令下去，让所有士兵加速前进，必须把他们拦在龙平镇之外。老大，不用着急，我们应该来得及。那大富山要想翻越过来，没有那么容易。翻过了山，他们到村里也要好几个时辰。我知道了。花了那么多心血，生活才得到改善，就这样要没了吗？看来还是自己太仁慈了，不想打破这个世界的平衡。要是早日把炸药搞出来，今日还有何畏惧？但他们知道，反贼林慕白带着10几万难民的队伍来了。撤吧，都撤回山里去。老大，不能撤，这里可是你大半年的心血啊！我们就这么撤了，你的心血岂不是白费了吗？撤吧，你们撤回山里，我留在这里。老大不走，我们也不走，就让我们一起跟他们拼了。对，就是拼了，杀一个够本，杀2个赚1个。让我先去取了林慕白的脑袋。你们真的不怕死？不怕。好，既然如此，那就和我一起守护咱们的村子，咱们的稻田。接下来秦瑜就开始给他们分配任务。分配完任务，秦瑜提着自己的箱子，独自去了一个视野开阔的高处。这就来了吗？希望你们不要太让我失望。通过狙击镜看向反贼的队伍，骑在马背上的林慕白看向旁边的二皇子。二皇子，你不是说平西村有自己的部曲吗？而且里面的部曲都可以以一敌10，
可是刚刚前去探路的人说，村子里并没有发现有人啊。这不是正常的吗？我们可是带了15万大军而来，他们部曲再多能多过我们？再厉害还能是铁做的不成？遇到我们不跑，难道要以卵击石自寻死路吗？二皇子你说的有道理，村里人都跑了，我们来了还有用吗？那造纸术要是没有人，我们也得不到秘方啊。哎呀，没事儿，我带的人里边有懂得造纸的，只要让他们到工坊里转上一转，2、3日绝对能弄明白他们的秘方。这个时间是不是太长了些？我们没有太多时间在这里浪费。朝廷就算是再迟钝，应该也知道了我们造反的事。要是他们派来的大军在这里，我们恐怕抵挡不住呀。嘿嘿，没事儿，父皇只要不派那些国公领兵出战，有我在就不怕。大哥不好了，我们后面10里有大量的军队，还有骑兵正在朝我们追来。慌什么？不就是一群虾兵蟹将吗？让兄弟们加快脚步，快速前进，另外留5万人在这里阻挡。二皇子，要不要我们比一比看谁先到达平西村？好啊，那咱们就比比看。话音刚落，他们就打着马狂奔向平西村。通过狙击镜看到这一幕的秦瑜笑了，哼，一群不知死活的东西，你们不脱离大部队，我还真就拿你们没办法。现在很好，区100来名骑兵也敢闯我平西村，真是不知死活。学着鸟叫传递自己的消息，很快不同地方也传来了鸟叫声，表示他们收到。500米，450， 380， 320， 230，够了。其余毫不犹豫地扣动了扳机，连续2枪点射跑在最前面的2个人。2人落马之后，立刻就有人想要上前救援。其余毫不客气地扣动扳机，子弹从他们的胸口一一穿过，不见踪影。其余打了一个响亮的口哨，隐藏起来的部曲们飞速地窜了出来，冲向前面的骑兵队伍。先把那2个人抢过来。而就是这个时候，100来名部曲就在他们四周突然的出现，一个个犹如猛虎又犹如饿狼一样冲向了他们。一个不留！你们的首领已经被我们拿下，朝廷派来的10万大军有陈国公挂帅，已经到了你们身后。难道你们真的就不怕死吗？我投降，不要杀我们，我们也是被逼无奈啊！全部分开，把你们手上的武器堆放在中间，然后回去蹲好，我可以保你们不死。我们凭什么相信你？就是，你只是一个黄毛丫头，我们凭什么相信你？其余刚要说话，从远处村子里又有几10匹快马朝他们这边疾驰而来。既然我不能让你们信服，那皇上亲封的2位爵爷呢？于丫头，你没事吧？宋大伯，张二叔，我没事，你们怎么来了？于丫头，你真的没事啊？我真的没事。这2个蠢货带了100来人脱离了大部队，这边刚好进了我们的埋伏圈，被我们当场就拿下了。他命50名部曲骑上马朝灾民后面跑去，边跑边喊林慕白已经被俘虏，其他头领已死。就在这种情况下，难民们觉得带头的都死了，他们也就觉得没救了，纷纷放下了手中的棍棒、锄头等物，投降了。50名部曲一直跑到和陈国公的人接触，才停下马。陈国公，我们老大说了，这些灾民就交给你们尽快遣返，他不想在安南甚至在安南城见到他们。另外陈国公也可以回去了，他就不来见你了。咋的了？他这是不买我的账，怪我来晚了吗？带我去见见你们这位秦姑娘，到底是何方神圣，居然有如此本事，不费一兵一卒降服了10几万的难民军。陈国公走后，前来灭贼的10万将士就像是做梦一样。
我们不是来灭贼的吗？怎么变护送灾民了？陈国光刚骑马走到前面，一眼就认出了被秦羽踩在脚底下审问的二皇子。说，是谁指使你们来的？再不说，我现在就弄死你！女侠，女侠，刀下留人呐！怎么，老将军，你认识他？陈伯，陈伯救救我！哟，这戏感可以啊！要在现代，说不定能拿个奥斯卡金奖呢。哟，你们果然认识啊！来人，把这些人都给我赶出去！把刀都放下！呵呵，想必你就是秦羽吧？我在陛下面前可没少听到他夸奖你。还有啊，你那个蜜蜂，也是我和刘大人、秦国公以及陈大人给陛下出的主意。要不，你看在陛下的面子上，请容我借一步说话。都安静的待着，他们不会拿我怎么样的。给我往死里打，但别打死了，给他留口气回京城就行。老大，就让我们来教训他可好？好，你们打吧。你们也跟着陈国公回京吧，不需要待在平西村了。是，老大。陈国公，别怪我没给你面子。如果早一点出来阻止，我平西村也不至于陷入如此险地。要不是被我们拦着，恐怕我们平西村今日就不复存在了。陈国公，村子我就不请你们进了，我们就在此别过吧。陈国公，还是请回吧。这秦姑娘的脾气我懂，说出的话从来就没有回收过。她这是对我们的军队失望了呀。就真的没办法了吗？没办法了，这丫头很记仇。当初郑有才冤枉她，打了她一板子，她直接拔了郑大人的胡子。那我只能回去了。只能回去了。一会儿村里的部曲全部出来了，更没有办法进去了。咱们总不能硬闯不是？哎，真是位有趣的丫头。也罢，来日方长。嘿嘿，我说你小子不错，你爹现在也出任了豫州钦差，好好的干，前途不可限量。老大，人都退走了，陈知府在村外求见。不见，让他回去吧。可是商都李家此刻就不平静了。你这个混蛋玩意儿，尿裤子了找我做甚？管家，外面，门外面。你这说话都说不清，我要你有什么用？人头啊！二老爷，三老爷。跑到门口，他也被眼前的一幕吓得浑身发抖，差点也尿了裤子。快，赶紧去通知老爷！此刻的平西村也迎来了新的一天。哼，有意见给我憋着，要是不服就搬出平西村。至于投奔的人，直接找官府去，让官府安排。你是说村子外面来了几百人，说是来当部曲的？是的，老大，他们都是附近村子的，有很多都是来我们这边做过工的。那你们有告诉他们，到我们平西村当部曲，随时都有可能送命吗？说过了，我们还说了训练非常的苦，他们都说不怕。带我去看看。宋大伯和张二叔呢？他们知道了吗？他们就在村口，也是等你过去拿主意呢。说话间，两人就骑上了马，快速朝村口奔了去。怕不怕死？怕不怕累？不怕。很好，那都听我命令，家中独子者站出来。很好，就你们10几个吗？还有没有？要是被我查出来你们在骗我，今后你们全村人都不可以到我们村子里来做工，包括修平西河坝的。好家伙，又出来了至少20个。好了，还有没有？我不想再问第3遍。这一次再也没有人被推出来和被举报。好，你们都有自己村里的证明，以及村子里5户以上人家的证明材料吧？有的话现在就可以拿在手里，一会儿排队检查完就可以跟着我们的人离开了。
没有证明的，现在就回村里开完再来。他回到村里，直接去了打铁房。张叔，我昨天让你帮我做的铁管子做好了吗？哎，于丫头，你弄这个干啥用啊？张叔，你等着看吧。张叔，你们谁有兴趣，这个玻璃就交给你们了。这个叫玻璃，通过吹拉可以做出任何自己想要的东西，包括我们喝水用的杯子。哎，我们真的可以自己做吗？你真的交给我们吗？就是个小玩意儿，你们要是不怕热和累，拿去做就是了。你们都识字吗？算了，不识字也没关系，看得懂图纸就行。我们这些人最近半年也去学堂或者跟孩子们学了下认字儿，简单的字儿也认识了几个，认不全。没关系，不认识的不懂的来找我就行。这个就是玻璃制品的方法，还有各种各样的东西的图片，最主要的就是这个铁管子。你们通过这个铁管子往玻璃里面吹气，就能够吹出这个图纸上的造型。我一会儿让张二叔给你们准备材料，我这点材料就留给你们练手了。这2个是平面的，就像我们的纸张一样平的，你们也帮我弄出来。旁边还有制作方法，你们就先尝试着做碗口那么大的吧。他刚离开打铁房回到家里，姑姑，小钟还小，逃学也属正常。他不也说了，学堂先生教他的他都会了，在学堂觉得没意思才溜回来的吗？锦衣，你放开我！你都不知道，自从他爹去了京城之后，都逃学多少次了，气死我了！你放开我，我今天非要好好教训教训他，他就是不打不成器。表姐你让开，让我娘打，打死我算了。那学堂的先生教的我都会了，为什么还要去学堂？我要去山里，我要去学武艺，在学堂有什么用啊？天天就会知乎者也知乎者也的，我们被贼人欺负了就只能躲起来，只能让我姐在前面保护着。我是男子汉，我才不要被我姐保护，我要保护我姐姐。表姐你放开我娘，让他打死我好了。男子汉不能上阵杀敌，算什么男子汉？好啊，既然你不想去学堂学习，那你现在就起来，是男子汉就把嘴巴闭住，你哭给谁听？姐，那先生教的我都会了嘛，我去高年级学习他又不让我去，我又觉得无聊就回来了，我不是有意翘课的。姐不怪你，你既然想去步曲训练营地，那我现在就带你去。真的吗姐？真的吗？你真的要带我去训练营吗？真的，希望你不要后悔。我不后悔，绝对不后悔。好，我带你去可以，但是你的学业不能够落下。姐，只要你让我去训练，我什么都答应你。小鱼啊，你真的要让你弟去训练吗？他那么小，这样真的能行吗？我们就是试试。日子一晃而过，又是1个月过去了，老天爷还是没有下雨。老大，陈知府和郑县令来了，你看是让他们来这里，还是到村里？你不觉得应该让他们看看我给他们勾画出来的大好蓝图吗？秦姑娘，1个月不见，可还好啊？切，我借你们的粮食呢？没有粮食，银票也行啊。怎么，这都1个月了，也不见你们还我？今天这是来还粮的吗？秦姑娘，我们这刚来就来找我们要账，是不是不太好啊？这可是你们白纸黑字写好的契书，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怎么着，2位大人想赖账不成？不过呢，也没关系，反正这银子到时候也是要给陛下的，到时候没有，我直接把契书给他就好了。反正那些银子买了粮食也是给他的军队吃，不关我的事。哼！秦姑娘，你可不能害我俩呀！你这哪是把借条交给陛下，明明就是把我们2个人的脑袋交给陛下呀！我还以为2位大人不懂呢。说吧，你们什么时候还粮？我这里每天大几千张的嘴等着吃饭呢，我可养不起。够，算了，郑大人，
你最近老往我们平西村这边安插难民，什么意思啊？秦姑娘，你这可就冤枉我了。这些灾民他们也不知哪里得了消息，说只有到了龙平镇平西村这边才能有好日子过。这不，天天都有人在县衙在城门口吵闹，我也是不得已啊，这才把他们分来的。今天也是来给你告罪来的，还请秦姑娘原谅。哎，切，甄大人，冠冕堂皇的话呢，谁都会说。我也知道你们官府难，可是你全都安排过来，你倒是给点粮食啊！你总不能让我全部都养着吧？我平西村是有粮食，那也经不起那么多人吃，不是？秦姑娘，你看这样行不行？我们先给你凑来2000石粮食送来可好？不行，如果是以前2000担就2000担了，可现在两位大人，你们自己看看四处的山上，还有这河坝里，还有四周的田地里，你们哪次来见过这么多人呢？这么多张嘴，我实在是养不起。这样，秦姑娘，我们再加1000担，剩下的等朝廷发下来救济粮或者救济款，我们再还你可好？好吧，那现在只能这样了。秦姑娘，你这是什么神奇之物啊？这个叫水车，我们这里上游高下游低，加上我们特殊设计修建的沟渠，只要河里常年有水，这些沟渠就不会断流。沟渠里的水只要不断流，这些水车就不会停。这水车上面有圆筒，在水车转动的时候会把低处的水存起来，到了高处，里面的水就会通过这些木桶顺流而下，再通过修建好的灌溉沟渠到达任何一处农田里。要是地势高的农田，就再修一个水渠，建一个水车，把水送上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你在上游修建的那个河坝的作用，恐怕就是让这些水车转起来吧？陈大人果然聪明，不愧是状元。你说的没错，我们上游地势高，我们从中间修建一条比我们脚下更高更宽的河堤，不光可以缓冲将来突遇的山洪，还可以驱动水车，这是一举多得，好处多多。你这个脑袋瓜子，真不知道是怎么整的。我们大秦要是多几个像你这样聪明的人，百姓又怎会流离失所？大秦又怎能不强盛？是啊，要是全国都按照秦姑娘这样，旱时兴修水利，不但可以解决涝时洪灾，还能解决再遇到干旱时的旱灾，真的是利国利民呐！如果普及下去，再遇旱灾何惧，水灾何惧呀？是啊，天下百姓恐怕就要就此摆脱旱灾和水灾了。可就是不知道会有多少当官的会实行下去。下官一定竭尽全力，在安南县大力兴修水利，以平西村为典型，普及下去。郑大人，你我之间不用如此，看来我得抽个空，把安南城下县的另外19个县的县令给召集起来，来平西村好好看看了。若不是亲眼所见，谁会相信我们这里能种出这么一大片水稻？的确如此，自此以后，恐怕我们大前北方的粮食就再也不会只有麦子这一种了。那郑大人，我们是就在此处，还是另寻一处，将这丰收之景记录下来？你我不妨比试一番，看谁的画作更胜一筹。可惜啊，就是这平西河坝干涸，要不然给人说这里是江南的鱼米之乡，怕别人也不会怀疑啊。是啊，不过那有何难，我们画上去就是了。陈大人难道不是要把这画卷呈现给圣上？你给添上去了，可是欺君之罪呀！无妨无妨，这么好的画卷，怎么可以有如此瑕疵？相信圣上也不愿意看到有如此瑕疵的一幅画面。陈大人所言极是，那就听陈大人的。京城皇宫。你个混账东西，是谁给了你本事做出这种大逆不道的事？拉下去吧，不要再让朕看到他。赵敬武参与难民闹事，贬为庶民，即刻赶出京城，永不得回京。父皇，
儿臣冤枉安抚啊！老大，陈大人、郑大人带着安南下辖所有官员都来了，正在村子外面等着。陈大人说要来开镰。既然来了，就让他们过来吧。既然如此，那大家就再等等吧。郑大人，这就是陈大人说的水车吧？这真的能灌溉农田？各位大人，我们一会儿再谈。现在重中之重是乡亲们等着我们开镰呢。那是啥呀？黄腾腾的，真的是水稻吗？怎么可能？我们安南城不适合种植水稻，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大一片水稻啊？这足有100亩吧？这怎么种出来的？行了，大家别讨论了。我之前一直没有告诉大家，这就是平西村种出来的水稻。我今天带大家来，就是让大家来看看我们安南城，让大家看看，现在不止南方能种水稻了，我们北方依旧可以种植水稻。大家同我去开镰，等回到自己管辖的事，第一要事给我记住了，兴修水利，储水为安，为安南城明年能种上水稻做好准备。宋爵爷、张爵爷，2位爵爷好啊！大家一路辛苦了，都起吧。这时候也不早了，还请陈大人带大家开镰吧。好，我们一起去开镰。2位爵爷，请。还是陈大人先请吧。各位大人，你们眼前刚好是1亩，我在这里等你们割完了，来称重量哦。你们可不能偷懒，割2刀就跑了。好，你看我们这么多人，一人几镰刀就割完了，是像会跑的人吗？啊？那不一定，谁知道你们里面有没有不会割稻子的、滥竽充数的呢？陈大人，要想当好百姓的父母官，那可得多下地干农活才行。既然你说一人几镰刀就割没了，那本姑娘就给你们划出20亩来，你们割完了再走，可好啊？要割20亩，我们加起来有40人左右，这分担下来，一人也有半亩啊，割完还不累死了？难道陈大人怕了，还是不愿意以身作则，与民同乐？放肆！哪儿来的黄毛丫头，竟然敢对知府大人无礼？是谁给你的胆子，敢指使我等朝廷命官干活？这姑奶奶你也敢得罪，自求多福吧。陈明轩刚想出口让替自己说话的大人住嘴，就见到秦瑜坏笑着从田埂上跳了下来。完了，这姑奶奶要坑人了。是吗？这位大人，看来是觉得20亩有些少啊，还是说你要替陈大人割他那1亩的稻子呢？你想干嘛？我可告诉你，我是朝廷命官，你不能乱来。不能乱来是吗？要是我乱来了又会怎么样呢？狗官！秦瑜笑了笑，一把抓住了他的胡子。秦娘呀，还是离这姑奶奶远些好，省得殃及池鱼啊。狗官，我不但要骂你，我还要拔光你的胡子。你竟敢骂本官，我看你是不想活了。是吗？我骂你怎么了？狗官，我不但要骂你，我还要拔光你的胡子。说完，他手上一用力，一撮胡子被他扯了下来。哼，既然你觉得太少，那就40亩吧。来人，给这几位大人划40亩的稻田出来，让他们割。什么时候割完了再让他们走，不割完今天的饭就省了。我们是朝廷。够了，你们是觉得40亩还不够多吗？都给我闭嘴！我都还没开口，什么时候轮到你们说话了？秦姑娘，咱们能不能商量一下，这40亩是不是有点多了？要不就20亩吧，我们都是大老远过来的，平时也都没有干过农活，你这40亩不是为难我们吗？不行，要不陈大人再加20亩。不是我说啊，你们应该都向郑永才郑大人学学。你看看人家只干活不说话，一看就知道他是百姓的父母官，哪像你们呀，
一个个吃的是满面流油，一让做起事来就废话连篇。切！我的姑奶奶，你说他们把我说进去干嘛呀？这镇的人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咱们一听这个丫头说话，似乎就很怕她一样，动作都加快了几分。还是不理这丫头的好，谁知道她又挖好了什么坑等自己啊？陈大人，你看看，像郑大人这样光做事不说话的官才是好官，你应该向皇上多举荐举荐。哎，行了，你们赶紧割吧，我还等着你们一亩的产量呢。千万别让我等太久，要不然我是不介意这100亩的水稻全部都交给你们这些人的。我们村子里的人都忙得很呢，刚好缺人收割。各位大人，这个是打谷机，既然要体验生活，就体验全套吧。你们连谷子也一起脱了吧。你们2个教一下这些大人们怎么用。秦姑娘，秦姑奶奶，咱们就不能再商量商量？不能。陈大人这是嫌割的少吗？那要不再加点儿？陈大人，你看安排谁来打谷子呢？陈大人，我们难道真的要听这个丫头的，割这40亩稻谷？赶紧的去割你们的，丫头也是你们叫的。这秦姑娘一向说话算话，她说让我们割完40亩，那肯定就要割完40亩。你们要是想早点回去，就赶紧回去割。几位大人，要是想平安无事的离开这平西村，还是多做事少说话的好。那位秦姑娘，我们还是对她客气点好。还有啊，黄毛丫头你们可别再说了，更别在她面前说，否则呀，看到没有，李大人就是诸位的下场。哎，很快1亩地就被这些官老爷们给割完了。各位官老爷，你们这1亩割的是不是有些久了？我们平西村的百姓和你们同样多的人，可已经割了10几亩了，你们这1亩还没割完。看来接下来几天你们都只能饿着肚子在这里收割稻子喽。你个丫头片子，你信不信本官一声令下，你们全家都要下大狱？郑大人手抖了一下，稻子也都撒了许多在地上。郑大人，你干什么呢？好好称好袋子，就剩1点了，我们称称有多重。好嘞，大人。哼，你现在给我们道歉还来得及。你不是说要我们割剩下的40亩吗？我也不要你割剩下的40亩了，你只需割10亩，我就饶了你。白痴！来人，把这个狗官拖下去，把他的胡子一根一根的给我拔下来。就有2名部曲领命，一根一根的拔着对方的胡子。怎么样，产量几何？400斤，足足400斤啊，大人。江南水稻亩产好像在430斤吧？真的吗？你没有算错？绝对没有错，就是400斤呢。秦姑娘，你种植的水稻亩产达到了400斤，成功的打破了我们北方不能种植水稻的理念，为我们农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希望。丫头，你知道你要救多少百姓吗？我陈明轩代表天下的百姓向你道谢了。感谢秦姑娘，我大前北方的水田从此再也不用荒着了。哎，诸位大人，谢就不用了。要是想谢啊，你们这40亩可是要抓紧时间了哦，我可是说到做到的。要是今天割不完，我是真的不会让你们回去的。什么时候割完才能回去？秦姑娘放心，我们今天肯定割完了再回去。2位大人辛苦了，我也不是有意针对2人，我只是想要借此机会，让你们这些手下的官员好好的体会一下百姓种粮的辛苦。秦姑娘不必多说，我们都懂，这些官员确实需要多下地劳作，才能体会百姓疾苦。哼，陈大人能这样想就好。宋大伯已经备好了酒菜，2位大人吃完再回去吧。2位大人回去应该会向朝廷奏报吧？现在已经丰收了，我们瞒了朝廷这么久，也该告诉皇上了。你们这是又要800里加急吗？这可是举国可贺之事，
当然要用最快的速度传递出去才行。不但要800里加急，我这次还会派出5个人，一路喊着进京报喜。我们北方也可以种植出亩产400斤的水稻了。我这里还有点小东西，还请帮我上供给陛下。当然，这个不需要你们800里加急，不过可以让他们5人带上1件2件的，先送给皇后娘娘。2位大人，这就是我让你们顺带给皇后娘娘的礼物，你们看看有没有问题？他们什么时候见过自己到底长什么样啊？家中虽然有铜镜，但那也是模模糊糊的。2位大人，你们看到的这个小玩意儿是我们平西村最新生产的镜子，和你们家中的铜镜一样，只是比你们用的铜镜更加清晰。这东西好东西啊！陈大人，你看，你这眉毛都照得清清楚楚的。可不是嘛，原来我长这个样子，我还是第一次看清自己的模样。不知道秦姑娘可还有多余啊？我好给我家夫人也讨要一面回去。有，我早就命人为2位大人准备好了，待会儿你们回去就可以带回去。还有，就是这镜子再过几日，我们也打算在市场上卖了，到时候恐怕又要给2位大人添麻烦了。秦姑娘，你这镜子一上市，恐怕麻烦不会比纸张和活字印刷术小啊。陈大人，你说的对，所以我才说又给2位大人添麻烦呢。没错，我就是要用镜子来对付制造铜镜的宋家。据我所知，宋家没派人来过安南吧？你又怎么会跟他们结上仇？要对付宋家？哼，灭族之仇，请问陈大人，这算不算有仇？也不瞒2位大人，我娘是18年前新州城张家的人。虽然是18年前的事儿，郑大人在新州城下县做过官，我想应该有听说过一场大火，张家上下100多口人一夜消亡的事吧？郑大人还真听说过，那是他上任第1年，路过新州城，看到一处残破的宅邸，荒草树木丛生。在路边茶摊歇脚的时候，问茶社的老汉打听过，老汉告诉他，不能说，说了会没命的。秦姑娘，你是说新州城做铜镜的张家？是，如果是18年前被火烧的张家的话，那就是我娘的那个张家。那就没错了。我当年到新州城下面的富安县当县令，去新州城签到位文书，见院子荒草树木丛生，就询问为何那么大处宅邸就让它荒废着。这一问，10个人11个人都不敢说呀。我上任后用了1年时间查访打听，才弄明白是张家的宅邸一夜之间被烧。只可惜我给上级官员建议彻查这件事，被上方驳回了，还警告我不要多管闲事，小心小命不保。后来我再想查的时候，就真的受到了阻碍，无奈之下也只能在富安当好我的县令了。没想到今天在这里又让我遇到了张家的后人，还提到了这个案子。秦姑娘现在是找到证据证明是宋家所为了？不，几个月前我表姐，也就是陈家少奶奶，2位大人都应该知道吧，她就是我表姐，也是张家人。孩子满月后来我家，我娘认出了她，2人相识后便把18年前发生的事全都给我们说了一遍。我那时才知道，原来我娘背负着这么大的深仇大恨。也是那时起，我就派人调查我娘一家被灭门的事情。也就在上个月，终于有了眉目，但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是宋家为了谋夺张家最新的工艺打磨膏和细砂纸，杀害了张家100多口人。所以我要引蛇出洞，不管有没有证据，这宋家我灭定了。这个我也听说过，不过那个时候我还小。我听说是宋家研究出了新的配方制造铜镜，也听说宋家很快就有新的铜镜面世，确实比以前清晰得多。我们现在用的铜镜
就是宋家改良后的。原来这中间还有这么多的弯弯绕绕。秦姑娘这个牵扯到世家，我和郑大人恐怕帮不上你的忙。但是你放心，你的镜子只要在安南城卖，我敢保证没有人敢动手脚。像书坊斋被烧的事，绝不会再次发生。两位大人这样已经是帮了我很大的忙了，谢两位大人。现在时间也不早了，我派20名部曲送两位大人回去。秦姑娘，这是你送我们的镜子？这是衣帽镜，也称全身镜。两位大人穿好衣服，站在镜子面前一照，自己都可以整理衣服了。这样的镜子我已经派了部曲往京城运，不过肯定是没有你们800里加急到的快。老夫，你这是怎么了？老爷，我有件事儿，不知道当说不当说。老夫啊，来，过来坐。我们都是一起长大的，有什么话还当说不当说的？坐下说，我听听。老爷，我还是站着吧。事情是这样的，今天我去国学书院遇到一个人，我就打听了一下，他是刚进京不久，准备参加明年大考的。明年大考，所有考生都要在10月之前进京，亲自到国子监报到，这个时间没有问题啊。老爷，我说的不是时间有问题，我说的是人。这个人呐，很像一个人。老夫啊，你怎么今天说话吞吞吐吐的？有什么话直接说完。抱歉老爷，那人像已经去世30多年的三老爷。此话可当真？千真万确呀！我今日看了他许久，不敢靠近。他身边有暗卫和护卫保护，不过我打听到他跟刘勋刘大人有关。他进京就先去拜见了刘大人，也是刘大人安排他进的国学读书的。你说他有没有可能是老三的遗孤？不知啊，他虽然像，但他来自安南县平西村，三老爷没有去过那边啊，应该不可能吧？我也是疑惑不解，才来告诉老爷的。你说什么？安南县平西村？是的，老爷，我在国学询问过院长，他说是。那他姓什么？同是姓秦名正，今年36岁。这时间和三爷一家被害的时间差不多。36年，36年了，老三已经走了36年了。贝马，我要去刘大人府上。老爷，我们这个点过去是不是有些不妥？无妨，如果他真的是老三的遗孤，我们就该早点把他接回来。不过现在怕是没那么简单了，备马去吧。要不老爷还是坐轿去吧。这样吧，你去请一下刘大人，就说我在一品楼设了晚宴，请他喝酒。唉，真的是你吗？现在你进京来，若是不是平西村的人还好说，你恰恰是平西村人，这岂不是羊入虎口啊？我说老秦呐，你这么着急叫我和刘大人来有何事啊？刘大人，最近你府上可是来了一名安南平西村的考生。秦国公怎么知道的？你问此为何？哎呀，刘大人你糊涂啊，这平西村是什么地方啊？现在那些人恨不得把平西村给烧了，你为何不隐瞒其身份呢？这要是让世家的人知道了，那可还了得。陈国公说这话就冤枉老夫了。他一来京城，我就想到了为其隐瞒来历，只可惜他并不愿意，还说男子汉自当顶天立地，隐姓埋名算什么男人？这，你说我该怎么办？不过秦国公放心，
他身边不光有那丫头派来保护他的人，还有陛下也派了人暗中保护。放心吧。陛下也知道了。派去平西村的李将军和他一同进京的，陛下自然是知道了，不过没有召见他。哦，你们两个说是那平西村有人来了京城赶考？没错，不光是平西村的人，还是秦郡主的亲爹。哼，那我要去会会秦正这个当爹的，我老陈都没有受过这种气，我要问问他是怎么教女儿的。你们俩都不知道。哎呀，算了，不说了。哎，老秦，你把刘大人和我叫过来，不会只是为了这件事吧？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我怀疑他跟我三弟有关。哦，你家三弟？你家三弟36年前不是已经死了吗？秦正怎么会和你家三弟有关？唉，我也想知道，所以就叫来了刘大人，想要问问秦正这个人。秦国公，当年的事我也听说了些，要是我没有猜错的话，你应该认为秦正是你家三弟的遗孤吧？刘大人猜的没错，事发之时是36年前，如今秦正36岁。听我家管家说，对方像我那已经离世的三弟，所以我怀疑他是我三弟遗孤。照你这么说也不无道理，不知道秦国公想要我帮什么忙。如今秦正并没住在我府上，而是和保护他的部曲租住在南锣鼓巷那边一座院子里，日夜都有部曲保护，安全上秦国公可以放心。另外，秦国公觉得能教出秦郡主那样孩子的人，人品会差吗？哈哈，这世界真的是奇妙啊！没想到让我们称奇的天才丫头，居然是老秦家的种。老秦呐，我可跟你说啊，你这侄孙女儿，我可跟她打过交道，她可不是个好惹的主。我可提醒你啊，这事儿你可得谨慎处理，要不然得罪了她，我估计够你喝一壶的。老陈，怎么听你话的意思，我家秦瑜就是那种嚣张跋扈的女子？嘿，那可不咋的，我老陈。陈国公刚要说自己遇到秦瑜的遭遇，刘大人就咳咳两声打断了他要说的话。嘿，我说老陈呐，那你现在怎么打算呢？唉，我能怎么办呢？于丫头搞出那么大的事儿，要不是陛下压着，这世家反击哪里只会是表面上这么简单呢？他们要真是我秦家的人，可不得早日认祖归宗，我也好光明正大的罩着他们。秦国公怕是有所不知，这于丫头啊，已经和李家不死不休了。在难民军去平西村之前，李家已经安排了一批人过去，想要烧了作坊，杀掉于丫头。只可惜并没有成功，后来那些人就消失了。再后来，难民围攻平西村失败后，那些消失人的头颅听说就摆在了商都李家的门口，李家三爷二爷可也在列的。要是她真的是你家侄孙女啊，陈国公说的还真没错，够你喝一壶的。多谢刘大人提醒，等我见了秦正之后，我会安排人去安南县调查此事，如果查明，我会让其全家认祖归宗。这样甚好，不过你秦国公府上日后可能就热闹了。唉，纵使前方是刀山火海，那又如何？我秦家骨血怎肯流落在外呀？若是不能为他们扛灾挡祸，为他们撑起一片天，我这个当大伯的还怎配当一国国公啊？100年之后，还有何颜面去见列祖列宗啊？丰收大捷，
商都安南县白某水稻大丰收。皇宫内，皇帝听闻800里加急，心中先是一紧，当听到是安南城传来的，他才放心许多。陈班班，快叫人把4个卷筒打开，给朕看看。快！你们应该知道怎么拼吧？赶紧给朕拼起来！我大前百姓终于可以吃饱了，我大前北方的水田再也不用荒着了。陈班班，你旨，快将这种种植方式传向全国，让我大前水田明年全都种春水稻，还有前3年免税。朕要让全天下的百姓都吃上白米饭。皇上圣命。这不，他找李家主过来共同商议事。是你？真没想到，李老板经常跟我提起的人就是你啊！转眼间，我们差不多1年没见了吧？真没想到，平息纸是你发明的。是啊，我们都1年没有见了。邓姑娘是越发的漂亮了。哪有，秦姑娘才是越发标致了呢。真没想到当初分别之时，我说让你有空来福州找我，没想到你还没去，我就先来找你了。是啊，我回来之后就在村里，去过最远的地方也就是安南城。你们认识？不知秦姑娘叫我来所谓何事？秦羽把2人请到学校的会客室。李家主，今天到这里也就是一家人了，现在就等你了，赶紧坐吧。既然几位有要事相商，我就不打扰了。既然邓姑娘来了，那就坐下来听听吧。或许这件事你也能够给我们别样的主意。你是李家主的客人，那也就是我们的客人，坐吧。是啊，邓姑娘既然来了，就坐下来听听看。是啊，邓姑娘是李家主的贵客，也就是我们的贵客，没有什么不能听的。那我就听大家的，坐下听听了。诸位，你们手上的东西就是我接下来要讲的东西，《大前日报》。哎，我说于丫头啊，这个《大前日报》是什么意思啊？苏大伯，您先别急，听我慢慢跟你们讲。你们看啊，你们手上的白纸我已经划分好了区域，这个位置官府区域，可以把每日的告示写在这儿。这里可以刊登国家的政策以及国家战事，当然也可以写民生以及种植技术啊、养殖技术等等等等。我将其称为报纸。前期我们每3日发行1期，慢慢的1天1期，短期内可能仅在安南城发行。我的目标是将报纸发行至全国，使所有的百姓都能够迅速了解国家大事、最新的养殖和种植技术。我们需要做的是促进信息流通，只有信息流通起来，大家的生活才能够得到改善。当然，这份报纸是免费的。秦姑娘，就算纸张是我们自己的，便宜，有了活字印刷术，我们印刷起来也方便。可这油墨和人工它是需要成本的呀，你这不是赔本赚吆喝吗？你得亏多少钱呀？是啊，秦姑娘这报纸一出是方便了，可这开支应该也不小啊。大家请看，这个位置我留出来的位置，这里就是广告位。比如说我们书房斋推出了新书、新画本之类的，就可以在这里发一个广告，告诉大家书房斋有了新书上架。还比如说李家主的镖局同样可以在这上面发布广告，李家镖局承接全国押运走镖等等。当然这个广告词需要李家主自己想。还有谁家的酒楼要开业了，要想让人知道，是不是也可以在这里打广告？所以这个板块我称之为广而告之。我明白了，秦姑娘的意思是，那些想要来刊登广告、宣传店铺的商家，就需要付广告费，对吗？没错，只要他们想生意好，想让更多的人知道他们，那就只有来我们报纸上打广告。哦，秦姑娘，我懂了。可我还是弄不清楚，
他们真的会来打广告吗？李家主，你这个问题问得好，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儿。我们推出报纸只是第一步，我们还要让更多的人接受报纸，懂得读报纸，让报纸成为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你们想想看，早上起来，晚上吃完晚饭，太早了人们睡不着，那就干嘛呢？之前是看书写字，我们现在给他们增加了一项看报纸，让看报成为他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只要我们掌握了这群人的流量，那我们就掌握了赚钱的门道，就不怕那些商家不来打广告。这也是我们报纸免费送的原因，免费的东西没有人会不要的。秦姑娘，这好像和我们官府没有多大关系吧？除了登报一些朝廷政策外。不，陈大人，这次我就要扯一下你的虎皮了。这报纸一弄出来，很多印刷作坊就会跟风，所以我想让我们的报纸挂上官府的官印，这样即使有人模仿，也不会影响我们报纸的销量。所以还需要陈大人和郑大人出面背一下书。绕了这么大一个弯子，原来你这丫头在这儿等着我们俩呢。你既然说了是利国利民的事，那这个书我们两个就背了。郑大人，你觉得呢？这个我也没有意见，只要秦姑娘能保证报纸上不有不利朝廷以及煽动百姓的词语出现就行啊。对，郑大人说的对。秦姑娘，我也算明白了，你掌握了报纸，就掌握了舆论，这可是一把双刃剑啊。我和郑大人为你背书站台，你可不能把我们两个人给坑了呀。两位大人说的这是什么话？你们看看，从你们到安南上任以来，我可有害过你们？陈大人这么一说，倒让我想起来了，似乎我做的每一件最大的受益人就是你们二位吧。就不说赈济灾民呢，就拿这次你们为陛下献上100亩丰收图，恐怕陛下的赏赐都不会低吧。还有郑大人，恐怕任职到期就会高升了吧，甚至都不用等到任职到期。还有陈大人，我想你恐怕要成为大秦开国以来第一位最年轻的2品大员了吧。秦姑娘所言极是，所以秦姑娘今后但凡有用得着我们两人的地方，就算是赴汤蹈火，我们也在所不辞。赴汤蹈火就算了，我只希望你们来日高升之后能够不忘初心，多为百姓做些实事，那也算是为我赴汤蹈火了。他们在这里商量开设报社的同时，大前北定府出事了。你就是昨晚不听命令，带着10几个人出城迎敌的那个人。回将军，正是末将。哼，你只是个校尉，谁给你的胆子擅自出城的？回将军，末将只是觉得他们只是一群乌合之众，所以才擅自出城迎敌的。乌合之众？你才来当兵多久？本将与匈奴厮杀的时候，你还在穿开裆裤呢。匈奴人没你想的那么简单，如果他们都是乌合之众，那还有谁是我们大秦的威胁？我说小家伙，你只看到了200来人，你信不信他们这只是试探？哼，行吧，你也别站着了，坐吧，陪老夫喝2盅。啊，什么情况？不是要责罚我吗？刚刚的语气神态几乎像是要把人吞了。你看着我干嘛？让你坐赶紧坐，坐下来陪我喝2杯。我从军那么多年来，除了4皇子，你是我见到的第一个一言不合就敢拔刀跟敌人干架的人。不过呀，你还年轻，今后可不能这么鲁莽了。昨天晚上他们应该只是试探，应该其他城池也发生了同样的事儿。你这一出去啊，恐怕提高了他们对我们这座城的评估，到时候进攻怕是人不会少。哎呀，但愿他们不会选择我们这边吧。将军，末将不明白，他们选择我们这边不好吗？我们当兵不就是上阵杀敌，建功立业吗？我若是没记错的话，
你应该才来3个月吧？将军记得没错，今天刚到军队，满3个月。你叫末将张志清。对，张志清。你用的是方天画戟对吧？是的，将军。志清呐，你觉得上阵杀敌是建功重要啊，还是百姓安居重要啊？当然是百姓安居乐业重要。是啊，百姓安居乐业重要。你可知现在我们安康县有多少百姓吗？这2年没有匈奴来犯边，很多百姓都聚到了我们这边，现在已经达到了6万之多。你说说，就靠我们这些人，要是来了大军，我们怎么守？救得了谁？所以呀，我们边境守军在匈奴第1次进攻的时候都会示弱，以迷惑对方。将军，我们示弱，他们不应该会集中兵力从我们这边过吗？不，那只是在大的战场上，我们这里就算有匈奴犯边，对比大部队来说只是小股部队，但对于我们来说就有些吃不消了。说白了，这些个小股匈奴兵就是掩护他们大部队南下劫掠的，只是不知道他们这次会选择何处南下。从我们这里南下不符合匈奴大部队的利益，一般都是骚扰牵制。要是有机会，他们也会攻城抢粮抢女人。那这跟我出城有什么关系？嘿嘿，看似没有关系，其实在他们看来，觉得我们这里有强将，这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威胁。在他们大部队南下进攻的时候，也会派出大部队过来进攻我们。太少了，怕牵制不住我们，给他们造成麻烦。其实说白了，就是匈奴军准备南下了，出来打探一下，也是在告诉大前守军，我们要去抢粮食了，要和你们开战了，你们准备好啊，赶紧往边境这边增兵，要不然我就冲破边关了。其实他们这是在声东击西，今天打安康县就是为了吸引大部队过来，等大部队来了，他们可能就从别的薄弱的地方打进去了。所以将军说的也不全对。来，喝酒喝酒，想必要不了多久，我们就会收到其他地方遇袭的消息了。将军，要是没别的事，我就下去守城楼去了。知青啊，在我这里你可以随心所欲，出了事儿老夫可以为你担着，但换了别的地方，别的将军就不一定能为你担着了，特别是你这种武艺高强的人。唉，师傅说的对，我冲动的性子若是不改了，下山迟早会给自己招来大祸。看来我是得改改了。在铁匠铺卖货的罗老四看到报纸上的消息后，张二叔啊，我不给你卖锅和农具了，我要回村儿。我听说秦仲都金山训练去了，我也要回去金山训练。我要去当兵，我要像张大叔一样当大将军。你小子跟你爹种地都叫苦，山里的训练可比这种地要苦多了，我都差点没坚持下来。你去了能坚持1天？咋了？你瞪我干嘛？我说的还有错？那每年耕种的时候，你家是谁跑的都见不着人啊？二叔，今时不同往日了，我也会变的好不好？你不要小看我，上次村里遇难，我都想回去到山里训练了。现在边关匈奴人又来犯边，这次我说什么都要回去。好，既然你想好了，一会儿就跟我回去。不过我可先说好啊，秦羽可不是好惹的，你要是进去再出来，他可不会给你第2次的机会，到时候你就只能回来给我好好的卖杂货。明年你爹不给你娶媳妇儿，我给你娶。二叔，你就放心吧，我就让你知道什么叫士别3日，当刮目相看。你这臭小子，现在还在我面前摆弄起来了，看来你也不是文盲了呀。二叔，你老用以前的目光看我，你等着我将来当上了大将军之后，看你还敢小瞧我。张文杰又要上去扒了他的头，
哎，二叔，老虎的屁股不能摸，将军的头也不能乱碰，你以后不能再扒拉我的头了。好，我们的罗将军，请上马吧。哼，上就上。二叔，我先走了，看看我们谁先回村儿。你小子，等先让你跑100米，一会儿就让你知道什么叫做姜还是老的了。这雨一下就停不下来。等他们回到平西村，这雨不才下1个时辰吗？怎么就起洪了？我们得去上游看看，这雨来得猛烈，这山上接水面积大，起山洪也正常，就是不知道上游住的那些灾民怎么样，我们得去看看。丫头啊，你回去吧，我跟你张二叔带着部曲上去看看就行。不行，大伯二叔，我不光要去看灾民，我还要看看我们这新修建好的河坝到底能不能够承受得住山洪爆发。照这个雨势下去，不出1个时辰肯定要爆发山洪的。唉，这老天爷要么上10个月不下雨，要么一下就下这么大，这是想先旱再涝吗？二叔，你们回来这一路灾民都还好吗？灾民还好，有些已经开始准备上路回家了。这么大的雨，他们往回走是不要命了吗？着凉得了风寒，岂能回到豫州？我们路上也遇见几伙人，也有劝过他们，可他们说没事。看来这一路又要尸横遍野了，希望沿途的官府能够多做点实事吧。其余他们一行人刚到上游，哎，各位乡亲们，你们这是做什么？秦姑娘，这几个月来，我们也都老远的见过你，一直想着给你磕个头，说声谢谢，可你一直都没走过来，我们也过不去。哦，我是他们的李正，我们全村300多口人，活着到这里的也就只剩下这100多人了。要不是秦姑娘和2位爵爷的帮助，给我们粮食，给我们工钱，我们恐怕早就饿死了。大爷，你错了，没有我们，还有其他人都会帮助你们的。现在呀，全国都在实行以工代赈，这主要是我们的皇上好。报纸你们都看到了吗？现在呀，全国都在实行以工代赈，这主要是我们的皇上好。报纸你们都看到了吗？今年全国大旱，死伤的人口不足往年灾情的1/3，所以啊，大爷，你们要感谢就感谢我们的皇上，感谢朝廷就行了。以后再遇到灾年，就在当地等着救济就好。你们都是好人，我们都要感谢，这是救命之恩呐。秦姑娘、宋爵爷、张爵爷，你就让我们给你们磕个头吧。大伯啊，真的不用，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只可惜能力有限，让你们一直住在这边，没给你们安置好，我这心中有愧呀。哎，你们已经做得很好了，现在下雨了，我们也该哪儿来的回哪儿去了。大爷，回去呢，我是不拦你们，但是真要回，也要等雨停了再走。你们冒雨离开，肯定是会着凉风寒的，这样是非常危险的。等着雨停了，太阳出来了，我来为你们送行。传令下去，让所有百姓都待在屋里，等雨停了再走。他们刚离开，那些灾民纷纷从屋里走出来，跪在雨中，对他们离开的方向跪拜。老大，那些人全都出来了，在雨里跪着，我们要不要？哎，不用，我们拦得住他们1次，拦不住他们第2次，让他们跪吧。一会儿回村给他们送点药品和生姜过来，另外准备一些粮食和银钱，告诉他们回去一定要尽快种冬小麦，等天晴后送他们回家。宋大伯、张二叔，看来我们扩建平西河坝是对的，就算有山洪，我们也不怕了。是啊，这要是不扩建的话，这雨下成这个样子，咱们呢，怕是也要成灾民了。其余就带着这提前准备好的粮食、药草、银钱。既然你们都是豫州来的，不到豫州就不要分开走，一起回豫州，别被人抢了粮、抢了钱，药用完了就去药铺抓药，别拖着。银钱重要，小命更重要。还有就是回去播种冬小麦，春天按照之前教过的办法栽秧。对于部选们的交代，他们自然是牢记于心的。大伯，你们真的不回去了吗？
啊，不回去了，我们这几个月也在这边开了些荒地，就在这边住了。秦姑娘，你看能不能跟官府说一声，我们这些人以后就住在这里了？这几个月来，这里也都住习惯了。你们也是这么想的吗？官府好像已经给你们分好了村子了吧？我们过来就住在这里，现在确实都习惯了。秦姑娘，麻烦你给官府说一声，我们就不搬了。这个位置确实不错，这几个月被你们修缮的也像个村子了。这样吧，你们既然都是别的地方过来的，那就叫移民村吧，也算记录这一年的旱灾。谢谢秦姑娘，谢谢秦姑娘啊！以后大家可都是邻居了，要是想谢我啊，今后就让我看到你们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的。哎，秦姑娘放心，我们一定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的。那行，这雨也停了，冬小麦也可以种了，这里剩下来的麦子就给你们当粮种吧。安南县城的牢房里，秦家二老正在接受问讯。你们是说36年前是有人把孩子交给你们的？是的，大人。他当时行色匆匆，我们也并不敢要，是他跪下来求我们，还给了我们几十两银子，我们就动摇了。收下孩子之后，他说让我们好好照顾那个孩子，日后他自会来带走。只是这一等就是36年，从没见他出现过。交代完，他就慌慌张张地跑了。当时天黑，我们也没看清楚那人的长相。他除了给你们银子，还给你们其他东西了吗？没有了。你们好好想想，要是让我知道你们在骗我，信不信我现在就送你们去见阎王？有，我说了，你能让我们出去吗？那得看你们说的有没有价值。要是有价值的话，我们不妨帮你们一次。是一个玉佩。是什么样的玉佩？那块玉佩贴身挂在秦正的脖子上，还是我给他换衣服发现的。对，还有个玉佩，上面有一朵牡丹花，还有一个秦字。那块玉佩呢？现在在哪里？可还在秦正身上？没在，去年被镇上赌坊的李老六带人抢走了。镇上？是龙平镇吗？对，就是龙平镇。大人，你答应我们的，要放我们出去的，大人。两人来之前已经查到他们为何被关在牢里，此刻又怎会轻易放他们出来？同时他们还有很多疑问要问对方，比如说为什么对秦正前后有那么大的差别。你知道的都老实交代，不老实交代，我就让你尝尝刑具的滋味。大人，我说李老六得罪人了，那人扬言只要他敢出现在龙平镇，就要一刀一刀的活剐了他。那人为什么要活剐了他？李老六这次是遇到不怕死的了，自己的好几个打手都被那人砍倒了。李老六虽然是龙平镇的恶霸，但他也没真的见过一言不合就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呀，所以他被吓破了胆跑了。具体原因嘛，无非就是李老六趁人家不在家爬了人家媳妇儿的床，没想到床没爬成功，自己的小命差点就没了。他遇到狠茬子了。那他去哪儿了？你知道吗？我不知道啊。快说！再不说，我就把这烙铁烙你脸上！大人饶命啊！大人饶命啊！两人找到李老六。两位好汉，有话好好说，我有钱，我有很多钱，只要两位好汉饶我一命，我这钱全都给你们，我就全都给你们。我们不是来杀你的，把衣服穿上，有事问你。不过你要是想逃，或是胆敢隐瞒，
那我们哥俩也不介替你的仇家送你上路。两位爷，你们想问什么？只要是我知道的，我绝对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那好，我们问你，去年你去平西村要赌债，是不是在秦家拿了不该拿的东西？啊，这平西村，平西村，怎么你想不起来了吗？要不要我们兄弟两个帮你想想？不，两位爷，不用，我想起来了，想起来了啊！平西村是有个叫秦老大的，去年差不多也是这时候，他在赌坊赌输了，后来还欠下了高利贷，我就带人去了他家，可他人没在。说重点，再啰嗦，我们不介意先给你放点血出来。哎，好，我说重点，你们二位是来讨银子的吗？我还，我们前后一共在他家搜出几百两银票，我们全都拿走了。当时我还在纳闷，你说一个破村子，这户人家他怎么会有那么多钱呢？李老六说的对呀，平西村那么破的一个地方，一个农户1年前怎么可能会有那么多银子？就只有银子吗？就没别的东西了？有，还有个玉佩，我当时就觉得在哪里见过，后来就拿回家翻来覆去的看，我这才想起是36年前。你确定见过？把你知道的全都说出来。二位大爷，可容我喝口水再说呀。快点，少耍花样。我就是口渴，喝点水，喝点水，喝完我就说啊，喝完就说。二位爷，那是36年前，那时候我才16岁，在镇上赌坊见过。那天下午，差不多太阳快落山的时候，一个赌坊的伙计找到我们，就说让我们去弄一个人。我们本来就收了这些赌坊的保护费，所以一有事儿我们肯定不能看着不管，所以啊，我就叫了一帮兄弟过去。那等我们到了才知道，那是一个人，一个留着胡子的男人，脸上还有刀疤，应该是新伤留下的，看着就有些狰狞。他那怀里还抱着一个襁褓，襁褓里的孩子哇哇大哭着。那男人就拦着赌坊的人不让人出去，说是有人偷了他的东西，不交出来，这谁都不许走。我们10几个兄弟原以为就是来闹事儿的，进去就赶他走，可没想到他那么狠，我们有一个兄弟还没近身就被他抽掉砍断了一只手。我说过，我只要我的东西，你们要是再不交出来，我不介意亲自动手去取。二位爷，当时我也弄不清这男人的路数，我就问叫我们来的那伙计，伙计告诉我，刀疤男应该是没钱了，他就拿了50文钱进来赌，也不知道是他运气好还是出老千了，很快就赢了他们赌坊好几十两银子。就在刚刚有人不小心撞了他一下，他就说有人偷走了他的东西。我看着我的人手被砍了，当时也有点怵得慌。虽然我横行霸道，我也会打架斗殴，但最多都是吓唬吓唬，那也没有下死手的呀。所以我就说呀，既然他说丢了东西，那是什么东西您就说出来，让大家找找不就行了吗？要是真的在这里被偷了，就交出来还给人家不就行了？那何必搞成这个样子呢？二位爷，你们猜那伙计怎么说？他他妈差点没把我气死。他说那东西至少值1000两银子，赌场的意思是不愿意还，让我们
让我们把这刀疤男给弄死。说重点，重点。好，我说重点。那刀疤男他似乎是听到了伙计对我们说的悄悄话，那个刀疤男就用刀指着我。你是这里的地头蛇吧？我给你一盏茶的时间，要是你不能把玉佩找出来还给我，我不介意手上再多几条人命。他说完了，他一巴掌就把那赌桌给拍碎了。我也是吓了一大跳啊。那既然知道是在赌坊了，我就让兄弟们四处假装寻找。我就去问了赌坊老板，问他要了来。当时我还好奇，这什么玉佩价值1000两银子，我就拿手里看了看。二位爷，让我印象深的呀，就是那上边有个秦字，对，还有一朵不知道的什么花儿，雕刻的栩栩如生的。我看完了，我就假装是在一个角落里找到的，就还给了刀疤男。那刀疤男直接就绑在了襁褓那孩子的脖子上，然后他扔了10两银子在桌子上，一句话没说就走了。赌坊老板让我们去追，我们没有去，他应该是派了别人去追杀刀疤男。您猜我怎么知道的？因为过了没几天，那赌场老板全家就都被杀了。那玉佩呢？现在在哪里？在我老家，被我给藏在地窖里边。那就请你跟我们回去取出来吧。二位爷饶命啊！你们现在让我就回到隆平镇，那还不如就在这里杀了我算了。那行啊，我们哥俩现在就送你去见阎王。别！两位大爷，大爷饶命！我带你们回去，我带着你们去取。也不知道你姑父在京城怎么样了，这大冬天的，马上也要过年了，也不知道他怎么过。姑姑，你这是想姑父了吧？要不你和小鱼去京城找姑父？静怡啊，现在就我们姑侄俩，你就告诉姑姑你今后咋想的，就这么一辈子不嫁人了吗？你还这么年轻。姑姑，陈家对我有恩，我不能对不起陈家，所以我要把2个孩子养大，以后不再嫁了。姑姑，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你放心，要是将来孩子大了，有人能看上我，能真心对我好的，说不定啊，我还真就嫁了呢。你这丫头，好，我就等着有那么一天啊，你给我们调个金龟婿回来。表姐娘，你们在说什么呢？笑得那么开心。小仲还是不愿意回来吗？不回，那小子现在倔着呢，我的话都不听了，我把他揍了一顿。这一揍他更来劲儿了，还说打不赢我就不出山，说完就跑去练武去了。娘，你说我爹和你的脾气都挺好的呀，你说小仲脾气上来怎么跟个倔驴一样，还跟那个茅坑里的石头一样，又粗又硬，也不知道随谁。京城和陈国公刘大人从宫里出来的秦国公连连打了好几个喷嚏。秦国公，天冷，你要多穿点才是啊。是啊，老秦，现在年龄越来越大了，要注意保养啊。对了，你家秦政的事儿怎么样了？还没同意认祖归宗？我找过他了，也把调查来的事都给他说了，他没有不信，也没有相信，只是说等他考完春闱再说，所以这事儿就搁下了。那个人还没找到吗？按照秦老太的说法，小郑中了秀才之后，秦刚就再没有给他们送钱过来。这都过去了20多年了，我怀疑
秦刚已经不在人世了。哎，我说，你就那么肯定当年那个人是秦刚？应该是他。三弟身边的护卫也就只有他喜欢留络腮胡。另外，当年也就只有他娘子怀孕。我查过案奏，上面记载着我三弟喜产下一名男婴被害。如果秦正是老三的遗孤，那么死的那个孩子就是秦刚的孩子。哎呀，照说秦正13岁考中秀才，那个时候你们秦家已经平反了呀。秦刚应该收到消息，带着秦正回来才对呀。唉，秦家二老说，就是秦正中秀才那年，就再没有收到银子了。我想，如果秦刚真的不在人世了，应该也是那一年他才得知我们秦家平反，只是还没来得及去接走秦正，就遇害了。秦国公说的有理。皇宫内，看来皇后是非常喜欢这个镜子。臣妾参见陛下。哎，皇后不必多礼。陛下，你怎么这个时候过来了？啊，在前殿闷的话就过来了。臣妾给陛下按按，朝中大臣又惹陛下生气了。哎，朝中大臣什么时候不气朕了？哎，都是这镜子啊！你说说这秦丫头怎么就这么能折腾呢？李家的事儿朕还没给她擦完屁股，现在又把火烧到做铜镜的宋家身上。哎呀，这个丫头真的是让人又爱又恨呐！陛下不会真生于丫头的气吧？我可记得当初见到于丫头送那么一小面镜子，陛下可是掉进了醋坛子呀。本来就是，他搞出来的乱子都让朕给他擦屁股，结果有好东西竟然第一个想到的不是朕，朕还不能有意见了？陛下，你这话说的，我可就要替于丫头叫屈了。我可记得那木匣子里可还有那于丫头给你镜子作坊40%的股份，这镜子作坊都是你的，你还生一面小镜子的气啊？哎呀，梓潼啊，他那哪里是40%的股份呢？明明就是贿赂朕，让朕给他当挡箭牌，说白了就是让朕给他擦屁股的。陛下，说实话，我是越来越喜欢这个于丫头了。要不咱们招她进京来看看？听说她过了年也就17了，还没婚配。你看，我们是不是？你是想给太子说亲？这还要看陛下的意思。臣妾只是觉得这姑娘如此有才，如果嫁作他人，实在是可惜。皇后所言极是，如此有才之女，如果不能嫁入我皇家，确实是一大损失。不过太子已经有了太子妃，梓潼，你觉得以秦瑜这种性格能屈居人后？哎，这事儿从长计议吧。静玉还没成家，也不知道边关战事如何了。该死的匈奴，早晚有一天我大前铁骑必将踏平匈奴。边境匈奴经过1个月的试探后，将军，要不要我去把他追回来？算了，让这小子去吧。这1个月，怕是他早就憋了一肚子火了，再憋下去，嘿嘿，怕会憋出毛病来呀。启禀将军，城外大概有1000名匈奴兵正在进攻我们的康安城。传令下去，全军守城，准备迎敌。用石头砸死他们！这小子怎么又热血上头了？怎么就那么冲动呢？那些艺高人胆大的人也是有样学样，有的借助匈奴人的云梯，有的就干脆一跃而下。这翻天了，翻天了！这些个兵都在胡闹。将军，我怎么觉得情况不太对劲啊？按理来说，匈奴兵真要是攻城的话，不至于只有这么点人。哦，你想说什么？末将怀疑，
泽州城破，一部分匈奴兵朝我们这边来了，而现在攻城的极有可能是对方的先锋队伍。他们一个个血红着双眼朝眼前的匈奴兵杀了过去。他知道自己又冲动了，你们撤回城楼上去。只是还没等他们冲到云梯下面，城门就被打开了，里面冲出来数千人。城楼上的将军看着在匈奴军队中大杀四方的张志钦，哎呀，这小子是一名虎将啊，只可惜有些冲动了。不知这是谁教出来的徒弟，竟如此莽撞，不懂分寸。确实是一名猛将，只是这性格……哼，你别看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他比我年轻的时候还莽撞。哎，如果这一战他能侥幸活下来，就用心培养一下吧。这个孩子是个可造之才。有了城里军队加入战斗，城外的一小股匈奴兵很快就被击杀殆尽，没杀掉的也都逃跑了。将军立刻又下令让他们快速打扫战场，回城。现在是特殊时期，等这战结束，如果你还能活着，记得自己去领20军棍。此刻从京城出发前来支援的四皇子，启禀四殿下，泽州城已经被匈奴兵攻破，还有将近2万人的匈奴兵去了距离我们仅有200里的康安县。康安县守军，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李达吧？没错，就是李达。只是奇怪，康安县这几年一直都没有遭到匈奴兵攻打，很多百姓都聚到了康安县，不知今年怎么会……坏了，这些匈奴兵真是可恶！传我命令，分4万大军前往康安城支援，不能让匈奴兵攻进康安县。哼，他们这是在养猪啊！末将愿带领士兵前往支援康安县。好，那我就给你4万将士，现在出发前往救援康安县。剩下的大军等我继续驰援泽州城。此刻两家家主聚在了一起，正商量着如何对付秦羽。宋家主，你们宋家只是损失了一些份额，而我李家不光是丢掉了市场份额，商都李家更是有100人送命，其中还有我李家的直系，这个仇我们必须报。李家主啊，我虽然没有人送命，就是年前这几个月，自从平西镜出现在市面上开始，就再也没有人买我们家的铜镜，就是已经订了货的人家，也宁愿赔偿违约金，也要取消订单。我们宋家完了。哼，秦羽这个黄毛丫头必须要铲除。可是我们要怎么铲除呢？难民都没能进入平西村，我们的人更不可能了。嘿嘿，你可别忘了秦羽的爹，秦正此刻可是在京城，弄不死那个黄毛丫头，那就先从他爹身上收点利息。哼，那里可是京城，我们动手，弄不好怕是会给自己招来杀身之祸，不太妥当吧？不怕，又不是我们亲自动手。不如我们就成全了秦正，让他在春闱中高中，然后联合朝中其他世家的官员，把秦正安排去边境做官，到时候就不怕秦羽不离开平西村，只要他敢离开，那就是他的死期。老宋啊，你有这么好的计策，为什么不早点说出来呢？现在恐怕为时晚矣呀。哎呀，以秦兄的文采，年后春闱前3甲必有秦兄一席。是啊，茂春兄说的对，秦兄春闱一定能高中。来，秦兄，这一碗我来敬你。也就在此刻，门外传来了一声怒喝：“什么人？”下一秒，外面就响起了刀剑相交的声音，房门瞬间被打开，冲进来10几个人。发生了什么事？怎么会有刀剑相交的声音？各位稍安勿躁，不用担心，没事的。
南锣鼓巷发生的事，秦国公和皇帝很快就知道了，所以他接到命令后，直接就来了南锣鼓巷。正儿，你没事吧？秦正听到秦国公叫自己正儿，有些不适，有些起鸡皮疙瘩的感觉。毕竟自己已经是36岁的人了，被叫正儿，怎么听都觉得怪怪的。让秦国公担心了，我没事，还要谢谢秦国公这么晚来看小的。哎，我们之间就不要那么多礼了。正儿，你还是跟伯父回府上去住吧。多谢秦国公好意，我在这里住得挺好的。现在陛下让我彻查这件事，我可以对外说，为了保护你的安全，避免你再次遇刺，才把你接回府上保护的。秦国公，真的不用。如果真想帮我的话，就帮我隐瞒一下，不要让小鱼知道我在京城遇袭的事。我想这件事肯定和李家和宋家有关，他们动不了小鱼，就打算拿我下手。如果让小鱼知道，恐怕那丫头会做傻事。我也觉得是这两人家派来的。既然你不想跟我回去，那我就给你安排50个人保护你。秦国公，真的不用。之前我出来的时候，小鱼就挑了50名优秀的部曲跟我来了京城。他们来京城后就一直在我身边暗中保护，秦国公大可放心。可我听说你身边除了陛下派的人只有20个人啊。其实不瞒秦国公，剩下的30个人如果我不叫他们，我也不知道他们藏在什么地方。看来秦国公是不相信了。也罢，我带你出去看看。然后把手放在了嘴里，吹了个响亮的口哨。很快院子里就站满了50名部曲。大家都辛苦了，今晚过年大家都回去好好休息，今晚不会再有事了。怎么样，秦国公这下可以放心了吧？秦国公不是放心了，而是震惊了。刚刚有人是从自己身后出来的，这些人要是杀手的话，自己恐怕早就没命了。正儿，你这些部曲都这么擅长隐藏吗？他见秦国公如此紧张问自己这个问题，秦正便知他是担心皇帝的安危，同时也担心自己手握这样一批精兵强将会否引起皇帝的猜忌。学会隐藏自己是训练营的必训项目，所以训练营出来的人都会隐藏自己。张文健在皇宫内也训练过士兵隐藏的，皇上肯定也是知道的，所以秦国公也不用担心。远在2000里外的秦瑜自然不会那么快知道京城发生的事儿。秦姑娘又来巡视啊？哎，秦姑娘，咱们的春水稻什么时候可以育苗啊？诸位叔伯婶娘，你们辛苦了。家里的窑洞都准备好了吗？这孕育秧苗是否都学会了？哎呀，不辛苦，辛苦啥呀？窑洞我们都挖好了，我们村李正每天都非常的上心，还一家家去看呢。现在都等时间到了，好播种呢。再过半个月吧，半个月后大家就可以播种育苗了。这件事儿你记一下，等回去后就通知报社，让他们刊登今年北方播种春稻的时间以及方法，每天都要发。来到移民村官府给他们分的土地。是秦姑娘，是秦姑娘来了。秦姑娘，你怎么来了？今年闲来无事，就转过来看看。今年咱们村的小孩子都去平西学堂读书了吗？张大伯，这个年过得不错吧？这一段时间不见，气色比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可好了不止一点点啊。是啊，哎呀，当初逃荒过来，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多亏了秦姑娘收留啊！现在呀，我们才算是有了点人样。张大伯，以后只会越来越好的，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这今后啊，你可是要带领着全村人发家致富的哦。哎，我也就是大家抬举，主要啊还是要听秦姑娘的。秦姑娘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听秦姑娘的准没错啊。朕当初就该下令让全国都种冬小麦，那现在又怎么会东一片西一片的？老人家，
你们忙着呢。今年你们种了多少冬小麦啊？停！快停下！不要过来！哎呀，各位老爷，你们这么多人下地，会踩着庄稼的，快，还是退出去吧。老人家不必紧张，我们呢虽然是商人，但也是百姓出身，家中也是有种庄稼的。哎呀，老人家，你家现在有几口人呢？多少地呀？今年种了多少亩冬小麦？可够养活家人呢？小老儿家，大大小小一共15口人，地的话呢有15亩，田的话也就只有3亩。去年冬天我们种了8亩冬小麦，剩下的7亩种的是春小麦，也才刚刚发芽。哎呀，我要知道冬小麦不会冻死，我就种上冬小麦了。看看这些长势这么好的冬小麦，嘿，老汉我后悔哟。哦，老人家，那你们这15亩地加上水母3田，你们这一家15口人能吃饱饭吗？我记得朝廷是按每户每人不低于20亩的口分田呢。你们一家15口人最少也能分到300亩地才是，可为何你们是加上水田也才18亩？这怎么够吃呢？朝廷要交的赋税太多啊，甭管收成如何都要上缴赋税。我们去年也还有50亩地的，可是去年旱灾，虽然我们这边最后还是收了点粮食，根本就不够上缴赋税，就更别提存粮了。所以啊，我们就把地抵给了那些有粮有钱的乡绅大户，来换些粮食以渡难关。去年朝廷不是已经减免全国农户的赋税了吗？你们为何还要交粮？朝廷是减免赋税不假，可是官府说粮库空虚，需要征粮充库，这不就相当于没有免除赋税吗？只是你们这里这样吗？还是其他地方也是如此？老汉听说都收，天下乌鸦一般黑，哪有不收的？混账！他们怎敢打着朝廷的旗号哄骗百姓？等回到皇宫就是大发雷霆，皇帝看到奏章是何等惊愕。难怪年前这群狗东西突然弹劾远在千里之外的陈明轩和郑永才，原来如此，他们竟敢扣押朕的奏章。来人，去把上书省的官员全部都给朕打入天牢。他们竟敢误朕，是谁给了他们胆子？是不是觉得朕很久没砍人头颅，觉得朕的刀生锈了？负责查案的官员瑟瑟发抖，跪拍在地上，一句话都不敢说，尽量降低自己的存在感。就是皇帝咳嗽，他也不敢说让皇帝保重龙体。你们还站着干嘛？怎么是朕说的话不好使了吗？还是你们也参与了？还不赶紧去！实际上，众岳林军并不是不想去，只是尚书省的官员人数众多，今天全部被打入大牢。李大人，你还跪着做什么？真要看着我大前朝的官员全都在牢里住着吗？赶紧去把这件事给朕查清楚，贪污和土地兼并这2件事一起查，不管牵扯到谁，都给我查出来。陛下，这贪腐和土地兼并要是真的细查的话，恐怕会动摇国本呐。朕让你去查你就去查，朕自有定夺。陈明轩他们知道，也是半个月后在报纸上看到一篇报道，京城一天上百官员被抓，陛下立志查贪腐。他正在挨家挨户看他们窑洞中的秧苗。刘先生，
你这是要干嘛去啊？我说你这丫头，去年你说好的，等旱灾过去就让我出去，结果旱灾过去了，你还让人盯着我，不让我出村带着孩子们去游学，那我今天就自己一个人出去。哎呀，刘先生，这是我的错，哎，我的错，我这一忙啊就给忙忘记了。这样，我现在就给你安排20名部曲保护你，你还需要什么？我给你准备去。你同意我带着学生出去游学了？答应了，之前是我疏忽了。你们什么时候出发？我现在就给你们安排游学需要的银两。那就多谢秦姑娘了。小鱼啊，你爹这2天应该就要考试了吧？我们是不是进京去看看呀？嘿嘿，娘，你这是想我爹了？哎呀，你这丫头瞎说什么呀？我这不就是担心他在京城被人欺负吗？写次信回来要2个多月。我这最近老是心慌慌的，总觉得有不好的事发生，这不就想起你爹来了吗？其实他自己早就想过，那些世家的人对自己束手无策，肯定会对付自己的父亲。娘，你就放心吧，爹身边有100名部曲保护，除非是皇上下令把爹抓起来，要不然没有人可以靠近我爹的。哼！我也知道，可是京城……哎呦，娘，放心吧，我爹不会有事的。我答应你，等到我爹高中了，我就带你进京去见他。也就还有几天了，我们再等等看。好吧。时间一晃而过，又是半个月过去。哎，于丫头啊，去年你跟我说过的，要给我人，跟我一起去外面寻找道种，你说的还算数不？现在这秧也插上了，我打算明天就启程去外地寻找道种。赵大伯，那你不管你新培育的稻子了？哎呀，我也想亲自照看，这光守着这些稻子，这也不行呢。你不是说了，要多找些稻种回来培养，才能提高稻子的产量吗？赵大伯说的对，要让他们的基因产生变化，才能够得到高产量。那你出去了，我给你找人看着。不用，我去年就和你启明哥说好了，年后又给他讲了很多我的研究心得，他也都掌握了。我的实验田呢，就让他多回来看看。听说秀秀姐怀孕了，是不是真的呀？那启明哥老往这边跑，秀秀姐婆家不会有意见吗？怀了，已经4个多月了。他们有啥意见？你秀秀姐算是找了个好婆家，对她挺好的。听说我要出远门，还要给我银子让我外面用，还说等我出门了，就让秀秀2口子回来住，好陪着你大娘啊。那挺好的，那你就让秀秀姐回来住呗，大家也都能够相互有个照应。是啊，所以我这来找你，要是你这边同意我出去的话，我这就回去接他回来，明天就走。去吧，我现在就给你安排人手，也像刘先生一样，如何？给你安排20名部曲，明早就让他们去找你。他们出去的人多，你给我5名就好了，太多了花销大。放心，赵大伯那花销之前我们说过，给你承担的。这样吧，我给你10名部曲吧。秦姨高兴地回到家。娘，你这是怎么了？走来走去的。丫头，你说这会儿朝廷应该放榜了吧？也不知道你爹考中了没有。哎呀，娘，你就放心吧，爹肯定能高中的。与此同时，京城南锣胡同的秦正此刻本应该去看放榜。我这和被囚禁了有什么区别？我说你们2个小子，你们一来我这儿，我是一点自由都没有了。这小偷在这里也不可能像你们这样守着我吧？今天是放榜的日子，我寒窗苦读可就等今天呢。你们怎么可以不让我去看呢？你是要让我遗憾终身吗？秦叔，你就饶了我俩吧，
我们出来的时候，我爹可是交代过了，就是我俩有事，你都不能有事。你也知道秦瑜是什么脾气，你要是真有事，保不准他会带着兄弟们直接去平了那些世家。到时候皇上要是怪罪下来，恐怕我们都得死。哎，你们是多虑了。这光天化日之下，那些人怎么可能会对我动手啊？再说了，你们这么多人围着我，就算真有人敢来杀我，你们还拦不住吗？对自己就这么不自信？金伯，我们不是不自信，今天外面的人这么多，要是真就是来人行刺了，虽然我们不能滥杀，那些杀手可就不一定了。你就不怕连累那些去看榜的人吗？就是叔，我们已经派了兄弟过去看榜了，应该很快就会回来了，我们就在家里等着就好。秦国公府因距离贡院比较近。哎，老爷，哎，中了，秦少爷中了！中了？看清楚了吗？中了多少名？哎呀，第一名，少爷高中榜首。好，三弟，你听到了吗？正儿全靠自己，高中榜首啊！快备马，老夫要去南锣胡同。三少爷住的地方都收拾好了吗？跟我去接他回来。老爷早就收拾好了，就等三少爷回来了。好，我去接你们的三少爷回来。锣胡同已经挤满了人。哎呦，没想到一直住在我们身边的人是来考科举的，还高中了榜首啊！是啊，自从他们来了后，日夜都有人保护，我还以为是哪个国的皇子呢，原来是进京来参加科举的。是啊，我也是这么觉得，看来对方一定是世家大族的子弟。嗨，不是世家大族，那还能是谁？你们见过寒门有这么大排场的吗？来，大家麻烦让一让啊！大家不必多礼，我也跟大家一样过来凑凑热闹。拜见正儿，不必多礼，老夫是来接你回家认祖归宗。秦正听到秦国公是来接自己回国公府认祖归宗的，心中有些复杂。其实他是不想认祖归宗的，但是如果自己真的是秦家人，那他如果不认，又觉得自己这是大不孝。另外，他还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份一旦被揭露，将会给国公府带来多大麻烦。秦国公，要不我回去跟秦瑜还有他娘商量一下再说。好吧，既然你已经有了自己的决定，我也不勉强你。不过你始终是我的侄子，这一点永远不会改变。如果你有什么需要我做的事情，尽管来找我。多谢国公理解，我有什么需要一定会去找你。老秦，你在家等着，我去带人把他给绑回来。这个臭小子，给他脸了还？多少人想进你国公府的门，求着都进不来。他可倒好，让你一个堂堂国公一次又一次的亲自去接，还不回来。嘿，我看他就是欠收拾。老陈，你别急，他30多年漂泊在外，我这个当大伯的也从没去找过他，他不想回来也是应当，是我欠了他。老夫倒觉得并非只是如此，恐怕他还有别的考虑。刘大人，你这是何意？两位国公，你们可想过，他担心自己带着秦丫头回来，给国公府带来麻烦。安抚案还是有土地兼并的案子，据说可是秦丫头给郑永才和陈明轩2位大人在去年说的。造纸和镜子只是得罪了以李家和宋家为首的世家，而如今这2件事可是得罪了天下士工商业。秦国公，你觉得那些人真要把这一切都记在你的头上，你顶得住吗？怕什么？大不了我拿刀砍了他们。哎，老陈，话不能你这么说。刘大人说的对，
是我思虑不周了。那怎么办呢？那可是你秦家的骨血，就让他们一直流落在外边。等着吧，等着电视完，看看秦瑜那丫头什么时候能来京吧。或许那丫头有不一样的想法。而另一边，宋家主和李家家主又坐到了一起。你说秦国公去见了秦政，他们说了什么？家主，我们的人实在是靠近不了，根本就听不到他们说什么，还请家主责罚。泽州城军营，殿下，现在匈奴已经退回草原，陛下已经再三催促你回京，我们是不是该启程了？这事不急，让我再想想。年前在康安县之战中，取了敌将首级的那个校尉，现在还在康安县守城门吗？回禀陛下，据袁统领传来的消息，那名校尉确实有些本事，但他性格鲁莽，喜欢违抗军令。李将军在世时，他经常私自行动，也被李将军训斥过很多次，但他屡教不改。不过李将军死后，他的性子似乎收敛了很多，每天都会在城楼上怒视匈奴草原。听士兵说，他每天都想着杀光匈奴人。他竟还不死心。不过倒也有我大秦男儿的血性，通知袁统领，让他好好调教，若能成才，必是我大秦又一虎将。京城东宫太子府，父皇一直在让老四回来，老四现在回来对我们来说并没有好处，得想办法不让他回来才是。太子殿下所言极是，如果四皇子回来，恐怕陛下会让他来负责现在的案子。这么一来啊，我们就被动了。我实在是无法理解，老二被废除，老四又受宠，父皇既选择了我为太子，又为何对老二和老四委以重任，让他们来给我制造麻烦？如果他对我没有信心，又何必立我为太子？哎呦，我的太子殿下，赶紧别说了，小心隔墙有耳，传到陛下的耳朵里就不好了。得，真不经说，昨天刚浇完的地，今天就下雨了。哎，老大，要下雨了，看来这雨不会小，我们先去村民搭的雨棚里躲一下雨吧。不必了，这个季节雨来得快，去得也快，我们骑马回去吧。要是一会儿雨不大，这些村民等雨停了还能够继续在地里干活。我们要是过去，他们肯定会让出草棚的，到时淋湿了，保不准还穿着湿衣服下地呢，那样肯定会着凉的。说完，他率先打马，趁雨还没落下，朝村里跑了回去。娘，我回来了。你这孩子现在都17了，这么大的雨都不知道找个地方躲躲，等雨停了再回来吗？嘿嘿，娘，我先去换衣服，换了衣服再和你说啊。姨，抱。你们姨姨衣服都被淋湿了，让她换了衣服再抱，好不好？哎呦，你俩怎么就那么可爱呢？你这个丫头，浑身湿漉漉的，手上还有水，你再把寒气带给这2个小家伙，赶紧去换衣服去。表姐，你来了。我就一个不留神儿，这俩小家伙就跑这边来了呀。我娘一个人在家也没事做，这俩小家伙在这边也能够转移一下她的注意力，免得她又胡思乱想。唉，小鱼呀，也不是说你娘胡思乱想，姑父这都到京城那么久了，也不知道他在京城怎么样了，你娘肯定担心呀。唉，得，秦政这都成了香饽饽了。早上陈老夫人见了我，也在问自己老爹，娘是天天想着老爹在京城到底怎么样了。这表姐也受了老娘的影响，也是满脸愁容啊。娘，表姐，这2天我已将村中之事处理妥当。原本我还打算等到麦子收割之后，父亲若还未归，我便带着你们进京。但既然你们如此担忧，那我们不妨等雨停路干后就出发进京，不知2位意下如何？你说的是真的吗？等天晴了就进京？娘，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怎么，你不想去吗？不是不想去，
只是不知道你爹考中没有。要是我们去了，你爹没有考中，他已经出发回来了怎么办？我爹一定能够高中的。再说，就是不中，他要是回来，我们要是在路上遇到了，那岂不是更好？就当是出去游玩了。娘，你都不想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吗？就想一直待在平西村？姑姑，我觉得小鱼说的对，你反正天天在家里担心，不如就跟小鱼进京找姑父去，省得你天天在家乱想。表姐，我可是说的我们哦，还有你。我们这次进京也是要经过新州城的，你就不想回去看看吗？娘，表姐，这事儿啊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这雨又停了，我去跟宋大伯和张二叔再说一声，再去军营看看宋仲愿不愿意跟我们一起出去。姑姑，我想我爹娘了，还有哥哥，我想回去看看。傻丫头，想了我们就回去看看，不管那个家现在是什么样子，那都是我们的根呢。现在小鱼既然说没事了，我们也是该回去看看了。那我出去了，我婆婆怎么办？孩子怎么办？两姑直抱在一起流泪，却没有留意到陈老夫人已经走进了院子。这有什么难的？年轻的时候我跟你公爹也是走过南闯过北的。我呀也没有去过京城，也想去看看，哎呦，京城是什么样子的。既然于丫头说去京城，那我这老太婆就跟你们一起去一趟。娘，你怎么来了？啊，亲家，你坐。娘，娘，奶奶看到了，是不是你们这两个小顽皮又惹你们娘亲生气了？咦。秦云离开家，先去找了宋明远和张文杰。于丫头，这么急的吗？你这要是去了京城，那咱们村里没了你可怎么办呢？宋大伯、张二叔，你们不必忧心。纸坊和玻璃工坊有皇上3成和4成的股份，这是我们的底气所在。若有人胆敢向我们平西村伸手，不必留情，剁了便是。若真有不长眼的，仗着自己后台硬来找麻烦，直接让部曲解决，不必给他们留面子。我们的后台是皇上，还有比皇上这个后台硬的？如今山里训练的部曲还有800余名，我此去最多带走100名，还有700多名。只要不是朝廷派兵围剿平西村，这些部曲足以保平西村无虞。我离开后，你们行事要更加硬气，让所有人都不敢轻易冒犯平西村。我也会叮嘱部曲们，只要有人敢来平西村闹事，不管是官府还是其他什么人，直接废掉。还有，你们是爵爷，虽然没有实权，但也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可以拿捏的。当然，在我离开之后，这些部曲就要交由2位管理了。对于那些不听话的人，直接赶出部曲队伍；而对于那些叛徒，则必须严惩不贷。2位要明白，我们对敌人仁慈，就是对自己、对家人的不负责。林云又骑着马进了山里的军营。你真的不出去？我和娘可是要去京城找爹的，一时半会儿肯定回不来。你就不想爹娘？姐，你多带些人，途中也好有个照应。我能力尚浅，若同你们一道，恐难助你一臂之力，反倒成了累赘。因此，我决定留在此地刻苦训练，待我能力提升，便能比你厉害的时候，我再出去。到那个时候，才能更好的保护你和爹娘。时间一晃而过，我不在的时候，大家都替我守护好咱们的村子，就是菜园里的一根葱，也不能让人给偷了去。姑娘放心，一根葱都不能少。你们可要早点回来呀，要平平安安的呀。走了7天，终于到了新州城。真的回来了吗？18年的，整整18年，我终于又回来了。娘，没事的，我们这就进城，回家。就在路过城中广场的时候，他看到了广场中心立着的雕像。Oh my god！
这是什么骚操作？没错，他所见的雕像就是他在新州城天花时黑衣蒙面戴着帽子救治百姓的模样。唉，这古代的人呐，还真是有意思。娘，我们快到了吗？前面再拐个弯就到了。爹，娘，女儿不孝，女儿回来了。爷爷奶奶，爹娘，我和姑姑回来了。这里的消息就像是长了翅膀一样，很快就传遍了全城。新州城如今的知府大人听到张家老宅有人回来了。是谁有那么大胆子敢靠近那栋废宅？其实主要原因是宋家当年清理尸体时发现少了3具尸体，一直没有找到3人的踪影，就想着留着张家的宅邸守株待兔，就不怕他们不回来了。走，带本官去看看，到底是何人比本官还有本事？你们是张家的后人？陈爷爷好，我是秀如。好啊，好！我还以为你们全家都没了呢，没想到你还活着。他们真的是张家人？这个时候怎么敢回来？就是，去年知府大人还说要把张家的府邸给清理一番，后来听说有人出面不让他动。这又不是第一次了，历届知府不都动过这个心思吗？结果不都是有人出来制止？秀如啊，你们不该回来呀！你们还是快点走吧，再晚的话怕是会来不及呀。陈爷爷，没事儿，我们这次回来就已经做好了准备。既然我还活着，我回来了，这个家就不能一直让它这么慌乱着。快，这是你们太爷爷生前的好友，赶紧叫太爷爷。好，都还活着就好。这2个女娃是你闺女？这个是静怡丫头，小时候你还抱过的，还记得不？什么？你说她是静怡？当年她才4、5岁吧，也跟着你逃出去了？没有，我们也是去年才遇到相认的。好啊，不过我还是觉得你们现在回来的不是时候啊。你们家当家的呢？怎么只见你们姑侄女啊？太爷爷，你问我爹吧。我爹去京城赶考去了，你是担心有人欺负我娘我们是吧？没事的，我还怕他们不敢来呢。如果来了，刚好新账旧账一起算。这丫头年岁不大，怎么说话口气那么大呢？陈爷爷，这是我闺女秦瑜，她说的对，18年了，有些账也该算一算了。这张家后人现在是有什么倚仗了吗？这女娃不是说她爹进京赶考了吗？赶考应该不是有权有势的人家才对呀。去，都让开，让知府大人过去。你们都是哪里来的？是谁让你们动这里的东西的？这是我张家的祖宅，我们回来收拾自己的祖宅。请问这位官老爷，我们有什么错？你家祖宅？新州城的人都知道，这张家18年前家中小孩玩火，把宅子给烧了，100多口人全部都给烧死了。要我说，就是老天爷要收了张家人，张家人死有余辜。还有，你说你是张家人，你就是张家人了，你拿什么证明自己是张家人？你算老几？这是你的意思还是你家大人的意思？再说了，你家大人都没开口，什么时候轮到你这条狗在这里叫唤了？来人！既然他不会说话，那就好好的
教他怎么做人。其他官差企图营救同伴，然而正当他们试图行动时，却发现眼前突然出现了10名部曲。住手！你们是何人？胆敢在新州城撒野！来人，把他们拿下！知府大人，好大的官威呀！小女子真是好怕呀！你身为知府，就是这么不分青红皂白的吗？明明是你的属下挑衅我在先，我反抗在后，怎么？知府大人是不是觉得官府的人就可以肆意欺压百姓了？哼，即使他说错了话，也轮不到你这丫头处罚，自有本官发落。你还不快让人放了他！哼，我自然会放他走，但他刚刚口出狂言，声称我张家人死有余辜。据我所知，我张家定居新州城已达数百年之久，无论是洪涝还是旱灾，都会施粥送药，直到灾情过去。平时也会接济百姓，修桥铺路。请问知府大人，我张家可曾做过任何一件伤天害理之事？岂能够容他在此污蔑？没错，我家和张家世代交好，张家世代为善，乐善好施，遇到灾年则开设粥铺救济灾民，寻常日子也对城中乞儿多有照顾。张家药堂也常年为贫苦百姓义诊，分文不缺。想着城中18年前，谁家没有受过张家恩惠？老夫也不容他污蔑张家。还有我们也不许他在此诋毁污蔑张家。我小时候就是喜儿，要不是张家施粥，我早就死了。老大，他已经昏迷了，还要继续吗？不用了，我们初来乍到，还是要给知府大老爷留点面子的。既然他要我们放人，那就把人交给他吧。你给本官等着！大人，他的4肢都断了，恐怕以后要成废人了。你很好，本官记住了，这事儿没完。知府大人，我在这里等着你。还有，好好的约束你下面的人，要不然下一次就不是这么简单了。丫头啊，你们这么做，怕是把知府给得罪死了呀！你们还是赶紧走吧，要是让知府调来了府兵，那怕就是走不了了。陈爷爷，你无需担心，方才那人我认得，那是我15岁那年上元节时在街上与家丁和兄长走散。他见我落单，仗着自己是官差，对我动手动脚，幸好被兄长及时找到我，然后让家丁把他按在地上狠狠打了一顿。想来他那时就记恨上了我们张家。看来刚刚我就该让人废了他，这种人渣活着就是污染空气。那丫头啊，你们接下来有何打算？是要回来居住吗？我打算先将老宅收拾一番。陈爷爷可知当年是官府收尸，把我家人埋在了何处，我好带着静一和小鱼去祭奠。当年官府并没有人出来给你家收尸，还是后来啊，我带着一家子和几家关系好的人家，趁着天黑草草的给你爷、你爹、你哥他们100多口人下了葬。当时也有人说是意外失火，这多可笑的理由！我们收尸的时候才知道，你们家人是被杀。好了，都是过去的事儿了，不用多理。既然你们要去祭奠，那就改日吧，今天也晚了。当初啊，我们没敢把他们埋在你们祖坟，要是你们需要迁坟的话，我明天可以带你们去。今天晚上啊，你们就先去我们家歇脚吧。恐怕这城里的客栈
是不会收你们的。那多谢谢陈爷爷了。嘿嘿，没事儿，没事儿。我没想到啊，我还能活着看到张家的后人找回来。嘿嘿，老夫也没有遗憾了。爹，你这是跑哪儿去了？我还准备出去找你呢。啊，我就是到处走走。嘿嘿，来，你看看，这是谁来了？爹，他们是谁啊？哈哈哈哈哈！认不出来了吧？陈大伯好，我是秀如，张秀如。你是张家的丫头，你还活着？把他们带到了一个房间。陈爷爷，你带我们来这里是？还有这尊雕像，我在广场上也见过。你们这是供奉的谁呀？哎呀，我们其实也不知道他是谁。2年前啊，城中百姓得了天花，城外被重兵把守，不让人出去。这位神医就突然出现在了城里，救了这全城百姓的命啊！他当时就是这副模样，等天花过去了，他又突然就消失了。后来啊，这城里的百姓就为他立了个神像，日夜供奉。来，你们进去吧，我也不敢在外边供奉你家的灵位，只能偷偷的在这屋子里头弄了个小小的灵堂供奉着。新州城府衙，来人，把所有的衙役还有府兵叫来，跟本官去把行凶的人抓起来。哎，大人，恐有不妥？有什么不妥的？他们不就是一群妇孺，有什么不妥？大人，以下官之见，这群人的身份着实可疑。若他们真是普通百姓妇孺，又怎会携带如此多的家丁？且明知我们是官差，还敢当街打斗，此等行为只能说明背后有所依仗。哎，依下官所见呐，大人不妨稍安勿躁，等待时机。那所宅子一直有人盯着，大人当初是想动那处宅子，上面就有人阻止，可见这其中的关系复杂。我们在此静观其变即可。若这群人和上头的人是敌对关系，不用我们出手，他们自己就会把自己玩死。若是他们和上头是一伙的，大人此时出去找他们麻烦，岂不是会得罪对方？因此啊，大人只需在府上静观其变，等待时机成熟再做定夺。大人，您意下如何？那就派人去盯着他们一举一动，不能让他们随随便便就跑了。好的，大人，我这就去安排。陈老员外家中，夫人，你们没事吧？没事儿，现在天都黑了，大家都吃饭了吗？赶紧去吃饭吧，不用管我们。老大，宅子里面的野树已经砍完了，杂草我们也清理的差不多了，还逮了10几只野兔和野鸡，我们都交给了陈员外。我们也大概看了下，那房子就算收拾一下也不能住人了，你看需不需要我们明天找人重新在原地修建起来？此事就交由你来办。你带20名兄弟留下，在此修建房屋。我们住进陈老太爷的家中，恐会给他带来麻烦。待我们走后，你们暗中保护。另外，叮嘱兄弟们今晚都小心谨慎。如果我所料不错，进城时我们就已经被人盯上了，今晚注定不会平静。是，老大，我刚刚已经和兄弟们说了。那行，大家都去吃饭吧。陈太爷，今天晚上就让府中的人早些睡吧，不管外面发生什么事，都不要开门。雨丫头啊，你的意思是说，晚上会有人来找麻烦？多年来，张家祖宅一直荒废于此，历任的官府都欲收回，却均以失败告终。依我之见，18年前那帮人定是派人日日盯着宅子，只等着我们归来。好，
我会让府中的人吃了饭就不出门的。府里边也有100户院，我一并就交给你们吧。就这样，前半夜风平浪静，就是秦羽也觉得今晚会平安度过时，外面响起了打斗声。老大，现在外面什么情况？已经有兄弟前去查看了，马上就会回来。听声音来的人似乎有些多，我们要不要去支援？不用，你们的职责是守护好这座宅邸，不许任何人靠近。我到屋顶看看能不能看到什么。老大，外面来了60多人，已经被我们的人包围，应该很快就会被拿下。你看要不要带回来审审？不用，都是一群小喽啰而已，只当是收利息了。全部杀了吧。老太爷，给你们添麻烦了。哎呀，我能让你们来家里呀，就已经做好了准备。18年前，老头子我不敢替你家出头，怕连累家里人。这18年来呀，我一直是耿耿于怀呀。如今见到你们，能为你们做点事儿，那也算是了却了我的一桩心事。老太爷，您可千万别这么说，您已经做了很多了。如果当年不是你，恐怕我外祖父他们只能够抱尸祖宅。老太爷，您还是回去睡觉吧。现在夜已深了，外面的事我们会处理好，您呀安心睡觉就好。明天还指望你帮我们找人给我外祖父他们迁坟呢。传令下去，让他们速战速决，别打扰到陈老太爷休息。明天应该是一个好天气。早上天刚蒙蒙亮。哎，昨晚你们听到了吗？你也听到了呀，我还以为是自己做梦呢。你肯定不是在做梦，我家屋顶的瓦片都被踩掉下来了，那些人啊都从我家屋顶上跑过去的，当时可把我给吓坏了。你家只是掉瓦片，我家就惨了。昨晚听到轰隆声，当时也不敢出来查看，今早起来一看啊，我家一个偏房全塌了，幸好里边没人住，不然昨晚肯定就惨了。哎，你们那都不算什么，我当时起夜差点没把我吓死。看着那些人从我家房顶上跑过去，有个黑人举着刀就要朝我砍下，我当时吓得都不敢动了。不知从何处飞来一把刀，直接穿透了那黑衣人的身体，那黑衣人就倒在我面前，然后就有个人跑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让我回屋。老李呀，你又吹牛，要是真的有黑衣人杀你，你哪里还跑得了？就是啊，老李，你就别吹牛起哄了。这次我真的没吹牛，当时黑人的刀啊都到我头顶了。哎呀，行了，老李，你别说了，我们相信你还不行吗？既然我们昨晚都不是在做梦，那今天这地面也未免太干净了吧？怎么看着就像没发生过什么事情一样呢？是啊，我刚刚也看了，地面上一点血迹都没有。难道是我们都梦魇了？梦魇也就你想得出来。你们看看这地面，现在都还是湿的，昨晚都没下雨，肯定是被人清洗过的。哎，老李说的没错，不过那么多人是冲谁家去的呢？坏了，那些人不是冲员外家去的吧？会不会和昨晚来的张家人有关啊？你说的非常有道理。哎，坏了，陈员外家门现在还没开呢，人也没出来，不会是出事了吧？各位老爷早上好啊。诸位老爷，你们一大早围在这里做甚？是找我家老爷吗？哎呀，昨晚我家老爷没睡好，现在还没起，要是有事不急的话，可否等我家老爷起来再说啊？没事儿，不知陈管家昨晚可听到喊杀声？哎，昨晚后半夜是有听到，当时还出来看了，不是很快就没动静了吗？应该是官府在抓坏人吧。陈老员外后宅客房内，娘，你就放心吧，我保证不会让陈太爷一家受到我们的牵连的。今天要给外祖父他们迁坟，娘还是先做好准备才是。我们昨天就不该来你陈太爷家，直接在老宅住一晚好了。
娘，昨晚你都听部曲回来说了，那宅子都没有地方可以落脚，又怎么能住人呢？想我张家当年在新州城是有头有脸、风光无限的家族，没想到如今回来只能借宿于他人家里。小鱼呀，给你外祖父迁坟，这不是小事儿，我们总不能在你陈太爷家办丧，要不还是再等几日，等我们看看祖宅有没有能翻新修建的，先修出几间来，也好停靠你外祖父他们的棺椁。我现在就安排人过去翻修房子，应该要不了2-3天就能够弄好了。不急，等吃过了早饭，我陪你一起去祖宅。好，我们现在去吃早饭，等吃完了早饭我们一起回去。我说秀如丫头啊，这位是我们新州城有名的风水大师，我给请了来，你们看看今天什么时候去迁坟呢？那就劳烦先生了。这本来就是老朽擅长之事，并不麻烦。我已经推算过了，3日之后可以起棺，6日之后正好是下葬的好日子。你们看这个时间可好？多谢先生了，到时还请先生在场多指导才是。哎呦，太多了，这个老朽可不敢收啊，夫人还是收回去吧。这只是我的一点心意，迁坟是件大事，先生还是收下吧。若是你不收，我可不敢放心听你的安排。是的，老先生，您还是收下吧，到时候给我外祖父他们找一处风水宝地即可。哎，秦丫头说的没错，我说李先生啊，你还是收下吧，到时候啊，你给张家找一处宝穴就是了。那老夫就收下了，夫人放心，我一定会为慈父找一处宝穴的。啊，出事了！出什么事了？进来说。刚刚兄弟们正在拆建祖宅，突然官府的人过来驱赶兄弟们，让我们离开，说那是官府的土地。哼，这官府看来是想和我张家过不去了。也罢，既然如此，那也就别怪我不客气了。走，我们去看看。哎，我丫头啊，你可不要乱来呀！这向来啊是民不跟官斗啊。昨天你打了差役，已经惹下麻烦，今天可不要再乱来呀！陈爷爷，你就放心吧，虽然我们是民，但也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随便拿捏招惹的。哎呀，秀如丫头啊，那于丫头她还是个孩子，可你是大人呐，你怎么也跟着她在这胡闹呢？陈爷爷放心，小鱼手中有皇上的圣旨，在新州城没有人可以动得了我们。您老啊，就好好在家歇着就行。回头啊，等到这件事了了，还麻烦陈爷爷把当年给我爷奶爹娘收尸的乡亲们叫出来，我们母女好好感谢他们一番。陈老爷子有些懵，刚刚他听到了什么？他们手上有陛下的圣旨，这张家后人跟皇家攀上了关系，还攀的是当今圣上。老太爷，其实我们不是有意隐瞒你的，眼下看来，要是不告知你，怕你肯定会着急上火。你看看这个是什么？有这个在，你就放心吧，这新州城没人敢动我的。陈老爷子条件反射地接过玉牌，只是看了一眼，他身子就有些颤抖，急忙把玉牌还给了秦羽，还想下跪行礼。张爷爷，这下你可以放心了吧？放心了，放心了。既然如此，那你们就去吧。不过还是不要太过了才好。老爷子你就放心吧。哎，我怎么也没想到，这个玉牌在身上暖了那么久，会在今天起上作用。行了吧你，得了便宜还卖乖。你陈太爷说的没错，一会儿你可不能太过分了。放心吧，只要对方不过分，我就不过分。要是对方过分，那我肯定会给他们点教训。
现在的张秀如其实也是无奈的，她对秦瑜仅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不要捅破天，不要没了小命，只要平平安安活着就好。至于其他的事情，她也管不了，更做不了主。谁打的？给我站出来！老大，是我们没保护好表姐，还请责罚。哼，责罚你们有用吗？是谁打的？人呢？就是他。就是小爷打的，你能拿小爷怎么地？我怎么教你们的？被人打了就要打回来，你们是把我的话当作耳旁风了吗？老大的教诲我们从不敢忘，可对方说自己是新州城守将的侄子，我们就没敢动他。区区一个新州城守将的侄子就把你们吓成这样了，如果是新州城守将的儿子，你们是不是还要退避三舍？看看你们一个个熊样，还杵着干嘛呀？去啊！他刚刚哪只手打的，就把他那只手给我砍下来。你们记住了，要想跟本小姐过好日子，就不能怂。除了当今陛下我们不能得罪，谁要是敢欺负我们，直接给我打回去就是。你个黄毛丫头，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的熊样，还想对我动手？我看你是不想活了。但还没等他把话说完，他就被不犬们抓了出来，二话不说直接砍掉了他的右手。老大，手已经砍下来了，你看怎么处理？我让你砍掉对方的手，没让你把手交给我，你白痴吗？赶紧拿走。新州城守将的侄子是吧？你不是嚣张吗？让我撒泡尿照着自己，我不想活了，你继续嚣张啊，垃圾玩意儿！看着这些人，谁要是敢靠近我家祖宅，不用留手。表姐，没事了，我已经给你报仇了。走，我们一起进去看看。谢谢你，小鱼。表姐，我们都是一家人，记住了，以后再要是被人欺负了，不要哭，直接对回去，打回去就是。你要是打不过，就让不曲动手；要是不曲再打不过，你就来告诉我，我替你出气。咱们张家人可不能让人随便欺负。表姐记住了，以后我会听表妹的。静怡啊，小鱼说的对，今后一定不能柔柔弱弱的。今后无论是陈家，还有我们张家，都可是要指望你呢。姑姑，我知道了，今后我一定要像表妹一样，谁敢欺负我，我就打回去。不过呀，我们也不能没事去招惹别人。静怡，不要难过，虽然这里已经成为了一片废墟，但是我们的回忆还在，我们要坚强，要好好的生活下去。娘，我看也就前面这几间房子修缮一下还能够勉强住人，要不就把这几间修一修，等把外祖他们安葬后再推了重建吧。老大，新州城守将和新州城知府来了，我们的人就要快和对方打起来了，你要不要出去看看？娘，表姐，你们待在里面，不要出去，等我回来。那你自己也注意安全，别伤着自己。将军，就是他下令砍了公子的手。就是你这个丫头，让人砍了我家侄子的手。没错，就是我砍了他的手。不过这只是警告，如果还敢再次挑衅我张家人，那就不是掉只手这么简单了。你是谁？胆敢和本将军如此说话？我是谁？你不是知道了吗？明知故问，你觉得有意思吗？说吧，你为何带兵围我张家祖宅？哦，莫非你和当年灭我张家100多口的畜生有关？或者说其中就有你？现在听说我们回来了，来斩草除根来了。这丫头有恃无恐的样子，莫非已经查到了什么？现在是回来报仇的？不行，不管怎么样都不能让她活着。你这丫头倒是伶牙俐齿，哼！先不说18年前我是否与你家之事有所牵连，众人皆知我是去年旱灾后才被调来负责新州城安防的。你这丫头欲将屎盆子扣在我的头上，
怕是打错了算盘。哼，是吗？将军到底做了什么，你自己清楚。宋将军所言不假，他去年才来新州城，不可能与18年前张家灭门惨案有关。本官可明确告诉你，宋将军是受本官所托前来守护官府之地，尔等口口声声自称张家人，新州城百姓皆知18年前张家已灭门了。我看你们是冒名顶替，企图霸占这处宅子。哦，看来知府大人是铁了心了，不打算让我们拿回这块地了是吧？只要你们能拿出这处宅子的地契，本官就承认这处宅邸是你家的。这位大人，我真不知是你的算盘打得响，还是你本身就是个蠢货。算了，不和你这种人说话，简直就是在侮辱我的智商。你竟敢骂本官！你可知道侮辱朝廷命官是什么罪？什么罪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就你这样不分青红皂白的狗官不配做官。来人，这臭丫头目无王法，侮辱朝廷命官，把她给我抓起来！哎呀，这张家的丫头怎么会如此刚烈啊？和官府的人斗，其实不是自寻死路吗？哎呀，可惜了张家幸存的人，今天又要殒命了。呀，可不是嘛，自古民不跟官斗，看他该怎么收场。我说这张家人也太嚣张了，知府大人说的没错，他们没有地契，谁知道他们是不是骗子？嘿呦，是吗？那你可要想好了，抓我可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哼，代价？你区区一个黄毛丫头，我倒要看看你会让我付出什么代价。来人，给我上，把他给本将军拿下，如有反抗，格杀勿论。我看你们谁敢，不想活的尽管上来。怕什么？我们有300人，这区区50人就把你们吓倒了，都给我上，一个不留。杀了吧。知府傻眼了，将军也有些懵，百姓们更是吓得四散，他们都没想到秦瑜真的会反抗，而且真的会杀人。你是想造反吗？不，将军，这个帽子你可不能够乱扣啊！我这最多就是正当防卫。还有，想要造反的人应该不是我，是你吧？这位将军，这些人你应该不陌生吧？不认识，他们是谁？将军，我是你的副将啊，你怎么能说不认识我？你昨晚让我带人前往陈员外家刺杀陈员外他一家，还有张家后人，你怎么能忘记呢？还请将军救救我们！这群人杀人不眨眼，他们简直就是恶魔！我们的兄弟全都被他们杀了。我不认识你们，你们不要血口喷人。既然他说不认识你们，那留着你们也没用了，都杀了吧，送他们去见昨晚和他们一起来的兄弟们。求姑娘饶命，我还有话要说。哦，是吗？那你倒是说说看，要是你说的有用，我倒是可以饶你一命。你只有一次机会哦。18年前张家灭门之时，将军也曾……他这话刚说出口，守将和他被不知从何处飞来的羽箭同时射杀，当场殒命。老大，箭上有毒，2人已经死了，这些人怎么办？秦瑜原以为昨晚刺杀自己的是一群小鱼小虾，没想到里面还有一条和18年前张家灭门有关的大鱼，看来是自己草率了，昨晚应该好好审审。带下去好好审审，看看有没有对我们有利的消息。狗官，我昨天都交代过你，不要再来招惹本姑奶奶，你偏偏不听。现在好了，死了这么多人，你满意了？你现在是不是很怕？放心，我不会杀你的，也不会为难你。1个时辰内把我张家的房契地契给我送过来，或许我还能够既往不咎。要不然，我不介意等我到了京城，把你贪赃枉法的事给皇上说说。
到时怕死的就不是你一个人，而是你全家了。知府大人听到秦瑜的意思，认识皇上，他顿时就更软了，自动脑补了秦瑜所作所为背后的倚仗都是皇帝，他自己的脑补都把自己吓尿了。只有一个时辰，狗瓜，该怎么做不用我再交代了吧？把这些人拖走，回去把你们现在能管事的给我叫来。秦瑜话说完很久，那些士兵一个都没有动。怎么，我说的话你们没听懂是吗？回姑娘的话，不是我们不去叫，而是我们的将军和副将现在都死了，我们也不知道叫谁来。你们军营现在有多少士兵？新州城守军目前只有4000人。这么大个新州城，就你们4000人，就2个管事的？不是，不过那些管事的都是副将和将军沾亲带故的家人，我们之前的将军、中郎将、校尉等都被他们以各种理由给陷害弄死了，所以秦瑜做了个大胆的决定，他交给身边的一个部曲说了几句话。老大，你找我们。新州城有4000守军，现在他们的将领全死了，群龙无首。你带着几个兄弟随我去接管了这里的军营。秦姑娘，接管一地军政可不是儿戏，要是朝廷怪罪下来，恐怕你担待不起啊。袁嘉义立刻会意，从怀里拿出一个腰牌，走到知府大人面前，在他眼前晃了晃。御林亲卫。他晕之前还在想自己怎么就那么眼瞎，御林军都听眼前这个姑奶奶的调遣，谁给他的胆子敢得罪眼前这个姑奶奶？眼前这个姑奶奶到底和皇帝是什么关系？甚至他都想了，秦瑜是公主。娘，那狗官把房契拿过来了吗？上午他就亲自送来了，还给娘赔了不是，还说要请我们吃饭，不过被我们婉拒了。那狗官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我们还是不要理会他的好。上午你陈二爷在你走后叫了些人来帮忙，你看明天这几间屋子就可以拾掇出来了。这几间房子呀，当初是你外祖父祖母住的院子，娘也是在这里出生的，后来才搬到后面的院子里去的。这一晃啊，都36年了。3日后，宋家祖宅。你们说什么？秦家那个丫头是张家后人，难怪她要针对我宋家。你们这群废物，当初都给你们说了要斩草除根，一个不留，你们偏偏放跑了3个。关键是你们找了18年，都在你们眼皮子底下都没发现。你说要你们这群废物有什么用？现在好了，让人找上门来了。家主，您喝口茶消消气儿，别气坏了身子。老李呀，不是我生气，你说说，这点事儿他们都办不好，要他们干嘛？家主，你说的对，这群人确实该死。不过现在还不是惩罚他们的时候，眼下关键是我们该如何处理这件事。如今我们的铜镜大半市场已经被镜子取代，我们要想办法拿到镜子的配方才是啊。现在知道那丫头的身份了，也未必是坏事。老李，此话怎讲？你是不是有什么主意了？家主，你看他既然离开了平西村，这可是我们动手的好机会啊。我们可以找人混进村里，夺得秘方后，不急。据探子们传回来的消息说，他们是要进京。现在新州城距离平西村还是近了些，他们不是要进京吗？等到了我们势力范围内，我们让他有来无回。等他死了，那平西村还不是我们说了算？还是家主圣明。老李啊，这么多人，还是你最懂我。都起了吧，该做什么都做什么去。老李啊，
这件事儿就安排你去做了，记住，一个不留，做得干净些。老大，事情就是这个样子，您看需不需要我们带兄弟直接去平了宋家，也让他们尝尝灭族的感受？不，既已确定是宋家人指使，那我便陪他们玩玩。过2日我会离开新州城，途中路过宋家祖地。你留在新州城，此间发生之事，你应以呈报陛下，静候圣裁即可。另派几名身手好的暗卫潜伏到宋家，查明宋家2座铁矿私采情况，并查明所采之铁的去向。查清楚后，直接报给皇上。宋家既然送了如此大礼，我们自当笑纳，让皇帝自己去收拾。我要让宋家全族为我张家人陪葬。他深知，即使自己有能力杀死宋家人，也难以避免报仇之后所面临的后果。哎呀，我的妈呀，这个姑奶奶终于走了。我说师爷呀，你都不知道这些日子我怎么过来的。那些部曲竟然是皇上身边的御林军，可把我给吓死了。师爷啊，你说什么身份的人出行能有御林军护卫啊？怕也只有皇亲国戚了吧？哎呀，大人，你说的是啊，这几天我也提心吊胆的。御林军是皇帝陛下的亲卫，一般只听皇帝一人调遣。现在出现保护这位姑娘，还是听这位姑娘的指使，这怕其身份真的不简单啊。只是我一直想不通的是，那秦姑娘明明说了是进京去看赶考的父亲的，有如此身份，又何必赶考呢？哎，罢了，想不明白便无需再想。他们也不可能是冒充的，你等务必要小心谨慎，眼睛放亮点，万不可得罪陈员外一家。啊，还有，这几日那丫头宴请的18年前帮他外祖父收拾的人家，你们也要重点关注。倘若这丫头真与皇上有关系，这些人今后都不是咱们能得罪得起的。丫头，我们在新州城惹了那个大乱子，就这么走了，真的不会给你陈爷爷一家带来麻烦吗？娘，你就放心吧，我们要是还留在新州城，肯定会给陈太爷一家带来麻烦的。现在我们出城了，那些麻烦也就都被我们带走了。放心吧，不是还有袁家义他们10个吗？袁家义他们那100多人，当初想要趁夜混进我们村，可是被我狠狠训练了1年有余。那操练方式，你当时去山里不也看到了吗？放心吧，有他们在，陈爷爷家保准不会有事。老高，让所有的兄弟们提高警惕，不可松懈。是，老大。老大，往前走，再走5里就有个小村子，再往前还有再走上10里才有村落。夫人小姐赶了1天的路了，是不是今晚就在前面村子里歇息一晚，明早再赶路啊？哎呀，这坐了1天了，实在是累人啊！但刚进村，村里的百姓就像是惊弓的鸟一样，纷纷把门关上了，躲在了家里，任由他们怎么叫门都没人理会。既然乡亲们不愿意开门，那我们今晚就在那片空地将就一晚吧。该打水的打水，该生火的生火。娘，我们今晚又只能吃干粮了。不碍事，走，这都赶了1天的路了，跟我去看看你陈大娘怎么样了。陈大姐，你这还好吗？哎呦，人呐，是老了不中用了。想当年我呀，也是走南闯北不带喘的。哎呦，现在走上个半天，全身呐都不得劲儿。让大姐跟着我们受苦了，要不大姐你再上马车上来，我给你按一按。哎，不用，我走南闯北是去过不少地方，就是没去过京城。不趁着这次机会跟你们去京城看看，我这老太婆怕是这辈子也去不了了。所以啊，你们不要自责。哎，说起来，
我还要感谢你们才是。在这个散落的村落中，靠近秦瑜他们的人家半天都没听到外面有什么动静。嘿，他爹，你要干嘛？不能出去，万一是歹人怎么办？他们怎么把老族长抓了？不行，我要去救老族长。你带着孩子在家里好好躲着，不要出去，我出去看看。我们不能眼睁睁看着老族长白白送命啊！放开我们，族长，有什么事冲我们来。好好站着，放心，我家小姐不会伤害你家族长的。老爷爷，你莫怕，我们只是路过你们村子，想在这里借宿一晚，并无恶意。老朽也是看你们带着妇孺才敢出来的，你们也别怪，不是我们村里人躲着你们，主要是呀，最近我们这一带闹土匪，都害怕得很呐。刚刚看到你们进村，那还以为是土匪进村了。大爷，你知道那群土匪在哪里吗？具体在什么地方，老头子我也不晓得。据说是在距离我们这里30里的猫头山上，具体多少人我也不清楚，有人说是几十，有人说几百，都是上个月过来的。既然让自己遇到了，岂有放过的道理？同时感受一下端土匪窝的感觉，何乐而不为呢？族长爷爷，你看我们这又是女人又是小孩的，这赶了一天的路，实在是疲惫。你看方不方便帮我们安排一个可以晚上住的地方，只管女人和孩子就行，其他的不用管。当然我们可以给银子的。不用，只要你们不是土匪呀，住的地方老头子我还是能给你们安排一下的。老三呢，你家干净敞亮，就让这几位夫人去你家住吧，让你的媳妇儿子到老二家挤挤。好，族长，我这就回去让慧云把房间收拾出来。一夜相安无事。查探清楚了吗？山上有多少土匪？昨晚派出去的兄弟早上回来汇报，山上有160人左右，就在前面35里左右。那我们今天就先找间客栈歇脚，等把山匪剿了再说。还有，我们也差不多快要到宋家地界了吧？再有3日就到了宋家地界了。秦瑜他们所住的村子，等他们都走后，借宿的人家回到家里收拾床铺时，都惊讶地叫出了声。特别是秦瑜他们所住的那户人家。老三，你快进来！你看这是什么？怎么了？出什么事了？银子，是银子，好多银子！快收起来，别让别人看到了。当家的，这些碎银子，一个得有1两吧？啊，差不多应该都是1两的碎银子。当家的，这一共有16块呢！哎呀，我的妈呀，这伙人也实在是太大方了。其实这银子啊，是昨天晚上自家的2个小孙子看到这户人家的孩子穿得破破烂烂的。祖母，为何刚刚那位小哥哥和小姐姐的衣服都如此脏污，他们的父母却不为他们换洗呢？难道是因为他们没有衣服可穿吗？我想把自己的衣服送给他们，可以吗？当家的，没想到这家也有，我们真的是遇上好人了。终于可以给孩子们买布做新衣裳了。看看昨天晚上那个小少爷、小小姐那一身的穿着，再看看我们家的闺女和儿子的穿着，我这当母亲的就心酸。好，你赶紧去做早饭，等吃了早饭我和你一起去。哦，还有这银子，是不是孝敬族长一些？要不是族长，恐怕我们也不会得到这么大的好处啊。这还用你说呀？我早就想好了。
等会儿，你拿着10两银子去找族长，就说是那些人赏赐的。我想啊，其他家应该也会有，就是不知道有多少。你可别说咱们家得了18两啊，别人问你，你就说只有10两。族长要是全让你拿回来，你就不同意；要是分你一半，你就拿回来。这剩下的呀，我们就存着，等到小哥长大了，给他娶媳妇儿用。拿着自己媳妇儿给的10两银子，就去了族长家。老三，昨晚住你家那些主子，他们给你家赏了多少银子？一共10两，还请族长做主。哎呀，老三，你家赏赐可真多呀！我们各家也只有1两银子。老三要给都晕了。好了，1两银子的都自个儿拿回去吧，把你们的嘴都给闭严实了，别把土匪招了来。还有啊，你们也别怪我没让人家去你们家里住，看看你们一家家的，哪一家有老三家干净啊？哎，族长，你想啥呢？我们没有怪你，看你说的。就是族长，你可别乱想，我们怎么会怪你呢？至于老三家的，这10两银子呢，也是凭他本事得来的。老三呢，让你留5两银子给我，你没意见吧？全凭族长做主，我都没有意见。我拿着银子也不是白拿的，咱们老张家的祠堂已经很久没有修缮了，我就用你这5两银子简单的修一下。族长，5两银子怎么够？这10两你全都拿去吧。是啊，族长，我们这也给你，要修咱们就把祠堂好好的修一修。你们有这份孝心就够了，你们这点银子呀，就好好拿着回去过日子吧。要是真想帮忙啊，等修的时候你们多出力就行了，我也就不找外人来帮忙了。确定了吗？他们真的是朝我们这边来了吗？是的，大当家的，他们确实朝我们这边走来了。很好，让兄弟们做好准备，等他们到了我们埋伏范围，全都给我冲出去，杀他们个片甲不留。呵呵，区一个毛都没长齐的丫头，还让我兴师动众的带人来刺杀，简直是丢份。这哪里是一群山匪呀？不过事实上，这里之前确实有一伙山匪。说是山匪，还不如说就是几个没了吃喝，跑到山里落草为寇的混子。而他们的任务只有一个，那就是在这里截杀秦余这群人，不能让他们活着离开。小姐，前面就是到猫头山了，那里山路不好走，路可能会有些颠簸，你和夫人可要扶好了。好的，你也跟后面表姐的马车说一声，也让他们小心点。好嘞，前面进山了，山路不好走，大家都注意脚下别给摔着了。哼，就这样的人，我们都跟了一路了，他们居然没有发现。老爷爷真是的，对付这样的人还要我们虎狼队来对付，哼，真是可笑。敢问这位好汉是？不知为何要挡住我们夫人小姐马车的去路？来，此山是我开，此树我是栽，要想打这儿过，留下买路财。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财吗？这伙人装土匪都不能装得像一些吗？马车内何人？胆敢笑话咱家？爷看你是不想活了，快给爷滚出来！行了，你就别演了，说吧，是谁派你们来的？是不是宋家人？啊，你说什么？爷听不懂。什么谁派我们来的？宋家人是什么人？爷不知道，也不认识，也不懂你在说什么。反正要想从这里过去，就必须交银子，要不然你别怪大爷我不客气。兄弟们，抄家伙！哦，照你这么说，那我误会你们了。那你倒是说出个数，要多少钱才让我们过去啊？这就对了嘛。
1万两。另外，你再陪爷我到山上乐呵乐呵，爷高兴了就放你们过去啊！哼，你就不怕有命拿没命花吗？给你们2盏茶的时间。他反应也不慢，用脚猛地一踢立在他面前的长刀，就被他握在了手里，朝老高劈砍而去。刚刚还是平静的山林，瞬间喊杀阵阵。秦瑜他们这边遇袭的同时，秦正那边也刚刚遭遇了一伙土匪劫杀。秦叔，你没事吧？君浩，你伤到哪里了？来人，快叫刘大夫过来！叔，我没事，身上脸上全是那些敌人的血，我没有受伤，不信你看。你真的没事？你看，我这不是挺好的，真的没受伤。你还好吧？没吓着吧？哎呀，你这个臭小子，还打趣起我来了。你说我虽然没有杀过人，还没见过杀猪吗？哎，你弟呢？快去看看你弟怎么样了。叔，这杀猪和杀人可不一样。不过你也甭怕，有我哥俩在，歹人休想进你的身。哎，你俩没事就好。要是你们出点事，我可咋跟你们爹交代呀？以后遇到这样的事，可别这么拼命了啊！秦叔，你就放心吧，我和俊峰都会注意的。你还是回马车里吧，此地不要久留。等兄弟们打扫完战场，我们就出发。秦正点了点头。他虽然知道这些人都是秦瑜亲自训练的，都是1等1的好手，但刚刚突然从山林里冲出来200多人，什么话都不说就朝他们冲杀过来，他还是吓了一跳的。因为秦瑜知道这些人就是宋家派来的，所以并没有留活口，全都杀了。我们的兄弟有没有死伤？死了几个。这批土匪不一般，似乎也是经过严苛训练的。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应该是来自军中，要不是军中，那就是谁家的私兵。还有就是我发现他们和我们近身搏斗的招式和我们训练的招式很像。我也看到了，看来是我们低估了宋家。老大，有个装死的，他说他知道很多宋家的秘密，我们要不要审审？是吗？那带过来，让本姑娘好好问问。老高，让兄弟们把死了的兄弟找个风水好的地方安葬了，等我们回来的时候带着他们回家。说，把你所知道的全都给我家小姐说一遍，要敢有任何隐瞒，我立刻送你去见阎王。我求你们饶我一命。说，快说，再啰嗦，我现在就弄死你。我现在就说，我就是宋家的一个护员，就在去年突然家主带了一个人来到府上，第2天就召集了我们所有护员，把我们秘密带到一处山野，等我们去了才发现里面别有洞天，乌泱泱的全是人。有多少人？我们进去后就没有让我们出来，后来我们才知道这里是宋家的一处训练营，有1600人，据说这样的训练营有3个，我们这一支只是打头的，也是训练营里最厉害的一支。上头说了，让我们伪装成山匪，等你们来了，一个不留。前面就是宋家的势力范围，我们离开后，训练营的人也都全部离开了训练营，具体去了哪儿，我也不知道。可是对方说有3个训练营，一个训练营就只有1000人，那也是3000人。要是宋家发疯，让所有人出来围堵，要置自己于死地，恐怕自己还真就危险了。你可知道宋家为什么会养这么多私兵？难道你们不知道这朝廷是不允许的吗？我只是一个护员，我们都只是听主子的，我也不知道啊。哎，先别杀他，留着先。老大，现在怎么办？如果他是说的是真的话，我们再往前恐怕仅靠我们这100来人难以保护夫人小姐周全。小玉，要不我们还是回去吧，不是说距离宋家地界还有3天吗？我们现在回去应该还来得及。不行，我们必须继续往前。他们杀不了我，肯定会对我爹下手，我爹无论高中与否
都会回乡探亲，他们拿我没办法，难免会对我爹下手，所以我们必须往前继续走。我们要分开走，老高，这里应该有水路可以通往京城，或者是绕开宋家势力范围的吧？有，这里我年轻的时候来过，从此地往前走大概走5里地，然后往右拐，顺着官道走20里左右，有个小县城，那里的水路可以通往京城。不过小鱼啊，我们要走就一起走，不跟你分开。是，我们都不要和你分开走，要走我们就一起走，要死我们大家就死一块儿。表姐，你这话说说就行了，我那2个小外甥还那么小，外面的世界那么大，你就不想带他们去看看吗？再说了，你忘记你说要找表哥了？还有，我可不想那么快早死呢，我们都要好好活着。你们走水路快，到了京城找秦国公，让他来救我们。国公爷，前面就到宋家地盘了，你已经赶了3天路了，要不你在这里歇着，我带人前去接应。张将军，无需多言，一日见不到秦瑜那丫头，我一日便无法安心。她不仅是我秦氏的侄孙女，更是陛下亲封的郡主。我若不能将她平安带回，我不知如何向陛下交代，更无颜面对她的父亲。更何况她对大钱设计有大功，她绝对不能出事儿啊！没想到他刚踏入一个山坳，就被宋家的人包围了。保护老大！哼，你可是那抢了我宋家铜镜生意的黄毛丫头。我们是来杀人的人，有你这么暴露自家身份的吗？罢了，暴露就暴露吧，反正这群人都得死。这脸蛋儿，这身材，深得本公子喜爱。你若识趣，就乖乖跟本公子回去，做个通房丫头。若将本公子伺候舒服了，或许还能饶你一命，否则就休怪本公子不懂得怜香惜玉了。我呸！你这杂种，竟妄想染指我家老大！也不看看你那猪狗不如的模样，估计猪圈里的母猪见了你都会嫌弃。真不知道你是不是你爹与母猪所生。给我去杀了他，把他剁了喂狗！哎呀，这董志刚骂人确实厉害呀！明明这宋平之容貌俊美，现在经他这么一骂，自己怎么也觉得这人猪狗不如了。哦，对了，对方就是一个道貌岸然的家伙，老董骂的对。来啊，有本事就过来跟我单挑啊！你这狗杂碎！把少爷拦下。少爷，这等小事哪需要你亲自出手，就让小的们帮你绑来，再任由你处理如何？好，对面的狗东西，你给本公子等着，看我一会让你怎么生不如死！都给我上！不过别伤了那个丫头，给我抓活的，抓回去给我当通房丫头。慢着，既然说了你们是宋家人，那你们宋家是想被满门抄斩吗？你们可知道我是谁？哼，怎么你怕了？不过就是天王老子来了，我宋家也不怕，何况你还是个毛都没长齐的丫头。慢着，既然说了你们是宋家人，那你们宋家是想被满门抄斩吗？你们可知道我是谁？哼，怎么你怕了？不过就是天王老子来了，我宋家也不怕，何况你还是个毛都没长齐的丫头。是吗？天王老子来了你都不怕吗？你可认得我手中的是什么？你想不想知道这圣旨里面写的是什么？既然你都承认你是宋家人呢，那你还是让你家老头出来跟我对话吧。我怕你们今天动了我，明天你们宋家就会跟我陪葬。少爷，要不我们还是请示一下老爷吧，万一真如他所说，怕是会打乱老爷的计划呀。那你派人回去跟老爷说一声。对面那小子闲着也是闲着，你那个叫宋什么来着？自我介绍一下呗。这些都是你家部曲吗？宋平之，宋渊是我爹。
少爷，不可说。哦，原来是家主的老来子啊！旁边那谁，你拦着他做什么？现在谁还不知道谁呀？我刚出现在这里就被你们给包围了，这个地界儿，恐怕也就只有你们宋家有这个本事了吧？再说了，一会儿你们家主就来了，还有什么不可说的？不错，你们还真给我面子。我们就这60多号人，你们宋家却出动了那么多人来对付我，宋家可真是大手笔呀！就是不知道陛下知不知道你宋家养了这么多私兵？你瞎说，我们宋家才没有养私兵，这些都是我们庄园的家丁与护院。哦，是吗？那你们宋家可真够气派的，家丁和护院居然都拿着朝廷管制的大刀，恐怕这刀只有军营才能够使用的吧？就不该同意家主把这个二货带过来。家主，你还是快点来吧。老爷说了，一个不留。身影灵活的犹如幽灵，在混乱的人群中不停地穿梭。他手中的军刺在一个又一个敌人身上留下一个血窟窿，鲜血迸射。老大，我们一会儿掩护你，给你撕出一道口子，你跑吧，不用管我们。不行，要走我们就一起走。我马车上有一箱东西，掩护我过去。看到旁边的马匹没有？一会儿我说撤，大家抢了马匹上马就跑。老大，你这是什么东西？怎么那么厉害？这要是迷药的或者毒药的话，那些人岂不是全都死了？你个蠢货！要是迷药，我们自己不也交代了？我们这样不行，不能够沿着大路走。我爹肯定没有在宋家人手上，如果在的话，宋家人肯定会拿我爹来要挟我。啊，属下也是这么认为的。老大，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宋家人肯定不会放过我们的，前面说不好还有埋伏。各位兄弟，大家跟我受苦了，是我之过，让大家身陷险境，我愧对兄弟们。但大家请放心，我必不会让兄弟们白白牺牲，此仇不报，我枉为人。算下时间，我娘他们应该早就到京城了。如果宋家人不提前对我们动手的话，我们今天应该就会和他们会合。现在这里山高林密的，我们身上又都有伤，要是前面再有埋伏，恐怕我们再难活命。大家下马进山，先躲上一躲。老大，你们进山，我们骑着马把那些人引开。少他妈废话！要还认我这个老大，你们就听我的。现在下马。说完，老大，你们走吧，不要再管我们了，我们怕是活不了了。那大家都先在这里歇一下，我给大家处理一下身上的伤势。说着，他就把包袱铺开在了地上，然后让受伤严重的几个人把衣服脱了。开始部曲们还不愿意，说他们自己来，可被秦瑜拒绝了。你们身上这伤口要清洗，要缝针。如果我不在，你们自己处理，我没意见。现在有我在，你们都得听我的。哎呀，都别婆婆妈妈的，听老大的，伤的轻的自己包扎。老大，我带2人先去警戒了。他们没事吧？应该死不了，不过我们不能在这里久待啊。要是他们发现马匹上没人，肯定会回来找我们的。不错，你们抬着他们先走，我来掩盖痕迹。密林外，不好，我们中计了，回去进山里找，他们跑不远。京城秦国公府上，早知道他爹没回去，我们就一起走水路过来了。现在我也不用在这里担心了。嘿，亲家，你坐下歇歇吧，整日操劳也无济于事。莫要尚未等到那余丫头回来，自己先累垮了。你过来陪我这老太婆聊聊天。放心吧，那丫头机灵着呢，定会平安归来。
何况国公爷已亲自前往，你还有何不安呢？大姐，非我不想做，只是一日没有余丫头的消息，我便一日不得安宁，实难安坐呀。平西村此刻也刚刚结束一场战斗，把这些人的头颅都给我砍了，挂在我来时平西村的路上，给来往的人都看看，胆敢闯我平西村，这就是下场。是，少主。宋伯伯，我想和你说2件事儿。第一，如果有人擅自闯入平西村，不必废话，格杀勿论。姐姐临走前不是交代过吗？望宋伯伯不要心慈手软。第二，平西村的不许还是太少，若还有身家清白的人家愿意来，可直接送进山里。另外，我们这里受到了袭击，我姐姐在路上肯定也会有危险。为了我姐姐的安全，我决定再抽调160人，现在赶往京城去寻我姐姐。这次是大伯托大了，下次肯定不会出现这样的事儿。你说的对，那些人赶来袭击我们村子，肯定也会在路上埋伏你姐。那你赶快抓紧时间调派人手过去。山林里，大家都小心一点，这山里的毒蛇凶兽似乎有点多，别被他们伤着了。老大，不好了不好了，那些人开始搜山了，还有这山太大，似乎里面有不少豺狼虎豹，我们要是再深入的话，恐怕也难以应付。太阳快下山了，就看他们晚上敢不敢继续搜山。我们也不走了，找个地方先好好休息一晚，明天再说。全听老大安排。那就分头寻找一下，看看有没有山洞什么的。我找过了，这附近并没有山洞，但是我看到一个塌方的地洞，我趴在洞口看了一下，应该能容得下我们10几个人。很好，老董你带路，我现在就过去看看。这里该不会是埋死人的墓穴吧？其实我也这么觉得，但这深山老林的，谁家会把人埋到这儿啊？我先下去看看，要是没危险，你们再下来。老大，还是我先进去看看吧。哎，老大，还真是个古墓哎，里面空间很大的。哎，你们快下来吧。这个洞口太显眼了，如果他们找过来，难免会被发现，得把这个洞口隐藏一下。有了，你们去找一些倒在地上的书过来，架在这个洞口，注意不要留下痕迹。还有那些干草也弄一些过来。你们先下去，我来堵洞口。部曲们还想留下来帮忙，怎么？我说的话你们都不听了是吗？走吧，既然让我们遇到了，我们也学一学那些盗墓的前辈，进去看看墓中有什么宝贝。老大，我刚到前面看过了，这应该是一个空墓，应该是被盗过的。还有主墓穴下面有一个很深的洞，听着下面还有流水声，我猜测应该是地下暗河。三叔果然没有骗自己，墓底果然有暗河。那就是说，我们可以顺着暗河离开这里了。啊，就是不知道这暗河通向何处啊？管它通向何处呢，先离开这里再说。盗洞，谁有那么大本事，从这地下打个盗洞进来盗墓？我靠，这也太牛了吧！就是三叔打洞，也是打到墓顶上的呀。绳子呢？看看够不够长。来，谁那里还有5米的？解下来2条应该就差不多了。你们在上面等我，我先下去看看，要是没问题，你们再下去。老董，你给我老实点，要不然看我出去后怎么收拾你。老大，也不知道下面有没有危险，还是让属下先下去看看吧。万一有危险，你再下来救我也不迟啊。嚯，这水还真凉啊。老董，你没事吧？没事。哎呀，这水还挺急的，你们等我一下，我先游到岸上去。老董，你游快一点。哎，好嘞。哎，放心吧，老大，我脚已经踩到泥了。老董刚说完，又是扑通一声，绳子再次被拉得老紧。老董，通知高！不好，老董应该是出事了，你们拉好绳子，我下去救他。还有，没有我的命令，你们不许下去。老董，您
太大了些吧？咬着牙狠狠地朝蟒蛇的腹部扎了进去。我呸呀，真他妈晦气！老大，我来帮你。你没事吧？哎呀，这不是还活着吗？没想到这水里会有这么大一条蟒蛇，大意了。没事就好，先让兄弟们下来，尽快离开这里。少爷，天快黑了，这里不安全，让我派人把你护送回去吧。你再不回，老爷要担心了，到时候怪罪下来，小的担待不起啊。其实他早就想离开了，可是他不甘心，自己带着1000多人出来围攻60多人，不但自己损失了一大半人，关键还让秦瑜从自己眼皮子底下跑了。煮熟的鸭子飞了是什么感觉？那此刻宋平之就是什么感觉？他想亲手抓住秦瑜，狠狠地蹂躏。他虽不甘心，但现在太阳已经下山，是露宿荒野，还是回家躺在大床上有丫头伺候着？走，送我回家。而此刻秦国公率领的2000铁骑已被宋家主得知。废物，都是废物！几千个人居然连一个黄毛丫头都收拾不了，还有你们有何用？给我增派人手，务必要在秦国公铁骑到之前把那个丫头灭口了，要不然我们全都得玩完。秦国公是吧？你来了又如何？区区2000骑兵又能奈我何？国公爷，你已经奔波一日了，马力也有穷尽之时啊！您停下稍作歇息，我带人前去打探情况。或许小鱼他们还未到宋家地盘，您不必如此急切。张将军，你不必劝老夫。想当年，老夫上阵杀敌，带着手下的兵卒连追敌人杀了5天5夜都不带停歇的。现在这算什么？老夫还没老到提不动刀的地步。国公爷，要不这样，我们先听张将军的，让他带人前去打探一下情况。我们先在这里让军士们歇歇脚，吃些干粮补充补充。这已经是宋家地盘，随时都有可能遇到宋家的私兵。大家一直这么赶下去，恐怕身体都吃不消啊。好吧，那就听两位的，暂且在这里歇息片刻，等歇息好了，我们再出发。老大，我们在这里歇息一晚吧，等明日再走吧。那好，大家都聚在一起，不要乱跑。老董，你带兄弟们去捡一些干柴回来生堆火，等一会儿把打来的野兔和野鸡烤来吃。都饿了吧？还有野兔和野鸡呢，再烤几只，这点哪够吃？老大，这个不知道要走多久，还是省着点吃吧。你傻，这天气那么热，虽然这地下暗河阴冷，但死物时间久了还是会发臭的。你赶紧的，都烤了，别等明天全臭了。这不是有条河吗？你还怕里面没有鱼，没有吃的？哎呀，真可惜，准备的调味料全都丢了，要不然我的美味烧烤呀！啊！这一夜，他做了一个很长的梦。老大，醒醒！外面应该天亮了，我们是不是该出发了？啊？这是哪里啊？这里是底下暗河啊。老大，你没事吧？原来只是一场梦。队长，要是你也能够重生就好了。哎，你们几个还好吗？有没有发烧？老大，我们没事，倒是你还好吗？昨晚你说了一夜的胡话，我们还以为你发烧了，老董还想靠近你看看，结果人还没靠近就被你打了回来。昨晚我梦游了？抱歉啊，昨晚梦到被人拦路抢劫了，可能把你们当作匪徒了吧。那个，你们没事吧？众人又齐齐摇头。走吧，希望今天能够走出去。国公爷，我们现在怎么办？宋家人现在把前面的山全都包围了，我们要跟对方正面刚吗？对方现在有将近5000人在山里找秦姑娘，我们怎么办呢？
你确定围堵小鱼的人是宋家的亲兵，不是当地守军？这宋家怎么会养这么多兵士？他们想做什么？确定。张将军抓了个舌头问的。现在张将军带着100御林军，还有护送夫人进京的高护卫他们，已经潜入了山林。他说有消息会想办法告诉我们，让我们在外面等着。那老夫就在这里等着。你带着我的军令去当地守军调集人手过来，我倒要看看这宋家是要谋反吗？国公爷，有没有一种可能，这里的守军已经是张家的人了呀？张家养了这么多的私兵，按道理来说，当地官府和守军应该知道才对。还有撕开铁矿的事，他们应该不可能不知道才对呀。老臣陈国公，他最近不是被陛下派出来巡军了吗？你去找他，他现在应该在安东府，快马加鞭，1日应该可以赶到。国公爷，你还是派别人去吧，我要留下来保护你。万一我离开了，你有个意外，我无法回去交代呀。嘿呀，你就不能盼我点好吗你？不是还有周丁友、秦志光他们吗？你怕什么？再说我是国公，他们还没胆子对我动手。你快去快回，我们这2000人的性命全都掌握在你手里了，快出发吧。志光，通知下去，找个地方安营扎寨，等甬道接兵回来。已经1天1夜了，他们难不成还能长出翅膀飞走了不成？你们这群废物！还有你，出发前我怎么跟你说的？见到他们格杀勿论，你他妈倒好，还抓活的啊！现在人呢？就算你好死，也他妈分个时间地点不是？我怎么就养了你这么个不成器的蠢货？爹，那丫头不过60多人，我哪里知道他们这么厉害啊？等我下令格杀时，他们突然弄出很多烟雾，我们的人都被呛得睁不开眼睛了，这才让他们趁机逃了。这不能怪我呀，只能怪他们太狡猾了。你个不成器的东西，还有脸狡辩，被一个丫头耍得团团转。如果那是迷烟，那我辛辛苦苦花了重金训练出来的士兵，岂不是都被你葬送了？你这个废物！老爷，您消消气儿，这也不能全怪少爷。少爷说的没错，都是那秦瑜太狡猾。老爷，现在当务之急还是先处理一下被我们用缉拿山匪的名义挡在二道峡秦国公的事儿吧。一时半会儿没有问题，可要是时间久了，恐怕会出事儿啊。都是你若第一时间杀掉秦瑜，现在哪会有那么多事？备马，我要去军营找李将军商量如何处理此事。宋家主还没到军营，李将军就得到了消息。大哥，你怎么来了？是外面又有什么变化吗？现在情况很棘手啊，我们不能一直把秦国公困在里面，他现在肯定一直知道我们养私兵的事了。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大哥，我之前就跟你说过，不要私自养兵，要养也得放到军队里来。现在各地驻军不都是私人的了？你以为皇上不知道？只是他发不起军饷，没有挑明罢了。我自然明白这其中的利害关系，我所担忧的是计划尚未成功，皇帝若开始收拢兵权，那我们这么多年的努力将付之东流。岂料如今横生节制，秦瑜这个丫头把我们的计划全都打乱了。去年大旱我们就该出手的。大哥，你想的太简单了。去年明面上大家是合作，可实际上呢，都是在观望着朝廷能不能镇压下来，看谁当出头鸟。如果去年我们动了，那我们坟头草啊，估计都长得比我还高了。那不一定，难民遍地，朝廷出面赈灾，国库空虚，根本就无法支撑起平乱的开销。更何况匈奴人在边外虎视眈眈，我们当时趁乱未必没有胜算。胜算？你不想想有多少人和你想法是一样的？你信不信，你这边刚举旗，那些人都敢过来把我们先吃了。
更何况结果你也看到了，陛下直接镇压了叛乱，而且还不费一兵一卒。大钱的气数没尽，我们动手只会白白送命。我们就不说去年的事儿了，还是说现在吧。你开始就错了，就不该围堵秦国公，直接去和他说是山匪进了山里，我们要封山抓山匪，并且邀请他加入就好。至于私兵，我再出面说是朝廷发不起军饷，无奈只能穿布衣，这不就解决了吗？至于他把秦瑜救走了，那又如何呀？难不成皇帝真会怪我们以权谋私？就算怪罪也无非是罚银两，咱们也不缺那点银子不是？那我们现在怎么办？按照你说的办法，还来得及吗？来是来得及，让我想想该怎么办。有了，既然国公爷到了我们家门口，作为主人家哪有不迎接的道理？走吧，等到了见我眼色行事。地下暗河。哎，老大，你听，是水声。走快2步上去看看，是不是出口到了？老大怎么办啊？前面好像没有路了。活吧。老大，火没有灭。这下面不是深潭，说明水直接流走了，大概有30米，找找看有没有地方可以下去的。这应该是古道河冲出来的。绳子，用绳子小心一点下去。水是往那边流的，我们应该快到出口了，外面应该是一处瀑布。走吧，这里比较滑，大家小心点。老大，你看，是光。大家走快一点。老大，我去前面探探路。你慢点，注意安全。好嘞，老大放心。你怎么又回来了？前面是出口吧？是出口不假，但老大，我们好像进了狼窝了，外面全是正在训练的士兵，不过他们没有穿士兵的服饰，应该是谁家的私兵。私兵？我们不可能走出宋家的地盘，应该是宋家的私兵。有多少人？很多，数不清楚。我刚还以为到了我们平西村山里的训练营，这里的营地比我们的训练营还要大上好几个。难道此处是宋家养私兵的军营？走，我们查探看看。张将军，前方河滩发现有人生火的痕迹，应该是新留下的。走，他们还活着，这个方向没错，我们加快脚步，争取早点追上他们。山林外，宋家家主和李将军已与秦国公会面。既然如此，不若稍后，待剿匪势必同进山猎物，也不枉此行。待他们走后，国公爷，他们究竟意欲何为？先是围困我们，现在又撤兵。他们幕后定有高人指点，知晓此时并非是与我们撕破脸皮的时机。他们前来只是为了告知我们，宋家并未养私兵，而那些人都是军营的士兵，朝廷也就无法以宋家养私兵为由对宋家动手。也罢，我们的当务之急是平安地带回秦瑜他们，其他事宜等回京后再由陛下定夺吧。张将军他们可有消息传回？自从让我们撤退后，就再无消息传来，我们是否还要继续在此等候？再等3日，若他们仍未归来，我们再撤。既然说是打猎，不妨让兄弟们进山打猎，你也派人盯着那个洞口，若有情况立刻回报。地下暗河瀑布口。老大，你看他们的训练项目，还有那边练习的刺杀术，是不是和你教我们的一样啊？这恐怕至少有1万多人吧。这只是看到的，那看不到的地方呢？真不敢想象，这么一大座山，其他地方要是也藏有这么庞大的军队，那恐怕宋家所图不小啊。我们先退回去，不能让人发现了。等到天黑想办法出去，把这里的位置弄清楚。这些士兵要是都是宋家的，恐怕这宋家是想要造反。老大，我们现在怎么办呢？老高他们应该带人到了吧？要不我带2个兄弟出去找他们会合？
不用，我们留有标记，要是他们来了，肯定能够找到这里。我们就在这里等就好了。去看看水里有没有鱼，抓几条上来。张文健他们自从发现了河滩上生过火的痕迹后，就加快了脚步。张将军，前面是处断崖深潭，下面有火光，我们没敢靠近查看。等他们来到深潭口，刚要往下望，嗖嗖几支箭就擦着他们的头飞了过去，吹了一个又长又响的哨鸣。老大，一定是老高大人来了，我们快给他们回应吧。是他们，终于找到了。老大，秦宇，于丫头是你们吗？是老高，还有张老爷，哎，不是，应该是张将军。张大叔，是我是秦瑜。等到张文健和老高他们下来后，他们还没来得及寒暄，秦瑜就告诉了他们刚刚在洞口看到的一切，并说了自己的打算。没下来的先别下来了，在上面等着。于丫头，你想去打探的心情我懂，但现在还不是跟宋家撕破脸的时候啊。还有就是打探也轮不到你去，你娘估计都快急疯了。你爹已经被朝中世家百官支去了边境当知县，那里刚跟匈奴打过一仗，匈奴人并没有落得好。你且先回去，我们再从长计议。那你就先派人回去看看宋国公他们还在不在，在的话我就听你的回去，如果不在的话，我肯定要拔光宋家的胡子，这个仇我必须得报。放心吧，就算秦国公在，这个仇我们也是要报的。我会让茂林带人留下来侦查的。老大你就放心吧，这事交给我，我肯定把这山里就算是老鼠洞里藏的私兵，我也给打探的清清楚楚。好，老鼠洞里就算了，不管什么时候都要先保护好自身，自身的安全才最重要。没想到军中还有宋家的人。唉，京城那么多士兵，怎么可能那么好清理的呢？这个你也是没办法控制的。走吧，回去吧，等你派出去的人回来。张将军，秦国公一直在外面等候，并没有离开。他让我转告，明早天亮他会带着士兵进山狩猎，到时候带我们离开。那走吧。张大叔，这里湿气挺重的，我们还是回到墓里休息吧。第二天，秦国公和陈国公一起进了林子里，说是打猎。第二天半晌，两位国公好像是玩够了，就带着猎物离开了山里。宋家主看着秦公公离开，来人，带人好好的去看看他们安营扎寨的地方，以及他们狩猎的地方有没有异常。我总感觉他们是找到了秦羽才走的。宋家主派人一寸一寸的在秦国公他们狩猎的区域找了好几天，都没有找到任何异常。此刻的秦羽已经安全到了京城，他背上的伤虽然每天有用酒精消毒，但没有缝合，还是感染起了脓。回到京城他就病了。国公爷，我爹他怎么就去了边关？他只是一个新科状元，论资历还轮不到他去治理边关吧？唉，这事儿也怪我，要是我不听你父亲的，直接让他认祖归宗，也不会让世家百官的阴谋得逞。国公爷，此时此刻讨论责任归属已无济于事。我爹在京城之时尚有刺客刺杀，离京复边，刺客必然会更加的肆无忌惮。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他这一路应该不会顺利吧？小鱼啊，你父亲我派了200多个护卫跟随，陛下也派了200御林军跟随，不会有事儿的。老高，去通知兄弟们备马，随我前往边关追我爹去。这关不当也罢，什么玩意儿？区区几个世家就把一个国家玩弄于股掌之中，那这国家趁早散伙，让给世家得了。如此大逆不道的言论，一旦传入皇帝耳中，他们秦家必然会遭受灭顶之灾。他刚刚要阻止，哦，是谁啊？如此大胆，口出狂言！朕的大秦帝国也是你说散就散的？陛下恕罪，小女不懂事，一时气愤胡说八道，请陛下恕罪。起来吧，你们都把今天听到的忘了，退下吧。朕要和秦国公
安南郡主说说话，不许任何人前来打扰。你就是当今皇帝，看起来威武霸气，倒也不像是个昏君。可为何这大秦帝国被你治成现在这副模样？哦，你这丫头说这话就不怕朕砍了你的脑袋？陛下富有四海，这天下都是陛下的，当然臣女的脑袋也是陛下的。陛下要是真想要，随时来取了就是。不过现在不行，臣女的脑袋还要留着为陛下办事呢。亲爱卿啊，你有个好孙女啊！行了，赶紧起来吧。朕就是听说这个古灵精怪令天下世家不惜代价都要一出为快的丫头醒了，特来看看。朕的天下确实被世家玩弄在股掌之中，于丫头说的也没有错，朕也不是听不进忠言的昏君，所以啊，这于丫头说的对。可是朕也没有办法，国库空虚，还要面对外敌入侵，不得不忍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看着世家蹦的。不过现在不一样了，于丫头的纸张和活字印刷术将彻底改变大前寒门与世家的格局，朕相信用不了几年，大前必焕然一新。于丫头你放心，你受到的苦，朕一定会为你讨回来，但不是现在。怎么，朕说的不对？对也不对，天下财富尽出世家，都知道想要富先修路，却不知道想要富先抄家，这是来钱最快的路子。这世家不是牛吗？朝廷就是抄上2家，还怕国库空虚？还有，朝中的贪官家中哪一个家里不是腰缠万贯的？陈明轩陈大人被陛下调回京，难道不是协助调查土地兼并和贪腐的案子？这都多久了，应该都查清楚了吧？是不是陛下查到了太多东西，顾虑朝局动荡？要我说啊，你也不用去看，只要证据确凿，无论是谁，首脑呢直接砍脑袋。抄家的时候掘地3尺，绝对能够充盈国库。那些参与的人员全都拉去兴修水利，帮百姓们开荒种地，当老役就行，直接砍头便宜他们了。你还顾虑朝局动荡？哼，要我说，现在已经不是动荡的问题了。就拿宋家来说，盘踞宋南府和军中勾结，谁知道他养了多少私兵？这是想干嘛呢？陛下你还不明白吗？还有，去年灾民造反，各地的守军就当是没看到一样，没有任何人阻拦。陛下你不觉得奇怪吗？如果我猜测的没错的话，去年要不是陛下果断出兵镇压，估计呀，去年就已经内乱了。于丫头，你说的是很简单，朕也想快刀斩乱麻，可朕要为天下百姓着想，朕也没有法子。要不你再跟朕出个主意，在不动世家的情况下，如何让大钱富强起来？等大钱国富民强了，朕一定答应你铲除世家。说了半天还是白说。老狐狸，什么怕动荡，我看你就是个怂包，还给自己找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唉，陛下，你又不想伤世家根本，我实在没办法，除非要加强国防建设，提高军队的战斗力。这一点朕也知道。自从你让张将军献策军事思想和战术以后，朕已经下令普及了京城的守卫军和边军。另外，这些措施同时需要大量的资金和人力，每天朕也承受着极大的压力啊。嘿嘿，陛下，我们可以通过发展经济来解决这个问题啊。那如何发展经济啊？陛下，我们可以发展工商业，提高国家的经济实力，同时我们还可以加强对外界各国的货物来往。于是秦羽把他了解的商业贸易经济用皇帝听得懂的方式给他说了一遍，这一说就是2个时辰。这些措施真的能让国家强大起来吗？陛下，只要我们坚持改革和发展，一定能够让国家强大起来。要不这件事儿就交给你来督办。不可呀，陛下，这与祖制礼法不合呀！
自古就没有女人为官的道理。更何况这于丫头也才刚17岁，年龄尚轻，不可担此重任呐。切，动不动就跪，还一朝国公，还大将军大元帅呢，就这点骨气，在皇帝面前一点都不敢放肆。哎，这女人怎么了？切，伟人都说了，女人可顶半边天，女人一样不比男人差的好不好？回头我就把木兰从军的故事连载到报纸上，看你们这些老古董还有什么话说。哼！陛下，臣女还是算了吧。我爹被安排去了边关，现在还不知生死，我还要去找我爹呢。关于发展经济一事，这陈明轩和郑有才两位大人都是有能力的大臣。陈明轩大人曾在平西村与郑有才大人讨论治国良策，其中就包括了民生经济。郑有才大人也是一位有才之士，只是不知为何至今仍在边缘小县当县令。陛下，您这国库空虚，是否与用人不当有关呢？您将有能力的大臣边缘化，却让那些无能之辈官居要职，这恐怕就是导致国库空虚的重要原因之一吧。秦国公，你是在嫌弃朕吗？动不动就跪，朕可不是那般小气之人，赶紧起来，不许再跪了。朕本来跟你聊得正起劲儿，怎么你是在怪朕把你爹派到边关去了？朕这也是迫不得已，不是派了御林军护送了吗？还有，我以为你要给朕推荐几个贤才，谁知你却指责起朕来了。官员的选拔和考核一直是朝廷的大事，朕也想让官员们都能各司其职，为政清廉，可这并非朕一人之力能完成，也并非一朝一夕能实现。朕所见到的只是那些官员想让朕见到的，至于他们的政绩如何，朕又怎能个个去亲自考核？难不成朕每个地方都去转一圈？于丫头啊，你可千万要谨言慎行啊！这可是当今天子，你若再口无遮拦，老夫就要被你牵连去见你的爷爷了。拉倒吧，陛下。监察御史和巡察使都是朝廷为了监督官员而设立的职位。监察御史负责监察百官，弹奏不法；巡察使则负责巡查地方，缉拿盗匪。朝廷每年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维持这些职位的正常运转，就是为了保证官员的清廉和公正。然而，贪官污吏依然层出不穷，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监察御史和巡察使的工作存在着疏漏和不足之处。陛下若想要铲除贪腐，就应该先查一查这些监察御史和巡察使的家中有多少银两，是否与他们的俸禄相符。京城的官员们个个脑满肥肠，妻妾成群，家境众多，他们的俸禄显然是无法支持如此奢靡的生活。那么他们的财富究竟是从何而来？是贪腐所得，还是充当黑势力的保护伞而获得的好处？朝廷明令禁止官员经商，因为官员经商往往会利用职权谋取私利，损害公平竞争的环境，导致市场混乱。然而现实中却许多官员违反这一规则，与商人勾结，从中谋取巨额利润。这些行为不仅损害了朝廷的利益，也伤害了百姓的利益。陛下应该严查这些官员的经商行为，看看他们是如何获取财富的，是否存在着违法乱纪的行为。总之，陛下想要铲除贪腐，就必须先从监察御史和巡察使入手，严查他们的财富来源，打击他们的非法行为。同时，陛下也应该加强对官员的监督和管理，完善制度，防止官员滥用职权，杜绝贪腐现象的发生。皇帝在御书房里，哎呀，这个丫头，朕就那么恐怖吗？不当官，不愿意帮朕，跑那么快做甚，朕又不会勉强她。哎呀，罢了罢了，问你也是白问。陈明轩查案查得怎么样了？让人去把他叫来，朕有事问他。哦对，还有刘勋、刘爱卿一并叫来吧。宋家祖弟，你说什么？秦瑜那丫头到了京城，并且离开了京城，前往了边关。她是怎么去的京城？安排人给我盯死了秦瑜，不能让她活着到边关。还有秦正那里，我们派过去刺杀的人到了没有？
按时间上推测，应该就是这2只刀。还有，听说四皇子也从边关启程回京了，我们要不要？哎，这个我已有安排，让山里的弟兄们加紧训练。秦叔，距离目的地还有500里，你也赶路1天了，今天就在这里歇息吧，我们明天再走。好，我们今晚就在这里落脚，让弟兄们好好休息，明天再赶路。夜幕降临，万籁俱寂，那些向秦正等人靠近的黑衣人们都懵了。他们小心翼翼一再探查，确定没有发现异常后，才敢大部队靠上来。可为何他们走着走着就进了秦正的埋伏圈？不等他们多想，护送秦正的士兵们就朝他们冲了过来，刀光剑影让这个寂静的夜不再安静。不好，快回去带秦老爷走，这次来的人太多了，我们恐怕很难抵挡得住。大哥，带秦叔撤，我来挡住这些贼人。要是我死在这里，等见到我爹，替我跟他说声对不起，我不能为他尽孝了。大哥，你是我们宋家的希望，你走，快走啊！这里贼人太多了，我们挡不住的，快走，带着秦叔走。大少爷、二少爷，你们先撤，这里交给兄弟们。老二，你现在回去带着秦叔离开，大哥留下来突出敌人。放心，大哥比你大，功夫比你好，一定会平安脱身的。把二少爷带走，快！怎么我的话你们也不听了吗？带军锋走，回去保护秦大人离开，拜托了。既然大哥不走，那我也不走。要死，咱们兄弟俩也要死一块儿。我来掩护，你们带二少爷走。二少爷，大少爷肯定不会有事的，你还是听大少爷的话吧。秦大爷身边只有50多位兄弟，要是再遇到敌人，恐怕凶多吉少啊。撤，去保护秦大人。10几里外一处营地，校尉，距离我们10几里外火光冲天，有兄弟前去查探，还没靠近就听到喊杀震天，还发现50人正朝我们这边赶过来。你看我们要不要派人去看看？呀，有假的，这还用问？必须去凑凑热闹。这段时间匈奴人也不出来了，老子都快闲出鸟了。去拿小爷的方天画戟来，小爷倒要看看是谁有这么大本事，敢在小爷门口撒野。蛮夷兵临城下时，他们在家里当缩头乌龟，现在蛮夷被赶走了，他们就出来对自己人下手。兄弟们，跟我去杀光他们这群畜生。我们总共只有300人，如何能与对方的3000人抗衡？想去就去吧，把你大哥带回来，还有你，给我留下10人就行。秦叔，我们来的时候答应过老大，要好好的保护你的。我们跟着这2位小兄弟去军营等你们，给我留下10人就好。你们都去帮忙，多个人多份力量。秦正此刻也是非常担忧的，他也怕这2个孩子出事，不好跟宋家交代。可他们是跟着自己来到这里的，未来几年甚至10几年都有可能会待在这里，也肯定会经常面对匈奴兵的骚扰。如果此刻面对自己人的退缩不敢打，那将来遇到匈奴人又该如何？还有就是他相信其余平时的训练，他们能自保。既然如此，何不狠狠地磨练磨练他们？或许边关也是他们的机会呢。宋少爷，撤吧，他们人太多了，我们顶不住啊。秦大人他们应该早就走远了。撤！想撤哪有那么容易？兄弟们把他们全宰了，我看谁还能保护秦正。等杀了秦正回去，我跟大家请功。兄弟们，跟他们拼了！要死也要多拉几个垫背的。杀！给我杀！杀掉他们的队形！宋俊浩怒瞪着这名男子，恨不得将其千刀万剐。只可惜他们被众多敌人包围着，无法靠近。步曲、御林军和亲卫也一个接一个倒下，一个接一个身上被刀砍伤，长矛刺穿身体。完了吗？今日就要死了吗？爹，孩儿不孝，不能在你身前伺候，为你养老送终了。娘，
而下辈子再还你哺育之恩，再来孝顺你。来呀，你们这群畜生，来呀！兄弟们，杀！杀一个够本，杀2个赚1个。此刻，众人都陷入了癫狂的状态，仿佛失去了理智。他们的行为举止如同宋俊浩一样异常疯魔。都给我挺上去！我们有3000多人，他们现在只有200人不到了，都给我顶住压上去！这是他们最后的反扑，大家一起上，不要退，杀光他们！这是一场非常残酷的战斗。张志清骑在马上，手拿弓箭，看着满地的尸体，整个人都麻木了。这场战斗是何等的惨烈，他见过这样的战场，可那是抗击匈奴的战场，而这是哪儿？这是没有战争和平的大前。自己人打自己人算什么本事？有本事打匈奴人呐！他来的时候见过秦正一行人胳膊上都系有一条红布，知道打起来为了避免误伤自己人，所以他冲进战场，方天画戟在胳膊上没有系红布的人身上横扫。你们是什么人？胆敢在此处撒野！是边军，是边军来了！快逃！撤！快撤！大哥，大哥，大哥，你不要吓我啊！你要是死了，我怎么跟大伯交代呀？可惜了，老二，不哭，回家替我照顾好我爹。行了，别哭了，赶紧带你大哥回去。受伤太重，体力透支，只是昏过去了。你再在这里耽搁一会儿，说不好还真就死了。啊，真的，我哥没死，还有救。死没死你不会自己看吗？赶紧的，收拾收拾，离开。第二天，昨晚那群人怎么样了？他们昨晚说什么来着？是去康安县上任的知县是吧？是的，老大。今天我们是先送他们回县城，还是继续剿匪？剿匪？剿匪剿个屁呀！我们都出来那么多天了，走了500多里路，连个山匪的鬼影子都没看到，剿什么匪啊？我看呐，就是老袁找我要马，不给他生气了，故意支配我出来的。不剿了，回去，谁他妈爱剿谁来剿。那我去通知兄弟们拔营回去。哎呀，去，别来烦我。哎，回来！我问你，昨晚上那个要上任的县太爷现在哪儿？先带我过去看看。秦大人在吗？我们校尉来看你来了。多谢张校尉昨晚搭救，要不然我们这些人昨晚全都交代在这里了。秦大人不必多礼，除暴安良本就是我们应该做的，就是不知道你们怎么会招来那么多人的追杀。其实从京城出发，这已经是第2次被人围杀了。不过第1次人少，我们都还能应付，没想到第2次来了那么多人，我也不知道具体是什么人。我过来就是想跟你说一声，等会儿我们也要回康安县。哦，对了，我们本来就是康定县的守军，你看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回去？要的话，等收拾好了，我们就出发。那就麻烦张校尉了。秦正和张志清会合，准备着回康安县。距离他们不远处的一座山上，一伙土匪也紧紧盯着他们。看到他们拔营准备离开，心中也松了一口气。老二，等他们走了，带兄弟们下山去看看，昨晚山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是谁跟谁打起来了。好嘞，大哥。宋家主和李家主2个老狐狸又坐在了一起。现在秦羽离开了京城，行刺秦政失败。你说我们接下来怎么办？如果到了边关，我们再想杀他，恐怕就难了呀。事已至此，我们派了那么多人去杀他们都没有成功，还能怎么办？听说你们围杀秦羽动用了4000多人，嘿，宋家主可真是大手笔啊！李家主，我们暂且不论孰长孰幼，你家饲养的士兵恐怕比我家还多吧？如今我们当务之急是探讨如何除掉秦羽和秦政，并非讨论谁家兵力更胜一筹。
你觉得呢？好，宋家主既然如此爽利，那我也就不藏着掖着了，秦家妇女必杀。他们在平西村时就将我们两家折腾得死去活来，倘若他们到了边关，在那秦老匹夫的支持下与边关将士达成同盟，以秦于那有仇必报的性子，怕是我们两家会最先遭到报复。另外，四皇子也在回京的路上，若是可以的话，宋家主，你觉得呢？我们必须想办法除掉秦羽及另一人。至于秦政，待除掉秦羽之后，再派人混入康安城刺杀。不过北方并不是我宋家势力范围，上次劫杀秦政，我宋家在北方的人手全部都出动，如今活着的不过只剩几百人。若再派人过去，恐怕会惊动这一路过去的当地守军和官府。宋家主，这次不需要我们派人过去。宋家主要是信任我，尽管把银子交给我，剩下的事儿交给我李家就好。你需要多少银子？你我两家合出4万两白银，知两兄意下如何？老李，你是想把我当冤大头吗？2万两，有这2万两，我自己都能把人送过去，何必找你？知两兄你莫急，容我慢慢和你说来。老刚，我们离京城快1个月了吧？眼看就快到边境了，那些人不会是想通了，不对我们动手了吧？老大，没有人来添堵，不是挺好的吗？茂林兄传来消息说，他们已经按照计划摸清宋家养私兵的地点了吗？真没想到，一个宋家居然养了5万多私兵，他们这是准备造反吗？哎呀，待在平西村时，我以为这天下是一片太平，只要我们守住平西村自己的1亩3分地，过完这辈子就好了。直到出来走这一遭才知道，是我想的太天真了。现在的大钱如同一艘在大海中航行的大船，外面看着依然光鲜，里面则已是千疮百孔，只需要一个巨浪打过来，便会瞬间崩溃瓦解。我们也该早做些准备了。让你派人通知宋大伯扩大招收部曲到3000人，通知了吗？已经送信回去了，算一下这2日应该也快到了。那就好，希望一切都还来得及吧。平西村，老宋，你说于丫头要我们大量招收部曲，招收到3000人，是外面出什么事了吗？这信上没说，就说了让我们尽管招人，越多越好。那肯定是发生了我们不知道的大事，我这就去安排。那好，我们分开行动，这个事儿不能声张，要悄悄的进行。破屋里，哥哥，我是不是快要死了？死了是不是可以见到爹娘了？不会的，不会的，爹娘大姐二妹都死了，哥哥就只有你了，哥哥不会让你死的。机长，你妹妹有救了，快出来！机长，你站在门口干啥呀？疼死我了！陈老九，你找死吗？要是我妹妹有个3长2短，我弄死你！我去你奶奶的！谁知道你背着你妹出来，好心回来给你报信，你还这副鬼样子！早知道我就不管你了。得，算我倒霉，欠你兄妹俩的。走吧，城中有人家招下人，还免费帮看病，带上你小妹一起去看看，万一能被招进去，以后咱们也不用再像现在这样乞讨了。走，跟紧我到前面去，看看能不能求求他们，先救救你妹妹。大夫，求您救救我小妹，我就剩她一个亲人了，求求你了，只要您能救她，我愿意做牛做马报答您。快，别跪着了，快把她抱到里面去。大夫，我小妹她怎么样了？老夫刚给她施过针，已经无大碍了，等她醒来再吃几日药即可。听到自己小妹没事了，李继章提着的心总算放下。
也就是这一放，他便直接晕了过去。话分另一边，他们是倭人和匈奴人，大家不要留手，更不要轻敌，杀光他们！每一次挥刀砍下，就有一个敌人的脑袋落地，或是刺穿敌人的心脏。当敌人拼死抓住刀柄时，他毅然决然地弃掉陌刀，抽出绑在腿上的三棱军刺，扎入了敌人的心脏。大家伙啊，冲上去，先杀了那个女人！果然是你们这群孙子！特别是秦国公府上的护卫，虽然他们经过袁茂林的训练，但和平西村出来的部曲还是差的不是1点2点。还有皇帝派出来的御林军，也只能勉强和这些杀手战个平手。平西村出来的部曲们虽然勇猛，但由于人数差距，他们也未能展露出真正的实力。所有人听我命令，结阵，4到8人一组，给我杀光他们这群孙子！等到他们又打了将近1个时辰，对方终于退缩了，开始边打边退起来。秦瑜见敌军撤退，并未趁胜追击，自己这方也是伤亡惨重，此时不宜再战。一队人抢救伤员，一队人打扫战场，看看有没有没死的敌人，全部给我砍了！老高，我们不能再往前走了，要是那些杀手歇息好，再来追杀过来，我们恐怕再不是他们对手。另外，他们要是还有支援，我们就是插翅难逃了。那老大，我们是现在找座城住下，还是找附近的军营暂住啊？军营吧，我们的人太多，进城不妥，让兄弟们尽快包扎，包扎完我们尽快离开这里。其余他们在走了2个时辰后，就到达了雍州城守军的驻地。郡主殿下，您怎么这么快就过来了？您身上这伤没事儿，不休息一下吗？哎，我无妨，只是前来看望黄将军。你可知道此地为何会有如此多的倭寇？黄将军切莫误会，我并无责怪之意。我等一行上千人，如今活着回来的也只有我们这些。若不能将这些人以及其背后人揪出来，难解我心头之恨。无妨，我们雍州临海，常有倭寇以及匈奴人从海上进入我雍州城地界为祸。我也一直在清剿这些贼匪，只可惜啊，他们一上岸就隐藏了起来，我也十分的无奈。不过上千人的倭寇和匈奴人一块行动，我这还是头一次遇到。刚刚你来的时候，我正在查看雍州地图，打算从上面推断出他们的藏身地，派兵把他们全灭了。你们是在这里遇袭的，我已经派人前往打探，只要找到线索，我就会立刻出兵前往剿匪。黄将军，我觉得搜寻肯定是搜不到的，他们每一个都是训练有素的杀手，如果只是一般的刺客，我们这些人可能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将他们全都灭了。另外，我们遇袭的地点山高林密，你派人过去少了，就算发现刺客，也是换了个有去无回的结果。如果多了，他们早就化整为零躲起来了。那我们怎么办？不找了，就随他们在雍州城流窜？我说过，这群人不杀，难解我心头之恨。你现在能抽调多少士兵？雍州城靠海，为了预防海上有倭寇袭扰我们大千子民，雍州城驻军有36000人，如果抽调出来的话，最多只能抽调5000人给你。黄将军，你就那么信任我，不怕我带着这些人去做坏事？皇帝能亲派御林军给你，还有啊，大前已经很久没有异姓郡主了。我虽不知你为何被封为郡主，但我相信必有你的过人之处，应该不会坑害于我。郡主若真想作乱，黄某麾下31000将士，必不容你为非作歹。皇帝封秦瑜为郡主的事，目前并未昭告天下，所以在这之前，黄将军并不知晓秦瑜郡主的身份，也是在刚刚进军营时，秦瑜拿出郡主令牌，他才知。黄将军请放心，我的人等均受重伤，需在将军的营地休养一段时间，还望将军多多照顾。借将军5000兵卒一事，只是想将隐匿于地下的老鼠一网打尽，并无其他目的。
还有劳将军尽快帮我选出5000身手好的兵卒给我，拜托了。秦羽想明白了，自己的父亲比自己早出发许多天，世家若是对他出手，现在他要么已经死了，要么已经到了边关，自己再追过去也没有多大意义。现在并非寒冬腊月、青黄不接之时，草原上的匈奴人一般不会入侵大前打草谷，只要到了边关，自己的父亲就安全了。秦大人，前方已经到康安县城，目前县城驻军5000人，守将为袁将军，其一直追随4皇子左右。这几年康安县城很少有匈奴兵来犯，因此许多边境上的百姓纷纷到此落户，县城居民已达6万余户，只是人口不足18万，显得有些冷清。此外，城中还有许多战争留下的遗孤，以及从别处安顿到康安县的将士遗孤。那城中百姓如今的生活怎么样？特别是那些孩子们。去年康安县经历过一次大战，匈奴兵攻入城中，虽然百姓没有受什么死伤，但他们的房屋和存粮不是被匈奴人烧毁，就是被抢走。现在全城都只能靠挖野菜和朝廷的救济度日。幸好去年冬天朝廷下令播种冬小麦，老李也让城中的百姓和军户把空着的良田都种上了冬小麦。要不然呢，今年康安县不知会饿死多少人。那这个老李确实是一位高瞻远瞩之人，不知他现在身在何处。待进城之后，我定要与他促膝长谈。死了，他是康安县守将，匈奴攻入康安县城后，中箭未得到及时救治，死了。秦大人，进了这个城门就到家了，我就不送你去县衙了，我也该回军营复命了。这次领兵出去剿匪，匪徒都没有找到，竟然让我救下了一个秦大人，应该也算是功过相抵了吧。看老袁那家伙怎么罚我。秦叔，要不你还是上马车吧，回衙休息休息再出来转。军峰啊，你看看这城中的孩子们和你们小的时候有什么区别？比我们还可怜，这就是张大哥说的战争遗孤吗？唉，是啊，战争从来就苦的是百姓，苦的是孩子，特别是生活在边境上的人们。我们住在平西村觉得苦，可是又到了边境才知道我们的生活已经很好了。虽然吃不饱饭，但不会时刻担心匈奴寇边，也不用担心家破人亡。相比他们，我们是幸福的呀。秦叔，既然边关这么苦，他们为何不搬得离这里远一些呢？如果现在让你们搬离平西村，你们愿意吗？不想。不想。这些人与你们一样，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对故土的眷恋难以割舍。长途迁移不仅可能面临生病的风险，还可能遭遇山匪的袭击，整个家庭可能因此命丧黄泉。即便幸运的能够抵达迁居地，还需要应对官府的严格盘查，稍有不慎就可能因落户而付出巨大的代价。等到完成落户手续，也未必能分配到肥沃的土地。因此，只有家境殷实、生活富足的家庭才会考虑搬迁。此外，边关地区有许多军户，他们世世代代守护边关，他们在这里成长、结婚、生子，代代相传，为保卫国家而奉献一生。这些该死的匈奴蛮夷，早晚有一天我要杀光他们，让边境再也不会受到侵犯。你们的想法没有错，但战争不是解决问题的最佳方式，和平才能让人安居乐业。我们都应该想办法努力推动和平，避免战争，通过和平手段来解决争端和冲突。然而，历朝历代在解决冲突时，常常选择发动战争。这可能是因为战争在某些情况下能快速直接解决问题，尽管它带来的后果往往是灾难性的。但我们必须意识到，战争不是唯一的解决方案，和平合作才是更持久、更人性化的途径。
我们应该努力寻求和平解决冲突的方法，为子孙后代创造一个更加和谐稳定的大钱。金叔，你懂得真多，那我们该怎么做才能让天下和平呢？匈奴人寇边基本是为了粮草布匹，当然还有女人。用小鱼的话来说，只要和他们通商，让货物跟他们流通起来，这样就可以了。朝廷不是不让和匈奴人有商业往来吗？是啊，这方面朝廷又是不允许的，所以这是一个难题呀。唉，也不知道于丫头知道我来了边关，会不会带着你们婶子过来。按照小鱼的性子，她知道你来边关，就算不带我婶过来，肯定也会自己过来看看的，要不然她不放心。我倒希望她不要鲁莽地过来找我。你看看这边关的条件多恶劣，还有这一路过来，那些世家为了杀我，都召集了那么多人。要是那丫头过来，这一路还能平静了。唉。而被秦正念叨的秦瑜正在雍州军营点将台上。这黄毛小子毛长齐眉，将军有没有搞错了，让我们听他的？就是细皮嫩肉的，我这一拳头下去，肯定能把他打哭。别吵，听他们说是遇到倭寇杀手了，拼死才活下来，说不好是深藏不露呢。我也看到了，昨天他们来的时候，个个狼狈带伤，许多都是被抬着来军营的。哎，拉倒吧，肯定是遇到山匪打不过，怕丢脸，才说是遇到了倭寇。那些山匪是没遇到我，要是遇到我，刷刷两下，教他们做人。都给我安静！看起来你们听我的指挥很不服是吗？没关系，我给你们机会。我身后有50名部曲，你们随便挑战，挑战赢了，我给你们黄将军说，让你们当将军。瞧不起谁呢？区部曲也想挑战我们经过严格训练、上过战场、杀过敌的军人，真是不知死活。部曲是什么？不过是有钱人家里的护院的罢了，能有什么本事啊？能吃我们一拳头吗？你说的话可当真？打败了你身后的部曲，就可以当将军？没错，你们都有机会。谁要是打败我身后的50人，我就让你们当将军。当然，你们也可以组队一起上。好，我来，我会给你们点颜色看看，好让你这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黄毛小子见识一下什么才是真正的军人。而你们不过是区护院，也敢挑衅我们军人，真是不知所谓。还有我。好，别怪我没给你们机会。现在退出还来得及，一会儿可别哭鼻子。来15个人，给你们半盏茶的时间，把他们揍得他们爹娘都不认识。开始吧，别愣着啊！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你们再站着就准备做猪头吧。小子，你瞧起我们？想让我瞧得起你们，那就有让我瞧得起你们的资格。没有资格，凭什么让我瞧得起你们？如果不是我兄弟们身上有伤，别说15人，就是10个人挑战你们，我都嫌多。还站着干嘛？等着过年吗？给我狠狠的打，打得他们爹娘都不认识。谁要丢人，就给我做1000个俯卧撑。便像一个个下山猛虎一样冲向了30名士兵。此刻的他们哪里还有刚刚病秧子的模样？这一刻，他们哪里还有任何病态？他们觉得只要其拿住了秦瑜，15名部曲还不得束手就擒？哼，和我们对打可能只是挂彩，跟老大打那就不是鼻青脸肿这么简单了。果然，两人见没有部曲过来阻拦，还在庆幸自己真是个大聪明呢，就不知道从何处飞来了2脚，重重地踢在他们的脑袋上。这怎么可能啊！将军，他们到底是什么人呢？怎么会那么厉害？
这可是我听你的，选了全军最优秀的士兵啊！还有那个女娃，她的身手怎么会那么好？朱俊武可是我手下的兵，他的身手在军中不能说排进前10，进入前20总是没问题的吧？怎么就一个照面就被那丫头给打趴下了？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些士兵平日里训练偷奸耍滑，如今这30人竟连15名受伤的部曲都打不过，实在是令人汗颜。来呀，传令下去，日后训练再有谁敢敷衍搪塞，严惩不贷。就这也还好意思在我面前叫嚣？全都给我蹲下！没有我的命令不许起来。我知你们心中不服，无妨。若你们就此服软，我反倒轻看了你们。我今天给你们机会，由我身后50名部曲对你们进行特训。特训何日结束，我也不知，望你们不要让我失望。将对我的不满转化为训练的动力。我还需有言在先，我的训练残酷无比，你们中间若自觉无法承受，尽可离去，我和你们的将军都不会责罚你们。半刻钟过去了，1刻钟过去了，1个时辰过去了，2个时辰过去了，秦瑜丝毫没有叫他们起来的意思，他们的腿早就蹲麻了。这期间已经有1500多人受不了离开了。又是1个时辰过去了，现场只剩下3000人多一点。你们很不错，第一关算你们通过了。接下来你们3000人将会被分成50组，每组60人，在我身后50名部曲的带领下进行特训。我给你们3个月的时间，3个月后要去抓老鼠。其余这段时间一直忙于研究雍州地图。黄将军，特训的士兵应该很快就会回来，等他们回来休息3天，我会亲自带队，一举清除隐藏在雍州所有地下的老鼠。到时还需要黄将军协助，确保这些老鼠无处可逃。至于那些背后支持他们的人，也请将军一并抓捕。郡主啊，若对这些人家下手，恐怕雍州城会掀起一场轩然大波。这些人多数都与朝廷关系紧密，一旦被捕，恐怕会引起诸多的麻烦，还请郡主三思啊。我秦瑜最不怕的就是麻烦。黄将军，你或许还不知情，我从商都南安一路走来，遭遇的追杀已经不是1次2次。你可知这些追杀背后的主使者，便是以宋家和李家为首的那些世家大族。令我没想到的是，他们不仅饲养军队，还与倭寇和匈奴暗中勾结。黄将军，你真的忍心看着这些人为所欲为，为非作歹吗？好，既然郡主这么说了，那我就陪着郡主疯狂一次。放心吧，我早已经给陛下书信回去，告诉了他这边发生的一切，应该这2日就会得到陛下的回信，我肯定是不会让你难做的。那万一陛下不同意怎么办？不同意，那我就先收点利息。怎么，就许他们一直追杀我和我爹，就不许我对他们的家人下手了？有本事就到边关来找我，看我不弄死他们。放心吧，陛下肯定会同意的。那些世家现在还不敢公然与我为敌，最多就是在朝堂上弹劾我，背后搞些小动作刺杀我。我怕什么？要是活着还不能够活得自在，那还不如死了算了。切，我一个光脚的，还怕他个穿鞋的？谁让我不自在，那我就让他们连光脚的资格都没有。哎，对了，黄将军，这次帮你训练的2500名士兵，我至少要带走1500名，就当是我为你练兵的报酬了。郡主啊，你的决心我清楚，但这样的行动可能带来的后果，你是否真正考虑过呀？这些个世家在朝中势力庞大，一旦激怒他们，恐怕会对你和雍州都不利呀。黄将军，风险和回报总是并存的，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也清楚可能面临的后果，但是有些事不能因为困难就选择退缩。至于那些世家，
如果他们真的敢明目张胆地对付我，那我会让他们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代价。郡主，这几个月来我知道你的能力，但这次的事情不同于往常，你这样做无疑是在挑战整个朝廷的权威。我希望你能够再三思虑啊。黄将军，有些事情是必须去做的，哪怕它充满了风险。我感谢你的担忧和提醒，但我的决定不会改变。黄将军，这个事儿你就不要再劝我了，我意已决。要是你怕受到牵连，那就当我没有给你提起过这件事儿。另外，1500名士兵你也必须给我。好吧，本将军愿意配合你，但是你要1500名士兵不可能。黄将军，这些士兵在我手下训练了这么久，他们的成长和进步你也看到了，带走他们是为了让他们更好地服务大钱。怎么，你想拦住他们到边关建功立业？他如果说不是吧，那为什么不让人走？说是吧，那肯定又不合适。一时之间，黄将军陷入两难。不行，就是不行。雍州那么大的面积，我现在手上的士兵都不够用，不可能给你。黄将军，我在这里辛辛苦苦训练了3个月的士兵，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再说2500名，我只要1500，多？难不成你就让我白白忙活3个月一无所获？那我不就成了冤大头了？黄将军，我承认你对雍州的忠诚和付出，但我也希望你能够理解我。我训练这些士兵并不是为了个人的私利，而是为了大钱和雍州的未来。这些士兵被我带到边关，能在我的手下发挥出更大的作用。将来他们要是能在边关立下战功，黄将军的脸上岂不是也有光？他知道秦瑜是一个聪明且有能力的女孩，她的训练方法和策略确实让士兵们变得更加强大和有序。1500不行，我最多给你1000人。成交。黄将军有一种上了大当的感觉，他的感觉没错，秦瑜其实只是想薅一波羊毛，觉得能薅走300就不错了。没想到这才1个来回，老黄就败下阵来，给了自己1000人。放心吧，老黄，这次的生意你绝对不亏，等他们回来你就知道了。其实要说真的亏的是我。哎，启禀将军，外面有一群野人朝我们的军营过来了。光天化日之下哪有野人啊？野人能赶来我军营吗？哎呀，我怎么把心里话说出来了呢？等他们上前去打探，才知道是消失了2个月的士兵回来了。他们个个蓬头垢面，胡子拉碴，身上的衣物破旧不堪，仿佛从深山中走出来的野人一般。走吧，黄将军，我们一起出去看看吧，看看训练2个月回来的野人。秦公子，是不是该让他们先进军营换好了衣服再说呀？不用，等着人到齐了再说。他们怎么弄成了这个样子？看着真可怜。啊，这训练也太残酷了吧！他们这2个月都经历了什么？我还以为他们被抽调出去执行任务去了，这怕不是去深山当野人去了吧？我说开始的第1个月怎么会有部曲往军营送死人？原来都是这些消失的人，他们到底经历了什么呀？黄将军，特训小队原本有2500人，现有2376人实到，124人英勇牺牲，请大将军和秦公子检阅。大家都辛苦了，不辛苦，为大家人民服务。这是怎么回事？怎么样，黄将军，这2000多人和你给我之前对比，是不是觉得很不一样？秦公子啊，我有些懵啊，这非常不一样。别说2000人，就是5000人都未必有他们这气势啊。那是自然，2个月前他们出发时，每人仅携带了3天的干粮。至于山里的那些猛兽，
你我都清楚，豺狼虎豹数不胜数，而在这2个月里，他们不停地与这些凶兽搏斗，才生存下来。你看，他们身上散发出的不仅仅是凌厉的杀气，更有令人胆寒的凶性。这就是我给你训练出的精锐之士。黄将军，这交易你还觉得亏吗？他们的战力以1敌5不成问题，1500人足以发挥出上万人的战斗力。这样的交易，黄将军，你可赚大了。来啊，来5个人，本将军要亲自检验一下他们的实力，看看是不是真的能以1敌5。属下愿意一试。好，不愧是我雍州好儿郎。你们里面可有人敢出来应战呢？属下愿应战。好，看来你们这3个月确实没闲着，这身体都变得更加结实了。多谢将军夸奖，属下有一个请求，希望将军能够成全。我要挑战10个人。你打10个就打10个，看我做什么？难道你还想被我打吗？朱俊武，你嚣张什么？你以为自己是谁？就算训练了3个月，也别太过分了。你们5个一起上吧，别浪费时间了。我今天就是要让所有人看到我的实力。他们挥舞着手中的武器，从不同的方向朝朱俊武攻去。然而，朱俊武仿佛化身成为一条灵活的游龙，在攻击之间游刃有余地穿梭。他的速度、力量和反应都超乎他们的想象。哈哈哈哈！好啊！哈哈哈哈！然而，当黄将军环顾四周，却发现人群一片寂静。那些刚刚还蠢蠢欲动想要挑战朱俊武的人，此刻都退缩了。哼，一群废物！李将军，打今日起，你负责好好的操练他们，让他们找回一点男子的气血。将军，属下有一个请求，还请将军答应。好，你说你有什么请求？只要本将军能做的，一定答应你。我要挑战你身边那个黄毛小子。你小子会不会说话啊？是不是欠收拾？要不我再找来几头饿狼来陪你玩玩啊？你想挑战我？怎么？是3个月前被我打的还不够，还是你记仇了？看来这3个月对你的磨练还是不够啊。老大，你别用这眼神看我，这小子就是个魂不吝，我还特意关照了他。这小子一直都是面服心不服，没少被我们揍，可越揍，他越有脾气。哦，是吗？那行啊，等我们抓完老鼠，带着他跟我们一起去边关，我倒要看看遇到匈奴人，他还有没有这身血性和傲骨。现在呢，我也给你机会。3个月前不是和你一起的还有一个菜鸟吗？来吧，你们2个一起。我叫贺国生，不叫菜鸟。好的，菜鸟，来吧，我给你们报仇的机会。不错啊，是比3个月前的反应快了那么一丢丢。再快一点，再快一点！你们2个没吃饭吗？贺国生和朱俊武像是被踩了尾巴的猫，哪能听秦羽这等挑衅？两人似乎拿出了全部力气，力量倍增，攻击迅猛了许多。他们挥舞着拳头朝秦羽猛烈的攻击。还不错，老高，这2个人以后就交给你了，好好调教。放心，老大，我一定会好好的调教的。你们别觉得丢人，我之前就告诉你们了，别挑衅我们老大，你们偏偏不听。我们都跟着老大练了1年多，快2年了，都还不是他的对手。你们这才来了3个月就想打败老大，回去好好训练吧。朱俊武和贺国生在被老高拎回了队伍里站着，心中充满了羞愧和自责。他们明白自己之前的挑衅是多么的愚蠢和无知。他们决定从此刻开始要虚心向秦羽和其他士兵学习，努力提升自己的实力。秦公子，这怎么可以？他们2个是我打算当做将领来培养的，你这就直接要走了，那我怎么办？
哼，黄将军，这可是我们之前已经说好的，怎么你现在想反悔了？大丈夫一言九鼎，驷马难追，难不成黄将军想出尔反尔？哎呀，我说秦公子啊，你误会我了，我确实是答应给你1000人，但我并没有说要把他们2个给你啊，你这不是强人所难吗？黄将军，哎呀，我中午没有睡午觉，这会儿呢确实有些困呢，我就先回去休息了啊，这些士兵就交给你了。看着秦云离去的背影，黄将军无奈地叹了口气。他知道这次是真的被秦羽摆了一道。将军，你怎么能答应给他1000名士兵呢？这些士兵都是我们精挑细选出来的精锐呀，就这样轻易交给他，我们损失大了呀。那你说怎么办？难道要我背信弃义，成为别人眼中的小人吗？算了，3个月前不是还有2500人接受了选拔吗？把他们给找出来，重新训练。他秦羽能训练出像朱俊武这样强悍的士兵，那我们为什么不可以？1000人的损失，咱们再慢慢弥补吧。如果是以前，李副将或许也不会不舍得，直接就同意了这个决定。但现在这些士兵的价值今非昔比，就这样轻易交出，他心中实在难以割舍，犹如在挖他的心头肉。将军，这些士兵可都是以1敌5的强兵呢，要不您再去跟他说说，我们给他300人行不行？这样既能满足他的需求，也不会让我们损失太大。你以为我不心疼吗？他原本是要1500人的，我这好说歹说才让他同意减到1000人。现在你让我再去跟他说只要300人，我实在是开不了这个口。要不你去试试？他咬了咬牙，决定自己去尝试与秦羽沟通，希望能找到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条件。理想是丰满的，现实是骨感的。当秦羽听到他说是和自己谈1000士兵的，秦羽直接让步曲把他架着丢了出去。哼，脑袋还没瓜子仁大，也配来跟我谈？这事都已经谈好了，还想反悔？做梦！当姑奶奶我好摆弄呢。黄将军，这3个月来承蒙你的关照和收留，感激不尽。我们现已准备好启程，不再继续叨扰了。这些士兵如果都是自己的，那该多好。不对，这本来就是自己的。看着眼前1000名士兵就这样被秦羽拐走了，他痛心疾首。当初就不应该答应他。要不你再多留几天，好好在雍州城游玩一番如何啊？黄将军，你也不用太难过，记住了，剩下的那1000多名精兵，你可要好好培养，别让他们荒废了。如果将来我路过雍州城，发现他们变得不堪一击，那我可是会找你算账的。黄将军，多的我也不多说了，我们后会有期。将军，就这样让他们走了吗？1000多匹马，还有我们的1000精锐，就这样离去了？那又怎么样？你能留住他们吗？秦羽已经留下了1半缴获的金银给我们，更何况前往边关的路途遥远，起码至少能让他们在下雪前赶到边关，避免受冻之苦。将军，现在是9月，即便走路1天走30里，1个月也能到啊，哪会下雪？好了，你怎么这么多废话？这里越往北越冷，你不知道吗？啊，秦羽的话你没听到？他说下次路过雍州城，发现这些士兵成了废柴，他会找你算账。去，还不快去训练士兵？有了这1000士兵作为榜样，以后别再找借口说练不好兵了。3日之后，小妹妹不用怕，姐姐不是坏人。你能告诉姐姐，
为什么你一个人在这里吗？娘亲，我找不到娘亲了。小妹妹，你能告诉姐姐你的名字吗？我叫二丫，我不知道娘亲去哪儿了。此时他刚走到小女孩身边，小女孩突然钻进了秦瑜的怀里，放声大哭，身体不停地颤抖，似是非常的害怕。老大，我是不是看起来很可怕呀？秦瑜看了看老高，竟然认真的点了点头。老大，前面有个村落，咱们是不是进去打听一下？老董、老朱、老贺，你们3个带兄弟们去找个地方安置马匹，我和老高进村查探一下，看看是哪家的小孩子不见了。是，老大，您放心，我们会看好大家的。二丫，你家在哪里？能不能带我们去找你爹？秦瑜以为他是要带路，二丫毫不犹豫地跑了进去。奶，但见到老奶奶脸色灰暗，瞪着大眼睛，死不瞑目的模样，他还是吓了一大跳。老高，快进来！老大，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没事，叫2个兄弟进来，把老人放在床上，再去打听一下这家人什么情况，怎么老人死了也没人管。老大，我这就去。怎么样，打听到了吗？我们问遍了整个村子，都没人敢开门的，不管我们怎么叫门，都没有人回应。恰在此时，你们是好人吗？把二丫带走吧，他娘亲是个好人，被官府冤枉抓走了，村里没人敢管他，也没人敢管他家的事，他太可怜了。哼，你个臭小子是不想活了吗？要是让县太爷知道你多管闲事，我们还活不活了？这村里的李正呢？我们也不知村里有没有李正，反正问了整个村子都没有人回应。既然二丫的娘是被官府抓走的，村里找不到答案，那我们就去县里找，留2个人在这里守着。秦瑜和老高一行人骑着马迅速离开了村庄，直接奔向县城而去。老大，我们现在该怎么办？抓2个差役来问问，为什么他们要抓李陇村二丫的娘？老高，你怎么抓了个这么丑的东西回来？不知道的还以为是黄鼠狼成精了呢。你大胆！你们是什么人？竟敢抓我！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我是这县城的师爷，我姐夫是这里的县令。你们抓我就不怕被砍头吗？哦，原来你就是县令的师爷啊！难怪长得这么丑，原来是遗传了你姐夫的基因啊！老大，其实我们在街上碰到这家伙在跟人斗蛐蛐，他斗输了不给钱，还自称是县令大人的师爷，我们就想也许他能知道我们想知道的东西，所以就把他抓回来了。做得很好。哎，你瞅他那五官，各长各的，谁也不服谁，太丑！哎呀，看他嫌脏了我眼睛，哎呀，赶紧带下去，好好审审，要是不出实话，杀了就是。开始时，这名师爷还嘴硬，老高也懒得跟他磨叽，抽出腰间的刀。行了，看把你吓的，这次只是吓唬你一下，要是你还不说实话，那下一次这刀是落在桌子上，还是落在你的手上，那就不一定了。你耍爷爷！我说，李陇村我有印象，这事儿要从2个月前开始说起。去年我们县也有人家响应朝廷的号召，种植冬小麦。2个月前收割冬小麦，我们大人就带我们下了乡，去村镇看冬小麦产粮情况。这一转就转到了李陇村，刚好遇到江凤琴和他相公在地里割小麦，我们县令就上去搭讪。原本江美琴夫妇并没有留意到我们这行人，我们大人也只是上去随便问问聊聊家常。只是当江凤琴站起身循声看我们的时候，我们的大人就看直了眼儿。江凤琴实在是太好看了，我们都没想到在那乡野还有会如此美貌的女子。自那日起，
我们的大人就像丢了魂儿一样，沉迷于江凤琴的美色，无法自拔。看到大人如此痛苦，我们于心不忍，便出了一个计策，将江凤琴的丈夫抓去服徭役，然后我们又以他被人举报不守妇道的罪名，把他抓到县衙审问，实际上是把他抓来送给大人。那江凤琴现在在哪里？在大牢里。那妇人性格刚烈，宁死不屈从于我们大人，所以大人就把她关进了大牢，想磨磨她的性子。那她的丈夫呢？被你们送到哪里服徭役了？说，她的丈夫怎么了？死了。哎呀，好汉饶命啊！这都是我们大人指使的，和我无关呐。我问你，是谁给了你们狗官这么大的胆子，敢强抢民女，残害百姓？好汉饶命啊！我不敢说，我真的不敢说呀。你不敢说是吧？看来是你怕他，却不怕我。那行，我现在就送你去见阎王。说着，他就举起陌刀朝师爷的脖子砍去。我说，好汉，我说了以后，你能不能放我一马？如竹筒倒豆子般，将县令所作所为全盘托出。原来这个所谓的县令竟是个冒牌货，真正的县令早已被他们秘密囚禁，而他们背后倚仗的竟然是高居知府之位的叔父。这位假县令正是仗着叔父的权势，3年前将上任的县令囚禁，自己取而代之。我们既然能够冲进来直接抓你，那肯定是掌握了你所有的证据。我告诉你，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的事情败露了，老实招供，或许我还能饶你一命。这假县令也是被这么突然的袭击吓到了，一时乱了分寸，就把他自己做的坏事全都说了一遍。当他说完自己和知府大人的关系后，他才反应过来，对呀，自己的叔父可是知府，他一定有办法救自己。把他拖到县衙门外去，当着所有路过和围观的百姓的面，将假县令的罪证念一遍，念完就把这假货给砍了。杀得好，杀得好，终于死了。杀得好，这个狗东西死了活该。而此刻真县令也被老高救了出来，带了过来，刚好看到假县令人头落地的瞬间。陈大人，被砍头的又不是你，你又没有错，你怕什么呀？哎，既然你是这枣化县的县令，那么这个烂摊子就交给你了，我会留4个人保护你的安全。至于你能不能够胜任让枣化县安定下来，那就看你自己的本事了。记住，我不建议你做贪官，但是贪的没有底线，欺压百姓的话，那门口的假县令就是你的下场。二丫，马上就要见到你娘亲了，开不开心啊？开心。这是二丫的声音，二丫怎么会在这里？不要伤害我的孩子！门一开，秦瑜抬头就看到了江凤琴的脸，那是一张让自己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脸，是一张多少次在梦中让自己惊醒的脸。老大，怎么了？哎呀，老大，你这是怎么了？是不是还在生这里贪官的气啊？我已经让兄弟回黎弄村叫兄弟们过来了，等他们到了，我就带他们去把南平知府绑来给你出气。我没事，等他们来了，让他们在城外安营即可，不要进城扰了百姓。下去吧，这里交给我就行。即使自己魂穿了，那和老大的魂穿到同一个世界的可能性实在是太小了。再说，凭借老大的身手，也不可能会任由这里的官府摆布。那就只有一个可能，蒋凤琴和老大只是长得像而已。大姐，我们不是坏人，你把门打开让我进去好吗？我有事和你说。
你们真的不是和官府一伙的？不是，我们去边境路上遇到二丫在路中间光着身子在哭泣，我们就询问她的情况，她的表达不太清楚，就去了你们村子。村子里的人都避着我们，还是你邻居家的小男孩从墙头告诉我们，你们被官府抓来了县城，我们这就找过来了。哦，对了，那个假县令已经被我们杀了，你可以放心，不用再怕那个假县令了。这到底是一群什么人？官府的人都敢杀？不会是土匪吧？你们不是山匪？大姐，你打开门看看，我们哪里像山匪了？我们这样说话着实是不太方便，你看能不能让我进去？我们进去再说。自然，她也说了她家中的老奶奶和丈夫都已经离世的事。江凤琴突闻噩耗，整个人发出一声凄厉的喊叫声，便晕了过去。醒了，来，先喝点水。今晚我们就要先在客栈上住一宿，明天我再让人带你回去，给你婆婆下葬。至于你相公，很抱歉，我们都没有找到，还请节哀。假县令被杀的事很快也传到了南平知府耳朵里。你当真看清楚了？那城楼上是我侄儿的头颅。是的，老爷，我得到消息就亲自前去查看了，那的确是少爷的头颅。是谁？是谁这么大胆子，敢在太岁头上动土？老爷，小的派人查过，是几个突然出现的外地人，他们直接冲进了县衙，就把少爷给抓了。也不知他们用了什么手段，少爷直接当着众百姓的面承认了自己是假县令，还有自己草菅人命、强抢民女等罪状。等他说完让他画押之后，就直接拖到衙门口给。废物，都是一群废物！那些保护少爷的人呢？老爷，他们都没来得及动手，就被闯进去的人给拿下了。老爷，您说我们现在该怎么办？怎么办？不管是谁，我都要让他血债血偿。他们那些人呢？可那些人，他们好似有恃无恐的样子，包了一家客栈就住下了。好，很好。既然他们找死，那本官就成全他们。给本官备马，我要去守军大营找闵将军，为我侄儿报仇。老大，城门外面来了一群官兵，说是南平守军。来了多少人？拦下了吗？来了1000多人，已经被我们的人拦在了城外。拦下就行，让兄弟们轮流值守，谁敢乱来，杀了就是。这几天赶路我都快累死了，没大事别来叫我，你和老董他们商量着处理就行。还有，明儿早上让兄弟们继续去搜集姓魏翁婿的证据，证据只要足够，杀了便是。哎呀，让我再睡会儿，明天再说。早化县城楼上，今天刚刚被救出来复职的陈继业站在城楼上看着城外数千兵卒，他的心中是五味杂陈。他原以为其余他们只是一群锄强扶弱的好汉，没想到他们竟然连正规军都不放在眼里，这到底是一群什么样的人？这位好汉，你们公子到底什么人？你们这样做就不怕朝廷追究下来治罪于你们吗？哟，怎么了？陈大人怕了？放心吧，没事儿，天塌不下来，就算塌下来，有我们个高的顶着。他的事儿你就不用管了，回去睡吧。这几年早化县被假县令弄得乌烟瘴气的，陈大人还是尽快治理好治辖百姓，让他们安居乐业才是啊。怎么样了？老大怎么说呀？老大知道了，只要他们不进宫就不要理会，要是敢攻城直接杀了就是，让我们自己看着办，不要去打扰他睡觉。那这就简单多了呀，让兄弟们睡觉吧。现在城门是关着的，我想就是给他们100个胆子，他们也不敢攻城。陈大人，
你现在可以放心了吧？哎呀，回去休息去吧。你要是太困，就回去给朝廷写奏折，把发生在你身上的事上奏给皇帝啊！别处在这里了。好汉，下官出身寒门，6年前有幸高中，本想着能为国效力，可报国无门，在京城逗留，等着朝廷分配官职，没想到一等就是3年。3年后被分配到这里来，下官也是满心欢喜的，可曾想在半道就被人劫了，囚禁了起来。好汉让下官给朝廷写奏折，下官的奏折要经过府城上级官员审核才能发出去。如今这样，下官真不知道该写给谁啊。你说的也不无道理。那这样，你回去写好以后去客栈找我家公子，或许他能告诉你把奏章交给谁。真的吗？你们家公子真的能帮这个忙？我还骗你不成？赶紧去写去，别忘了写完盖上你的官印和手印，省得给我家公子招来麻烦。哎呀，老高啊，你说我们老大这么做，皇帝真的就不会怪罪吗？之前和世家对抗并没有牵扯到朝廷官员，可现在直接和一府之长还有一军之将对抗，你说朝廷真的不会管吗？老大有分寸，我们听他安排就是，他让我们做什么我们做什么就好，就算他兜不住，后面不还有秦国公吗？更何况这些贪官本就是有错在先，我们这是为民除害，再加上以现在皇帝对他的喜欢，肯定不会有事的。哎呀，你盯着点啊，我去睡会儿。城外的守军见这群部曲毫无畏惧之意，走，赶紧走！带着你的兵退出3里外，快走！滚！没想到还没打2个回合，就被朱俊武一脚踹飞，倒地许久才站起来。你是猪脑子吗？都说了不要挑衅我们，非不听。第2天，外面现在是什么情况？昨晚那些士兵又和我们的人发生了一些冲突，朱俊武把对方的闵将军给打了，然后对方后退了3里才结束。看来一个个脾气都挺暴躁的嘛。那南平县令姓魏的狗官还在城外？他一直都在，说要取回他侄子的头，还要给他侄子报仇。哎呀，这都是什么狗东西，让自己的侄子囚禁朝廷命官，还冒名顶替，是谁给他的狗胆子，还敢在这里狗叫狗叫的叫嚣着给侄子报仇？真以为这大钱是他的家了不成？我也懒得见他，你们自己解决吧。要是再敢嚣张，就直接砍了。至于守军，回头你带着皇帝给我的金牌和朱俊武直接去接管了吧。然后我再给你留800人在此等候朝廷来人，然后再去边关和我会合。还有，朝廷的钦差应该还在雍州城，一会儿直接派人过去，让他来处理这里的乱摊子。这天气越来越冷了，匈奴人这个时候要是南下打草谷，我担心我爹的安全。他们究竟是什么人？军队他们都敢去接管，竟然还见过皇帝。给老高安排完任务，等老高下去后，他又看向江凤琴，眼里满是柔和。他不管眼前的人是不是前世为救自己死去的老大，就凭他长着和自己老大一模一样的脸，他也不会将其扔在这里不管不问。我今天就要离开前往北定府了，等我走后，这里也就剩你孤儿寡母的，你们村里的人明显也没人能够靠得上。你看，你是另外投奔亲戚，还是跟我去北定府？要是投奔亲戚，我可以给你路上用的盘缠；要是跟我去北定府，那等一下我带你回村，先将你婆婆安葬了，然后和我一起离开这里。姑娘若是不嫌弃，我们母女愿今生今世为奴为婢伺候你。一个村姑怎么可能会有如此教养，还长得如此励志？好，那就收拾一下吧，等一下我们就出发。也算平静的又走了10天，就到了康安县。站住！你们是什么人？天下还有如此漂亮好看的女子？
我是康安县县令秦正的女儿，我来找我爹的。他不是在这里吗？在。秦大人在康安县，你可是安南郡主殿下。哟呵，熟人呐，这不就是曾经在新州城被我一脚踢掉2颗牙的那个谁吗？那他在这里，那个被我那个啥的人，是不是也会在这里呢？马车内，江凤琴傻眼了。他猜过很多秦瑜的身份，也猜过对方是国公的孙女，毕竟朝中还有一名姓秦的国公。可他怎么也没想到，对方竟然是郡主。他也不在马车里坐着了，连忙抱着女儿从马车里出来，就要跪地给秦瑜行礼。凤琴姐，我们这一路上不是说好了吗？你比我大4岁，我就叫你姐，你叫我妹，我们姐妹相称。你这怎么又这样啊？再说了，你也是名门之后，大可不必如此啊。袁将军和张志清又愣住了。哎，看什么看？再看把你们眼珠子挖出来。哎呀，宝贝儿啊，大宝贝啊，不行，必须得搞到手。哎，你见了本郡主，为何不下马行礼？就在张志清下马躬身要行礼之时，秦瑜快速跳上他的马背，拽住缰绳。这马不错啊，借我骑几天。休想，那是我的马，凭什么借你？这就是皇帝陛下亲封的大秦唯一一个异姓郡主。嘿，这未免太嚣张，太胆大了。哎呀，还真是个女汉子。张小爷，她是郡主，你赶紧别追了，一会儿让她伤着了，你我都担待不起啊。凤琴姑娘，赶紧抱着二丫上马车吧，我们要赶紧追上老大。将军，他们这也太无礼了，太不把你放眼里了吧？那你说怎么办？他们是郡主的亲卫，难不成你还打算拦着他们呢？行了，赶紧追上去吧，别真让张志清那混小子伤了郡主。等他们追上来时，发现秦瑜和张志清已经交起手来。然而让他意想不到的是，秦瑜竟然与张志清打得难分难解，这让他大为惊讶。他怎么也没想到，这位郡主并非花瓶，而且身手矫健，看样子自己都未必是他的对手。不打了，马借你骑了啊，直接3天，3天后还我。好，跟你打架痛快，改天有空我们再来比过。就人太多了，你们带着兄弟们就在城外找个地方安营扎寨。不管往日康安县如何，今日我来了，这康安县就不许有匈奴以及其他国的探子存在。还有，也不允许小偷小摸、欺行霸市的人存在。限你们3天接管康安县所有房屋。是。哎呀，这到底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怎么感觉比在京城训练营张文健他们身上的气势还要凌人呢？袁将军，即日起请配合我的人接管康安县，非战时你们的人不许有1人进入县城，给你们3日时间。3日之后，如若你们还有人在城中，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郡主，你不让我们待在城里，那匈奴兵攻城怎么办呢？还有，你把我们都赶出来，我们住哪儿啊？现在军营可有5000多士兵呢。哼，袁将军，行军打仗难道要我提前在沿途给你们建好军营再出发吗？至于匈奴攻城，难道等他们到了城下你们才会发现吗？即日起，在康安县4周20里、30里、40里处建造烽火台，一旦发现敌情，必须点燃烽火狼烟预警。他早就得到情报，康安县的驻军在城中非常懒散，训练也是3天打鱼2天晒网。关键是有些士兵还欺压城中的百姓，自己的老爹还管不了。这就是秦瑜还没进城就要求袁将军撤出城区的主要原因。秦瑜的强势让袁将军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我知道
你们当中有人不服，也许你们认为我只是一个女人，你们没有必要听我的。但我要告诉你们，既然我来到了康安城，这里就由我做主。如果你们有谁不服，可以来挑战我带来的这几百人。一个人不行就2个人上，2个人不行就3个人一起上。只要你们能够把他们任意一个人撂倒，今后你们可以继续住在城中的军营里，我绝不会阻拦。但如果你们挑战失败，就趁早搬出军营。看看你们现在这懒散的样子，如果是我手下的兵，早就被我踹得在地上爬不起来了，还敢在我面前议论，真是岂有此理！俺不服，匈奴兵是我们赶走，凭什么你一来就赶我们出城？俺不服。很好。还有没有不服的？一起站出来。我这些兄弟们也已经好几天没有松过筋骨了。算了，也别说不服的站出来了。所有人听令，下马给你们1盏茶时间，把这些无论是骑在马上的还是站在地上的，全部都给我打趴下。要是有1个人站着，你们哪儿来的就给我滚回哪儿去，我手下不要废物。所以袁将军就看到，随着秦羽一声令下，所有坐在马上的几百名部曲快速下马，没有任何犹豫就冲向了自己的队伍。老董咧着嘴坏笑着，在自己还没反应过来的情况下，一个沙包大的拳头打在了自己的脸上。郡主，你就那么有信心？你们这里最多也就500人吧，我们这里可是有1500名士兵，而且都是日夜训练的精兵，他们能打得过？没错，你等着看就好了。要是连你们这些人都收拾不了，那我也没必要留着他们呢。城中的士兵快速集结，其余听到号角声，还以为有匈奴兵来了，看了看四周，并没有任何动静，脸色一冷，看向了康安城。等城中的支援到时，就看到1500名士兵全都倒在地上，痛苦地哀嚎着。将军发生什么事了？你怎么变成这副模样？丢人呢！现在服了吗？要是不服，我还可以给你机会，让你多叫几个同伴来。若是有不服，那就得拿出不服的实力来；若是没有实力，那就该有自知之明。若明知自己弱小，却又不肯承认，那就该承担被人欺凌、被人打趴在地的后果。是的，我承认你们驱逐了匈奴，守护了大前的安宁，也保卫了康安县的百姓，但这又怎么样呢？难道就因为你们赶走了匈奴，就能够肆意欺凌百姓吗？别说你们没有，城中的哪家商户没有遭受过你们以军人身份白吃白喝？没错，起初百姓们出于感激，愿意免费给你们吃的、喝的、穿的、住的。但你们身为大前军人，保家卫国，守护百姓，本应是你们的职责，而不是以此为借口去剥削百姓。你们以为在路边摊吃碗面条，或者是在包子铺吃几个包子，不给钱是小事？但你们想过没有？你们有5000人，哪怕只有1%的人这么做，对于商贩们来说，损失也是巨大的。你们难道就没有注意到，康安县的商贩日渐稀少？匈奴人或许只是威胁到他们的生命，而你们却不仅威胁到他们的生命，还剥夺了他们的生计。这就如吃他们的肉，喝他们的血。你们这样的行为算什么保护大前、保护边关的士兵？袁将军也陷入了沉思。他听完秦玉的话后，同样羞愧地低下了头。他一直以为百姓商贩们为士兵提供食物小吃是出于热情，出于对他们的感激和尊重。他从未意识到这样的行为会给百姓和商贩们带来如此巨大的损失。更让他震惊的是，他从未想过城中商人减少的原因与自己手下的士兵有关。哪曾想这一切都是他们这些士兵造成的。3天，我只给你们3天时间。3天后你们要是不出城，那就别怪我不客气。袁将军，刚刚多有冒犯，还请见谅。
我觉得你还是听我们老大的吧。这城外有一处好地方，即使匈奴人来了，我们也有足够的时间做出反应。就算退城防守，时间也是充足的。奇怪了，你们还没进城，怎么对城里的情况这么了解啊？3个月前，我们来的路上遭遇匈奴和倭寇袭击，在雍州城养伤。那些伤势较轻的兄弟啊，伤好些后，老大就让他们来了康安县。那么长时间要是还摸不清楚情况啊，那他们真是废物了。营地他们也给我们找好了，我们就直接去了。我们1000多人，对方就500人，结果呢，连半盏茶的时间都没能抵挡住，丢人，丢人呐！爹，鱼儿，真的是你吗？我还以为他们在骗我。鱼，爹，是我，他们没有骗你，是我来了，女儿让父亲担心了。平安到了就好，平安到了就好。之前你娘来信问我你到了没，我左等右等你都没来，可把我给吓坏了。好在你派人传递了消息，要不然爹都要去找你了。下次可不许再做这种傻事儿了，那么远还那么危险，这一路没少吃苦吧？没有，我知道你安全到达后，我就走得慢了。啊，对了，我还在雍州带来了1000精兵，不过跟我来的只有500人，在平南遇了点事儿，在那边留了800人，过几天应该就该过来了。好，能平安到就好。走，我们先回家。秦羽把刚刚发生的事给秦正说了一遍。你说的对，无战事的情况下，城中驻军太多，这对百姓真的不是好事儿。可我人微言轻，我找袁将军说过这个事儿，他说为了安全，不愿意让士兵到城外驻扎。那看来刚刚应该让老董狠狠地多揍他几拳。不过现在没事了，3天后他要是不出去，我就让人把他打出去。你呀，现在都长成大姑娘了，也该收收脾气了，别动不动就是打打杀杀。再大的姑娘还不是你女儿，所以啊，我还是个小孩子。行吧，你有分寸就行。你到了这里就不要乱跑了，这段时间时不时就会有匈奴人出现在城外，估计又想要打草谷了。放心吧，爹，别的城池我管不了，也不知道会怎么样，但只要有我在康安县，一个匈奴兵都不会让他进来。爹，现在都已经10月了，距离上次匈奴入侵也已经过去1年多了，这城中怎么还如此破败？我不知有多少次想去找守城的将军解决城中乱象，但10次有9次都没有见到袁将军，每次都被军中副将搪塞。他跟我说，我们是来守护安康县的，不是来治理安康县的。现在朝廷派了你来，那就该你去解决，找我们军队也没办法，总不可能让我们军队出面把百姓抓起来，不让他们拉屎拉尿吧。这些孩子很多都是军户，他们的父亲上了战场就没有下来，很多女人在匈奴来的时候不是被掳走了，就是被杀害了。这些孩子呀，每天像乞丐一样在街上游荡，靠着城中的百姓施舍才能活着。至于这些烧毁的房子，靠近城门，很多人不愿意在这里住，也就没有收拾的道理了，所以就这么荒着。爹，如今天气渐冷，若任由这些孩童流落街头，恐怕这个冬天他们熬不过去。再者，城中需要统一规划，既然这些荒废的房屋无人居住，不如就交给孩儿来处理。此外，孩儿在雍州城剿灭了倭寇，以及剿灭的山匪所获的银两有10万两之多，粮食也有上千担。若今东吴匈奴兵扰，这些当可助城中孩童熬过这个冬天。真的吗？那太好了！我正在发愁这个冬天这些孩子们该怎么办呢？你给我解决了大麻烦呢。这些没什么，我早已经派人来了城里，我没让他们告诉你，你不会有意见吧？我也有所察觉，
遇到过在村里熟悉的面孔，我当时还以为是我看花眼了，后来又遇到2次，我就确定你肯定是派人来了。这些没家的孩子呢，我早已计划好了，他们既然都是军户长大，都是要从军的，那不如我们就把他们收拢起来，10岁以上的全都编入少年军，教他们读书识字训练，并把这件事传承下去。不管你会在这里任职多久，将来康安县有这个规矩在，那么那些没了父母的孩子也会有一个安身之所。丫头啊，你这个方法确实很好，可要做好这些并且传承下去，需要大量的钱财来支撑啊。这朝廷是不会专项拨款的，要是靠我们县里自己来扶持，你爹我也做不到啊。你进城也看到了，城墙需要修补，爹都拿不出银子呀。爹，你是不是忘记了我们平西村怎么发展起来的？你是说把平西村那些作坊搬过来？哎，不行不行，太远了，村里的百姓未必会来。不，爹，我的意思是把康安县变成第2个平西村。放心吧，这件事儿你就交给我做。你不是需要修建城墙吗？我早就想好了办法，